第3次忍界大战中，木叶有2名忍者，让无数敌人闻风丧胆。一位是黄色闪光，凭借飞雷神之术，在3战中闯下赫赫威名；另一位就是宇智波未来。可战争结束后，你们2人却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传闻中，你掌握着除宇智波血脉外的第2血迹陷阱。在3战中，你不仅在战场勇猛无比，更恐怖的是，在你手下幸存的忍者居然发生了变异，长出了触手之类的东西。而这其实是因为你体内沉睡着一只巨兽——怪兽之王哥斯拉。凭借不断挖掘这只哥斯拉的力量，你开发出控制核辐射的能力。随后，你又开发出哥斯拉外衣、哥斯拉模式。3战一战成名，被敌国忍者称之为灾厄的宇智波。可是你这奇怪的能力也让你成为众矢之的。黄色闪光继任火影前夕，你被高层以危害村子安全为由严令革职，村子里甚至流传出了靠近你就会长出触手，只要你在村子，他们的后代就会长出尾巴或者第3条腿之类的东西。离谱的流言像极了鸣人幼年时期的遭遇，你一瞬间从村子的英雄变成了危害村子安全的恶魔。你来并没有反抗，一方面你知道这是木叶 F4 的阴谋，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你这个心头大患，给波风水门出路。如果你强行抵抗，便坐实了危害村子安全的谣言。另一方面是你正处于开发哥斯拉力量的关键期，需要漫长的修养。在波风水门继任火影之位时，与他齐名的便过上了喝茶养鸟、隐居山林的休闲生活。而今天，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3年的隐居。你慵懒躺在老轮椅上，手中的蒲扇不断扇动，欣赏着足地的美景，忍不住发出感叹：好山好水好风景。余光微微向后方瞥去，就是来的不是好人。走来的宇智波直水脸色一黑，什么叫不是好人？未来的嘴还是这么……宇智波直水有些无奈的瞥了眼躺在椅子上，他和你学生时代就是同窗，在宇智波一族被公认为新生代最强的2大天才。只是直水很清楚自己在你面前还太粉嫩了。说吧，我们的直水大忙人不忙着操劳暗部的事情，怎么有兴致找起我这个闲人？你慵懒扇动手中的蒲扇，继续欣赏足地美景。宇智波直水神色复杂了几分，叹息道：未来，你应该清楚，家族和村子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如果你再不出山，恐怕真的可笑。你眼中露出一丝讥讽，鼎鼎大名的顺身直水居然解决不了家族的矛盾，好来求我出山。宇智波直水的脸瞬间涨红，我已经努力了，只是族人思想太过顽固，根本没有足够的气量去理解火之意志。好一个气量！宇智波直水话音刚落，略带寒意的冷声从背后突兀出来，让他脊背一阵发麻，浑身鸡皮疙瘩竖起。这里是你隐居的住所，平时几乎不会有人过来，除了他和你，还有第3个人。直水立刻扭头，只见一个端着茶水的小正太，正目光深邃地盯着他。小正太的模样相当精致，鼻翼两侧有着2条深深的泪沟。宇智波鼬族长傅岳的长子，现在应该只有9岁。宇智波直水一瞬便做出了判断，又收回望着直水的目光，走到你堂一堂，将茶水熟练地端放在矮桌上。未来哥，茶好了。他扭头略显生疏望向直水，面无表情道：直水君，你也来喝杯茶吧。你拿起矮桌上的茶壶，对着壶口咕噜几口下肚，赞叹地望向又不错呀，小柚子手艺见长啊。哪里，未来哥太客气了。宇智波鼬有些害羞地抓着头。旁边，宇智波直水近乎石化，嘴巴呆呆地张着。什么鬼？我没有看错吧？这是宇智波鼬，傅岳族长的长子，怎么对你一副小跟班的模样？宇智波鼬扭头冷冷地望着直水。直水君，我要提醒你一句，宇智波一族的气量不是对火影，而是对族人的。没有族人，谈什么宇智波一族？直水君，你也是宇智波一族，不会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的。宇智波直水被鼬对得哑口无言，他知道又是在回应他刚才的那番话，又冷哼了一声。直水君，我劝你少看一些火之意志，一个简单的比喻句就把你哼到死，说你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都丢了宇智波一族的脸。小正太又翻了个白眼，满脸不屑。旁边，你暗中竖起大拇哥，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娃，小柚子不错，思想觉悟很高啊。按照原来的时间线，宇智波鼬一次在树林中练习手里剑时，与宇智波直水邂逅，后来2人越走越近。年岁尚浅的鼬在迷茫中逐渐被直水影响，成长为后来的傻逼黄鼠狼。只是这次，宇智波鼬没能在那片树林中遇见他的直水哥，而是遇见了一肚子马克思唯物主义价值观的穿越者未来哥。鼬的思想就此改写。宇智波直水涨红了脸，争辩道：鼬，我不同意你的观念，树叶非舞之处，我亦生生不息。我们不应该去问村子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问我们为村子做了什么。你翻了个白眼，连又被逗你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改写的价值观。怎么觉醒了最强幻术别天神的直水，还没有摆脱火之意志的奴隶？好家伙，给自己种下了别天神属于是直水君，你还不明白吗？小正太又气鼓鼓地盯着直水。所谓火之意志，只是那些高层用来剥削村民的手段吧，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虚伪和洗脑。我愚蠢的直水君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又因为愤怒，2个腮帮子鼓得像个圆滚滚的气球。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像直水这样愚蠢的家伙？火之意志这种垃圾跟马克思唯物主义相比，简直狗屁不是。他到现在都还清楚记自己第一次听完你对火之意志的剖析，夜晚辗转反侧，横竖睡不着，又把《火之意志》这本书拿出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版本都写着2个字传销。那一夜又痛哭流涕，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大逼兜子。如果没有你，他搞不好真的会被火之意志吸走，日后做出什么蠢事都说不定。快醒悟吧，直水君，不要沉溺在那些高层编织的谎言中了。未来哥为村子做了那么多贡献，结果呢？你难道还没有看清那群高层的嘴脸吗？鼬的怒吼让直水身体一颤。宇智波直水无比惋惜看着慵懒躺在椅子上，如果不是那件事，你将会拥有无限的未来。可惜就在黄色闪光继任火影前夕，你被高层以危害村子安全为由严令革职，自此一蹶不振，逐渐淡出了族人的视野，隐居于南鹤川畔。宇智波直水深吸了一口气，认真望着老爷以上的未来。3年了，整整3年了。未来，难道这3年你一点都不在乎族人吗？明日族长将会在南鹤神社举行族会，商讨家族的出路。未来，族人已经有太久没有听到你的号角。
出山吧，未来！宇智波止水目光坚定地盯着，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3年之期已到，请宇智波未来出山。止水走了，带着遗憾和不甘走。那座庭院再度变得安静，只有南鹤川畔的川流静静地从庭院前流淌。宇智波又乖巧地站在你的堂椅3年了，距离你隐居已经整整3年。这3年又时不时就会来到这处庭院，为你侦查倒水。揉肩暗吐，宇智波又看不透，但他很清楚，这个看似慵懒，对所有事物都漠不关心的男，绝不是隐居这么简单，更像是蛰伏。你靠在躺椅上，平静地注视着流淌的南鹤川流，回忆起了往昔的一幕幕，从3战的名声鹊起，到被童子打压雪藏，小柚子躺了这么久了，明天也该活动活动。宇智波又呼吸一滞，眼中露出一丝期盼和震撼。未来哥，难不成你是想？你没有回答，只是轻笑着看着远处。不知道3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记得我宇智波未来的名字？宇智波族地，南鹤神社，这里是宇智波一族召开族会的地，每次召开必然都是族中遭遇重大事情。此刻人头攒动，几十名族人盘坐，愤愤不平望着上方的宇智波副岳。族长，木叶欺人太甚，九尾之夜我们忍了，族地搬迁我们忍了，到底还要忍到什么时候？这口气我们实在咽不下。暴力的言论在神社中此起彼伏，一群红眼病卵期大有一言不合直接冲到火影式的架势。宇智波副岳面不改色，目光威严地注视着下方的忍者，他很清楚，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能先开口，一旦自己率先开口，愤怒的族人就会找到情绪的宣泄口，只要他沉住气，等族人宣泄结束，就是他开口的最佳时机。副岳，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性格还是像之前一样软弱。突然一道冷哼将他的思绪打断，注目望去，只见一名年老的宇智波长老，目光如鹰一样锐利地注视着他。宇智波副岳眉头紧锁，宇智波刹那，宇智波一族鹰派领袖，在族中资历甚至比他还老，也只有此人能够直言不讳地称呼他为副岳。刹那长老，你想要说什么？宇智波刹那如鹰一样深邃的眸子露出冷，高层欺人太甚，我宇智波一族也是剑村的元老，不仅没有享受到任何权益，反而屡屡遭受欺压，连族地都被迫迁移。反叛吧，凭借元飞那个垂目的家伙不可能挡住宇智波。宇智波刹那眼眶中名为野心的火焰正在冉冉升起。够了！宇智波副岳怒斥，你想把宇智波一族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吗？是你把宇智波一族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宇智波刹那同样怒视着副岳，看看你当族长的这些年，宇智波都变成什么样子？饱受打压，族地丢了，族人受尽屈辱，宇智波的骄傲都被践踏成什么样子？他富有感染的言论让周围鹰派族人呼吸急促，不受控制地开启血轮眼，屋子中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宇智波副岳深吸了口气，尽量克制自己翻涌的情绪，望着下方的宇智波刹那，刹那，你不要忘记了，我才是族长。宇智波刹那脸色难看了几分，副岳，你会后悔的。宇智波一族迟早会灭亡在你手里。两位宇智波一族地位最高族人的交锋，让整个会议室中气氛陡然紧张起来。鹰派和鸽派的族人目光皆是聚集在二人身上。突然，一道轻笑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让无数族人扭头望去。没想到我刚刚进来，就看到了一场好戏。只见一道身影伫立在南鹤神社入口，眼中噙着一丝轻讽之意。当看到那熟悉的面容，神社中的年轻族人目光皆是一震，满是激动和不可置信之色。未来哥，是未来哥，未来哥出山了，3年了，整整3年了，他终于出山了。你的出现让神社中的气氛立刻发生了变化，某些年轻的族人甚至激动流下热泪。宇智波未来是谁？宇智波一族曾经的传奇，宇智波一族的名号因你响彻人间，甚至在那件事之后，无数族人惋惜长叹。如果你没有就此沉寂，宇智波一族何至沦落至此？宇智波刹那和副岳也是同时震撼的看向，整整3年了，宇智波一族有很多族人都开始渐渐淡忘你的存在，你居然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山。下方的族人中，宇智波止水眼中露出一丝欣慰之色，你终于出山了。不枉他多次请求，宇智波一族的处境必然会发生改变。未来，没想到你居然会过来，看样子你终于从那件事中走出来。宇智波副岳神色复杂的望着未来，当年4代目火影继任仪式前夕，你突然从村子的英雄沦落成人人唾弃的恶魔。波风水门和你这2个3战闻名的超级天才，一人天堂，一人地狱，而你也就此沉寂下去。无论如何，看到家族这位顶级天才从阴影中走出，他这个族长心中依旧是高兴。看样子族中还有很多人记得我。你淡然地扫视着下方盘坐的族人，被你望到的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无一不是眼神激动，一脸崇拜之色。当年他们当中有不少曾经和你并肩作战过，甚至有一些人亲眼见证着从默默无闻的族人成长为威震忍界的灾瑞武之人。如今这一曾经的传奇再度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又怎能不激动？宇智波副岳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宇智波未来只是刚一出现，就彻底抢走了他的风头，这让他这个族长的脸面稍稍有些挂不住。未来，找个位置坐下吧，我们正在商谈家族的未来，我正是为此事而来。你平静地望着他，为此事而来。宇智波副岳微微皱起眉头，他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你打量着眼前的副岳和刹那两人，眼中露出一丝轻蔑。这2人一个是族长，一个是位高权重的大长老，可以说整个宇智波一族最高的权力就掌握在2人手中。可这2人，一个犹犹豫豫优柔寡断，一个生死看淡不服就干，2人简直是2种极端。宇智波一族的未来就葬送在2人的内耗之中。不过无所谓，你准备出手了。你环顾着神社中的族人，宇智波一族是骄傲的一族，曾经有过无数辉煌，而现在宇智波一族却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认为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你的一番话让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你身上，你说的改变是指什么？宇智波副岳眉头紧皱地盯着你，轻笑了一声道：首先，警卫队是时候改变了。宇智波的荣耀不该沦落为替木叶处理杂事。话音刚落，宇智波副岳便言辞拒绝。不行，宇智波警卫队是2代目火影为宇智波开设的职务，也是宇智波在木叶的权力机构。如果没有警卫队，宇智波一族在木叶的话语权只会更少。你冷声道：副岳族长，你有没有考虑过2代目为什么给宇智波设立警卫队的职务？宇智波副岳皱眉不语。那好，我再问你，说警卫队是宇智波在木叶的权力机构，那和忍者学校木叶医院相比，谁的权力更大？周围一群族人立刻窃窃私语，神社中变得嘈杂。宇智波副岳依旧皱眉不语，你心中冷
冷笑：“警卫队，说的好听点叫警卫队，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木叶城管大队。无论是哪个世界，城管都是一个惹人厌恶的职业。”以宇智波那副鼻孔朝天的高傲模样，木叶小贩不掀摊子就不错。久而久之，宇智波一族在木叶的名声必然越来越差，怎么可能融入村子？身为族长，居然如此鸦木寸光，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你停顿了下，继续道：“其次，宇智波一族必须进入全面备战状态，整个宇智波一族的人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宇智波一族的新生代也必须立刻投入训练，最大化的转化成战力。不可！”宇智波富岳再度厉喝，他眼中带着一丝怒意，盯着你，呵斥道：“未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宇智波一族这么大阵仗投入训练，如果村子高层知道会怎么想？你难道想引爆家族和村子的矛盾，让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吗？”周围的族人面面相觑，连宇智波刹那都微微皱起眉头，琢磨不透你的想法。神社陡然陷入了一片死寂，你淡然地扫视着周围的族人。我曾经听闻过一位伟人的话：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宇智波一族这漫长的时间一直在以妥协求和平，就像是温水里煮着的青蛙一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而宇智波想要走出困境，就只能以斗争求和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铿锵有力的声音让周围的宇智波无一不是精神一振。宇智波是高傲的一族，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妥协，可心中的那份骄傲从来没有被浇灭。宇智波富岳眉头紧皱，咀嚼着你话语中的含义。至于最后一件事，你直视着宇智波富岳的眼睛，就是由我来担任族长。你转过身，扫视着周围的族人，谁赞成，谁反对？死寂，一片死寂，整个神社一片死寂。宇智波富岳脸上的肌肉因为极度愤怒轻微的抽动。如果说前面2条举措只是让他不满，那最后这一条就彻底触及了他的逆鳞。一个简短的词汇出现在他脑海：逼宫。宇智波富岳厉声呵斥：“宇智波未来，你是想夺权吗？”神社中的族人一个个屏住了呼吸，空气仿佛凝着了水一般沉重。哈哈，没想到这个未来居然有这种魄力。宇智波刹那饶有兴致地打量愤怒的富岳，眼中噙着一丝玩味之色。他太老了，巅峰期早已过去。尽管看富岳不顺眼，却也不可能担任下一任族长。能看到自己的老对手如此吃瘪，让他心情异常舒畅。不过他并不看好宇智波未来。魄力是魄力，族长可不是光靠魄力就能担任的。实力、底蕴、声望一个不能少。宇智波未来哪来的底蕴？他沉寂了整整3年，尽管曾经是族中万中无一的天才，现在又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宇智波富岳压下心中的怒火，尽量让自己平静的道：“未来，我认可你的天赋，日后必会成为宇智波一族的支柱。但现在你还太年轻了，根本没有成为族长的底蕴。只要你收回刚才的话，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以后的族会你一样可以参加。”宇智波未来直视着他的眼睛，淡淡的道：“族长，还是开始投票吧，让族人来做选择。”宇智波富岳脸色一僵，他已经给足了未来台阶，但没想到未来如此强硬。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也好，就让你看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宇智波未来转过身，扫视着周围盘坐的族人，他的眼中似有无数深情和豪迈。诸位，宇智波或许曾经有过退让，有过妥协，有过伤痛，但在今天重新拾起宇智波的骄傲吧。时代变了，你们手中握着通往新时代的船票，站起来，站到我的身后，去抓住更伟大的未来吧。一个个宇智波呼吸急促，眼神狂热，仿佛期待这一刻已经许久。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年轻的族人，目光坚毅。接着是第2个，没有丝毫犹豫。第3个，第4个，第5个。宇智波富岳的表情从最开始的胜券在握转换为震惊，再到惊骇，再到最后的呆滞，直到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到了宇智波未来身后。宇智波鼬，那一直被他视为骄傲的儿子。哟，为什么？他声音带上了一丝颤抖。未来哥是对的。宇智波鼬平静地看着他：“父亲，你老了，看不透村子的阴谋，但未来哥不一样，家族在他的带领下才会走向更好的未来。”还在犹豫的宇智波止水，看到又坚定地站在未来身后，叹了口气，也站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族人互相对视一眼，选择站起。神社中年轻一代的族人无一例外，全部站在了宇智波未来身后。宇智波刹瞳孔微微颤抖，他在宇智波未来身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燕，为什么？宇智波燕，他视为骄傲的孙子。就在刚才，他还在嘲笑富岳被亲儿子被刺，没想到下一秒就轮到了他。爷爷，未来哥是对的，他的思想族中无人能比，只有在他带领下，宇智波一族才能重回荣耀。年轻的宇智波燕无比坚定地盯着宇智波刹那，这是第一次他当众对抗自己最敬重的长老爷爷。宇智波刹那原本就布满皱纹的脸，此刻看起来更加苍老，连脊背也佝偻了许多。难道他真的老了吗？宇智波富岳的瞳孔在微微颤抖。这些族人，这些站起来的族人，全部都是宇智波年轻一代的翘楚。假以时日，他们将肩负起整个宇智波复兴的未来。而现在，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站在了宇智波未来身后。请族长退位！宇智波未来盯着富岳，声音豪迈：“请族长退位！”他身后10数名年轻一代宇智波同时坚定怒喝，声音汇聚，宛如惊雷，从南鹤神社上空炸开。宇智波富岳颤抖后退，仿佛全身力气一瞬被抽空。
他无法理解，宇智波一族年轻一代，甚至是被他视为骄傲的长子，全部选择了宇智波未来。你以为这3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宇智波未来站在年轻一代的首位，平静注视着陷入崩溃的宇智波富岳。宇智波富岳瞳孔一颤，难道一个可怕的词汇从他脑中浮现？韬光养晦。可宇智波未来是怎么瞒过他的眼线，将整个宇智波一族的年轻一代全部收入麾下？等等，他突然像是想到什么，立刻望向宇智波未来身后的鼬。宇智波鼬，他的长子，这3年来一直与宇智波未来接触不浅。他不止一次让鼬提交宇智波未来的情报，充当他安插在宇智波未来身边的眼线。难道从一开始，鼬就已经……哈哈哈！宇智波富岳忽然笑了。视为骄傲的长子背叛了他，族人背叛了他，他这个族长从一开始就是笑话吗？宇智波未来平静地注视着他。富岳族长，你刚才问我有什么底蕴站在这里，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后站着宇智波一族的未来。神社中，宇智波刹那连同剩下的那些族人内心都无比沉重，他们都很清楚，宇智波要变天了。接受了现实的宇智波富岳眼中似有无限冷意凝固成实体。未来，如果再等几年，我说不定会放心的将宇智波一族交到你的手中。但现在你太年轻了，你根本看不透这个世界的黑暗。宇智波在你手中只能走向灭亡。猩红的血色浸染他的眼底，3颗漆黑勾玉在猩红中快速旋转。战吧，胜者背负宇智波族长之名，败者滚出宇智波。南鹤川，宇智波一族最著名的河流贯穿了整个木叶的历史。如今这处河畔正伫立着2道身影，在他们的背后分别站着大量的宇智波族人，眼中都带着一丝期待和狂热。这是宇智波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的交锋，也是宇智波新政权和旧政权的战争。这一战将关乎整个宇智波的未来。道火，你说这一战谁会赢？宇智波8代略带忧虑地望向宇智波道火。他与道火都是警卫部成员，富岳的左膀右臂。既然族长主动提出用战斗分出胜负，那他自然有绝对的把握。宇智波道火双手环胸，一副高冷模样。灾厄宇智波名气虽然很大，但凶眼富岳一样不弱。2战中，宇智波富岳打下了凶眼的威名，不弱于灾厄宇智波多少。宇智波未来才多少岁？无论是经验、实力，对局势的把控，宇智波富岳都完全碾压。想到这儿，宇智波道火越发不解，皱眉望向宇智波未来身后的鼬。身为族长的儿子，居然当众选择了宇智波未来，他到底在想什么？族长，加油啊！宇智波只因破声的嘶喊传到了南鹤川畔2人耳边。宇智波富岳高冷抱胸，盯着宇智波未来。未来，你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战吧，不必多语。宇智波未来淡淡道。下一秒，2人同时结印，印的顺序一模一样，几乎同时完成。火遁，好火球之术，火遁，好火球之术。2道大小几乎一样的巨大火球同时从2人口中吐出。轰！火球互相碰撞，爆发出惊人的威势，周围的温度陡然骤增。旁边的南鹤川流在骤增的高温冒出大量白色蒸汽。宇智波富岳在后退，飞快的后退，眼中带着一丝凝重。宇智波未来的好火球不对劲，裹挟着一丝诡异的力量。那种神秘的毒素吗？3战中不知有多少忍者葬送在这种诡异的攻击下。宇智波富岳绝对不想尝试，直到拉开了数十米，才开始迅速结印，猛吸了一口气。火遁，好火灭却，来得好！宇智波未来眼眸闪过一丝喜色，同样快速结印，猛吸一口气。火遁，好火灭却！炽烈的火焰从2人口中同时吐出，化为滔天火焰互相撞击。火焰的轰鸣中，一面巨大的火墙屹立在中间。快后退！观战的宇智波惊呼的狼狈后跳。2人交战波及太广，稍有不慎，恐怕就会被滔天的火焰吞没。他们眼中都带着一丝骇然之色。宇智波富岳就算了，宇智波未来的攻击居然也这么霸道。那些曾经在3战中跟随过宇智波未来的族人纷纷躲避到更远的地方。常规的火遁，除非正面命中，否则很难杀死敌人。但宇智波未来的火遁不同，火焰带来的高温大幅加剧了辐射粒子的活动速度。3战不知多少敌人惨死在这招下。与宇智波未来对峙的富岳脸色突然骤变，察觉到身体的异样。中招了？什么时候？这短暂的震撼让他维持的好火灭却威势一致。宇智波未来的好火灭却宛如排山倒海，轰然压了下来。轰隆隆，火焰炙烤着地面，一直轰击到南鹤川的对面。族长！围观的宇智波中有人惊呼出声。宇智波又紧张地攥紧拳头，掌心已被汗水浸湿。这一战他最为纠结，一个是自己认可的大哥，另一个是自己的父亲，无论谁受伤，他都难以接受。下一秒，那寥寥碎烟中竟冲出几道身影，手中苦无反射寒芒。影分身！宇智波未来微微皱眉。4个宇智波富岳借着烟雾的掩护，从4个不同的方位冲出，
锁死了他所有能够躲避的位置。不愧是族长，竟然用我的攻击作为遮掩，逆转了不利的局势。宇智波未来眼中战意浓烈，仰头狂笑。这份战斗经验，我认可你了，尽情的起舞吧。他话落的瞬间，4名宇智波副月已经抵达，手中反射寒芒的苦无从4个刁钻的方位刺下。宇智波未来身上冒出淡蓝的光芒，周围有宇智波失声惊呼。那招式，宇智波未来抬起右脚，悍然跺下，河遁，超震动波，嗡！伴随剧烈低沉的轰鸣，淡蓝色的光膜以他为中心向四周爆发，大地仿佛在颤抖。4名宇智波副月在接触到光膜的瞬间，同时爆碎化为烟雾。远处观战的宇智波族人立刻将查克拉凝聚脚底抵抗冲击，但还是有大量的族人被冲击波中被掀飞。若是从远处眺望，就会发现巨大的半球蓝色光膜从南鹤川畔爆发到周围的森林中。副月族长，还要打下去吗？宇智波未来淡然地开口道。宇智波副月的模样相当狼狈，单膝跪倒在地，一只手抓着苦无嵌入地面，在地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刚才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才避免被超震动波直接掀飞到森林中。嘿嘿，我承认我小看你了，未来。宇智波副月擦着嘴角的鲜血从地面上站起。假以时日，你必然会成为整个宇智波一族的支柱，哪怕是成为斑那样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现在，宇智波副月眼中的冷意越发深邃，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宇智波一族葬送在你手中。猩红如血的眼中，3颗勾玉急速旋转交织，形成类似手里剑的复杂图案。这是什么？周围的宇智波族人神色震荡，那股远超3勾玉的阴冷力量，即使是在这里都让他们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副月，难道你？宇智波刹那瞳孔骤缩。这是什么眼睛？不是3勾玉，那股阴冷的瞳力超过3勾玉太多。难道3勾玉之上还有其他眼睛吗？围观的宇智波呼吸急促，眼中充斥火热和震撼。在这个时代，万花筒已经成为了传说，普通的族人更是以为3勾玉就是写轮眼的极限。即便少数族人听闻过3勾玉之上的眼睛，但也从未真正见过。宇智波刹那在短暂惊骇后骇然道：万花筒，没错，是万花筒。副月，你居然拥有这种眼睛，和宇智波斑一样的眼睛。他曾经追随过宇智波斑，亲眼见证过斑的万花筒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在宇智波一族宗卷的记载中被称之为神之力。宇智波刹那眼中充斥着愤怒和不甘。为什么？副月，为什么拥有这种眼睛的你要一再退让，让族人陷入屈辱和痛苦中？南鹤河畔，开启万花筒的宇智波副月仿佛换了一个人，再也没有之前的狼狈和局促，平静注视着宇智波未来，解释似的开口。这双眼睛名为万花筒，是超越3勾玉的血轮眼，寄存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凭借这双眼睛，我能看到未来。在听到宇智波副月亲自承认后，围观族人的讨论一瞬间达到了高潮。族长居然拥有这种眼睛，我族大兴有望了。万花筒，超越3勾玉的眼睛，宇智波未来拿什么来挡？局势一瞬颠倒，原本还在担忧族长的族人，此刻全部呼吸急促，火热盯着那双复杂图案的眼睛。宇智波鼬手掌攥得更紧了。万花筒，父亲居然拥有这种眼睛，连他都一直瞒着。未来哥真的能对抗这种传说中的眼睛吗？宇智波止水也是一脸震撼，族长居然也拥有万花筒，可他为什么要一直隐瞒？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战的话，恐怕没有人会知道他开启了这种眼睛。和原时空不同，因为宇智波未来对他的百般叮嘱，止水并没有选择暴露万花筒的存在，也没有告知高层自己的瞳术。宇智波副月冷淡地望着对面的宇智波未来，从刚才开始，宇智波未来一直盯着他的双眼不语。周围族人狂热的讨论传入他的耳中，让他的自信一瞬间膨胀起来。感受到畏惧了吗？宇智波副月轻笑一声，这也正常，你虽是族中天才，但万花筒这种传说中的眼睛没有听闻也很正常。畏惧？宇智波未来轻蔑一笑，你好像弄错了，副月族长，我不是在畏惧，我只不过是有些愤怒。愤怒？宇智波副月皱眉，我愤怒你拥有这样的眼睛，却只知道妥协退让，让宇智波的族地成为他人酣睡之处。我愤怒你作为族长，视族人的未来为不顾，让宇智波的骄傲在你手中蒙羞。宇智波副月，你有什么资格成为族长？宇智波未来的唾骂宛如一记重锤，回荡在南鹤川上。宇智波副月的手指在轻微颤抖。99小说，围观的宇智波族人也是一瞬间陷入了死寂。得知副月拥有万花筒的喜悦，在这一刻被冲击的粉碎。是啊，族长明明拥有万花筒，可宇智波一族的处境发生过改变吗？没有，宇智波依旧饱受高层打压，屈辱的从族地搬离，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副月族长，你说你的眼睛能看到未来，那么我的眼睛就是宇智波的未来。宇智波未来冷漠盯着宇智波副月，他的双眼开始变化，猩红的眼底中3颗黑色勾玉旋转交织成3片叶片。第二双万花筒，死！
一双双红眼并不受控制地开启三勾玉，呼吸急促，充斥渴望和灼热，盯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睛。没有错，这股远超三勾玉的阴冷瞳力。万花筒，宇智波未来居然也有万花筒！宇智波刹那瞳孔骤缩，怎么可能？宇智波未来才多少岁，居然也拥有万花筒这样的神之力？他的眼中瞬间充斥着无与伦比的渴望和火热。如果说宇智波富岳拥有万花筒只是让他感到震撼，那么宇智波未来的万花筒则是彻底引爆了他心中的炽热。现在的宇智波未来还远远没有达到巅峰期，未来他会成长成多么恐怖的存在？这就是我族的未来吗？刹那觉得他抓住了未来。宇智波鼬和宇智波止水微微张着嘴，震撼地望着宇智波未来的双眼。宇智波未来居然也有万花筒！这一天发生太多令人震撼的事情，日后宇智波历史的记载上，这一天注定要让所有人铭记。两双万花筒在这一天同时出现，宇智波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启这双眼睛的吗？宇智波富岳沙哑问道。3年前的那一夜。宇智波未来平静注视着他。3年前的那一夜。宇智波富岳瞳孔骤缩。那不是。脑中所有的线索交织，让他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瞳孔惊骇地望着宇智波未来。原来今天这一战，你整整谋划了3年吗？我输了。宇智波富岳的声音带着无尽的苦涩和复杂。宇智波未来不是用实力击败了他，而是在意志上将他彻底粉碎。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这双能够看到未来的眼睛早已一片黑暗。族长之位是你的了。他深长的叹息，或复杂，或震惊，或狂热，各种不同的目光汇聚在南鹤川旁的宇智波未来。宇智波富岳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像是一记惊雷，轰击在周围宇智波的脑海中。怎么可能？族长大人居然认输了！宇智波只因仿佛失去了灵魂，颤抖喃喃。作为富岳族长的脑残粉，他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年轻一代的宇智波反应过来，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未来哥是族长了！未来哥是族长了！未来哥万岁！与他们欢呼对立的是其他宇智波难看的脸色，尤其是像宇智波八代和道火这种富岳的嫡系，此刻像是生吞了100只鸭脖，脸色涨成了猪肝色。宇智波富岳居然认输了？难道他们真的要认可宇智波未来成为族长吗？宇智波刹那目光深邃地盯着宇智波未来，身后有族人压低了声音：刹那大人，要不要？在这关键的抉择点，宇智波刹那显露出与年龄不符的魄力，轻笑一声：既然富岳已经认可了未来，而且未来也拥有万花筒的力量，认可他为族长又有什么呢？而且我也真的很期待，在他的带领下，宇智波的未来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宇智波刹那眼中出现了浓烈的期待之色。宇智波未来呵斥富岳的那番话，几乎每一句都说到他的心坎中，敲击着他的心神。身体中随着年龄逐渐冷却的热血，有着再次沸腾的迹象。燕，这就是你选择宇智波未来的原因吗？他忽然开始理解自己孙子的选择。听到宇智波刹那的声音，不少族人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在族长之位变更的关键时刻，如果作为大长老的宇智波刹那诚心发难，恐怕又是少不了一场厮杀。现在的宇智波真的经不起太多的内耗了。宇智波富岳脸色复杂，良久，他叹息了一声：未来，现在的你已经是族长了，关于村子和宇智波，你打算怎么做？宇智波未来深邃地望向远处，就像我在神社中所说的一样，警卫队是时候改变了。宇智波不是为了一块沾着肉丝骨头臣服的狗，我会向那群高层证明，宇智波是狼，有着血气和傲骨的狼。宇智波是狼？宇智波富岳喃喃一声，陷入了沉思。他忽然像是想明白什么，这几年对于宇智波和村子，他总是不断的在妥协，而宇智波终究是狼，狼是不可能无止境的退让，这只会激起狼的血气。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做错了。未来，你会用政变的手段对抗高层吗？宇智波富岳的声音软了很多，此刻的他已经开始认同宇智波未来的理念，只是政变依旧是他最后的底线。如果宇智波未来真的要用政变让宇智波和木叶血流成河，那他依旧会站在未来的对立面。不到万不得已之刻，宇智波绝对不会政变，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宇智波未来平静地看着他。宇智波未来很喜欢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转换过来，政变也是政治的延续。宇智波未来只会在2种情况下使用政变，第一种是他棋盘上的筹码见底，需要政变获得更大的政治筹码；第二种是宇智波已经可以一路横推，木叶到了改姓的时候。而现在这2种情况都不是，他的手中还有很多筹码，宇智波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无视整个木叶。作为忍界第1大忍村，木叶的底蕴相当深厚，在没有足够盟友的情况下政变，几乎对抗的是整个木叶。分化、拉拢、联合、施压，这才是成熟的举措。那就好。宇智波富岳长松了口气，心中积郁的紧张随之消散。宇智波由你来领导，我也可以放心离开了。宇智波未来亚麻呆住。离开？富岳族长，你为什么要离开？宇智波富岳无奈叹息，我们交战之前不是约定过，胜者迎接族人的欢呼与荣耀，败者离开宇智波吗？
当时他觉得宇智波未来挑衅族长权威，以他的实力和经验压制宇智波未来不成问题，结果现实狠狠打了他的脸。作为败者，只能主动吃下自己定下的苦果。啊，那个呀！宇智波未来露出一副我以为什么的模样。族长，你只是认输了，并不能算是败者吧？认输不算败者，这是什么逻辑？宇智波富岳有些错愕。宇智波未来沉吟一声，族长，咱们定下的胜者是由战斗的胜负决定，对吧？可我们之间的战斗都没有结束，哪来的胜者败者之分呢？族长，你只是臣服我的个人魅力，如果真的打下去，大家都有万花筒，胜败还真不好界定呢。宇智波未来满眼笑眯眯，一顿七绕八绕的言论让宇智波富岳有种晕头转向的无语之感。不过有一点他是认可的，双方都有万花筒，比拼的结局真的不好确定。他的万花筒掌握着时间的力量，这是忍界最神秘的力量之一。不过话说，宇智波未来的万花筒瞳数是什么？宇智波富岳心中不免好奇，只是瞳数关乎个人的最大秘密，他也不可能直接询问。可宇智波富岳还是有些犹豫。你已经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我留下的话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这个好办。宇智波未来笑了起来，一个万花筒啊，他不可能让宇智波富岳这样强大助力白白溜走。以后在族内你叫我族长，在族外我叫你族长，咱们各论各的。宇智波富岳的嘴角微微抽搐，各论各的，什么鬼？黑暗的夜幕逐渐褪去，清晨第一抹阳光刺破云层，洒落在宇智波宁静的族地上。无论昨日多么令人震撼，终究会过去，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停下脚步。与宇智波族地的寂静不同，阳光的照射让木叶沉寂的活力开始复苏。街道巷口开始有小贩吆喝着自己的商品，各种商铺店铺打开，期待着客人的到来。食物的香气和烟火气出现在这座刚刚苏醒的村落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祥和热闹的景象并没有维持多久，争执吵闹打碎了美丽的景象。一位吃着早点的食客不慎打翻对面客人的拉面，滚烫的汤汁溅满他的衣襟。争执逐渐升级，演变成暴力的推搡。周围食客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一幕，这意料之外的演出给无聊的清晨带来全新的乐趣。有鸡贼的小贩开始趁机推销瓜子、鸭脖之类增味的辅助。有趣的演出并没有维持多久，逐渐有食客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恐惧一点一点从他们身上蔓延出去。刚刚还是热火朝天的氛围，一瞬间冷却下去。那两名打得火热的客人也发现了周围变化，像是想起了什么，汗毛从身上站立。下一刻光速回到座位享用早已凉透的早餐，像是许久不见的好友开心攀谈，让人完全无法想象两人几秒钟之前还在亲切问候对方的祖母。那个，我说，该不会被他们看到了吧？其中一名食客用碗口挡住大半的脸，压低声音向对方询问，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和颤抖。不到啊，应该没有吧？另一名食客的声音也带着颤抖和惊畏，目光偷偷扫视着四周，生怕此刻正被某双猩红的眼球注视着。两人的恐惧同时指向一个对象，宇智波警卫队。一群由红眼病担任的城管大队，无论是打架斗殴、经营战斗，都逃不过他们的管理。99小说，当街斗殴，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被那群红眼病看到，轻则鼻孔朝天一阵斥责，重则小黑屋几日游。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不是他们希望的。而且听说最近木叶监狱的空荡得很，后者的概率显然会更高。两人这样享用着食之无味的早餐，心思早已飘到其他地方。直到整顿早饭吃完，也没有看到平日熟悉的身影，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大抵是警卫队那群家伙有事耽搁了吧？这样的想法出现在两人和周围食客心中。烦恼的清晨，同样的景象出现在木叶其他街道上，宇智波警卫队都没有出现。起初人们认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迟到，直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事情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久久没有管控的街道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混乱。在多次试探之后，村民发现警卫队似乎真的不再出现。平日里受到约束的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开始蔓延，混乱、暴力、尖叫，木叶平日祥和的景象似乎不在。高层对此异常头疼，他们尝试找到警卫队的宇智波族人进行沟通，得到的回复非常简短：这警卫队不干也罢。无奈时任三代目火影的猿飞日斩，只能先行调用一部分的暗部来处理木叶内部的混乱，而代价就是本来能用在更珍贵任务上的暗部资源被无形中浪费了很大一部分。在这样的局势下，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宇智波的风评居然以极快的速度改善着。遵纪守法的那部分村民开始怀念平日躲都来不及的宇智波警卫队，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是不可能让这群家伙胡作非为的吧？这样的想法出现在他们心中。至于那部分为非作歹的村民，在暗部一顿调教之下，也纷纷老实起来。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对比，相比冷冰冰如同机器一样的暗部，宇智波的那群家伙虽然趾高气昂一点，但至少还是有一丝人情味的，起码不会动不动就用苦无顶在喉咙，让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以后真的让这群家伙代替宇智波，好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吧？不知怎么，
还没快活几天的村民，居然在心中集体祈祷宇智波警卫队的回归。砰！火影室的大门被粗暴撞开，粗糙的手掌猛地按在火影室的桌面上，几乎急不可待地迫切说道：“袁飞，你知道了吗？宇智波警卫队集体罢工了。”淡定。袁飞日展用几乎翻白眼的方式瞥了眼自己的这位老友团藏。这件事在村子里已经发酵好几天了，怎么平日对宇智波消息一个不漏的团藏，居然这么晚才跑过来找他？团藏仅剩的独眼冒出一抹冷芒。那宇智波未来出山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啪嗒，棕色烟嘴从袁飞日展口中掉落，砸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整个火影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到能够清楚地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袁飞日展盯着自己老友的眼睛，声音再也没有之前的从容不迫。此事当真？当真！火影是再度死寂。袁飞日展眼中阴晴不定。宇智波未来，可以说这是他最不想听到的一个名字。原本以为就此沉寂下去，没想到居然在3年后以这样的方式出现。3年了，整整3年了。这个时候他选择出山，到底是想要做什么？袁飞日展脸色无比凝重，团藏脸色无比凝重。这才是我担心的。当年我们费尽心机才让他从村中隐退，没想到3年之后他再度出山，而且他一出山，宇智波警卫队就开始罢工。你是说？袁飞日展眼睛眯起。我只是猜测，但如果真的和他有关就麻烦了。两人同时缄默。3年前，为了遏制声望几乎难以制约的宇智波未来，他们费尽心机，暗部跟部几乎同时出动，引导舆论造势，最终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将宇智波镜的后代宇智波直水抬到高层后，才堪堪平息了这件事情。没想到3年以后，宇智波未来强势回归，他到底想干什么？木叶已经没有黄色闪光能够制衡他了。日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那群宇智波还没有反应过来。团藏眼神阴冷，不行，现在还没弄清楚他真正的意图，一旦引起内战，就真的不可收拾了。况且3年之前他尚能稳稳压住水门一头，3年之后，你有多大把握能够对付他？团藏咬住牙齿，不甘道：“那难不成就看着他胡作非为吗？”袁飞日展沉吟了一声：“我打算亲自去宇智波族的一趟，一来探探他的虚实，二来弄清楚宇智波警卫队为什么罢工。”没想到他此话一出，团藏直接炸毛：“袁飞，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宇智波是天生邪恶的一族，2代目的教会你都忘记了吗？就应该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够了，团藏，我才是火影。袁飞，你会后悔的。”砰！火影室的大门被重重关上。宇智波族地，百废待兴，一副新的气象出现在族地上。经过宇智波未来的整合，整个家族自上而下被重新整合一番。相比之前的宇智波，现在的宇智波简直是焕然一新。未来，这是根据你要求挑选出来的年轻族人。演练场，宇智波直水站在宇智波未来身旁，向他介绍着下方笔直站成一排的年轻族人，似乎是想要在自己偶像面前好好表现。那群族人几乎不约而同兴奋发出吼声：“未来哥，好，好，很有精神！这些充满朝气的少年，才是我宇智波的未来啊！”宇智波未来从内心深处发出满意的赞叹。这场变革并不是没有流血，只因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加之傅岳也认同了宇智波未来的理念。除去少数顽固派完全无法接受他思想的族人被清除，其余大多数族人都满心迎接着变革的到来。在宇智波傅岳带领下的宇智波内部早已滋生了大量不满。宇智波强者为尊，既然宇智波未来更强，也更有手段，那么让他统领宇智波又有何不可？腐朽的宇智波是时候迎来新的风了。未来，我不是很理解，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的一群族人？身旁，宇智波直水发出灵魂拷问。看来你没有 get 到我在南鹤神社演讲的精髓啊！宇智波未来朝他翻了个白眼。你没有从这些族人身上看到什么吗？看到什么？火种啊！他们才是宇智波的未来啊！宇智波未来转过身，临行前在直水的肩膀上重重拍了几下，一副小伙子你还有很多要学的表情。族长宅邸，这里是宇智波族的最大最豪华的宅邸，之前一直都是宇智波傅岳居住，不过在变革之后换成了宇智波未来。刚推开门，就看到一个小正太兴奋地向他冲来。未来哥！小正太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小柚子，什么事情这么兴奋啊？宇智波未来笑着问道。不一样了，家族真的不一样了。宇智波鼬难以按捺心中的激动。宇智波未来才掌权几日，刚刚开始在家族内部进行变革，整个家族的风气居然难以想象的发生了改变，这让宇智波鼬越发坚定自己的观念，他在南鹤神社的选择果然没有错。是吗？宇智波未来嘴角勾起一丝弧度。鼬，正好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宇智波鼬好奇地看着他。待会有一个客人要来访，你记得将他带到会议室中就行了。客人？宇智波鼬心中非常好奇，这个未来哥让他带过来的客人到底是谁呢？等他到了你就知道了。宇智波未来没有解释，只是淡然一笑，
走进宅邸中。带着这份好奇，宇智波鼬站在门口等待。袁飞日展望着眼前宇智波族地的入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作为火影，他上一次亲自到访，似乎还再上一次。毕竟是曾经的忍雄，尽管因为年龄影响，实力稍有下滑，但还是立刻调整好心态，踏入了宇智波族地中。99小说刚一进入，袁飞日展鼻子微微抽动，眉头立刻紧锁，空气中残留着淡淡的血腥。这是他历经数次忍界战争对鲜血培养出来的敏锐感知。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警惕立刻提高，查克拉在体内流动，一有异常便会立刻通灵出元魔。还没走多远，就看到对面大树下伫立着一道人影，正在默默观察着他。师佑啊，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了？袁飞日展温和笑着道。宇智波鼬6岁就拥有火影思维，能够站在火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是宇智波一族内部难得亲和村子的族人。他一直打算将其收纳进暗部，可不知怎么，最近几年宇智波鼬似乎和他疏远了很多。火影大人，请跟我来吧。又冷淡的声音让袁飞日展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尴尬。看来宇智波富岳已经猜到他要到访，所有派鼬来到这里等待。袁飞日展权衡一番，跟在鼬的身后。呵，未来哥让我等的就是这个家伙吗？一个虚伪的政治家。宇智波鼬心中非常不屑，早些年他也以为袁飞日展心系家族和村子，是为了村子奉献一切的火影。只是后来他接受了宇智波未来深奥的思想和超脱忍界的广阔认知，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小丑。什么火之意志，什么为了和平，全部都是那群虚伪的高层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肮脏手段罢了。和未来哥高深的思想相比，简直狗屁不是。带着这样的讥讽，宇智波鼬将袁飞日展带到了约定的宅邸中。厅堂中坐着2道人影，主座上坐着宇智波富岳，副座上坐着宇智波未来。这也是宇智波未来特地的安排，他不想自己是宇智波真正掌权人的情报这么快暴露。神色没有任何变化，袁飞日展心中却在快速分析着当前的局势。宇智波未来，他果然出山了，而且看来在宇智波一族的地位应该不低。三代目，坐吧，不知道你这次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呢？宇智波富岳指了指早已准备后的位置。富岳，宇智波一族最近是有什么困难吗？袁飞日展声音相当温和，那模样像极了嘘寒问暖的老友。没有。那是最近族人身体有恙，需要静养了？也没有。旁边宇智波未来差点没忍住翻起了白眼。这个袁飞日展不愧是老油条，明明是为了警卫队的事情而来，却丝毫不提。接连虚晃一招后，袁飞日展收敛神色。既然族中没有困难，族人身体无恙，为什么警卫队已经连续数天都没有族人就职？富岳啊，你可知道宇智波警卫队空缺的这几天给木叶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袁飞日展长叹一声，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开始了他的表演。唉，宇智波富岳长叹了口气，一副我也很为难的模样。三代目，你有所不知，不是族人不愿意去履行警卫队的职责，实在是族人太累了。太累了？怎么会太累了？袁飞日展一脸不解，警卫队的薪水应该并不算低吧？宇智波富岳摇头，三代目，我宇智波族人每日起早贪黑，为村民尽心尽力服务，可换来的只是村民背后的辱骂和抱怨，这是心累。族人没日没夜操劳，为了贯彻火之意志，发挥自己的余热，连家族很多事情都顾及不了，待遇相比木叶医院暗部差了不止一点，这是身累。族人心系木叶，为了木叶利益一退再退，三代目让我族人搬迁族地，族人心有不满，但识大局，舍弃数代传承的族地，搬迁木叶边缘，这是神累。心累，身累，神累。三代目，你说我宇智波族人会不累吗？宇智波富岳直视着袁飞日展的眼睛，一套3连击破，打得袁飞日展瞬间哑火，说不出话来。旁边宇智波未来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富岳的这套言论正是他提前告知，无论袁飞日展此次抱着什么目的，这番言论一出，直接就会将他陷入被动的局面。除非他想直接挑起和宇智波的战火，不然后续的谈判必然要做出让步。富岳啊，袁飞日展无比痛惜的长叹一声，我知道宇智波一族的不容易，只是村子。旁边的宇智波未来见袁飞日展就要开始影帝级别的表演，顿时翻了个白眼，无情的将他打断。我说火影大人，我们不是在讨论警卫队的事情吗？你扯到那么远干什么？被打断的袁飞日展注意到宇智波富岳面无表情，知道自讨无趣后，便立刻收敛了神色，从饱含深情到一脸阴沉，表情转换之快，足够撰写一本《影帝的诞生》，让无数小鲜肉折服。袁飞日展余光微微瞥向宇智波未来，眼神中蕴含着难以言语的深邃。显然富岳态度的突然转变一定和宇智波未来有关。没想到这个家伙只是刚一出山就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狠心一点。当然他还并不知道宇智波富岳已经将族长之位禅让给宇智波未来，如果他知道了，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富岳，警卫队的薪水全员提高30%，另外相关的福利待遇也会提高，不过警卫队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如何？知道老一套不管用的袁飞日展
直接提出用提高待遇的方式换取警卫队正常工作，30%的待遇提升，对木叶的财政来说不痛不痒，远远没有触及他的底线。三代目，这不是待遇的问题。宇智波未来淡淡开口，不是待遇的问题。袁飞日斩微皱了一下眉梢，警卫队的工作火影你也是知道的，无外乎就是抓些小偷，调节村民的矛盾之类。以火影的睿智，莫不是真的以为宇智波族人的性格真的能做好这些工作吧？袁飞日斩脸色黑了下来，他觉得宇智波未来在偷偷骂他。宇智波未来笑了笑，我想火影大人你应该也看到了，宇智波一族的名声因为这完全不适配的工作一片狼藉，村民提到宇智波都忍不住嫌弃皱眉。警卫队的存在看似是给了宇智波权力，实则是让宇智波与村子的隔阂越来越远。三代目大人继承了初代目火影的火之意志，你也不希望看到宇智波与村子形同陌路吧？袁飞日斩完全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居然一针见血地指出警卫队的弊端，没有丝毫遮掩，这让他的脸色无比难看，像是中午在食堂吃到鸭脖似的。你的想法是？宇智波未来双臂环胸靠着椅背上，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很简单，警卫队的权力必须得到提升，能够收纳一部分宇智波之外忍者，并且有权对忍者进行监督管理，对可能威胁村子的忍者自行处理。不行！袁飞日斩严厉喝道。吸纳一部分宇智波之外的忍者，他或许能够容忍，但后面那条则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是暗部的职责，如果让警卫部代劳了，岂不是变相的削弱了他这个火影的权利？那就是没得谈了。宇智波未来向上挑了挑眉，露出一脸无趣的表情，抱胸靠在椅背上，右手的食指搭在左臂上下点动。房间中骤然安静。袁飞日斩忽然感到周围的空气在快速减少，一股庞大的压力正在不断挤压着他，额头一滴冷汗缓缓向下滑落，警惕提高到极限，查克拉在体内凝练，通灵术已经在掌心偷偷刻画。这位曾经的忍雄在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距离死亡原来这么近。3年前宇智波未来尚能压制波风水门一头，3年后的他又会成长到什么地步？他开始觉得自己独自到访宇智波族地的决策错得离谱。哈哈，这么紧张干什么？传出去让隔壁日向听到了，还以为我宇智波打算对火影干什么呢？宇智波未来忽然拍手大笑，那让空气近乎凝固的压迫陡然消散。袁飞日斩绷紧的肌肉立刻松弛下来，长松了一口气，衣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一片。宇智波富岳也呼出了一口气，他真的害怕宇智波未来不管不顾直接刀了袁飞日斩。火影不明不白死在宇智波族地，这意味着和整个木叶宣战，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警卫部可以有权招纳宇智波之外的忍者，不过关于能否自行处理危害村子的忍者，需要我回去商定一番。坐了一次过山车的袁飞日斩语气果然软了很多，这已经是他能够接受的底线。那就依火影的意思吧。宇智波未来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袁飞日斩起身准备离去，当走到宅邸的门口，突然看到一双纯净的眸子正仰头盯着他。哟！袁飞日斩忽然有些局促，他不知道宇智波鼬是不是听到了他和傅岳的争论。火影大人，宇智波一族在您眼中真的就只是一个工具吗？被一双稚嫩纯净的眸子注视，袁飞日斩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一晃神，面前矮小的身影发疯似的向后跑去。哟！袁飞日斩出声想要挽留，但那矮小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他深长的叹息一声，知道宇智波鼬是真的与他彻底割裂了。宇智波祠堂，宇智波鼬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面前，双手紧攥压住大腿，痛声哭泣。果然，未来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什么火之意志，什么为了木叶，都是那群家伙编织的鬼话。我居然曾经给三代目那个虚伪的小人蒙骗过。又不敢往下想象，如果他真的被袁飞日斩影响，接受了他的思想，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一想到这里，他内心的愧疚和痛苦就愈发深刻。啪！一击响亮的大逼兜子被狠狠地甩在自己脸上，似乎觉得还不过瘾。啪！又是一击大逼兜子，响亮程度远超上一次。啪啪啪！几发下去，又精致的脸蛋鼻青脸肿，嘴角溢出血液。这一幕被后面进来的佐助看到，手里的玩具掉落，发出碎裂的声响。刀桑！欧尼酱脑子坏掉了！刀桑！欧尼酱脑子坏掉了！年仅3岁的佐助发疯似的在院子边跑边喊。火影楼3楼会议室，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强硬的拒绝声从会议桌旁传出。袁飞，你怎么能够答应那群宇智波的条件？你忘了2代目的教诲吗？团藏拍打着桌子，左眼眼窝仿佛有浓烈的怒火燃烧。旁边的水户门岩几人也是脸色阴沉，完全没想到袁飞日斩居然擅自答应警卫队的改革条件。那种情形下，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袁飞日斩脸色难看的叹息一声，他能怎么办？宇智波未来那股强势的压迫让他近乎喘不过气。日斩，宇智波未来真的如你所说的一样吗？冷静下来的团藏目光凝重地盯着袁飞日斩。如果宇智波未来真的比3年前还要强大，情况就真的很棘手了。没有错，袁飞日斩脸色无比难看。3年前他还给不了我这样的压迫。会议室空气一下子死寂。3年前木叶年轻一代
只有波风水门能够与宇智波未来抗衡。3年后的宇智波未来就像是失去了缰绳的野兽，木叶已经没有波风水门来制衡他了。袁飞，3年前你就应该听我的。弄清楚情况的团藏左眼带着浓烈的愤怒和不甘盯着袁飞日斩。袁飞日斩沉默。3年前根部暗部同时出动，才最终让宇智波未来隐退。没想到3年后他卷土重来，威势远超当年。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应对这群宇智波吧。转寝小春望着团藏袁飞日斩两人，冷静地开口：“我还是保持我的观念，邪恶的宇智波必须清除掉。”团藏冷哼：“现在还没弄清楚宇智波一族的意图，绝对不能贸然激怒他们。”袁飞日斩沉声道：“关于警卫队的改革，日斩，你的想法是什么？”水户门言问道：“宇智波想要扩充外族的忍者，我已经答应了，只是自行处理危害村子的忍者，这点绝对不能同意。”袁飞日斩双眼瞳孔中带着一丝深邃。以宇智波的性格，即便警卫队扩充了外族忍者也难以相处，最大的可能是让宇智波的名声越来越差。水户门言两人点头表示赞同。宇智波孤傲的性格，木叶人尽皆知。至于后面那条危害太大，绝对不能同意。袁飞日斩目光阴冷，一旦全部同意了宇智波未来的要求，岂不是让宇智波警卫队成为了第2个暗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群宇智波的想法绝对不是这么简单，日斩要提前做好准备。团藏冰冷道：“自然。”袁飞日斩轻笑一声：“我已经在宇智波内部安插了卧底，宇智波的一切动向都瞒不过我的眼睛。”哦，团藏独眼浮现一丝好奇。他是晋的孙子，是继承了火之意志的宇智波忍者。袁飞日斩淡淡道。约莫1个小时之后，会议室中团藏几人早已离去，空荡的房间中，戴着面具的背影单膝跪于阴影中。99小说，止水，你说的都是真的？袁飞日斩瞳孔微微颤抖，脸上带着极大的惊骇。没错，这件事是我亲眼见证。宇智波未来和宇智波富岳都拥有万花筒写轮眼。半跪的止水面无表情道，手掌下意识攥紧旁边的把手。袁飞日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压下内心的巨大震荡。万花筒，那可是和宇智波斑一样的眼睛。当年宇智波斑就是凭借一双万花筒和初代火影的木盾抗衡，而现在宇智波未来和宇智波富岳居然拥有同样的眼睛，这怎么能让他不震惊？良久，他才从震撼中苏醒，一脸欣慰地望着的下方的止水。止水，多亏你了，你的情报会让木叶减少很多损失。被袁飞日斩这样注视，宇智波止水忽然有种恶心的感觉，强忍着不适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村子义不容辞。你的先祖镜知道你的事迹后，一定会感到欣慰的。”袁飞日斩一脸欣慰的感慨。哦，宇智波止水差点没把早上吃的鸭脖吐出来。以前他怎么就没发现袁飞日斩这么虚伪呢？尤其是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笑起来跟菊花似的。不好意思，3代目，我已经是未来的形状了。半跪的宇智波止水在心中默默对未来效忠。宇智波族地一处宅邸中，宇智波未来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品着手中的茶茗，旁边宇智波止水正在不断的汇报。袁飞日斩很震惊，他听到宇智波有2双万花筒，惊得下巴都差点掉了。宇智波止水笑着道：“是吗？”宇智波未来放下手中的茶杯，轻笑了一声。如果袁飞日斩知道他询问的止水也有万花筒的话，会不会连上巴也惊掉了呢？未来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宇智波止水斟酌了下措辞问道：“为什么要主动将你合族长拥有万花筒的情报泄露出去？暗中隐藏不是更好吗？”宇智波止水不解地望着未来。宇智波未来淡然地笑了下：“止水，你知道你对我而言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止水一脸疑惑：“不知道。”是让袁飞日斩觉得你很重要。止水瞬间愣住。宇智波未来拿起放在旁边的茶水，慢悠悠地吸溜一口：“我和富岳拥有万花筒的事情是瞒不了多久的。上次战斗不少族人都亲眼目睹了我和富岳的万花筒，以暗部和根部调查情报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会知道。”宇智波未来放下手中的茶杯，望着面前的止水：“与其让他们自己调查出来，倒不如让你亲口告知，让袁飞日斩对你更加信任。”宇智波未来停顿了下，继续道：“这只是一方面的考虑，2双万花筒也能让木叶高层投鼠忌器。”宇智波止水点了点头，一脸恍然：“未来你真的是深谋远虑。”宇智波未来淡然一笑：“止水，你的万花筒是宇智波第3双万花筒，而且瞳数特殊，千万不要随意暴露了。”明白。宇智波止水点头，经过未来调教的他已经不是原著中他了。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一处隐蔽的房间，盘坐着30名宇智波年轻一代的忍者，他们都是宇智波一族年轻一代的翘楚，此刻正兴奋地互相讨论，似乎正在期待什么。未来哥什么时候过来？不知道，应该快要过来了。真期待和未来哥见面啊！房间中的年轻宇智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是谁？宇智波一族的传奇。3战中木叶唯二打的4大忍村闻风丧胆的忍者，
沉寂3年，只是刚一出山，便强势夺走了宇智波副月族长的位置。可以说，在年轻一代的宇智波心中，宇智波未来就是他们的信仰。族人中有一名宇智波族人和其他族人不太一样，安静的盘坐在角落的位置上，鼻梁两侧的泪沟让他稚嫩的面容凸显了一丝不符合年龄的成熟。宇智波副月的长子宇智波鼬，你们猜未来哥口中到这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是指什么呢？不到啊，反正跟着未来哥肯定没错了，难不成是某种强大的秘术？房间中的族人关于宇智波未来提到的强大力量开始激动的猜测。99小说，在他们到来之前，宇智波未来曾自信地告诉他们，渴望力量吗？如果渴望力量，就到这里来吧，我将获得力量的存在放在了这里。内心中灼热的火焰被点燃，对力量的渴望超越了一切的存在。这些年轻一代的宇智波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全部来到这里寻找宇智波未来口中的力量。角落中的宇智波鼬眼底深处带着一丝灼热的渴望，但不符合年龄的成熟让他没有在外表上显露出任何情绪，只是默默盘坐一角，等待着宇智波未来的到来。元飞日斩，只是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9岁的鼬都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愤怒。这是他第一次直呼3代目火影的姓名。昨天他在宇智波未来的引导下，带领元飞日斩进入族长宅邸。门外，他清楚听到元飞日斩与他父亲和宇智波未来的争论。元飞日斩虚伪的言论对宇智波利益强硬的侵犯，让他彻底撕碎心中对火影的最后一层面纱。宇智波一族，你把宇智波一族当成什么了？元飞日斩离开时，在门口撞到了愤怒的鼬，没有在意火影的挽留，他头也不回的跑走。回去后，他在先祖的灵位前狠狠地给了自己几个大逼兜子。我居然曾经被元飞日斩那个虚伪的小人蒙蔽。宇智波鼬心中充斥着羞耻和愤怒，这股力量转化为对元飞日斩的仇恨，他要亲手向元飞日斩复仇，向这个虚伪的视宇智波一族为工具的小人复仇。但现在的他力量还远远不够，尽管元飞日斩的状态随着年龄下滑，可毕竟是曾经的忍雄，村民口中流传的最强火影。年仅9岁的鼬根本没有力量去复仇。力量来到这里就能获得未来哥口中力量吗？宇智波鼬眼底深处名为渴望的火焰的正在灼热燃烧，他要抓住未来，他要获得力量，获得向元飞日斩复仇的力量。就在这时，一道轻微的咳嗽声打破了宇智波鼬的思绪。看来你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呀。宇智波未来从门外走近，带着淡淡的笑意。房间里的族人，未来哥，是未来哥，未来哥来了，未来哥来了。房间中的族人心中某种火焰被点燃，惊喜激动的欢呼声响彻在整个房间中。宇智波的传奇，宇智波未来出现了。未来哥，你之前所说的力量该怎么获得啊？是啊，未来哥，到底怎样才能获得你所说的力量？房间中的年轻族人无比兴奋地望着宇智波未来，想要获得力量吗？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我正是因此找你们过来，不要抵抗，放松身体。宇智波未来温和的声音在房间中年轻宇智波的耳边响起。这些宇智波族人立刻开始照做，深吸了一口气，将肌肉放松下来。宇智波未来猩红的眼底中，3颗黑色勾玉快速旋转，切换成3片扇叶的复杂图案，一股奇异的力量顺着他的双眼散溢而出。下一秒，漆黑的阴影从宇智波未来脚下蔓延开来，瞬间便吞没了所有的宇智波族人。一股微风吹过，那处房间中已经没有任何族人的身影，空荡荡一片。空间的快速转换让一些族人头晕目眩，胃腔翻涌，忍不住的开始干呕。某些适应能力强的族人望着周围的世界，陷入了浓重的呆滞中。他们已经不在原来的房间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周围似乎是一面看不到尽头的战场，断戈残戟，狼藉林立。白色芦苇裙在微风中摇曳，虽然是白天，但天空中却诡异漂浮着巨大的猩红血月。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宇智波未来悬浮在血月的下方，张开双臂，对着下方错愕的族人说道：这是哪里？不知道，不是宇智波族地，似乎也不是木叶。未来哥说是他的世界，难不成？空中漂浮的芦苇气息，脚底与地面真实的触感，空中悬浮血月散发的光晕，让他们的脸颊附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一切的一切都在印证，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幻术之类虚幻的东西。那些年轻一代的宇智波无比震撼地仰望着漂浮在红月下方的宇智波未来，这到底是怎样的伟力，让他们一瞬间来到了这个奇异的世界？未来哥，这里真的是你的世界吗？有族人声音颤抖地问道。这一幕简直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这是我万花筒的瞳术。宇智波未来从空中落下，平静地解释着。万花筒瞳术？万花筒这么恐怖的吗？居然能够创造一个如此真实的世界，不愧是传说中的神之力。30双灼热的目光带着难以言喻的狂热和崇拜，全部汇集在宇智波未来的身上。宇智波未来面容平静。天之长历和天之狱中，这是他万花筒的瞳术，两者都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的主神。相传天地府成形时，有一种浮于半空，
状若尾牙之物化成天长立尊，代表天的恒长性。而宇智波未来左眼的天之长力能力，便是链接并塑造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自我演变的特性。右眼天之狱中，则是让他掌握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宇智波未来将这个世界称为高天元，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神明之剑。万花筒链接一个世界的瞳术，忍界还有一个神威。不过神威只是开启和关闭进入时空界的钥匙，而宇智波未来的万花筒则是对这方世界一切规则的掌控，更类似于辉夜的矢球空间。只要宇智波未来愿意，并且瞳力足够的情况下，他可以转换高天元内的一切物质。前一秒还是古战场，下一秒就会转换成无垠的海面。不过这种转换对瞳力的消耗极为恐怖，宇智波未来一般除了进出这方世界之外，并不会随意的转换世界。万花筒是心灵写照之眼，宇智波带土之所以觉醒神威的瞳术，是他的心灵写照，是逃避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他万花筒的能力便是让他能够随时进入时空间中。而宇智波未来的心灵写照是掌控，他觉醒万花筒之时，正逢木叶 F4 组团施压，暗部根部一同出动，逼迫他远离木叶权力中心。这是第一次作为穿越者的他感受到事态的发展脱离自己的掌控，于是掌控宇智波一族的未来，掌控整个木叶，甚至掌控整个忍界的一切，便成为了他的心灵写照。他的万花筒瞳术便是链接一个独立的世界，并由他掌控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宇智波未来可以通过万花筒将敌人强行拉入自己的世界中，俗称领域展开。一旦进入到这方世界中，生死几乎尽由他掌控。即便是实力超越他的敌人，在没有办法破开这个世界之前，宇智波未来也可以剥离对方所有的氧气，让对方陷入窒息的死亡中。宇智波未来的本体也可以在遭遇威胁时直接躲入这方世界中。不过相比神威的时空间移动，世界切换虽然能让他达成类似时空间能力的效果，可一旦返回原来的世界，必然会回到最开始的位置。想要利用世界转换进行长距离空间移动是不太可能了。不过这些都不是宇智波未来最重视的能力，他最看重的是自己体内的哥斯拉与这个世界的融合。哥斯拉的 G 细胞可以无限同化接触的物质，如果将体内的哥斯拉转移到这方世界中，说不定就能利用他对规则之力掌控，对哥斯拉进行分裂和转换。迷你拉、基多拉、太空哥斯拉，这片世界将会化为怪兽横行的星球。到那个时候，宇智波未来开启万花筒，领域展开，怪兽星球降临。未来哥，你所说的力量难道就在这里吗？那些年轻的族人中，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脸兴奋地问道。其余的宇智波族人也一瞬间想到什么，同样兴奋地盯着宇智波未来。9岁的鼬目光炯炯地望着宇智波未来，期待他的回答。是也不是？宇智波未来微笑说道。是也不是？宇智波鼬和周围的族人立刻陷入疑惑和迷茫中，开始揣摩宇智波未来话语中的意思。更直接的来说，那个力量寄存在我的眼睛里。宇智波未来手指了指自己的万花筒，那是一双奇异的图案，3片等比例排列的扇叶围绕着中央的一个圆点。宇智波未来不知道是不是体内哥斯拉的缘故，他的万花筒图案的3叶草像极了前世的核辐射标记。很早之前，宇智波未来就发现适量的核辐射会让写轮眼的晋升速度加快，这也是他在3战中实力飞速提升的缘故。核辐射对他敌人而言是毁灭的灾厄之力，对他而言却是提升写轮眼的补剂。宇智波未来研究过原因，似乎是核辐射带来的眼球细胞变异与写轮眼晋升的某种特质产生了共鸣。当然，这种晋升非常不稳定。宇智波未来自己的3勾玉，那股浓郁如血的猩红要远远超过普通3勾玉，一般的忍者只是对视就能感受到那股的浓烈的血腥和灾厄之意。宇智波未来不清楚这种独特的晋升方式能不能在其他族人身上复刻，毕竟他的体内寄生着一只哥斯拉，肉体早已受到哥斯拉的影响，哪怕是他割开手腕让鲜血流淌而下，都会感染一大片的区域，使得这片生灵未来漫长的时间里都将受到核辐射的侵蚀。可以说他早已是与核共存的存在，所以将族人拉入这方世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通过对世界的规则掌控，即便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宇智波未来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补救。盘腿坐下，闭上眼睛，宇智波未来平静说道。族人纷纷按照他的叙述盘坐，心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激动。终于要获得未来哥口中的力量了吗？宇智波未来猩红的万花筒快速旋转，大量的核辐射从他的眼睛中蔓延出去，瞬间便覆盖了所有的宇智波族人。年轻的族人牙齿轻咬，抵抗着这股奇异的力量。辐射粒子在宇智波未来的操控下，开始有规律地侵蚀他们的眼球。坚持住！宇智波未来的喝声出现在族人的耳边。心中动摇的族人在听到这个声音后，立刻便平住心神，继续接受核辐射的洗礼。角落中的宇智波鼬抿住嘴，苦苦坚持，心中对元飞日斩的怨恨化为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感到这些族人眼中瞳力的增强，宇智波未来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果然成功了。99小说，有这方世界的规则之力保护，它可以在伤害最小的情况下，最大化提升族人的血轮眼。族长宅邸，一处典雅的房间中，袅袅的熏香从香炉中缓缓升起，檀木桌上摆放着2杯茶水，正氤氲冒着热气。宇智波未来靠在木椅上，端起其中一杯茶水，细细抿了一口。好茶。毫不吝啬地赞叹一声。宇智波未来有些惊讶宇智波富岳的茶艺，毕竟蛰伏的这3年，他没少品茶斗鸟，喝过的茶水不说是琳琅满目，至少也是满目琳琅。宇智波富岳的茶艺至少也是其中上等的存在。身为族长，平日里无聊时只能用泡茶消遣，久而久之对茶道自然也就有了些理解。面对宇智波未来的夸赞，宇智波富岳轻笑一声，用略微谦逊的语气说道：如果被其他族人看到这一幕，肯定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平日里一副高冷模样的富岳，居然也有如此和善谦逊的一幕。忽然像是想起什么，让宇智波富岳脸色变得微微不自然。他已经不是族长，现在的族长是身旁这位年轻的青年。泡茶好啊，既能消遣时间，也能锻炼自己的心性。要是每个宇智波族人都能像你一样培养出泡茶的习惯，我也就不会这么操劳了。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檀木桌上，宇智波未来摇了摇头，用近乎上级训诫下辈的语气对宇智波富岳叹气道。宇智波富岳脸色的不自然更深了。论年纪，他比宇智波未来大不少；论资历，他继承族长位置时，宇智波未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只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宇智波未来才是族长，而且是他当众让出了族长的位置。不过很快，宇智波富岳就完成了心理建设。宇智波，强者为尊，宇智波未来比他强，毋庸置疑。宇智波未来成为族长后，宇智波一族的处境确实在改善，这是他所没有做到的。何况自己的儿子都为宇智波未来鞍前马后，连他这个亲爹都不认了，自己还有什么不满呢？最重要的，他之所以招待宇智波未来，可是有要事询问的。未来，关于家族下一步的计划，你有打算了吗？宇智波富岳斟酌了下用词，认真望着宇智波未来。在未来的强势施压下，宇智波警卫部的权力相比之前提升了不少，甚至因为这段时间的罢工，村民对宇智波一族观念居然改善了不少，这是他着实没有想到的。这也让他愈发佩服宇智波未来的手段。或许有生之年，宇智波一族真的能够在宇智波未来手中得到复兴也说不定呢。下一步吗？宇智波未来轻笑一声，自然是给宇智波一族找个盟友了。盟友？宇智波富岳微皱了下眉，能从宇智波未来口中听出盟友这个词，是他意料之外的。宇智波一族在木叶的风评，恐怕没有村民不清楚，甚至某些村民经常用宇智波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如果不好好吃饭，村子东头的宇智波怪物就会过来抓你回去吃掉。据说非常的好使，再顽皮的孩子听到宇智波的名字也会吓得乖乖听话。未来，你确定没有弄错吗？宇智波富岳一脸无奈，以我们宇智波的声望，真的能找到盟友这种东西吗？先不说外族的那些人，就是搞定族人自己，恐怕都会相当困难。以宇智波富岳对自己族人的了解，一旦真正结盟，一定会冒出一堆侏儒。你们算什么货色？有什么资格和高贵的宇智波结盟？哼，是羡慕宇智波的名号吗？强大的宇智波才不需要任何盟友之类的言论。只是想想，富岳就觉得脑壳疼得要死。宇智波一族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有盟友那样的东西啊！哈哈，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个盟友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盟友。宇智波未来轻笑了一声，严格来说是阳谋。哦，愿闻其详。宇智波富岳认真的看着他。宇智波未来轻笑了一声，日向一族3日后将要举办宗家长女的生日宴，我想你应该知道吧？我自然知道，不过他们可没有邀请我们宇智波。宇智波富岳皱眉，日向和宇智波向来不和，宗家长女生日宴会全木叶大半的忍族都邀请了，唯独偏偏没有邀请他们宇智波。不过这也正常，日向本就偏火影派系，族人又时常和宇智波争夺木叶第一家族的名号，日向日族不邀请宇智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难不成未来你说的盟友是？宇智波富岳忽然像是想起什么，错愕地看向他。可日向和宇智波不和，根本没有结盟的可能。等等，未来刚才说阳谋，阳谋是什么意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宇智波未来没有解释，端起桌上的茶水又品了起来。宇智波富岳脑中思绪乱得像是猫咪玩过的毛线球，各种猜测乱飞，不断揣测着宇智波未来的想法。以宇智波未来的手段，不可能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到底想干什么？见宇智波未来似乎并没有要解释的打算，宇智波富岳摇头叹息，起身准备离开。既然如此，那我便不叨扰了。刚走了没几步，身后突然响起宇智波未来慵懒的声音：“99小说，还有一件事。”迈出的脚步停在半空，宇智波富岳立刻转过身，呼吸微微屏住，凝重盯着宇智波未来。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突然叫住他：“难不成是有什么非常重要事情？”宇智波未来将见底的茶杯放在檀木桌上，下次泡茶的时候记得加点枸杞，最近感觉老了好多。哎，
尽管第3次忍界大战早已成为一个久远的回忆，但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战事的结束。云隐村作为忍界最有名的蛮子村落，依靠的就是一身虬结的肌肉和这份肌肉生长进大脑之中。凭借这2样东西，云隐村在3战结束后的几年，依旧和木叶保持着不大不小的战士状态。连续几年的战役让木叶和云隐村都开始厌倦。最重要的是，这份战事并没有为双方获得任何利益上的价值，反倒是像泥潭般让他们难以脱身。终于，在一番交涉过后，2大忍村的高层达成停战协议。为了庆祝终于从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元飞日展甚至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云隐村派出的使者在火影楼签订了停战协议后，就会参加这场庆祝会议。几乎是同一时间，木叶的另一个著名位置也在召开一场庆祝会议，不过庆祝的对象却截然不同。日向宗家族长日向日族的女儿雏田，在今天开办3岁的生日宴会。村中有头有脸的家族都收到了日向日族的邀请，某些家族族长甚至放下火影楼召开的庆祝会，专程过来参加雏田的生日宴。2个木叶最有名的地点之一，同时歌舞升平，充满了欢快的气氛。无论白天多么热闹，夜晚总会退去。这座忍界最大的忍村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定律。夜色如墨，整个村庄一片静谧。嗖嗖，几道黑影借助夜色的遮掩，在屋顶上快速跳跃。路线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全部都是最隐蔽的位置，避开了夜间巡逻的忍者。一行10人，脸上全部戴着黑色面罩，为首的忍者肩上扛着粗布麻袋。哈哈，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得手了。木叶的防备真是意料之外的松散。就是，老大，我们这次将日向一族的大小姐带回去了，雷影大人会怎么赏赐我们呢？大郎，眼光不要那么狭隘。扛着麻袋的云忍鄙视地扫了他一眼，说不定回去雷影一高兴，就给你找了个漂亮老婆呢。漂亮老婆？一听到这个4个字，名为大郎的云忍眼中瞬间射出了光。他早已老大不小，但因为身高的原因，一直找不到老婆。如果回去后雷影真的做主给他找了个漂亮老婆，这次行动可就赚大了。不只是大郎，整个云忍小队所有人气氛都相当欢快。云隐村谋划他村血祭已经许久，但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次借着来木叶签订停战协议的机会，终于将日向一族的大小姐弄到手。过程比想象中的要顺利得多。或许是白天举办过生日宴会的缘故，日向一族的防守令人意外的松懈，让他们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成功得手。作为日向宗家嫡长女，雏田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她的白眼可是最为纯净，而且没有笼中鸟。云隐村将会通过她破解白眼的力量，未来生育出一堆混血白眼狼也不是没有可能。老大，上面有人！这份欢悦的气氛被人打破。走在前方的云忍指着对面的屋顶，屋顶上方似乎伫立着一道人影，在如墨的夜色中，那人影与夜色几乎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他眼力超人，加之那人正好处于他们必经的路线上，说不定不会这么轻易就发现了对方。一个倒霉蛋吗？为首的云忍眼中露出残忍的笑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撞上他们离开的路线，都只能有一个结果：熄灭。苦无划破寂静的夜幕，骤然射向屋顶的那道人影。99小说，为首的云忍嘴角噙着残忍的冷笑。他毫无留手的一击，就算对方是中忍，也不可能轻易躲过。要怪，就只能怪你运气不好吧。嘴角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屋顶上的身影只是微微歪头，便轻易躲掉他射出的苦无。还真是云忍蛮子的性格啊！作为客人，连一点礼数都不懂。略带轻讽的声音，嘴角戏谑的冷笑，都在印证对方出现在此处并非偶然，而是早已准备好的阻击。为首云忍眼中的残忍越来深，舌尖舔舐着干瘪的唇颜。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的，不过只有你一个人，我们足足10个人，你拿什么挡住我们？并非是自负，而是出于对自己小队实力的绝对自信。云忍首领看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尸体。作为雷影亲自指派到访木叶的使者团，他们10人中最低的一个也是中忍级别。除去倒了大霉，正好撞上火影和极少数实力超绝的木叶忍者，根本不可能有忍者能够单独对抗他们。而屋顶上的陌生身影，显然不是那几人之列。无论是任何时候，自信的气味总是让人美妙而愉悦啊。屋顶上的宇智波未来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称赞对方散发的自信气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已经多久没有一个或是一群忍者在他面前如此自信了？不知道，记忆甚至开始模糊，已经太久太久。自从灾厄宇智波之名响彻忍界之后，自信就成为他在敌人身上见过最少的东西。上一次似乎还是上次，看来这3年的沉寂已经让忍界不少忍者淡忘了他的存在。那么今晚就稍微活动活动吧。嗖！扛着粗布麻袋的云忍头领眼睛突然一花，屋顶上的宇智波未来消失不见。腹腔突然传来的剧痛让他整个身体攻成虾状，胃酸混合着还未消化的食物污秽倒流冲进口腔，整个身体在庞大的力量中倒飞出去，重重陷入后方的墙壁中。宇智波未来淡然伸出右臂，揽住从空中坠落的麻袋。周围的云忍一瞬间陷入错愕和震惊中。快！太快了！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眼睛突然一花，
扛着麻袋的老大已经重重倒飞出去。如果不是波风水门身亡的消息早已传遍人界，他们甚至要怀疑是不是黄色闪光最近染了黑发。宇智波未来将麻袋放在地上，解开系着绳结，一双纯白的眸子带着一丝畏惧和好奇，从里面偷偷打量着他。乖，不用怕，我会很快结束的。3岁的雏田好奇地望着宇智波未来的脸，不知怎么看着这张有些冷酷的笑脸，他原本害怕紧张的心就逐渐安稳下来。当宇智波未来转身之时，原本漆黑的眼底已经猩红一片。库索，是宇智波的混蛋，怪不得能够一击打飞老大，不过我们有这么多人，你死定了。看到宇智波未来眼中那双猩红的血轮眼，这些云忍并没有升起畏惧的情绪，或者说凭借一身肌肉和肌肉长到脑中2点出名的云忍，并不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如果能够俘虏宇智波未来，将他连同雏田一同带回去，不就同时获得木叶2个最强大血祭献祭了吗？这样想着，浓郁的贪婪涌现在这群云忍的眼中。愚蠢的家伙！宇智波未来淡淡摇头，虽然不清楚这群云忍脑子里在想什么，但很显然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在木叶其他忍者发现之前，解决掉他。数名云忍拔出忍刀，冲向宇智波未来身侧，凶狠斩下。凌厉的刀锋反射寒芒，让麻袋中的雏田害怕的将头缩下。然而这凶残的刀术并没有伤到宇智波未来分毫，所有的攻击像是同事商量好一样，全部从宇智波未来身侧擦过。右手一拉，一名倒霉云忍在宇智波未来的拽动中失去平衡，被同伴的忍刀刺中胸膛。大郎！刺伤他的云忍发出惊骇的呼喊。宇智波未来一脚踹去，让后方的墙壁上出现第2个大字坑洞。有云忍窜到他的背后，手中忍刀凶狠刺下。宇智波未来身形一闪，躲避攻击的同时一击飞踢，墙壁上出现了第3个大字坑。可恶！雷遁地走！一名暴怒的云忍手掌猛然拍地，释放出强力的雷蛇，以之自行急速冲向宇智波未来脚下。99小说。几乎是同时，2名云忍刀身萦绕雷弧，赫然从不同的方位彻底封死宇智波未来所有躲避的位置。太慢了，回应他们的只是宇智波未来略带无趣的声音。枪！忍刀刺了空，刀锋与地面撞击，火星四溅。宇智波未来以惊人速度出现在对方身后，庞大的力量顺着脚背爆发，墙壁上再度出现深坑。释放雷遁的云忍根本来不及解除，雷蛇顺着触地的忍刀撕咬着另一个云忍的身体，惨叫回荡在夜幕中。麻袋中，雏田偷偷探出半张脑袋，小嘴微微张着，纯白眼眸写满了惊讶和好奇之色。红眼哥哥这么厉害？红眼哥哥是他给宇智波未来取的别名。3岁的雏田在家族的耳濡目染中，对宇智波一族有一定耳闻，不过具体的事情却并不了解。宇智波未来眼中与日向不同的猩红，一瞬便吸引了他所有的好奇。剩下的几名云忍望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神中出现了浓烈的惊惧。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十秒，可这短短的几十秒便已经有数名云忍完全丧失战斗能力，甚至宇智波未来似乎并没有认真起来，即便是战斗也一直用玩闹的状态。说来你们真是让我感到失望，还以为这次能够稍微活动活动。宇智波未来的叹息让那群云忍眼窝中仿佛有火焰正在燃烧。云忍的首领在手下的帮助下终于从墙壁中拽了出来，望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神似要将他生吞活剥。你到底是什么人？尽管心中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已经告诉了他们答案。这次他们踢到铁板了，宇智波未来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老大，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身边响起了手下颤抖的声音。谁？那名云忍咽了一口唾沫，说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名字：灾厄的宇智波。空气一瞬死寂，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一刻似乎降到了冰点。剩下的那几名云忍感觉自己仿佛掉入了冰窖中，手脚冰冷，仿佛连灵魂都被抽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灾厄的宇智波不是已经死了吗？都已经过了3年了，他怎么可能会再度出现？为首的云忍发出近乎癫狂的声音。灾厄的宇智波是谁？那是一个让无数忍者绝望的名字。3战中，木叶有2名忍者让整个4大忍村笼罩在恐惧之中，一位是黄色闪光波风水门，另一位就是灾厄宇智波。死在他手中的忍者甚至要远超黄色闪光。可灾厄宇智波不是已经在3年前死亡了吗？3年前忍界关于灾厄宇智波的流言满天飞，到最后突然彻底沉寂，再也听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情报。那时整个忍界都陷入了疑惑中，疯狂猜测宇智波未来的情况。最后还是一则情报突然传出，让无数流言蜚语得到终止。木叶的灾厄宇智波因为在3战中使用太多禁忌忍术，生命潜能耗尽死亡。这则情报虽然没有太多作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是最佳的解释。宇智波未来在3战中展露的能力简直超越了忍界的认知，需要消耗生命潜能才符合常理。所以这3年来4大忍村一直默认灾厄宇智波已经死亡。但现在事实似乎告诉他们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呵，看来又是那几人的杰作了。宇智波未来轻笑了一声，能够在他隐退之时放出这则消息，除了火影还能有谁？
云忍头领忽然觉得他们今天的决定错得离谱，为什么要不长眼掳走雏田，让他们碰上了这则瘟神？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今天是云隐村和木叶签订停战协议的日子，如果你杀了我们，雷影大人不会放过你的。额头豆大冷汗滑落，声音因为浓郁的恐惧开始颤抖。云忍头领用最装逼的语气说出最怂的话：我很期待。宇智波未来脸上噙着淡淡的笑，一点一点地向对方走去。亚美楼！凄惨的叫声的刺破夜幕，回荡在寂静的夜色中。没过多久，惨叫平息，七零八落的尸体倒在地上，眼神惊恐，像是死前遭遇了什么无比恐惧的事情。宇智波未来拍了拍手掌，朝麻袋的位置走去。麻袋中的雏田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看到宇智波未来正在向他走来，尽管刚刚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宇智波未来的衣服没有丝毫破损，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沾染。不要害怕，已经结束了。宇智波未来蹲下身子，将小小的软软的雏田揽入怀中。扑通扑通，雏田仿佛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到外面，将整张脸埋进宇智波未来的胸口中。在他前3年的人生中，从未有一天像今夜一样惊险、刺激又充满奇幻。不用担心，你父亲他们估计很快就要过来了。感受到怀中雏田心脏扑通的跳动，宇智波未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下来。就算日向一族再怎么心大，现在也一定发现了雏田的失踪。如果按照原来的时间线，正常的轨迹应该是日向日族找到了这群云忍，并且在争斗中打死了对方的忍者。猿飞日斩为了平息云隐村的怒火，非常怂逼的将锅甩到日向身上，完全不提示云隐村先掳走雏田。不过现在因为宇智波未来的插手，时间线的走向将会截然不同，这也是他的计划。宇智波不是日向，他也不是日向日族。日向选择用族长弟弟的死亡平息对方的怒火，但他只会以此为筹码，撕碎那群高层伪善的嘴脸。正当宇智波未来心中计划接下来的步骤时，怀中一股温热液体扩散开来，让他的脸色顿时一僵。怀中的雏田像是做了什么错事般，将红苹果一样的脸深深埋进胸口。宇智波未来额头涌现几行黑线，湿透的衣服还在氤氲散发着热气，带着一股独特的味道。雏田尿了，而且还是尿在他怀里。这要是放在以前，他打死都不会相信温润典雅的雏田会做出这种事情。但现在，那散发着热气的液体无比真实地印证着这件事情。或许是因为今天举办生日宴会的缘故，雏田穿着一身典雅的和服，但现在那和服的下面也湿了一片，太羞耻了。出身高贵的日向一族，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的雏田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么羞耻的事情。红彤彤的脸蛋埋在胸口，完全不敢抬起。他已经很努力地在憋着了，可是今天生日宴会喝了太多饮料，加上被那群云忍掳走，根本没有办法消减，于是就……天啊！我怎么会做出这么羞耻的事情？红眼哥哥不会生气吧？雏田敏感的内心一瞬间充满了各种自责的情绪。宇智波未来只是轻笑了，摇了摇头，将手掌放到雏田湿哒哒的衣服上，温热的力量从他掌心中散溢出来，那潮湿的部位立刻冒出淡淡的蒸汽。短短几秒钟，液体全部被蒸发，衣服重新变成干燥的状态。雏田睁着纯白的大眼睛，无比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太神奇了。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这是从哥斯拉身上开发出的能力，利用分子高速运动使温度在极短时间内骤增，如果达到一定极限释放出去，便是99小说白热光。3战中不知多少忍者死在这一招下，与之相比，只是用来蒸发雏田和自己身上的水分，简直是太大材小用了。差点忘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宇智波未来像是想起什么，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虽然被这群不长眼的家伙打扰了，不过我还是很想说一句，雏田生日快乐！宇智波未来对着夜空打了一个响指，啪嗒，灿烂的烟花像是一朵朵绽放的花朵，在寂静的夜空绽开。烟花带来的光亮映在雏田稚嫩的脸上，纯白的眸子带着一丝向往望着夜空的烟花，好美啊！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这同样是从哥斯拉中开发的能力，牵扯到核能的裂变和聚变。夜空中每一朵烟花都是一颗极其微亮的核弹，其中包含的不同微量元素使绽放的烟花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场烟花表演带来的核辐射非常微小，对木叶村民的生活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一场大雨就能冲刷干净。距离此处几百米之外，一行忍者正在紧张追寻着什么。从他们的衣着和纯白眼眸判断，对方应该是木叶最大忍族之一日向一族。那是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花将他们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日向日族眉头微微皱起，这里怎么会有人在放烟花？但现在显然不是探究这种事情的时候。速度快点！宇智波未来望着一处方向，露出淡淡的笑意。终于过来了吗？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了不少。他将怀中的雏田放下，静静等待他们的到来。几十秒后，日向日族和他身边的护卫终于出现在这里。这里发生什么了？是敌人吗？数量居然这么多！日向日族带着浓烈的震惊扫视四周倒下的云忍。这群云忍的实力绝对不弱，何况数量这么多，居然全部都被干掉了。这么多人，难道都是他？
日向日族瞳孔微缩地盯着宇智波未来。爸爸。雏田跑向日向日族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没事吧？日向日族蹲下身，仔细检查雏田有没有受伤。雏田摇了摇头。我没事，是红眼哥哥救了我。红眼？难不成你是宇智波一族的忍者？日向一族皱眉问道。是。宇智波未来淡然道。碰巧路过此处，顺手为之，既然日族大人的女儿已经没事了，那么我也该离开了。等等，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没有回应，宇智波未来的背影消失在黑色的夜色中，空气再度安静下来。日向日族眼中闪烁不定，快速猜测着宇智波未来的身份和目的。身旁响起了一名护卫发颤的声音：族长大人，我大概猜到他是谁了。是谁？那护卫犹豫了下，道：宇智波一族有这等实力不过2人，考虑到年龄的因素，只有可能是最近刚刚出山的宇智波未来。日向日族瞳孔一颤，是他？宇智波未来是谁？宇智波一族最炙手可热的顶级天才，3战中他的声望甚至不在黄色闪光之下。3年前，木叶关于他的风评急转直下，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关于他的谣言，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从拯救村子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怪物。宇智波未来自此沉寂，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作为日向一族的族长，木叶的高层之一，日向日族很清楚，这件事情绝对不只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平静的湖面下暗藏着太多汹涌。直到不久前，日向日族忽然震惊听到宇智波未来出山的消息，而且刚一出山，宇智波警卫部便全员罢工。一切的一切都在印证对方的来势汹汹。3年前他被木叶高层抛弃，3年后他卷土重来。今夜他救下了自己的女儿雏田，目的是什么？去检查一下这些尸体。日向日族沉声下令。是。身后的护卫立刻蹲下检查那些尸体，揭开死去忍者脸上的黑布，反射着亮光的护额映入他们眼帘。族长大人，是云隐村的忍者。云隐村忍者？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木叶中，而且掳走了自己的女儿？日向日族脸色微变，意识到此事并不简单，亲自检查了一番。果然，死去的忍者全部都是云隐村忍者，而且根据伤势和战斗痕迹判断，这完全是一边倒的屠杀，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这让他对宇智波未来的忌惮又增添了一分。哥哥，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现在的木叶只有一批云隐村的忍者。身后，日向日叉脸色凝重地说道。日向日族显然也是想到了，脸色一瞬难看起来。这下事情麻烦了，云隐村派来签订停战协议的使者全部死在这里。如果云隐村借此发难，木叶该怎么应对？最大的可能就是3代火影将责任推脱到他们头上，让他们来平息云隐村的怒火。抓着日族衣角的雏田感受到父亲身上散发出的忧虑，有些害怕的往后缩了缩。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父亲在担忧什么。他只记得生日宴会结束后，仆人送他到闺房休憩，突然窜出几道黑影，打晕了仆人，将他装进麻袋中。再然后就是红眼哥哥出现，就吓了他。族长，此事未必没有转机。日向日族身后，一名族人认真地看着他。从头到尾杀死云隐村使者的都是那名宇智波，和我们并没有多大联系，就算火影怪罪，也能将罪名推到那名宇智波身上。日向日族眼神变幻不定，最后复杂的叹息一声，也只能这样了。宇智波未来救下了他的女儿，有恩于他。如果没有宇智波未来，雏田会怎么样，他根本不敢想象。但此事关于家族未来，作为族长，他只能做出这种选择。心中一瞬充满了对宇智波未来的愧疚。这么多年，还是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厚的负罪感。翌日，初升的太阳将光芒散落，覆盖在那处静谧的村子上。外出的村民忽然震惊地发现，一处街道上充斥着战斗的狼藉痕迹，墙壁上甚至砸出了5个巨大的坑洞，其中有干涸发黑的血迹。这不同寻常的一幕让村民纷纷窃窃私语，这里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火影市，猿飞日斩脸色严肃地咬着烟嘴，听着下方半跪的暗部汇报。突然他脸色骤变。你是说云隐村派来的使者全部被杀，死在木叶的街道上？那名半跪暗部咬了咬牙道，是，大概是昨天夜里3点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赶到的时候，云隐村派出的使者已经全部死亡。知道是谁干的吗？猿飞日斩额头跳动的青筋显露出他此刻内心难以压抑的怒火。白天才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果晚上对方就全部死在大街上。如果云隐村借此发难，他要拿什么来平息对方的怒火？根据我们调查的情报，应该是云隐村使者掳走日向一族雏田，意图获得白眼的力量，被路过的宇智波未来发现，将其全部击杀。我们抵达的时候，日向族长日向日族正在现场。通过对照他的言论和对现场的调查，这应该就是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暗部的声音有些发颤，他知道这件事关乎太大，不敢有丝毫保留。云隐村使者掳走了雏田，意图破获白眼力量。猿飞日斩眉梢一瞬紧锁，调查的情报呢？拿过来我看看。暗部从怀中掏出一枚卷轴，递给火影桌上的猿飞日斩。观看着手中的卷轴，
袁飞日展皱着的眉头越来越深。这份调查情报非常详细，记录着日向日族和在场其他日忍者的证言，真实度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事情的真相应该很明了了。云隐村使者掳走雏田，被宇智波未来发现，全部击毙。随后日向日族等人赶到，袁飞日展脸色阴晴不定。如果没有宇智波未来参与，这件事其实很好解决，将锅甩到日向一族头上就行。以他对日向一族的了解，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日向必然会从内部退让，割舍自己的利益，平息云隐村的怒火。到时候他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云隐村和木叶的停战协议也不会被撕毁。但现在掺入了一个宇智波未来，情况就复杂太多了。宇智波一族不比日向，让他们割舍利益讨好云隐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以那群疯子的处事态度，不冲到雷之国大闹一场就不错了。宇智波未来显然也不是日向日族，3年前他们费尽心力才堪堪将其隐退，3年后他刚一出山，就在木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袁飞日展脸色阴沉，他没办法确定宇智波未来是怎么发现云隐村的意图，真的如情报所说的无意发现。凌晨3点，他是怎么这么碰巧无意发现的？还是说他早就知道了对方的打算？可他又是怎么发现的？连暗部都没有发现的情报，宇智波未来是怎么提前知晓？而且恰好在云隐村使者逃走的路线上蹲守。袁飞日展心乱如麻，大脑像是被猫玩弄过的毛线球。就在这时，火影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日展，你听到那件事了吗？云隐村的使者全部死在了大街上。团藏仅剩的独眼中带着凌厉的冷芒，盯着火影桌上的袁飞日展。刚刚从根部的口中获得了消息，他便立刻火急火燎地赶来。这件事情关乎实在太大，一旦处理不好，恐怕和云隐村刚刚签订的停战协议就会被撕毁。你把这个看完吧。袁飞日展叹了口气，将暗部呈上的调查卷轴抛给团藏。只是扫了几眼，团藏独眼中就冒出了浓烈的怒火。哼，宇智波小儿亡我木叶之心不死，这一定是宇智波的阴谋。阴谋还没有看完，团藏就用力地将卷轴砸在地上，发出响亮的撞击声。旁边的暗部身体一颤，往后退了退。你回去吧。袁飞日展对他叹声道。是。收到命令的暗部立刻像是解脱般使用瞬身术消失。日展，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团藏冷冷问道。我也正在头疼。袁飞日展拇指食指分开按揉着太阳穴，脸上尽是憔悴和烦躁。依我之见，既然是宇智波未来杀死的那些云忍，倒不如借此逼迫宇智波交出宇智波未来。团藏左眼冷笑，如果他们拒绝，正好可以借此施压，一举剿灭那些不听话的宇智波。团藏，你疯了吗？袁飞日展愤怒地看着他。你以为宇智波未来会乖乖束手就擒吗？现在的他连我的都看不透，一旦彻底激怒他，后果不堪设想。那难道就白白让云隐村施压吗？团藏同样愤怒地盯着他。日展，你是知道的，这场和平来得多么不容易。水门死了，木叶还没有从九尾的那场动乱中恢复元气，新的九尾人助力还是一个孩子，根本没办法转化为战力。可云隐村呢？4代雷影正值壮年，村中2个人助力全部都是完美人助力。如果战争真的再度爆发，日展，你有多大把握能够带领木叶战胜他们？袁飞日展沉默不语。团藏所说的正是他所担心的。如今云隐村势力最强，木叶每况愈下，内部还有宇智波这个不稳定因素。如果真的和云隐村爆发冲突，获胜的把握有多大？袁飞日展不想想，也不敢想。他的头又疼起来。为什么宇智波未来偏偏插手了？原本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将锅甩到日向身上，让他们自己擦好屁股就行。但现在情况复杂了无数倍。团藏与其抱怨，还不如想想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吧。袁飞日展冷冷望了他一眼。团藏冷笑，依我看，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只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让宇智波未来再次成为破坏村子安全的罪人，我们就可以借此施压宇智波未来。如果他像3年前一样没有反抗最好，如果他抵抗了，我们正好以此为由羁押他，到时候他的生死还不在我们一念之间吗？团藏不断的叙述，眼中得意的冷笑几乎遮掩不住。袁飞日展眼眸微微眯起，你是说让3年前的一幕重演一次？对。团藏斩钉截铁，直直地盯着他。袁飞，这么好的机会能够一举解决宇智波未来的威胁，千万不要错过了。他特地加重了声音，甚至没有叫袁飞日展的名字，而是用了袁飞。袁飞日展脸上出现了一丝犹豫，琢磨不定。袁飞，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团藏脸上出现一丝怒气，有时候我都好奇，那个在2战纵横捭阖的忍雄去哪儿？不过你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做吧，一切都是为了木叶。团藏走了，火影室中再度陷入了死寂。袁飞日展孤身坐在火影桌前，良久，他深长的叹息一声。宇智波族弟，族长宅邸。宇智波富岳震惊地望着对面的宇智波未来。未来，你昨天夜里杀死了云隐村派来签订停战协议的忍者，而且一个活口都没有留。这件事情木叶村中已经传开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宇智波富岳立刻震惊地找到宇智波未来。
什么叫一个活口都没有留？宇智波未来朝他翻了个白眼。明明是那群云忍掳走日向宗家长女，意图沾染木叶血迹。我作为宇智波警卫队成员，木叶的五好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为木叶铲除这些豺狼虎豹。宇智波富岳的嘴角在微微抽搐。怎么一件事情到了宇智波未来嘴中就变味了呢？明明实力强的离谱，可有时候却显得有些滑头。等等，宇智波富岳突然像是想起什么，眼神无比震撼地盯着宇智波未来，瞳孔微微颤抖。未来，难不成你几天前说的阳谋事，你终于想起来了？眼中玩闹的神色不在，宇智波未来轻笑一声，认真地看着宇智波富岳，呼吸几乎凝滞。宇智波富岳仿佛听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几天前，他找到宇智波未来询问接下来的打算。宇智波未来用了阳谋2个字。他继续追问，宇智波未来让他等着。几天后，云隐村使者团因为掳走日向宗家长女，被宇智波未来在深夜全部击毙。难不成？可宇智波未来怎么会知道云隐村使者团会在生日宴的当夜劫走雏田？难道他的眼睛和我的一样，能够看到未来吗？宇智波富岳眼中出现浓浓惊惧之色。他的万花筒瞳术是让他看到未来短暂的片段，正是因为这个能力，他才不愿意掀起政变。因为万花筒看到的未来片段中，政变的结果只有宇智波灭族。难道宇智波未来的瞳术也有类似的能力，而且比他要详细具体的多？毕竟连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云隐村的谋划，更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执行时间。这几天木叶估计会很精彩了。宇智波未来淡然的开口，压下心中的震撼。宇智波富岳忽然觉得面前的未来有些陌生，年轻的面容下是如同海底一般的深邃。整个木叶，包括猿飞日斩和团藏，甚至是他自己，都是宇智波未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或许沉寂的这3年，也只是他不棋的开始。未来，团藏他们一定会用这件事对你施压，你做好准备了吗？宇智波富岳沉声问道。3年前的事情也该有一个结果了。宇智波未来望着窗外，眼中露出淡淡的笑容。听说了吗？宇智波居然杀死了云隐村派来的使者，云隐村要和木叶开战呢。是啊，宇智波太坏了，就是想要挑拨村子和云隐村的关系。天生邪恶的宇智波。木叶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对宇智波的声讨，村民眉眼之中都露出厌恶之色。很多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的村民，在好奇心的作用下加入到这场声讨之中。短短几天之间，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整个木叶都充满了对宇智波一族的唾弃。如果有人静下心来观察，就会发现这场声讨背后似乎有一股势力在不断推动。各大忍族族地中也有不少忍者对这件事情不断讨论。奈良一族族地一处宅邸前的庭院，2名留着凤梨头的奈良族人正盘腿进行棋局对弈。听说杀死云隐村使者团的是宇智波未来，应该没错。没想到他刚一出山就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真是麻烦。木叶接下来要发生大事了，做好准备吧。奈良鹿九落下一枚棋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有女一族族地，有女一族族长有女智威眉头微微蹙起。我感觉此事不是这么简单。最新的情报似乎是那群云忍想要抢走日向一族的宗家长女，被宇智波未来发现击杀。没想到居然牵扯到了日向一族。有女智威一瞬觉得头疼了起来。宇智波一族牵扯进来已经很麻烦了，居然连日向一族也牵扯进来了。木叶的2大家族同时被卷入了这件事情中，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收场。有女智微叹了口气。火影室，一场紧张的会议正在召开中。说是会议，但所有忍者都清楚，这不过是一场对宇智波一族的施压罢了。3代目火影源飞日斩端坐在火影桌的上端，团藏转请小春等人坐在他的旁边。至于会议桌其他的忍者，则是日向奈良有女等忍族的族长或是高层，几乎大半个木叶的高层忍者都被邀请参加了这场会议。都什么时间了？难不成宇智波一族是怕了吗？团藏扫了眼那空荡荡的座位，眼中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通知宇智波一族参加会议的文件上午就送过去了，宇智波一族不可能不知道。99小说，此事关乎木叶和云影的外交关系，如果宇智波一族没有到来，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宇智波施压。会议室中其他忍者也纷纷窃窃私语起来，眉眼中大多是对宇智波的厌恶，也有少数知晓内幕的忍者只是静静地坐着，没有参与讨论。咔嚓，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人推开，刚才还嘈杂的会议室陡然安静下来。会议桌忍者的目光一瞬聚集到推门而入的忍者身上，只见一道潇洒的身影在背后族人的簇拥下，大步流星跨入会议室之中。宇智波未来，没想到你居然还真的过来了。团藏阴冷地盯着中间的宇智波未来，那眼神像是发现了猎物一般，好似宇智波未来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怎么，团藏大人好像很希望我不来一样？宇智波未来轻笑了一声，直接坐在会议桌的位置上。他的座位显然是被精心挑选过的，正好处于整个会议桌的正中间，所有人都能以审判的姿势将目光投来。然而宇智波未来似乎没有丝毫的不适之感，悠闲地靠在椅背上，仿佛是在家中一样。会议桌的高层或是鄙夷，或是愤怒，或是深邃，各种目光一同汇聚在宇智波未来身上。
只有日向日族眼中带着一丝愧疚，不敢直视宇智波未来的眼睛。既然人都到齐了，那么会议就开始吧。坐在首位的元飞日斩沉吟了一声，沉声开口。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我想诸位都已经听说过了，云隐村派来的签订协议的使者团，因为某种原因全部死在了木叶的街道上。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非常恶劣，云隐村4代雷影要求我们必须给云隐村一个解释，不然他们就会单方面撕毁之前签订的停战协议，重新对木叶发动进攻。我想诸位应该没有人希望战争再次来临吧。元飞日斩扫视着会议桌周围的忍者，他话音刚落，咬牙切齿的声音瞬间响起：混账家伙，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终于就要停止了，没想到居然会因为这种事情重新掀起。就是该死的宇智波，让好不容易到来的和平消失了。甚至有忍者毫不掩饰地怒视着会议桌旁宇智波一族忍者，那眼神中夹杂的怒火似乎要将宇智波未来生吞活剥。会议室中火药味陡然升了起来。宇智波未来轻笑一声：好一个元飞日斩，好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处处不提到宇智波一族，处处针对宇智波一族。元飞日斩的一番话完美将所有的仇恨引到宇智波一族身上，却丝毫不提及相关的原因。会议室的气氛陡然焦灼起来，空气中充斥着火药味，仿佛一丁点火星就能彻底引爆。不少忍者咬牙切齿地盯着中间的宇智波未来，他们很多人本就对宇智波一族很有成见，如今又发生了这档事情，心中的怒火再也遏制不住。宇智波未来俨然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众怒。那些与宇智波未来一同而来的年轻一代宇智波，同样遭受着周围忍者愤怒的目光，但他们的神色同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好似周围忍者的怒火和空气一样。三代目，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宇智波未来微笑地望着会议桌上端的元飞日斩。请说。元飞日斩脸色平静。你刚才说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非常恶劣，让村子陷入巨大的危机中，我很好奇，作为忍界最强忍村的木叶，为何如此畏惧云隐村？宇智波未来微笑地盯着他。会议室陡然陷入了死寂，不少忍者一瞬眼睛怒睁，死死盯着中间的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的一番话直接将矛盾指向他们，指向了木叶。你在说木叶孱弱，不敌云隐村吗？有忍者怒火交织。不，宇智波未来轻笑，我只是好奇，为何你们如此畏惧云隐村，对一个忍村畏手畏脚？哼，你说的倒是轻松，云隐村有2个完美人助力，4代目雷影正值壮年，若是执意开战，木叶必然损失惨重。团藏冷哼，话虽然说的不好听，但周围的不少忍者还是点了点头。没错，云隐村一直都是除木叶之外最强大的忍村，更何况现在的云隐村正值实力巅峰期，村中2大人助力全部都是完美人助力，能够完美动用尾兽的力量。反观木叶九尾之乱后，年轻的4代目身死，9尾人助力死亡，村中上忍因9尾暴乱损失惨重。这个时候云隐村坚持开战，最起码也是2败俱伤。也正是如此，他们才会对宇智波未来如此愤怒。但下一秒，一道轻笑的声音响起，让他们的表情骤然愣住。那便让4代雷影亲自来木叶找我。宇智波未来双手抱胸，靠在椅背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会议桌的忍者一瞬无比愕然地看着他。他刚才说什么了？让4代目雷影亲自来木叶找他？什么鬼？4代目雷影可是正值壮年，实力的最巅峰，一身雷遁查克拉模式将速度修炼到极致，即便是在当前的无影之中，也属于实力靠前的那一批。宇智波未来居然如此狂妄，让4代目雷影亲自来木叶找他。不少忍者一瞬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碰瓷，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某些恐怖的回忆从记忆深处苏醒，刚才还是冷嘲热讽的高层忍者，眼中的笑容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惧。方才有元飞日斩带头，加之周围数十上忍同时施压，让他们脑中只剩下对宇智波未来的怒火，而忘记了这位可是灾厄的宇智波啊，那个在3战中残忍屠戮了近1000忍者的屠夫。就连黄色闪光木叶的4代目火影，在凶名上也完全无法与他相提并论。3战中，如果敌人遭遇了黄色闪光，或许会绝望，但如果遭遇的是灾厄宇智波，恐怕立刻就地自刎，因为这种死法轻松一点。很多与宇智波未来交战过的敌人，即便侥幸逃脱，此后余生也活在痛苦和绝望中。据说不少4大忍村的忍者生长出触手之类变异的东西。会议桌前的忍者打了个冷战。3战的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宇智波未来，让你失去未来。那个，我想这件事情应该从长建议。对，我也赞同，只是因为使者被杀，就大肆施压宇智波，有点过分了。是的，再怎么说，我木叶也是忍界最强的忍村，为何要如此畏惧一个云隐村？风向陡然变化，原本不少还是对宇智波未来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的忍者，现在都露出讪讪的笑容，生怕宇智波未来一个不满意，暗中释放他那种诡异的毒素，让他们也长出触手第3只腿之类的东西。团藏一瞬咬紧了牙齿，这群怂货，
你们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吗？有忍者注意到团藏愤怒的目光，脖子往后缩了缩。我这不叫怂，叫从心。袁飞日斩的脸色也陡然难看起来，他也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只是区一番话，就让整个事情的走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还是怒气冲冲的忍者，一个个缩着头不敢开口，似乎生怕被宇智波未来注意到自己。即便是各大忍族的族长，在木叶位高权重的忍者见周围的风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也都沉默下来，不再多语。袁飞日斩不甘地盯着宇智波未来，后者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好似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空气一样。好一个宇智波未来，好一个宇智波一族，仅仅只是一句话就有这么大的威力。袁飞日斩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宇智波未来，他的那句让四代目雷影亲自来木叶找我，直接摧毁了大量忍者的斗志。更恐怖的是，这无疑是在宇智波面前露了怯，若是传出去，恐怕其他忍者都会耻笑。堂堂火影畏惧云隐村，不惜召开高层会议，反倒是宇智波有死战勇气，豪情万丈，岂不是让宇智波踩在他的头上立威？宇智波未来身后的那几名年轻一代宇智波族人捂着嘴偷笑，那肩膀不受控制的上下抖动，就能看出他们此刻憋笑有多么困难。袁飞日斩深吸一口气，将脑中混乱的思绪散开。无论如此，开战是绝对不能轻易开战的。一旦战争爆发，木叶一定会死伤很多人。这并不是畏惧云隐村，畏惧四代目雷影，你明白吗？宇智波未来，袁飞日斩深深地看了眼宇智波未来，一副我都是为了木叶的深明大义模样。宇智波未来心中冷笑，袁飞日斩不愧是老油条，嘴炮功夫果然强盛。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三代目。宇智波未来平静地注视着他。你说。袁飞日斩神色淡然。你方才说因为某种原因，云隐村派来的使者全部死在木叶的街道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某种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宇智波未来微笑地注视着他。袁飞日斩眼中露出一抹慌乱。宇智波未来抓住了盲点，这正是他想尽力隐瞒的重点。会议桌旁的忍者纷纷带着一抹好奇之色，目光聚集在会议桌上端的袁飞日斩身上。方才袁飞日斩谈到这个某种原因时，几乎一笔带过，让他们根本来不及深思到底是什么某种原因。只有日向日族和极少数知晓真相的忍者，眼神略微不自然。日向日族那放在桌面大腿上的手掌不受控制的微微攥紧，掌心已经被汗水浸湿。这是第一次他作为日向一族的族长，内心如此不平静的一刻。怎么，三代目，难不成你又要用因为某种原因搪塞过去吗？宇智波未来轻笑，这个理由可不成立哦。哼，宇智波未来，你莫不要太得寸进尺了。团藏怒视着他，眼中的愤怒几乎遏制不住。如果真的让袁飞日斩将事情经过原本的还原回来，那他们还怎么施压宇智波？无论如何，你危害村子安全的事实不可否认，今日必须要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真是熟悉的措辞啊。宇智波未来望向会议室的窗户外，不知怎么，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怅然，像是在回忆什么。3年前，你好像也是同样的话语吧？宇智波未来微笑注视着对面的团藏，虽然是笑，但那笑中似乎蕴含着某种锋芒，让对面的团藏如坐针毡，好似正在经受某种恐怖的压力。3年前，会议桌四周的忍者眼神愕然。那不是，所有人的目光一瞬汇集在宇智波未来身上，后者神色淡然，正静静地注视着团藏。3年前，宇智波未来突然传出危害村子的传言，没几天时间，流言愈演愈烈，整个木叶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对宇智波未来的唾骂。有人说他的能力会危害木叶，留下他，整个木叶村最终都会受到污染，村子的后代长出第3条腿、犄角之类的东西。也有人说宇智波未来是灾厄的象征，是带来不幸的怪物，只要有人靠近他，就会沾染上不幸，只有将他赶走，木叶才能幸免于难。在这样的流言蜚语中，3战中的英雄宇智波未来一瞬变成了村中的罪人。无论是走到木叶哪里，都能听到无数唾弃的声音。等最新的消息传出时，就是宇智波未来隐退，卸任了一切的职务，自此退出大众的视野。现在仔细想想，当年的那场声讨似乎来的确实有些奇怪。最诡异的是，当宇智波未来隐退之后，所有的流言蜚语也同时消失。3代目，请告诉我们完整的经过。是的，3代目，您所说的某种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议桌上，大量的忍者将目光投向上端的袁飞日斩，眼中带着求知的欲望。他们不少人隐约发现了某些不对劲的地方。这几天木叶村中对宇智波未来的流言和3年前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突然升起，然后在极短时间中发酵到恐怖的境地。袁飞日斩缄默，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是因为小女？一直沉默的日向日族终于开口，因为日族的女儿。有忍者眉头紧锁，立刻追问：日族大人，您不妨说的再清楚一点。日向叹息一声，眼中无限苦涩。这几天他的内心一直异常煎熬。宇智波未来救他的女儿，
如果宇智波未来没有出手，雏田现在身处何处恐怕都不知晓。但作为他恩人的宇智波未来，居然在经受着整个木叶的声讨，这让他在良心上深深的不安。会议进行到现在，他无数次想要开口，但都按捺下去。现在他终于不打算沉默了。云隐村的使者团掳走了我长女雏田，意图染指白眼血迹。宇智波未来恰逢发现，于是便出手救下了小女。至于后面发生的，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日向日足深长的叹了口气，那一直压在他胸口的巨石终于在此刻松开。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团藏死死盯着日向日足，那仅剩的左眼中似乎有名为愤怒的火焰熊熊燃烧。日足这个混账，不是已经警告过他了吗？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说出去啊！可日向日足完全没有在意他的眼神，此刻他只觉得内心无比舒畅。作为日向一族族长，从小接受贵族思想的他，没办法原谅自己经受了宇智波未来这么大的恩情，却反而置其不顾，让他处于罪恶的声讨中。元妃日斩的脸色也十分难看，日向日足全都说出来了，哪怕他现在想要引导矛盾，恐怕也很难取到效果。日足啊日足，你所谓的贵族尊严就这么重要吗？连我许诺给你的利益也视而不顾？原来是这样。有忍者意味深长的叹息，眼中带着浓浓的深邃之意。其余忍者或多或少神色也发生了变化，最起码眼中没有一开始对宇智波未来的敌视。元妃日斩忽然觉得会议桌的忍者望着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三代目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提出来？云隐村意图图谋木叶血迹，木叶反而要向对方求和，这种事情怎么想怎么觉得窝囊。就是三代目，您是否知道这件事情？元妃日斩内心一阵复杂，原本还是对宇智波未来的施压会议，现在居然发过来成为了对他的拷问。日足啊，你误我大事。99小说，这种事情根本无关紧要吧？团藏冷哼，当务之急是怎么处理好云隐村。我想诸位都不希望战争再次降临吧？怎么无关紧要？主动的迎战和窝囊的讨好是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知道云隐村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怎么选择对待对方的态度？说话的是秋道曲风，粗糙的手掌按压在会议桌上，他壮硕的身躯让他的声音充满威严，一双如鹰般锐利的双眼盯着团藏。秋道曲风是和元妃日斩同代的人物，在声望上丝毫不比作为火影的元妃日斩差。曲风前辈说的对，如果云隐村是图谋我木叶血迹，我们还主动退让，岂不是让其他忍村看了笑话？要战便战，给这些云忍蛮子一点颜色看看。秋道曲风的话在会议室激起一阵波澜，团藏的脸色骤然难看。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云隐村的使者团正是为了获取白眼血迹而来。宇智波未来倚靠在椅背上，平静的开口。所有人的目光一瞬向他看去。未来，你所言非虚？秋道曲风沉声问道。自然。宇智波未来轻笑。我发现他们时就注意到，他们逃跑的路径是经过精确的计算，避开了夜间巡逻的暗部，恰好是村中最隐蔽的一条路线。想要在木叶探测出这样一条路线，需要很长时间的情报侦查。这说明他们在抵达木叶的第一天，可能就已经在谋划这件事情了。而且云人使者团是全员出动，掳走了雏田，显然是打算直接全部逃离木叶，这也印证了我上面的猜测。此事，我想日足大人应该可以作证，他当时也在追击对方。宇智波未来微笑的将目光转向会议桌对面的日向日足。日足，他说的是真的吗？秋道曲风认真的盯着他。是的。日向日足点头。我当时也在带领族人追击，他们逃跑的路线显然是提前规划过，不然以我白眼的能力，加之对木叶地形的了解，不可能花费那么长时间才追上他们。会议室又一瞬死寂下去，不少忍者都陷入了沉默。他们或许不相信宇智波未来，但日向日足作为日向一族的族长，在木叶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不可能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真相只有一个，宇智波未来说的是真的。所谓签订停战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个幌子。云隐村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掳走雏田，获得白眼的血迹献祭。日斩啊！秋道曲风无比不甘地盯着元妃日斩，恨其不争，爱其不幸。这些情报根本不难推测，只要暗部稍一调查，就能轻易的发现。但元妃日斩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居然还是选择施压宇智波来向云隐村讨好。这种事情无疑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你让我该怎么说你？秋道曲风愤怒地盯着元妃日斩。元妃日斩依旧沉默，他也只能沉默。会议桌四周的望着元妃日斩的眼神彻底变了，带着一丝不满。身为火影，在明知云隐村阴谋的情况下，居然还主动讨好对方，这种事情只是想想都让他们有种恶心的感觉。反倒是宇智波未来方才的那句让四代目雷影来木叶找我，何况豪迈，何等气概，高下立判。团藏咬着牙齿不甘地盯着宇智波未来。乱了，所有的事情都乱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一片死寂中，宇智波未来注视着元妃日斩。
看来事情已经很明朗了，还要像3年前那样重演一遍吗？周围的木叶忍者眉头微皱，这是宇智波未来第2次提到3年前。3年前，同样是木叶，到处充满着对宇智波未来的声讨，同样是高层对宇智波未来施压，但现在会议桌旁的这些忍者心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今日之事已经很明朗，完全是袁飞日斩团藏一手安排出对宇智波未来施压的闹剧。那3年前呢？难不成3年前也是如此吗？这样想着，他们的内心沉重起来。告诉我你的选择，三代目。宇智波未来直直注视着袁飞日斩，这一幕与3年前何其相似。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只是施压的人从袁飞日斩换成了宇智波未来。袁飞日斩还在沉默，他也只能沉默。作为上位者，沉默是他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宇智波未来忽然嗤笑起来，眼中带着浓浓的不屑。真是可笑啊！作为木叶的3代目，你的气量让我感到可悲。所谓火影，也只是这般玩弄权力之人罢了。哈哈哈哈！他的身后，那些年轻一代的宇智波族人发出爽朗的笑声。太痛快了，太爽了！堂堂火影，在他们未来哥面前，居然如此憋屈。宇智波的威名，从未没有如此痛快过。周围的忍者望着这一幕，有人想要出声援助袁飞日斩，但刚张开口，声音卡在喉咙中，表情无比苦涩。袁飞日斩此番作为，让他们怎么声援？3代目，我可以走了吧？宇智波未来问道。回应依旧是沉默。宇智波未来轻笑摇头，从座椅上起身，他身后的族人也一同起身。没有人挽留，也没有人敢挽留。宇智波未来就这么推门离去。身后会议室中一片死寂，只有团藏咬牙切齿的声音。火影楼下，痛快，太痛快了！未来哥，没想到今天居然还能看到3代目这么憋屈的一幕。年轻一代的宇智波围着宇智波未来大笑，今天算是他们此生最开心的一天。宇智波未来没有开口，注视着对面街道上的一个黄发孩童。3岁的鸣人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咬着手指，一脸期盼地看着货架上的琳琅满目的面具。臭妖狐，滚开！啪！摊主中年大叔抓住旁边面具，狠狠地砸向鸣人的额头。痛痛痛痛痛！剧烈的疼痛让鸣人一下子捂住额头，疼得龇牙咧嘴。就是那个孩子吧？对，那个带来不幸的妖狐。这种家伙就应该去死，3代目怎么还留着他这个灾星？揉着额头的动作停了下来，一滴晶莹的液体从鸣人脸颊滑落，仿佛有一条明暗交界的界限，将他与周围的村民阻隔开来。忽然，肩膀上传来温暖的触感，让他的身体微微一颤。抬起头，是一双温和的眸子。这个面具多少钱？宇智波未来指着货架上的一个面具，他注意到刚才鸣人看的正是这个面具，上面画着一只可爱的虎脸。忍者大人，这个300两。中年摊主不认识宇智波未来，但从那散发的令人窒息的压迫，他知道面前的男人绝对不能招惹，否则下场一定很惨。宇智波未来掏出500两，放在摊位上，取走那张虎脸面具。我不想再看到你欺负他，明白吗？声音听不出情绪，但摊主早已浑身汗透，跟打桩机似的疯狂点头。明白，明白。宇智波未来虎脸面具递给鸣人，微微一笑，送你了。咦，鸣人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惊讶地望着宇智波未来。如果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宇智波未来轻抚了下小鸣人的头发，转身离开。鸣人攥着面具，许久才反应过来。大哥哥，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抬出的脚步停下，没有转身。宇智波未来轻笑道：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那摊主脊背一凉，双腿一软，差点没瘫倒在地上。我居然招惹了这个家伙。宇智波未来抬头望天，天空很晴朗，万里无云，一如他当年第一次见到波峰水门。那时的他也抱着一丝幻想，幻想自己和水门会成为宇智波和村子的桥梁。但后来他明白，他错了。波峰水门继任火影前夕，他被迫隐退，就此退出大众的视野。3年，已经整整3年。他用了3年蛰伏，重新屹立。3年已逝，物是人非。去吃碗拉面吧。宇智波未来忽然觉得肚子饿了，大笑离去。直到他带来的庞大压力彻底消失，隐藏在附近的几名暗部才现身，对着鸣人和他手中的面具一阵紧张的检查。该死！宇智波未来怎么会和鸣人接触到一起？不行，得赶紧向火影汇报。这些暗部吓得连面具都没扶稳。混账！你们什么意思？难不成我的兄弟就白死了吗？木叶安置云银使者的宾馆，实木的课桌被一拳锤爆，碎片迸裂的到处都是。肌肉虬结的大汉眼珠中似乎有血丝迸出，死死盯着面前过来传讯的木叶忍者。那名木叶忍者在大汉和周围隐忍愤怒的目光下，感受到周围的空气在快速减少，身体微微颤抖，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实在抱歉，这是3代目火影的决定，不是我们能够干涉的。
你们木叶是打算和我们云隐村开战吗？为首的大汉撸起袖子，露出满满肌肉的古铜色皮肤，肩膀上纹着一个青色的雷字。阿萨姆大人，不妨听听他的解释，为什么木叶前后的变化会这么大？身后的皮肤白皙的女性云忍拦住了他暴怒的举动。阿萨姆眼珠子一转，又将撸起的袖子重新卷下。你说的有道理，先听听他们的解释。不久之前，木叶的态度还是一定给云隐村一个解释，不会让云隐村的使者白死。这才过了短短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木叶不怕与云隐村开战吗？现在的木叶接连经历了九尾之乱、大蛇丸叛逃、三忍离村，实力几乎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反观云隐村，村中2名人柱力都是完美人柱力，能够完美借助尾兽的力量。4代目雷影正是壮年，也不是元飞日斩这种垂暮战力下滑的上代火影能够比拟。一旦开战，木叶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到底是什么让木叶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变化？那名传讯的木叶忍者松了口气，擦掉额头细密的汗珠。这处房间中全部都是云隐村派来问罪的忍者，如果得罪了他们，今天说不定就要躺着出去了。是宇智波未来3代目召开会议，想要审判宇智波未来，但是失败了。这名木叶忍者将会议室发生的事情大概叙述了一遍。阿萨姆的表情逐渐扭曲，眼中的怒气仿佛要凝成实质。宇智波的混账，居然敢如此羞辱云隐村！常人大腿般粗细的胳膊一瞬隆起，不满如同蚯蚓一般的青筋。不要冲动，阿萨姆大人，宇智波未来实力不容小觑，我们还是先回去汇报给雷影大人为好。身后皮肤白皙的女性云忍再次担忧的劝诫。你没有听到他刚才说的吗？阿萨姆怒视着他，那个混账居然让雷影大人亲自来木叶找他，这种屈辱，难道我们要原封不动的带回村子吗？身后的云忍同样喘着粗气，以脾气暴躁出名的云忍，想要他们咽下这种愤怒根本不可能。砰！宾馆的大门被重重撞开，名为阿萨姆的云忍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他狠狠教训宇智波未来，他就不相信宇智波未来敢还击。先前杀死了云隐村使者，现在又攻击他们这批新派来的使者，这无疑是在与云隐村宣战。他们好像是云隐村的忍者，一副要杀人的模样，肯定是去找那个宇智波未来的吧。听说云隐村的使者就是被他杀死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宇智波未来要怎么处理呢？木叶街道上的不少忍者望着那怒气冲冲走在街道上的云忍，互相窃窃私语起来。不少人眼中都带着一丝窃喜。火影市的那场会议还没有完全在木叶中传开，大部分的忍者依旧是将宇智波未来当成木叶的罪人。加之团藏根部的舆论攻势，如今看到云隐村忍者气势冲冲，心中都带上了看热闹的想法。宇智波族地，云隐村忍者伫立在宇智波族地的入口，非常嚣张的大吼：宇智波未来，给我滚出来！杀死我云隐村的兄弟，还想置身事外吗？给我滚出来！族地附近的宇智波忍者看到，眼珠子瞬间就红了，死死盯着阿萨姆和他身后的云忍，居然敢来到宇智波一族闹事。有年轻的宇智波立刻就想冲过去教训他们，被旁边的族人一把抓住。先去汇报给未来哥。走！宇智波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正悠哉悠哉地品着茶水，氤氲的雾气从茶杯中袅袅升起，好不惬意。小柚子，你的泡茶技艺比之前又提升了不少啊。哪里，未来哥？小正太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被宇智波未来认可是他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哪怕只是茶技。宇智波未来放下茶盏，赞赏地打量着旁边的柚。相比原著，经过他调教的柚变化的不是一星半点，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元飞日斩彻底割裂开来，完全扔掉了火之意志那套洗脑的理论，投入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他与柚接触的时候，又还只是一个几岁的孩童，孩童的可塑性很高，正处于调教的最佳时期。果然，经过他的调教后，柚的变化很大，这也让宇智波未来稍稍放心了一点。像原著中的那种进程，这一次应该不可能再发生了。未来他或许会想办法让柚开启万花筒。一尊万花筒的力量对现在的家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宇智波一族共有3尊万花筒，他、宇智波止水、宇智波富岳。不过除了他自己，宇智波止水和宇智波富岳虽然站在他这边，前提却是不能和木叶彻底撕破脸。99小说，两人都不认同政变的理念，认为政变带来的只有2败俱伤。宇智波未来想要完全调动这2尊万花筒，有些不现实。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打压元飞日斩为首火影派系的声望。既然纯粹的武力政变走不通，那就让宇智波一族的逆境转化为火影派系的逆境，让火影派系陷入到先前宇智波一族的境地中。现在的柚已经完全成为了自己的形状，如果又开启了万花筒，应该也能为自己所用。宇智波未来这样想着，忽然一名族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未来哥，云隐村的那群家伙跑到族地门口闹事了。哦，我不去找他们，他们倒是自己找过来了。宇智波未来的眼睛眯成针芒。
云隐村的忍者居然有胆子跑到宇智波族的闹事，暗部呢？团藏的根部呢？或者说，这是元飞日斩默许的？宇智波未来眼眸微微一眯，他是知道云隐村又派来了一批使者，名义上是调查之前使者团的死因，实际上却是对木叶施压。原著中，元飞日斩非常怂逼地将锅甩到日向一族头上，最终日向日族的弟弟日向日叉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云隐村的平息，这也是宁次悲剧的开始。这个时空中，这件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了。不过，元飞日斩借着这群云忍对自己施压，倒是很有可能。有趣。宇智波未来起身，眸中带着淡淡的笑意。既然如此，那他就陪他们耍耍吧。宇智波族的外，已经汇聚了一批忍者，抱着看热闹的想法，围观着那群正在叫骂的云忍。有好事的村民甚至搬来了瓜子小板凳，津津有味地磕着：“宇智波未来，给我滚出来！有胆子杀死了我们的兄弟，就没胆子滚出来吗？滚出来！”宇智波未来，那名云忍叫骂了一段时间，只觉得口干舌燥，喉咙火辣辣的疼，清了清嗓，深感奇怪。奇了怪了，宇智波一族居然没一个人出来，这还是宇智波了吗？他身后的那群云忍也觉得一脸古怪。按照宇智波的脾气，不是应该在第一句话爆出的时候就直接冲出来拼命吗？大哥，要不然我们冲进宇智波族地吧？一名云忍不甘问道。不行，要是进入族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真的难以预料了。为首的云忍摇头，他虽然脾气暴躁，但并不愚蠢。他之所以赶来宇智波族的闹事，是因为周围有这么多木叶忍者围观。一旦宇智波一族做出过分的事情，传回云隐村，木叶的处境绝对相当被动，而且宇智波一族在木叶村中的境地也会越发艰难。可一旦进入族地内部，周围可就没有其他忍者围观了。万一这群宇智波玩阴的，他到哪里说理去？阿萨姆清了清嗓子，正打算继续叫骂，只见宇智波族的对面有一道身影正缓缓朝他们走来。大哥，那个人好像是……身后的云人打了个冷战。那道身影出现的瞬间，仿佛周围的空气都沉重了几分。出现了吗？阿萨姆眯起了眼睛。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周围围观的那群木叶忍者原本还是在窃窃私语，带着看热闹的性质，但当宇智波未来出现后，空气陡然安静下来，甚至有忍者下意识地吞咽着口水。灾厄的宇智波在木叶威名太大，相传四代目火影黄色闪光在3战杀敌的数量也不能与他比拟。哼，终于舍得现身了吗？阿萨姆冷笑一声，眼中带着浓郁的冷意。灾厄宇智波又如何？他就不信当着这么多木叶忍者的面，他还敢杀自己。刚才是你在叫唤吗？宇智波未来平静地注视着他。可笑，你杀死了我们这么多兄弟，我还不能来找你讨一个说法吗？阿萨姆不屑。我想火影楼的那场会议结果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吗？宇智波未来漫不经心，声音带着丝丝讽刺之意，让阿萨姆眼珠子一下泛红。3代目火影那个混账居然放弃了对宇智波未来的追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亲自来宇智波族地。那种无聊的会议我才不会认可呢。阿萨姆撸起袖子，球节如同野兽一般的肌肉隆起，青筋根根暴起。看来还是要用战斗解决问题。宇智波未来耸肩，知晓了我的身份后还敢主动对我出手，这些年中你是第一个。这份愚蠢，我宇智波未来愿称你为最强。打了才知道。砰！脚下的地面骤然崩裂，那名云忍体表突然爆发出浓烈的雷光，整个人宛如一个浸泡在雷电中的炮弹，轰向了宇智波未来。雷顿查克拉模式。宇智波未来眼眸微动，不，只是拙劣的模仿品罢了。眼底刹那猩红如血，宇智波未来开启了3勾玉。冲来的云忍动作缓慢了下来，在血轮眼强大的洞察力下，破绽一览无余。腰腹扭动，转过一个刁钻的角度，宇智波未来轻松躲掉了对方的攻击。看你这次还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名云忍在雷湖中止住身形，转身盯着宇智波未来。两人体型巨大的差距，让宇智波未来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少年。雷顿的嘶鸣声中，云忍首领再度冲向宇智波未来。3颗勾玉的血轮眼微微转动，牢牢锁定着对方的身形。宇智波未来仿佛灵活的泥鳅，无论对方怎么攻击，他都能轻易的躲避。云忍首领眼中出现一丝怒火，他感觉自己在被宇智波未来玩弄。混账！大的不像话的拳头，裹挟中恐怖的威势，直直朝宇智波未来的头颅轰去。围观的忍者呼吸一瞬停滞，丝毫不怀疑，如果云忍的攻击真的命中，宇智波未来的头颅将会像西瓜一样爆裂。3颗漆黑勾玉陡然一颤，云忍首领的眼睛顿时茫然了一瞬。破绽，稍纵即逝。宇智波未来重心下沉，右手以掌探出，猛然印在云忍首领的小腹。砰！伴随沉闷的肉体撞击声，云忍首领那魁梧的不像话的身体直接在庞大的力量中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阿萨姆大人！一旁云忍惊呼出声。还需要继续吗？宇智波未来上前，右脚踩住云忍首领的胸口，猩红的血轮眼蓦然俯视。可恶！你这个混账！
手掌压的推动身体，名为阿萨姆的云忍挣扎想要起身，那望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睛迸裂出大量猩红的血丝。轰！脚下的力量骤然增大，直接将下方阿萨姆的身体踩入地面。啊！阿萨姆痛苦嘶吼，嘴角一瞬溢出血渍。混蛋！周围云人眼睛一瞬红了，想要冲过来。宇智波未来蓦然扭头，3颗勾玉的猩红眼眸直直地注视着他们。云忍一瞬僵在原地，额头冷汗直流，颤抖吞咽唾沫。周围的空气仿佛在不断减少，好似他们只要稍一乱动，宇智波未来就会直接扭断他们的脖子。带着你们的首领滚出木叶！松开踩在云忍首领胸腔的右脚，宇智波未来像是在踢走垃圾一样，一脚将他踢向那群云忍的位置。阿萨姆大人！那群云忍紧张蹲下检查他的身体，胸腔已经凹陷下去，隐约能够看到一只脚掌的轮廓。阿萨姆嘴角不停流着鲜血，眼神涣散。痛快！太痛快了！围观的木叶忍者呼吸急促，只觉得脑中仿佛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物质，让他们此刻异常的畅快。宇智波未来干脆利落的战斗实在太爽快了，尤其是最后那句滚出木叶，更是让不少木叶忍者情绪振奋，差点没有直接叫好。甚至不少之前抱着看热闹想法的忍者，此刻也都是赞赏的看着宇智波未来。先前他们讨厌宇智波，是因为宇智波将家族放在村子之上，高傲的简直不像话。但宇智波未来不仅干脆利落的击溃了对方，更是以木叶之名回击，一瞬获得了他们的好感。看来这位传言中的灾厄宇智波似乎不像其他宇智波一样高傲啊。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满眼担忧。上次云隐村的使者被宇智波未来击杀，这次前来闹事的云忍也被宇智波未来干脆击败。云隐村会善罢甘休吗？未来哥，太帅了，看到了吗？这就是未来哥的实力。跟随宇智波未来而来的年轻宇智波精神振奋地发出欢呼。检查着首领伤势的云忍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疼。我们走。一名云忍背起昏厥的首领，临行前恶狠狠地盯了眼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说罢，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熟悉的台词，可惜我不是火影。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地勾起一丝弧度。他在那名叫阿萨姆的忍者身上留下了一点礼物，希望你们回去之后会喜欢这个礼物。火影是。猿飞日展注视着面前的水晶球，一脸阴沉。水晶球中的画面正是那名云忍首领被他的手下狼狈地抬走。这些云忍之所以会去宇智波族的闹事，本质上是他一手推动。那名去云忍休憩宾馆通信的木叶忍者是他特地安排，使用的话术也经过他仔细斟酌，目的就是为了激怒这群云忍，让他们不顾一切去找宇智波未来。云隐村的脾气，忍界人尽皆知。宇智波一族性格同样顽劣，这两个火药桶对到了一起，事情的发展必然会很有趣。宇智波未来在会议室中的那番话，现在还在他耳中回放。精心策划的声讨会议变成了对他的拷问。宇智波未来离开会议室后，一片死寂中，猿飞日展能隐约感受到会议桌旁木叶忍者那股深邃的目光。火影的威信在这一刻大幅折损。宇智波未来的那番话像是一记响亮的巴掌，重重打在他的脸颊上。猿飞日展只能以沉默应对，但心中却已经升起了浓浓怒火。所以他激怒这群云忍，要让宇智波未来陷入两难的抉择中。宇智波未来选择忍气吞声，他那在宇智波一族的声望必然受损，等于变相承认了击杀云忍使者理亏。宇智波未来选择狂妄击溃对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云隐村和宇智波的矛盾。宇智波未来在村中同样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他对那场会议的反击。但他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选择了第二条路，但用的是木叶的名义。前往宇智波族地闹事的云忍变成了挑衅木叶权威的忍者。最后那句滚出木叶，更是让围观忍者情绪高涨。与云隐村的鏖战刚刚结束，木叶有不少忍者永远留在了那场战役中。大众对云隐村的厌恶已经抵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步，只是相比平日中趾高气昂的宇智波，这份厌恶被压了下去。但宇智波未来的那番举动，无疑将这种情绪直接点燃，成为了捍卫木叶尊严的英雄。猿飞日展仿佛苍老了许多，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担忧之色。他担心的不是宇智波未来的实力，而是这份对局势的洞察、清醒的头脑以及思想。宇智波一族一直以无脑著称，空有力量却不懂些微的政治和权谋，所以在之前，猿飞日展并不非常在意宇智波的威胁。通过某些权谋和手段，在不刺激宇智波政变的前提下，他可以一点一点消磨乃至泯灭整个宇智波。99小说，宇智波一族就像是温水中煮着的青蛙，这是他的底气。但如今这份底气被人击碎了。宇智波未来，这个不科学的宇智波，实力强大的离谱不说，最重要的是那份对局势和谋略的把控。猿飞日展人生第一次湿了，后背的衣物已经被冷汗浸湿。自打宇智波未来出山以来，他与宇智波未来已经历经多次交锋。上一次在宇智波族地，他败了，选择了退缩。
宇智波未来带来的压迫，让他第一次品尝到死亡的滋味。随后便是火影楼中的那场声讨大会，他再次败了。面对宇智波未来的压迫，他只能用沉默回应。难不成他这一辈子就要生活在宇智波未来的阴影下吗？袁飞日展嘴角罕见地露出一丝苦涩。或许当年就应该听从团藏的建议。袁飞日展惆怅望着窗外。3年前3战刚刚结束，宇智波未来带来的威胁就已经让以他为首的木叶 F4 感到心惊。这个年仅12岁的宇智波天才，在3战中闯下了赫赫威名，让敌村忍者为之骇然。木叶的黄色闪光，灾厄的宇智波，4大忍村同时下令：遇之必逃之。3战结束后，木叶百废待兴，摆在木叶 F4 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宇智波未来的处理。若他不是宇智波一族该多好！袁飞日展不止一次这般叹息。可惜宇智波未来的出生不可能改变，他也不是宇智波止水拥有宇智波镜这种先辈，几乎不可能收纳进火影派系。宇智波一族绝对不能诞生这般恐怖的忍者。水门是4代目的事情已经敲定，等他退位，木叶还有谁能抗衡灾厄宇智波？于是一场阴谋就此展开。团藏对此不屑，强硬要求趁着宇智波未来还未完全成长，将其直接暗杀，免除后患。袁飞日展否决，理由是这会彻底激怒宇智波一族。在一场袁飞，你会后悔的。团藏，我才是火影。得较量中，火影市的大门又残破了几分。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3年已逝。宇智波未来羽翼丰满，重新出山。袁飞日展仿佛苍老了许多，他开始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听从团藏的建议。若非当年一时心软，何必铸此大祸？如今的宇智波未来已经不是垂暮老矣的他能够抗衡的了。木叶也没有第2个黄色闪光能够制衡他。唉，袁飞日展深长的叹息。九尾暴乱的那一夜发生的异常蹊跷，木叶的结界没有任何人为破坏的迹象，但九星奈偏偏遇袭，九尾被直接释放。那一夜九尾瞳孔中的3颗勾玉，无疑证明此事和宇智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嫌疑最大的就是宇智波未来。论实力，他控制九尾并非没有可能；论利益，九尾之夜后，他成了最大的受益人。制衡他的黄色闪光死去，这头野兽打开了他的枷锁，就此再无束缚。但3年前宇智波未来隐退时，他早已安排好监视的暗部。九星奈分娩那一夜太为重要，为了防止意外，对他的监视几乎没有丝毫死角。袁飞日展笃定宇智波未来根本没有机会释放九尾，这就奇了怪了。他是最有可能的人，偏偏又是最不可能的人，必须要从长计议了。袁飞日展无比头疼地揉着太阳穴，他已经渐渐看不透未来的局势了。雷之国云隐村云隐医院的一间病房，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几名穿着白色制服的医疗忍者站在病床四周。雷影大人，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病床上的阿萨姆带着一丝哭腔，痛哭流涕地望着坐在床沿的4代目雷影，他的胸口到现在都还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作为云隐村的精英上忍，在云隐村内部也享有不低的职位。阿萨姆从未想过去木叶充当交涉的使者，居然会遭遇如此恐怖的事情。宇智波未来的身影像是梦魇一般印刻在他脑海中。此刻他终于明白了3战中那句宇智波未来让你失去未来的含义。雷影大人，您一定要为阿萨姆大人做主啊！阿萨姆大人一心可都是为了村子啊。就是那个宇智波未来太猖獗了，他甚至还让您亲自去木叶找他。雷影大人，千万不要放过那个混账啊！跟随阿萨姆一同前往木叶的云忍围在雷影爱身边，哭哭啼啼的哀求声此起彼伏。这一幕要是让外面的忍者看到，一定会瞪大了双眼。一直以硬汉出名的云隐村，居然还有这种小女人的模样。4代目雷影爱不语，脸色无比阴沉。事情他大概已经调查清楚，自己派出去的使者被宇智波未来当众暴揍，让他的脸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雷影大人，有件事情您必须得知道。说话的是旁边的女医疗忍者，胸口抱着检查的文件，眼中带着一丝担忧。说，爱阴沉道。那名女医疗忍者与周围医疗忍者对视一眼，有些犹豫的道：雷影大人，我们在阿萨姆的胸腔附近发现一颗肿块，那肿块似乎在不断增大，如果不尽快切除，恐怕会危及生命。病房中陡然安静了一瞬，随后就是嘶哑的哭声。我不想死啊！雷影大人，请尽快为我做手术吧。病床上的阿萨姆一把抓住雷影爱的手臂，痛哭流涕的哀求。那名女医疗忍者脸色犹豫，现在还没用弄清楚肿块是什么，还有时间犹豫吗？大哥为村子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难不成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阿萨姆的小弟怒斥。医疗忍者对视，眼神中带着一丝无奈。初步检查特测，那个肿块性质非常奇特，他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切掉吧。雷影爱沉声道。当务之急是保住阿萨姆的性命，一名精英上人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明白。医疗忍者叹了口气，既然雷影都已经开口，他们也只能执行。手术很快开始。
只是切除一颗肿块，且不涉及到复杂的血管，准备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医疗忍者用手术刀划开阿萨姆的胸口，随着皮肤被切开，能够隐约看到一块拳头大小的异物随着呼吸一起一伏。这异物的位置正好是宇智波未来脚踩的位置。其余云忍和雷影在一旁紧张观看，脂肪和血肉已经被剥离。医疗忍者下刀对准那块异物，刀尖与肿块接触的瞬间，病床上的阿萨姆突然发疯一样哀嚎，剧烈的刺痛吞没了他的大脑，让他仿佛整个身体都要被撕碎。砰！那异物瞬间炸开，如同花粉般的闪光颗粒，顷刻吞没大半的病房。可嗨嗨，这是什么？快离开这里！距离最近的医疗忍者忽然感到皮肤一阵灼烧般的刺痛，吃痛的丢下手术刀。旁边观察手术的阿萨姆小弟无比难受的捂着喉咙咳嗽，眼球蹦出大量的血丝。反应最快的是雷影爱，在异物爆开的瞬间，体表直接爆发出炽烈的雷光，一瞬撞开病房的墙壁，冲到走廊上，封锁病房！快！艾嘶吼发出命令。病房中传来阿萨姆小弟的哀求声：“雷影大人，不要啊，请让我们出去，我们还在里面。”几名暗部嗖的一声出现在走廊上，以极快的速度结印，口中吐出粘稠的粘土。土盾顷刻堵住了墙壁的缺口，并且不断向里面灌注。雷影大人，不要啊！求你了，让我们出去！那些云忍还在哀求，只是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仿若蚊虫鸣叫一般，微不可闻。暗部吐出的粘土已经将病房牢牢封锁，甚至连外侧的墙壁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土盾。砰！爱一拳愤怒轰向走廊墙壁，直接将墙壁打出蜘蛛网般的裂纹。混账！我居然忘记了，那家伙可是灾厄的宇智波啊！宇智波未来，木叶的灾厄宇智波。3战中不知多少敌人死在他那诡异的毒素之下，即便是现在4大忍村都还有很多饱受他那毒素之苦的忍者，据说其中不少都发生了变异，长出了触手之类的东西。爱眼球蹦出猩红的血丝，不用说，那肿块一定是宇智波未来的后手，目的就是为了恶心他们。爱不知道这种毒素弱点，为了保险起见，他只能将整个病房连同那些被毒素吞没的医疗忍者和云忍一同封印住。方才他的反应速度极快，在肿块爆炸的一瞬就用雷顿查克拉模式逃出，应该没有被那种毒素侵染。按照3战中的经验，用足够厚的土盾加上金属阻隔，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弱那种毒素的传播。雷影大人，发生什么事了？走廊上的暗部紧张问道。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慌乱的4代目雷影。已经没事了。爱摇了摇头，扭头深深地望了那眼病房，将这处病房废弃，永远禁止其他人靠近。是。暗部立刻点头，吩咐完后，爱转身离开。病房的墙壁上刻着404号几个字。404号病房从此成为了云隐村的禁地。直到10几年后，云隐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一代的忍者才抱着探险的想法打开了这沉睡了10余年的病房。云隐村会议室，空气死一般寂静，会议桌旁的忍者脸色阴沉。云隐村派去木叶使者的遭遇，他们都已经听闻，尤其是最后返回了阿萨姆，体内居然蕴藏着宇智波未来的暗手。为了对抗这个暗手，云隐医院不得不将感染毒素的阿萨姆和那些医疗忍者彻底封死在病房中。404号病房被彻底废弃，这种损失极为恐怖。最重要的是，现在云隐村和木叶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紧张，稍有不慎就会重新爆发战争。其他3大忍村也都在关注着云隐和木叶的局势。一旦云隐和木叶爆发战争，他们不乏抱着捞些好处的想法。云隐村已经骑虎难下。雷影大人，这件事情您打算怎么处理？会议桌的云忍目光全部汇聚在会议桌首端的爱身上，被这么多高层注视，雷影爱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沉声道：“云隐村不会开战。”闻言，周围的云忍顿时一阵哗然。雷影大人，您真的想清楚了吗？木叶这番举动可是欺压到我们头上了，如果不开战，岂不是让其他忍村看了笑话？是啊，我们云隐村怕过谁？对方是木叶又如何？现在的木叶还剩下多少实力？一句句火热的言论响起，内容皆都是对木叶开战，还以木叶颜色之类。木叶隐村虽然是5大忍村中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个，但云隐村也是公认实力仅次于木叶的忍村。何况现在的木叶早已不复当年。九尾暴乱之后，年轻的4代目火影身死，木叶没有选举新的火影，居然让暮年的3代目火影重新执政，这也在侧面印证木叶现在人才凋零，甚至连新任火影的人选都挑选不出。这种情况，他们开战有很大的概率获胜。战争不是儿戏。4代目雷影目光深邃，他虽然脾气相当暴躁，但对待战争同样必须无比慎重。虽然木叶目前的势力处于低谷，但你们不要忘记了，木叶还有那个忍者。那个忍者。会议桌四周的云忍互相疑惑地对视一眼，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顿时屏住了呼吸。4代目火影黄色闪光死亡不假，
但与他齐名的灾厄宇智波犹在。3战中，灾厄宇智波的凶名甚至还在黄色闪光之上。不少忍者宁愿遭遇黄色闪光，也不愿遇到灾厄宇智波。404病房的事件就在眼前，宇智波未来余威犹在，仿佛一股无形的阴影压迫在会议桌之上。难道就这么算了吗？有云忍不甘地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身为暴躁的云隐村忍者，他们还是第一次在一名忍者身上吃了这么大的亏，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不用担心，我想木叶内部很快就要发生一场内乱了。雷影爱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他派去木叶的云忍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最大的收获就是得知了宇智波未来和猿飞日斩的矛盾。3年前宇智波未来名望最高之时，突然销声灭迹，再没有丝毫情报传出。这3年中，忍界很多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直到他派去云忍掳走雏田的那一夜，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99小说，身为雷影，他自然也明白火影猿飞日斩对宇智波未来的忌惮，使用某些权谋之术让其消失隐退，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宇智波未来重新出山，与木叶隐村的矛盾必然会不断激化，甚至都需要他们出手，木叶就会陷入恐怖的内耗中，最终势力大幅折损。他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大举进攻木叶。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开战，木叶内部的矛盾就会转向外部，到时候猿飞日斩为了借助宇智波的力量对抗我们，必然会讨好宇智波未来。届时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面对宇智波一族，木叶内部的矛盾也会因为我们转化，倒不如放弃开战，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陷入疯狂的内耗中。雷影潺潺地叙述着，眼中带着一抹自信的笑容。旁边的土台连连点头，眼中露出欣慰之色。3代雷影时期，他就是云隐村的谋臣，见证着云隐村近半的历史。4代雷影爱的想法和他的想法如出一辙，看来爱终于成熟了。听完4代目雷影爱的叙述之后，会议桌四周的云忍思索一番，立刻响起了欣喜的赞同声。雷影大人所言极是，木叶此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其耗费人力与木叶开战，倒不如让他们自己内耗，更符合云隐村的利益。是啊，等到木叶势力再度削弱，就是我们出兵攻打木叶之时。雷影爱望着会议桌云忍的讨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木叶，宇智波族地，一处华丽的宅邸中，宇智波未来端着手中的茶水，品了一口茶，欣赏着门外的风景。氤氲的热气从茶水中升起，让他的那张脸变得有些隐隐绰绰。3年的隐居时间让他养成了品茶的习惯，得益于此，他的思维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云隐村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收到了他送过去的礼物了，不知道这个礼物会不会让他们感到惊喜呢？核盾，核封禁之术，将极高浓度的核辐射进行封印，当遭遇较大的刺激或是设定好的事件发生之时，核辐射就会一瞬爆发。算算时间，那个叫阿萨姆的忍者尸体应该已经凉透，化为人形辐射源。核辐射对生物体的伤害属于微观层面， DNA 序列被辐射粒子蹂躏，细胞失去分裂复制的能力，从分化速度最快的毛发细胞再到上皮细胞，一点一点死亡腐烂。一般来说，这个过程相对漫长，但宇智波未来以哥斯拉为蓝本开发的核盾，对核辐射的掌控达到骇人的境地。它的辐射甚至能针对人体特定细胞进行攻击，从而使其发生特定形态的变异。如果不间断进行辐射粒子轰击，甚至能从微观层面上使忍者细胞全部死亡腐烂，化为一滩烂肉。这也是3战中他的凶名超越黄色闪光的原因。没有人希望自己变成丑陋的怪物，亦或是一滩分辨不出形状的烂肉。宇智波未来放下手中的茶杯，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现在的云隐村应该正在经历一场紧张的讨论会议吧？会议的主旨必然是关于他和木叶，而且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放弃开战。木叶与宇智波内斗，显然更符合云隐村利益，同样这也是他所期望的。如果云隐村横插一手，木叶的走向将不再明朗。他的目的是将猿飞日斩核团藏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斩落，而不是陪他们玩什么保护木叶的幼稚游戏。要开始下一步了。宇智波未来微笑地望着窗外。木叶，经过几天的发酵，整个木叶村中到处充斥着震惊的言论，大街小巷上都能看到有村民在讨论。你们听说了吗？那群云忍来到木叶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木叶的白眼血祭献祭。宇智波未来是因为阻止他们掳走雏田，才出手击杀了那群云忍。可为什么3代目从来没有声张过这件事？这太奇怪了。就是云隐村都已经欺负到咱木叶头上了，他还在审判宇智波一族。那场发生在火影楼中的会议，在这几天已经传遍了整个木叶村。反转了，原来宇智波未来不是危害村子的罪人，而是保护木叶血祭的英雄。反倒是之前在木叶村民眼中正义凛然的火影，风评大幅下降。人家云隐村都已经欺负到木叶头顶上了，你还在琢磨着怎么对付宇智波，是不是有些太荒谬了？反转之快，打脸之快，像极前式的网络暴力。火影是
团藏怒气冲冲地捶打着面前的火影桌。袁飞，怎么回事？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现在整个木业中几乎都充满了对他们不利的声音。宇智波未来一瞬成了维护木业尊严的英雄，他们反倒成了小丑。我也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居然如此果决。袁飞日展嘴角带着一丝苦涩，这份舆论升起的太快了，让他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情况一瞬颠倒过来，是宇智波警卫队。团藏咬牙，宇智波警卫队的人在暗中引导舆论。宇智波警卫队？袁飞日展愕然，就凭那群宇智波？倒不是他看不起宇智波一族，只是宇智波的性格木业人尽皆知，那群鼻孔朝天的家伙居然有本事引导木业的舆论，只是想想也觉得不太可能啊。袁飞，你难道忘记了？你上次刚刚扩充了宇智波警卫部的权力。团藏握紧拳头，愤愤不平地盯着袁飞日展。宇智波警卫部权力扩充，使得宇智波能够招募本族之外的忍者或是村民。宇智波未来在这段时间中已经利用这个权力重新打造了全新的警卫部，那些被重金聘请的忍者或是村民充当了宇智波警卫部和村民之间的润滑剂。有些宇智波本族不方便去做的事情，都以酬劳的方式招募其他忍者执行。一番改动，宇智波警卫部早已今非昔比。袁飞日展缄默，那双腿上紧攥的掌心已经沁出汗水。警卫部扩充权力的事情发生在云忍事件之前，难不成宇智波未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谋划这件事了吗？袁飞日展只觉得自己胸口像是压上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如果这是真的，那宇智波未来也太恐怖了。他所有的行动几乎绝对冷静，对局势的把控达到一种骇人的境界，没有出现一丝疏漏。自己在他面前就像是赤裸的孩童一般无力，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做到的吗？3年前，他利用木业的舆论压迫，让身处顶峰的宇智波未来就此隐退。3年后，宇智波未来卷土重来，用几乎同样的方法，让他陷入舆论的潮涌中。宇智波未来，难道你真的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克星吗？袁飞日展眼神苦涩。与此同时，宇智波族地附近的森林，尽管现在的木业已经陷入了沸腾之中，但身处这片森林中的宇智波未来，依旧是那副淡然的神色，仿佛木业发生的那些重大事情都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自从他出山以来，先是夺得了族长之位，掌握宇智波一族最大的话语权，随后进行警卫部改革，逼迫袁飞日展不得不退让，放权宇智波警卫部。之后更是用云忍事件，直接将以袁飞日展为首的木业 F4 放到舆论的火焰上炙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玩弄舆论的人终将被舆论玩弄。白牙、灾厄宇智波乃至现在的妖狐鸣人都遭受到木业舆论的压迫，而这一次他们在宇智波未来身上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载舟之水变成了覆舟之浪。宇智波未来扫视着四周的森林，计划已经进行到第3步。这片森林中有他想要的东西。猩红的眼底中，3颗漆黑勾玉快速转动，化为3片扇叶的形状。浓郁的核辐射云疯狂倾泻而下，在极短的时间中就已经覆盖了周围的森林。这是他开发的核辐射感知术，不同物体对核辐射的吸收速率反馈都不一样。获悉物体对它释放的核辐射吸收数据，就能得知对方的形状、大小、长短，是非常强力的感知忍术。缺点只有一个，致癌。很快他就发现，在核辐射感知中出现了一个异常的轮廓，对方的身体似乎是嵌入树干之中，相比周围的大树，它快速吸收核辐射速率要快得多。找到了，宇智波未来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很显然，这种奇怪的波动毫无疑问是带土派来监视宇智波族地的白绝。知晓灭族之夜带土也参与了，那么族地周围有白绝监视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这只白绝周围没有发现其他白绝的痕迹，如果速度够快，应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宇智波未来目光微微一凝，顷刻，磅礴的核辐射立刻爆发，朝着那棵树干汹涌袭去。几乎是同时，尖锐刺耳的痛苦哀嚎从那棵树干中响起。好难受，这是什么力量？身体变得奇怪了。粘稠的白色液体从粗糙的树皮中快速渗出，那只白绝已然不成人形，身体扭曲蠕动，体表大量狰狞的肉芽像是要破体而出。相比其他生物，白绝这种细胞分裂速度极快的生命，对核辐射影响要敏感得多。那白绝还没来得及看清人影，就见一双猩红的万花筒突然映入眼帘，身体瞬间僵直，呆呆停在原地。宇智波未来干脆利落捏断白绝的脖子，嗖，连同手中的白绝一同消失在原地。早在宇智波未来还没有出山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3步走战略，将出山后对付木叶 F4、重振宇智波荣光分为3大步骤。第一步是夺权。宇智波富岳性格太过软弱，唯唯诺诺，根本没有身为族长的气量。若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性格或许能够带领宇智波平稳的生存下去。但现在木叶 F4 已经对宇智波一族亮出屠刀，如果继续让宇智波富岳统领宇智波一族，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原著中的灭族。所以
宇智波未来才在南鹤神社中发动政变，夺走宇智波富岳的族长之位。为了这一天，他蛰伏了整整3年，暗中聚拢了整个宇智波青年一代的力量。愿宇智波的青年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如萤火一般。若此后没有聚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是他聚拢宇智波青年的宣言。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无数宇智波年轻一代的座右铭。掌握了宇智波大权之后，紧接着就是第2步，直指火影元飞日斩。99小说，波风水门继任火影前夕，他被木叶 F4 以木叶舆论施压，不得已就此隐退。这第2步同样是以舆论回击木叶 F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元飞日斩和团藏自信自己能够掌控木叶全部的舆论。当年的白牙事件，3年前的灾厄宇智波，乃至现在的妖狐鸣人，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这份舆论上的优势最终将会变成刺入他们胸腔的利刃。原著中，云忍掳走雏田，被日向日族击毙，最后在元飞日斩的施压下，日向一族推出日族的弟弟日叉自杀，平息云隐村怒火。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木叶村中几乎没有掀起丝毫波澜，除了日向一族和少数忍者之外，绝大多数村民甚至都不知情。但这个时空中，宇智波未来插手了。他深知他们对舆论引导的自信，也深知这份自信最终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一切。在事情的不断反转下，舆论攻击成功指向了元飞日斩，他在木叶的威信大幅下降。这是复仇的第2步，而现在已经进展到了最后一步。阴暗的房间中，宇智波未来望着手中的白绝尸体，嘴角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灭族之夜，严格来说有3方力量参与，以元飞日斩团藏为首的火影派系、宇智波一族的力量，最后一个就是隐藏在暗处的带土。可以说，带土是除了团藏之外，宇智波灭族最大的推手。他一手塑造出九尾之夜，让宇智波陷入猜忌和怀疑之中，随后更是笼络宇智波鼬，联手屠戮了整个宇智波一族，堪称超级老六。但这一次，宇智波未来怎么可能让他如愿？抓走这只白绝，目的就是将水搅浑，让宇智波带土再也没办法安稳的当老六。宇智波未来看着自己放在床板上的白绝身体，不由得啧啧了几声。即便被他杀死，这只白绝依然拥有浓烈的生命波动，身体内部也没有器官之类的东西，整个身体几乎都是由同一种细胞组成。这种细胞的特性非常独特，明明形态上更像是动物细胞，却拥有叶绿体这种植物细胞才有的部件。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手掌猛然探出，放置在白绝的胸口上。宇智波未来眼眸已经变成了猩红的万花筒，体内一股独特的力量顺着他的手臂翻涌而下，那白绝的身体陡然发生异变。哥斯拉 G 细胞。宇智波族地外的森林中，空间散发出诡异的波动，扭曲的漩涡中出现了一个戴着虎纹面具的身影。白绝在他背后探出头来，马达拉，我的一个分身失去联系了。带土微微皱起眉头，怎么回事？不知道。白绝摇了摇头，我并不是和所有分身都是共享感官的，可能是被人发现了，但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做的。白绝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道：最近团藏的根部似乎不太平静，出现在宇智波族地的频率明显增加了，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宇智波带土皱眉，团藏的根部吗？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几乎将木叶搅得天翻地覆，随之而来的根部和暗部对宇智波族地的监视也增加了不少，导致他这段时间一直很少现身。小心点，不要暴露了。宇智波带土凝重叮嘱，若是一般时间，他自然不会这般谨慎，但宇智波未来太不科学了。宇智波带土目光深邃，从那片森林中眺望着的族地的方向。他曾经在族的见过宇智波未来，当年他只是觉得这个族人有些奇特，没想到随后的3战中，灾厄宇智波之名响彻了整个人间。只可惜战争结束后，木叶根本容不下他，这种狭隘的村子不值得存在。宇智波带土冷笑，九尾暴乱的那一夜，木叶只有同为宇智波的灾厄宇智波一人有能力阻止九尾的暴乱，但元飞日斩为了防备宇智波未来，不惜将监视他的暗部增加数倍。那个可笑的火影估计根本不可能知道，是他自己一手塑造了九尾之夜吧。这种虚假的世界果然不值得去拯救。宇智波带土怅然望着森林那边的族地，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到族地中的楼阁，看到宇智波的族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在月之眼的光芒下才能迎来真正的世界。这已经是这周的第3次了，宇智波未来到底想要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故意接近九尾人助力？木叶村一处房屋的屋顶上，几名暗部盯着街道上有说有笑的宇智波未来的名人，眼中都是无比凝重之色。只因九尾人助力太过重要，人助力是一个村子最重要的战略兵器。上代人助力九星奈死亡之后，鸣人就成了新一任九尾的容器。现在的鸣人只有3岁，根本没办法掌握九尾的力量。为了防止人助力出现意外，木叶暗中派出暗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本以为这种日常的监视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未曾想到宇智波未来这个老六出现了。你们去汇报给火影大人，我在这里继续监视。为首戴着猫脸面具的白毛暗部对身旁潜伏的同伴沉声吩咐。明白。嗖，那处屋顶上2名暗部瞬间消失不见，只剩下为首的白毛暗部眼神凝重地盯着下方的宇智波未来。街道上，小鸣人走在宇智波未来身旁，手里攥着一根3色丸子，心满意足的大口吃着。街道两边的商贩小心翼翼望着道路中间的鸣人和宇智波未来，眼神中带着一丝惊惧。宇智波未来怎么和妖狐走到一起了？谁知道？宇智波和妖狐还真是般配呢。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身旁的同伴震惊地看着他。宇智波未来是什么人？当街打死云隐村使者的狠人，而且那件事之后，云隐村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显然是已经服软，能逼得5大忍村之一云隐村退让，可想而知宇智波未来有多恐怖。被同伴这么盯着，方才开口的那个小贩顿时吓得一身冷汗，脖子直接缩了起来，生怕被宇智波未来注意到，暗中释放那种诡异毒素。大哥哥，你到底是什么人啊？街道上，鸣人也注意到周围村民的异常，咬了口手中的3色丸子，好奇地望着身旁的宇智波未来。为什么那些村民好像都很害怕大哥哥？你觉得大哥哥是坏人吗？宇智波未来微笑问道。鸣人摇头，不是，如果大哥哥是坏人的话，不可能带我吃这么多好吃的。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抽动，就因为带你吃好吃的，就不是坏人吗？鸣人的想法这么单纯的吗？鸣人咬了口手中的3色丸子，默默地咀嚼着。只有他自己知道宇智波未来的出现给他黑暗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只要宇智波未来在他身旁，总会带他吃遍一条街的美食，直到肚子满满当当，再也塞不下任何食物。冰箱里过期的面包和牛奶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之前欺负他的那些家伙再也不敢继续欺负他。有一次，邻居家的小孩朝他丢石头，小鸣人突然想到宇智波未来上次跟他说的话，于是大声喊道：我大哥是宇智波未来。那小孩愣了一下，随后哇哇大哭的一溜烟跑走。最后的几个星期，小鸣人都再也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直到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了对方的父母，望着自己的眼神无比惊恐，直接绕路跑走。鸣人第一次体会到走路带风的感觉。似乎也不错。鸣人咬下最后一块3色丸子，一口吞下，仰头望着身旁的宇智波未来。大哥哥，接下来要去哪里玩呢？宇智波未来想了想，去吃一乐拉面吧。耶，大哥哥最好了！鸣人激动地蹦起来，他最喜欢一乐拉面了。与此同时，火影楼，袁飞日展正叼着烟嘴，认真处理着政务。突然，嗖的一声，2名暗部出现在他面前，单膝下跪。不好了，火影大人！宇智波未来又开始接近鸣人了。啪嗒，烟嘴从嘴中掉落，灼热的烟灰将袁飞日展大腿烫得刺痛，立刻手忙脚乱，怕打掉腿上的烟灰。怎么回事？这已经是这周的第3次了吧？袁飞日展震惊地盯着他们，那2名暗部眼神苦涩。是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宇智波未来接触九尾人助力的频率明显增加了很多，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袁飞日展眉头一瞬紧锁。宇智波未来第一次接触九尾人助力，似乎是上次火影楼会议之后，随后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与九尾人助力接触的频率愈来愈频繁，直到现在一周至少有3次密集接触鸣人。额头一瞬疼了起来，让袁飞日展下意识用指尖揉捏着太阳穴。人助力对一个村子来说太过重要，何况是九尾的人助力，鸣人还太过幼小，要是脱离了他的保护，让宇智波未来趁虚而入，那就太危险了。九尾之夜绝对不能重来第2次。宇智波未来拥有万花筒，这已经得到了止水的证实。羽斑同样的眼睛，操控九尾也不是不可能。袁飞日展觉得自己的头疼的越来越厉害。明明九尾暴乱的那一夜，他已经派暗部无死角的监视宇智波未来，为什么还会发生那种事情？难不成木叶还有第2个有能力操控九尾的宇智波吗？让第7班的暗部全部去监视鸣人，不，第6班也调过去，不能让九尾人助力发生任何意外。冷静下来后，袁飞日展沉声吩咐：是。下方半跪的暗部立刻点头。嗖！等暗部离开之后，火影室又再度陷入了寂静。袁飞日展叹息一声，捡起掉到地上的烟嘴，正欲放到嘴中，砰！火影室的大门被狠狠地撞开。日展，你听说了吗？宇智波未来盯上九尾了。团藏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那烟嘴还未放进口中，就在震动中再度掉落，灼热烟灰烫的袁飞日展另一只大腿火辣刺痛。团藏！袁飞日展愤怒地盯着团藏，下次记得敲门。敲门？我团藏什么时候敲过门？团藏一脸愕然，但那不是重点。日展，你应该得到情报了吧？宇智波未来盯上了九尾人助力。团藏眼神阴冷，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不是鸣人体内的九尾。袁飞日展按捺住心中的怒气，眼神阴沉的道：哼，
团藏不屑冷哼。宇智波接近九尾人助力，不是为了九尾还是什么？袁飞日斩缄默，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一旦宇智波未来控制了九尾的力量，木叶有谁能够抗衡他？日斩，要我说，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掉宇智波未来。团藏眼神冰冷，不惜一切代价。袁飞日斩苦涩一笑，团藏，你忘记他在3战中的威名了吗？这个代价恐怕你我承担不起，木叶也承担不起。3战的战场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木叶绝不优先动用宇智波未来。一旦木叶方决定让宇智波未来上战场，就意味这次战役已经进入尾声。在对战岩隐村的最终一战，木叶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据说战后岩隐村多出了几百个机器人，宇智波未来是真的有葬送整个木叶的力量。这也是3战结束后袁飞日斩立刻召开处理宇智波未来会议的原因。这样的忍者存在木叶，只是想想袁飞日斩都寝食难安，那难道就纵容他为所欲为吗？团藏咬牙，等他掌握了九尾，木叶一样也要完蛋。袁飞，你忘记水门死去的那一夜了吗？九尾之夜绝对不能重来。团藏带着不甘走了。袁飞日斩摇头叹息，九尾之夜太蹊跷了，宇智波未来根本没有可能操控九尾，那放出九尾的忍者又会是谁呢？但现在显然不是深思的时候，他需要换条新的裤子。我要开动了。一乐拉面面馆前，鸣人掰开筷子，嘴中的口水已经控制不住，随后是一阵如同猪吃食般狼吞虎咽的声音，汤汁溅了整个桌子都是。慢点，又没有人跟你抢。宇智波未来坐在对面的桌前，微笑地看着这一幕。前世动漫的主角就这么活生生地坐在自己面前，让他些微有种不真实的感觉。鸣人的吃相和他前世在动漫中看到的差不多，只是似乎更加凶猛一些。没过多久，一碗面就已经见底，再来一碗。宇智波未来对正在煮面的手打招手。好嘞。手打的笑容充满感染力，好似面前坐着的不是那个凶名赫赫的灾厄宇智波，而是什么普通的食客一样。作为一乐拉面的店长，手打大叔和昌图算是木叶极少数对鸣人和宇智波未来没有任何歧视的存在。无论对方是妖狐还是灾厄宇智波，对于手打来说，只要你爱好拉面，那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拉面来了。一身白衣的昌图将拉面放到鸣人桌前。谢谢。鸣人吞咽了下口水，随后又是一阵狼吞虎咽的声音。宇智波未来目光淡然地瞥向四周，这碗面吃的还真刺激。感知中，周围至少有5名暗部正在监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袁飞日斩至少调动了1个班的暗部过来。不仅如此，宇智波未来还在稍远一点的位置发现了根部的痕迹，数量虽然比暗部要少一些，但全部都是上忍级别。可以说，为了防止他对九尾下手，袁飞日斩和团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调来了暗部和根部的最精英的力量，这样才好吗？宇智波未来的嘴角不留痕迹的微微勾起，钓了这么多天的鱼终于上钩了。与鸣人接触只是一个幌子罢了，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袁飞日斩和团藏的注意力。只因九尾关系太大，他不相信袁飞日斩会丝毫不在意。1次不在意，2次呢？2次不在意，3次呢？不间断的和鸣人接触，玩弄袁飞日斩等人的神经，让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这边，这样那边就能展开行动了。与此同时，木叶村边缘，一双猩红的眼眸正透过树叶缝隙观察着对面的根部基地。黑漆漆的入口，2名戴着面具的根部助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看来团藏调走了根部的力量，让这处基地的防守薄弱了不少。宇智波未来平静道：是他，又不完全是他，确切地说，是他用哥斯拉的力量侵染白绝身体制作而成的实体分身。常规的分身术一戳就爆，就算是多重影分身也只是多戳 N 次，除非是特殊的实体分身能够独立本体存在，并且掌握着特殊的力量。而他现在的身体就是属于这种。哥斯拉巨细胞加核能很轻松的就侵染了白绝细胞，将其在一瞬之间变成了自己的形状。宇智波未来称之为核分身之术。除去拥有白绝的所有能力，核分身对核能同样拥有不俗的掌控力。最强大的招式类似于迪达拉的艺术，就是派大星，以这道分身完全摧毁为代价，在极短时间内引爆体内所有的核能，其效果相当于释放一枚超小型核弹。宇智波未来身体陡然下潜，没入了地面之中。白绝能力浮游之术，一阵微风吹过，这处位置已经没有任何人影。那2名驻守在基地入口的根部依旧机械般的巡逻着，没有发现丝毫的异常。这里就是根部内部吗？宇智波未来从阴影中探出半颗头颅，略带惊异的仔细打量着四周。从外边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根部基地，内部居然是一个庞大的空间。阴暗的光线中，盘根错节的长梯像是巨蟒般竖直深入黑暗之中。他所处的位置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楼道口，不远处能看到几名根部正在机械的巡逻。在大致获取了周围的情况后，宇智波未来融入了地面中，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原著中
白绝就用浮游之术获悉了大量机密的情报。而宇智波未来创造出的这个分身，使用了 G 细胞进行强化，浮游之术只强不弱。根部防守的严密让未来略微有些惊讶，几乎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名根部正在巡逻，周围还密布着封印术士和感知术士。这还是他本体利用九尾吸引团藏注意力，调走了根部精英力量的结果，不然根部基地的防守只会更加严密。好在宇智波未来的核辐射感知术不含任何查克拉，即使在这里也不同担心会被发现，所以悄无声息中，宇智波未来就请半个根部的忍者吃上了核辐射大餐。在搜寻了一会儿后，他发现了自己的目标，前面有一个特殊的房间，里面的某件物体正在快速吸收着核辐射，和白绝性质有些类似，但生命活性却高出太多。宇智波未来眼眸略微闪烁了下，如果不出意外，那里就是他的目标了。避过前方防守的根部，再次探头时，宇智波未来已经出现在一处隐蔽的空间中，周围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物品、卷轴、实验器材以及各种文件报告。很显然，这里是根部某处秘密的储藏室。宇智波未来扫了眼四周，目光带着灼热，停在一件物品上。可以说，整个宇智波一族都对那个东西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1人高的透明玻璃培养罐中，拳头大小的白色肉团正在绿色的营养液中上下沉浮。柱间细胞，宇智波未来吞咽了一口唾沫。哪怕是在这个距离，这块柱间肉块带给他的感受都已经远远超过白绝细胞。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年，这块肉团依旧不断散发着磅礴的生命波动。可想而知，那位平定了乱世的初代火影会有多恐怖。亲眼见识到柱间细胞的生命力，宇智波未来对自己和忍者之神的实力差距有了更清晰的认知。灾厄宇智波之名虽然凶名赫赫，但和忍者之神相比，还有难以逾越的差距。这种级别的存在才是他要超越的目标。可那样强大的初代火影又是怎样死去的？宇智波未来忍不住好奇，难道真的像野史流传的那样，与班激烈一战后，生命前能被活活榨干死？现在显然不是纠结这种事情的时候。宇智波未来吸了口气，平复了下激荡的心情。正当他打算拿走这块柱间细胞时，眉头顿时一皱。团藏也太谨慎了吧，根部的防守这么严密，居然还布下了这么多感知术士。方才距离较远，未来还没有注意到，现在接近后才发现，储存柱间细胞的培养罐上铭刻了数个感知忍术，哪怕是轻微的震动都会被感知术士捕捉到。宇智波未来面露难色，这样的话，他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柱间细胞就不可能了。等等，思索了一番后，宇智波未来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下一秒，这处分身的细胞陡然开始加速分裂，细胞快速分化，蔓延覆盖在衣物之上，脸上也开始了快速的变化。直到某刻，他一拳猛地砸在培养罐上。有人入侵，储藏室遭到入侵，立刻前去支援！快，马上禀报团藏大人！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周围的根部彻底乱成一团。这还是第一次根部基地遭到入侵的情况。一乐拉面面馆稍远一处的位置，团藏正拄着拐杖，阴冷地盯着那边的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和九尾人助力接触这么密集，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无论你想要做什么，老夫都不可能让你得逞。团藏冷笑，眼神冷意凝结成冰。突然，嗖！一名根部出现在他面前，慌张的半跪汇报：团藏大人，不好了，根部储藏室遭到入侵。眼中的冷意顿时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惊骇和不可置信。储藏室？团藏下体一凉，那里不可以啊！嗖！他瞬间消失在原地。储藏室为什么会遭到入侵？团藏心神陷入了巨大的震荡。根部的储藏室几乎是根部最机密的位置之一，里面储藏了太多重要的东西，一旦失窃，团藏不敢继续想下去。他感觉自己的命根子要没了。一乐拉面面馆距离根部基地有一段距离，但在团藏全力使用瞬身术的情况下，在极短的时间中就已经抵达。混蛋啊！心急如焚的团藏一拳暴力轰在储藏室的大门上，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尘烟飞溅，里面的空间瞬间暴露在团藏和周围的根部面前。只见逐渐散开的烟雾中，储藏室内部已经乱成了一团，最中间的培养罐破开了一个大口，液体流淌了一地，里面的物体赫然已经消失不见。团藏目眦尽裂，眼球迸出血丝，死死盯着培养罐旁边的身影。那人浑身被黑袍包裹，脸上戴着一块虎纹面具，只露出一只猩红的血轮眼，带着淡淡冷意注视着团藏。你到底是谁？怎么进来的？团藏咬着牙齿，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此刻他的内心充斥着愤怒和不解。储藏室的防守几乎是根部最严密的地方，周围布满感知结界，平时除了他和少数科研忍者，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能够混进来。99小说，眼前这个面具男是怎么进来的？一片死寂中，那戴着虎纹面具的身影缓缓开口，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中。班，宇智波斑。周围的根部瞳孔微颤，眼中充斥着震撼和不可置信之色。宇智波马达拉，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人物了，怎么会可能还活着？就在周围根部陷入巨大的震撼中，面具男的身体陡然开始缓缓下沉，
没入了地面之中。混账！给我留下来！团藏嘶吼，立刻甩出一道风盾，锋刃仿佛穿过的对方的身体，斩在了后面的器械上。周围的根部也是立刻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朝着融入地面的面具男猛烈攻击。尘烟散开，除了满目苍夷的地板，什么都没有留下。团藏大人，根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地望向旁边的团藏。这一连串的事情看似漫长，实际上从发现异常到面具男逃走，只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空气逐渐死寂，团藏布满血丝的瞳孔不断的颤抖。良久，他才发出一道冷笑，配合着他现在的面容，看起来格外狰狞。悄无声息潜入根部，然后又融入地面逃走。时空间忍术，只有时空间忍术才能做到这一步。安，呵呵，团藏眼神逐渐阴冷下来。无论你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你。吃饱了吗？宇智波未来微笑望着对面的鸣人，鸣人正捧着圆滚滚的肚皮，一脸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旁边的桌子上堆叠着半人高的瓷碗。吃饱了，吃饱了。鸣人觉得他这次回去之后，估计连明天都不需要吃饭了。今天吃掉的拉面分量比平时2个月吃的都多。欢迎惠顾，这是您的账单。手打大叔笑着将一条单子递给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接过，账单是1000两，一碗标准的拉面大概60两左右，在鸣人几乎毫无保留敞开肚子去吃的情况下，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实惠了。大哥哥，会不会太贵了呀？鸣人有些窘迫不安。旁边吃过的碗堆叠的比他的头还高，这么多拉面一定要花很多钱吧？鸣人摸向自己干瘪的钱包，他想自己付款，但那个钱包中只有几颗硬币。没有，非常实惠的价格，如果鸣人还想吃的话，以后可以常来哦。宇智波未来非常爽快地付了价钱，笑着望着鸣人。咦，真的吗？鸣人眼中露出惊喜，激动得快要蹦起来。太感谢大哥哥了，是我要感谢你。宇智波未来在心中微笑道。几碗拉面的价钱换到了根部储藏的柱间细胞，并且成功将锅甩到带土身上，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事情了。火影氏猿飞日斩的脸色异常难看，他刚刚换好了新裤子，就听到了根部被人入侵的消息。团藏，你确定真的没有听错？对方真的自称宇智波斑吗？绝对没有错。团藏粗糙的手掌拍在火影桌上，绷带外的独眼蹦出血丝，死死盯着对面的猿飞日斩。不只是我，周围的根部都听到了，而且那个混蛋绝对掌握着时空间秘术的能力。猿飞日斩的头又剧烈的疼了起来，手指捏揉着太阳穴的位置。原本宇智波未来接近九尾人助力的事情就已经够烦了，没想到居然又冒出来个宇智波斑，还拥有时空间秘术，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如果宇智波斑没有死，怎么现在才冒出来？等等，猿飞日斩瞳孔陡然放大。团藏，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如果入侵根部的那个宇智波斑和放出九尾的是同一个人？团藏眼睛微微眯起，那个自称斑的家伙掌握着时空间秘术应该错不了，不然对方不可能进入防守严密的储藏室，还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而且最后对方陡然消失是他亲眼见证。九尾之夜同样发生的非常蹊跷，结界都没有被破坏，九星奈突然遇袭，九尾被释放，这两件事情似乎真的有些关联。团藏脑中电光一闪，真相只有一个，看来我们真的忽视了另一个家伙的存在。团藏微微咬牙，显然除了宇智波未来之外，木叶还潜伏着第二个神秘的宇智波，并且掌握着时空间能力。猿飞日斩缄默，火影室中一瞬陷入了安静。这个神秘的宇智波到底是谁？难道真的如他所说，宇智波斑吗？辗转反侧了一夜，日向日足终于下定了决心。天还未完全亮时，他便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雏田。父亲，有什么事情吗？日向日足叹息道。准备洗漱，待会随我去宇智波一族拜访。咦？小雏田一瞬瞪大了眼。远处的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木叶还未完全从沉睡中苏醒。街道上很少能看到行人，整个村子一片静谧。日向日足牵着雏田稚嫩的小手，走在前往宇智波族地的路上。倒不是他一定要起来这么早，只是如果再晚一些，等到木叶的村民出来活动，看到日向一族族长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宇智波族地，恐怕会很麻烦。也许第二天，整个木叶都流传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谣言。日向日族不想日向一族受到那种谣言的侵扰，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雏田因此感到烦恼。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天还蒙蒙亮时，悄然前往宇智波拜访。也许几分钟之后，猿飞日斩就会接到暗部的通报，日向族长带着自己的女儿前往宇智波族地，意图不明。但日向日族已经懒得考虑那么多了。这几天他一直饱受内心的煎熬，终于在今天下定了决心。约莫几分钟之后，宇智波族的入口终于出现在日向日族眼前。宇智波和日向是木叶最大的两大豪门，自己身为日向一族族长，贸然前来恐会引起对方误会。但日向日族已经顾不得了，身为日向贵族的教养让他在此刻依旧保留着那股尊贵的气质。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来宇智波族的干什么？驻守宇智波族地入口的宇智波之音
立刻叫住准备进入族地的日向日族两人。日向日族平静道：“我是日向族长日向日族，旁边是小女雏田，来自是想特地拜访宇智波未来。”雏田躲在他的大腿后方，只露出半个头，偷偷观察着他们。拜访未来哥？宇智波只因眉头微皱，上下打量着日向日族和他身旁的雏田。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日向日族，但日族那股独特的贵族气质，显然不是普通的日向族人。99小说，我听说未来哥不久之前在云人手中救下了日向族长的长女，难不成就是他吗？很有可能。简短讨论后，宇智波只因点了点头。黑子，你在这里继续看守族的入口，我带他们去见未来哥。明白，只因哥。名为宇智波黑子的年轻宇智波对着宇智波只因认真点头。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见未来哥。宇智波只因走在前面，对日向日族示意。多谢。进入宇智波族地后，日向日族忍不住问道：平日中宇智波的族地也都是你们看守的吗？那当然。宇智波只因骄傲昂头，这可是未来哥亲自指定我和黑子的任务，整个宇智波一族除了我们没有人能做好。日向日族嘴角微微抽动，只因和黑子，宇智波一族取名都这么随意的吗？不过很快，日向日族就将这种情绪散开，被四周宇智波的族地吸引。宇智波一族的建筑相比日向一族明显要张狂华丽得多。日向历史悠久，族风守旧循序，整个建筑群的风格也都以典雅为主。但宇智波不同，整体的风格偏向不羁，有张狂的元素。日向日族看到了宇智波警卫部的大楼，整个楼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猫脸，额头印着宇智波一族的标志。一路下来，日向日族算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身为日向一族族长，他从未亲自到访过宇智波一族，自然也不会感受到木叶另一大忍村独特风格和文化。3岁的小雏田跟在日向日族的身后，一脸好奇地张望着四周，像是打开一个新世界。很快，宇智波只因就停在了一栋宅邸前。到了，未来哥就在里面。望着面前的建筑，日向日族愕然，这里应该是宇智波一族族长的宅邸吧？宇智波未来住在这里面？宇智波只因撇了撇嘴，未来哥一直都住在里面，你进去就能看到他。我要回去了，黑子还在等我。日向日族只能点头。等到只因离开后，日族深吸一口气，带着雏田走进宅邸的入口。房间中已经有人在向宇智波未来汇报，未来哥，日向日族族常带着他的女儿前来拜访。我已经知道了。宇智波未来淡然点头，身旁已经泡好了2杯茶水，氤氲冒着热气。从日向日族进入族地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知晓，整个宇智波族地到处都是他的眼睛，即便是一只苍蝇飞进来，都要分清楚公母才能飞走。外面跟在日族身后的雏田咬着手指，好奇地朝四周张望。在一名宇智波族人引导下，他们来到了一处房间前。进来吧，未来哥已经等待多时了。那名年轻族人推开了门，对着日向日族做出请进的手势。日向日族心神微微震荡，宇智波未来早就知道他要来。还莫等他多想，只见房间中宇智波未来正悠闲坐在茶桌旁品着茶水，一杯茶水放在桌子空荡的另一边，正氤氲冒着热气。进来喝杯热茶吧。日族大人。日向日族表情陡然一僵，他忽然觉得自己和雏田被宇智波未来看得一干二净。很显然，宇智波未来早就知道他要过来拜访，甚至还有时间准备好茶水，静静坐在此处等候。日向日族不知道是他进入族地的那一刻，就已经有族人偷偷向宇智波未来通报，还是宇智波未来本就拥有某种预知的能力，早已知晓他会在今日此时拜访。如果是后者，那宇智波未来未免也太恐怖了。结合宇智波未来这段时间在木叶的大动静，日向日族觉得后者也不是没有可能。眼神微微一凝，只觉得坐在茶桌旁饮茶的宇智波未来深不可测。坐吧。宇智波未来微笑示意。日向日族表情恢复自然，走到茶桌旁坐下。小雏田同样跟随着他，安静地坐在一旁。红眼哥哥。雏田想要开口对宇智波未来打招呼，但父亲还没有发话，只能怯怯放弃。我这次过来是想向你道谢，你救了小女一命，此恩难以回报。日向日族认真说道。我知道。宇智波未来淡然品茶。日向日族表情再度一僵，那种被看光之感陡然变深。旋即他叹了口气，如果你当时没有出手，我无法想象小女的结果。这些天他不止一次想过这种问题，如果那一夜宇智波未来并不在场，或者只是轻瞥一眼离去，雏田会变成什么样？他不敢想象这个后果，越是想象，胸口那股巨石般的压迫就愈发的浓重。即便他随后赶到击杀那群云忍救下雏田，后果依然难以承受。宇智波未来杀死云忍使者团后，云隐村震怒，已开战施压木叶。元飞日斩为此在火影楼召开审判宇智波未来会议。如果当初是他救下了雏田，云隐村同样也会施压木叶。以他对元飞日斩的了解，对方一定会将自己拖得一干二净，将锅全部甩到日向一族身上，说不定还会借此机会好好敲打一番日向。到时候即便雏田无恙，
日向一族也必须为了平息此事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两大忍村的较衡之间，区区一个忍族的分量算不了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宇智波未来那样，在3战的尸山血海中杀出赫赫凶名，能够逼得一个大忍村在他面前不得不妥协。我想日族大人今日来此，应该不仅于此吧。宇智波未来拿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日向日族眼神微变，叹息道：“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他今日拜访宇智波未来，明面上是为了雏田道谢，实际上还有更深的意图。99小说，未来，你和火影的矛盾越来越大，现在木叶之中到处都在流传你们之间的事情。关于此事，日向日族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深深望着宇智波未来。他相信宇智波未来是聪明人，能够听明白他的意思。宇智波未来将茶盏放到桌面，淡淡的注视着对面的日向日族。我不想与火影一脉开战，但他们是怎么想的，不是我能决定。日向日族眼神凝重，他那番话的意思自然是间接提问宇智波未来对火影一脉接下来的打算。3年前，宇智波未来被安上了危害村子的帽子，被迫就此隐退。3年后，火影楼的那场审判会议中，宇智波未来强势平反。现在整个木叶都知道3年前那件事有蹊跷，一如现在的云忍事件一样。宇智波未来和火影派系的矛盾几乎无法调和，整个木叶的忍者都在关注着他们接下来的动作。若是换个人，火影一脉自然不会如此重视，但对方是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拥有让一个忍村失去未来的能力。以我对3代目的了解，他不是那种会服输的忍者，何况还有团藏存在。日向日族沉吟了一声，此事我自有对策。宇智波未来淡笑说道。哦，日向日族来了兴趣。宇智波未来笑而不语。日向日族觉得心里痒痒的。猿飞日斩和团藏都不是善茬，何况他们背后还站着一堆忍族。宇智波未来就对自己这么自信。坐在日向日族旁边的小雏田，一会儿看看日族，一会儿看看对面的宇智波未来，纯白的眼睛中写满了好奇。只是接受的贵族教育让他没有出声打扰，静静的倾听着。接下来，日向日族和宇智波未来又畅谈了一番，房间中充斥着欢快的笑声，似乎这场交谈两人都很愉快。未来，今日叨扰了，我和雏田就先回去了。日向日族笑着起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雏田，和未来说再见吧。红眼哥哥再见。雏田对宇智波未来羞怯招手，脸颊带着一抹酡红。红眼哥哥。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抽动。雏田还记得这个称谓吗？日向日族心中带着一丝轻松。从火影楼的那场会议之后，宇智波未来和猿飞日斩的矛盾就已经难以调和，而他当众说出猿飞日斩一直想要隐瞒的事实，也让火影一脉对日向颇有威严。一旦宇智波到下一个就是日向无疑。猿飞日斩不会让日向一家独大。这位在2战中闻名的忍雄，尽管随着年龄增长实力不断下滑，但那支撑他成为忍雄的权谋却没有丝毫褪色。宇智波不能倒，至少作为日向的护盾，不能这么快倒下。日族并不看好宇智波未来能对抗火影派系，火影一脉势力太大，拥有朱鹿蝶3族的鼎力支持。之所以对着宇智波未来一再退让，是因为忌惮他同归于尽的能力。今日一访，对宇智波未来释放友好的善意。无论宇智波和火影一脉争斗如何，日向都能置身事外，获取最大的利益。日向日族正欲出门，忽然看见门口伫立着一道正太的身影，鼻梁两侧常有深深的泪沟，望着自己的眼神带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成熟。宇智波鼬直接越过日族，对房间中的宇智波未来尊敬道：“族长大人，父亲让我来请您商谈事情。”族长。日向日族微微一愣，随后是如同坠入深渊一般的寒冷将他彻底包裹。族长。宇智波未来是族长，那纯白的眸子第一次带着难以言喻的惊骇。你刚才叫未来什么？族长啊，有什么问题吗？又不解看他，深吸一口气，日向日族的眼睛还在不断颤抖。宇智波未来是宇智波一族族长，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外界一直以为傅岳才是族长，未来不过是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天才。日向日族认出了眼前正太的身份，宇智波鼬，宇智波傅岳的天才长子。这句话出自鼬口中，威慑力大了不止一筹。宇智波鼬称呼未来是族长，那他的父亲傅岳呢？这种尊敬的态度，显然族长的更替并非不情不愿，而是折服。日向日族手脚冰凉，觉得头晕目眩，好似周围都在旋转。父亲。抓着日族手的雏田注意到父亲的变化，抱歉，我失态了，不敢停留。日向日族直接拉着雏田迅速离开。身后，宇智波未来淡然的品茶，只是眼眸中带着一抹深邃注视他离去的背影。宅邸之外，日族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心脏剧烈跳动，仿佛要从胸口蹦出。这还是第一次他作为日向族长如此失态的一刻。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了？雏田担忧地看着他。3岁的他并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反应会这么剧烈。日族没有回应，脑中各种思绪乱飞。
宇智波未来是族长，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看样子，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宇智波一族全部的权力。他是族长的情报，恐怕也是故意透露给自己，目的就是逼迫他选择。如果告知元飞日斩，就会与宇智波彻底决裂；如果选择沉默，就等于被绑定在宇智波上。要出大事了，木叶要出大事了。回去的路上，日族心脏跳个不停。日向日族今天一早前往宇智波族地，还带着自己的女儿雏田。听到下方半跪暗部的汇报，元飞日斩整个人都是愕然的，嘴巴微微张大，露出无比震惊的神色。日向日族是日向一族族长，他去宇智波族地做什么？身为日向的族长，他难道不知道这种行为代表的含义吗？为什么要带上自己的女儿雏田？定亲？雏田现在才3岁吧？虽然和富岳次子年纪相仿，但未免也太早了。元飞日斩心乱如麻。日向和宇智波搭上了，两个木叶最强大的忍族，他们想要干什么？派人去请日族过来。元飞日斩沉声吩咐，当务之急是将日族请过来，问清楚他的想法。日向一族没理由背叛他，与宇智波联合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以他对日族性格的了解，似乎也不是那种会将一族命运赌在这种事上之人。是。嗖，下方半跪的暗部消失，火影室中，元飞日斩心乱如麻地抽着烟斗，袅袅的烟雾从烟嘴升起，让他那张阴沉的脸变得隐隐绰绰。在烟草的刺激下，他的大脑活跃了不少。日族不可能背叛他。日向不比宇智波以守序和规矩著称，何况日向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宗家长老，日族身为族长也不可能决定日向所有的事情。这样想着，他心中的压抑一扫而空。约莫10几分钟之后，离开的暗部返回。怎么样，日族过来了吗？元飞日斩笑着问道。那半跪的暗部眼神躲闪，支支吾吾。火影大人，日族大人身体有恙，不便来火影室见您。啪嗒，烟斗掉在大腿上，灼热的烟灰洒了一地。元飞日斩表情僵硬，随后是沙哑的声音：快去请转请小春、水户门岩影府过来，还有团藏，将他们都请过来。几分钟之后，木叶 F4 汇聚火影室。日斩，这么火急火燎将我们找过来，有什么事吗？转请小春一脸疑惑地问道。是啊，这可不符合你的性格。水户门岩也有些好奇。团藏目光阴冷不语。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你们都看一看。元飞日斩将一颗卷轴递给他们，眼中带着一丝凝重。转请小春接过，仔细看了起来，越看脸色越难看。水户门岩发现了他的异常，有些好奇地拿过卷轴。什么事情？怎么连你也？表情陡然凝固，眼中充斥着愕然和不可置信。水户门岩一下子僵在了原地。旁边的团藏冷笑一声：是日族今早去拜访宇智波族地的事情吗？你已经知道了。团藏？水户门岩惊讶看他。当然。团藏冷哼：我可不像你们这般迟钝，二代目老师的教导你们都忘记了吗？宇智波是天生邪恶的一族，对于宇智波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日族刚刚进入宇智波族地时，我派出的眼线就已经将情报传递回来。火影室的空气陷入了短暂的寂静。转请小春和水户门岩两人眼神都无比凝重。日向日族是日向一族族长，他亲自去拜访宇智波族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是这木叶最大的2大忍族联合，他们要怎么抵挡？团藏，既然你早已得到了情报，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火影桌前的元飞日斩沉声问道。依我看，日向联合宇智波的概率极低，基本不需要担心。团藏自信冷笑。日向不比宇智波，族封守就死板，即使日族真的想要与宇智波结盟，族中长老也会第一个反对。我猜此事必然是那群宇智波的阴谋，目的就是扰乱我们的判断，让我们投鼠忌器。哼，二代目老师说的果然没错，宇智波就是天生邪恶的一族，连这种阴险的事情都能想出。听完团藏的话，水户门岩和转请小春点头。团藏言之有理，日向联合宇智波概率不大。日向在木叶家大业大，而且与火影一脉关系匪浅，日族犯不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找众矢之的的宇智波联盟。即便日族真的抱此想法，日向的长老也会第一时间制止他。那群半截身体入土的腐朽家伙，可不会让日族动了他们的蛋糕。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元飞日斩叹息了一声。我派去请日族的暗部，带回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转请小春问道。日族从宇智波族的回来后，就一直称病，不再见客，连我的邀请也直接婉拒。火影室陷入死寂。刚刚才松懈下来的转请小春和水门门岩两人瞬间瞪大了眼睛，瞳孔微微颤抖。日族主动称病，不再见客，连3代目的邀请都婉拒了。一旁的团藏绷带外的独眼同样带着一丝震撼不可置信，之前那股自信之色陡然不见。元飞日展看着几位老友的表现，微微叹息摇头。不久前他得知这个消息时，表情和现在的他们一模一样。既然日族无疑结盟宇智波，为何一返回族中直接闭客不见？
或者说，在宇智波族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向沉稳的日向日族选择用这种方式回应外界？日斩，这件事情恐怕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水户门言凝重开口，以我对日族性格的了解，他不像是那种会使用这种方式人。日族选择称病避客，一定是在宇智波族地中遭遇了什么事情。水户门言沉声道，事情的重点是日族在宇智波族地中发生了什么，让他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应对。团藏阴晴不定，思考着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袁飞日斩摇头叹息，在宇智波一族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一向沉稳的日族选择用这种方式应对，或者说逃避？日向日族回到族地中的表现确实像是逃避，不想再被牵扯进来。无论是哪种可能，这都不是好事。日斩，不能再犹豫了。团藏目光阴冷，盯着自己的这位老友。团藏，你想要做什么？袁飞日斩皱起眉头。无论日向和宇智波是否联手，问题的根源都在一个人身上。团藏咧嘴，露出阴冷的笑容。宇智波未来，只要解决掉宇智波未来，所有问题都不攻自破。团藏，你疯了！袁飞日斩怒喝，他何尝不想解决掉宇智波未来？如果这个世界有死神笔记那样的东西，而且恰好被他得到，那么从扉页到最后一页，一定全部写满宇智波未来的名字。灾厄的宇智波，3年前就是他的心头大患。3年后，他刚一出山，就在木叶掀起惊涛骇浪。但关键是，宇智波未来是善茬吗？火影楼的那场审判会议，就是他和团藏精心安排，想要借此解决宇智波未来。但宇智波未来强势逆转，硬生生将审判的对象转成了他自己。那场会议之后，他在木叶的声望甚至都受到了不低的影响。宇智波未来就像是袁飞日斩难以逾越的梦魇，每次他想要对付，总会被他以更残忍的方式回击。团藏，宇智波未来是问题的根源不假，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强如云隐村，受到那种屈辱，都不得不妥协。宇智波未来是一个装满火药的炸药桶，点燃它对我们没有好处。转请小春眼神认真地盯着团藏，他不希望团藏被情绪控制，让事情走向更加复杂的局面。只要给他安上合适的罪名就行了。团藏冷笑，将自己的计划潺潺叙述。转请小春惊愕，这会不会太冒险？水户门言缄默不语。袁飞日斩一脸深沉，团藏，你要考虑好后果。上次事情就是一个教训，这次结果只有一个。团藏冷笑，选择在他手上，但无论他怎么选，结果都只有一个。一乐拉面面馆，您的豚骨拉面，请慢用。昌蒲笑着将一碗拉面放到鸣人桌前。哇，我要开动了！闻着拉面散发出来的香气，鸣人口中口水分泌不止，一把掰开筷子，大快朵颐。拉面的汤汁溅了半个桌子。桌子的对面，宇智波未来微笑地注视着这一幕。既然选择了接近鸣人，自然就要有始有终。虽然他的目的已经达成，根部贮藏的柱间细胞被他夺走，成功将锅甩到带土身上，但如果就此放弃接近鸣人，必然会引起团藏和袁飞日斩怀疑。根部失窃后，宇智波未来直接放弃与九尾人助力接触，怎么想都知道一定有问题。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有始有终，将这件事情贯彻下去，当成一个日常，说不定还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也说不定嘛。今日监视的忍者似乎多了一些。宇智波未来目光淡然一瞥，平日中他带鸣人来吃一乐拉面时，周围监视的暗部大抵是3到5名，人数或许会有波动，但大概就在这个范围。但今天监视的暗部是7名，不，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根部。多出的那几名忍者，气息相比暗部更加阴冷，明显是团藏的根部无疑。这老东西又想挑什么事情吗？宇智波未来不动声色，嘴角不留痕迹的勾起一丝弧度。没过多久，鸣人吃完了拉面，靠在椅背上捧着圆滚滚的肚皮，一脸心满意足，真舒服啊！肉眼可见的，在宇智波未来这段时间不间断的投喂下，鸣人体型增大了不少。封印空间中，99小说，趴在地上的九尾盯着外界的宇智波未来，眼神狐疑。这家伙也是人助力，他的体内也有一股不输于老夫的力量，那到底是什么？九尾百思不得其解。第一次见到宇智波未来时，他就隐约发现了宇智波未来体内寄宿着一股可怕的力量。不想，恐怖。那股力量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至少九尾在他漫长的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生物。九尾本能的感到惊畏。好在宇智波未来对鸣人似乎没有恶意，他可不想和那种东西对上。九尾往后缩了缩，生怕那玩意注意到他存在。那鲁多，我要回去了。一乐拉面面馆前，宇智波未来伫立在分别的路口，对着旁边的鸣人招手：“大哥哥再见。”鸣人大笑挥手，两人在路口分别。宇智波未来朝族地的方向走去，眼底的冷意越来越深。附近监视的根部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有10名根部在四周监视他的动向。看来团藏终于按捺不住了。
宇智波未来心中冷笑，不急，陪他耍耍。赤黑队长，灾厄宇智波似乎在兜圈子。赤黑队长，我们要跟上去吗？屋顶的上方戴着动物面具的根部紧张询问旁边的队长。为首的那人穿着黑色的紧身作战服，脸上覆盖黑色的面罩，将脖颈和侧脸完全遮住，在这之上又戴着一张色彩简单的面具。有女至黑，掌握纳米毒虫的有女一族天才，同时也是团藏根部中心的手下。跟上去！有女至黑简短下令。嗖嗖几声，那处屋顶上的根部消失不见。至黑队长，目标进了木叶公共厕所。至黑队长，目标从公共厕所出来了，又在村中闲逛。至黑队长，目标买个一个三色丸子，正在边走边吃。听着周围根部的汇报，有女至黑嘴角微微抽了抽。怎么回事？难不成宇智波未来刚刚一直兜圈子是在找公共厕所吗？这位灾厄宇智波怎么和传言中的不太一样？不应该一副阴冷狰狞模样，以嗜杀为乐。至黑队长，我们要将宇智波未来的行动汇报给团藏大人吗？身旁根部犹豫询问。这种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汇报的必要。汇报给团藏大人。有女至黑认真说道。团藏下达的命令是随时汇报宇智波未来的一切行踪，即便是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也要汇报给团藏。明白。那名根部点头，消失在屋顶上。有女至黑认真盯着下方宇智波未来，他的能力相当独特，拥有一击必杀的能力，只要能找到机会。至黑队长，目标朝宇智波族地的方向移动，速度很快。宇智波族地？有女至黑脸色难看。如果真的让宇智波未来回到宇智波族地，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在宇智波族的发难。要知道宇智波族地全都是疯子一样的宇智波，以宇智波未来在族中的声望，他们刚一出现，岂不是就要被宇智波忍者直接活吞？至黑队长目标改变了方向，前往宇智波族地后山。感知型根部汇报。有女至黑眼神陡然惊喜。后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位置了。宇智波未来，这是你自找的坟墓。宇智波后山。宇智波未来淡然地伫立在一片森林之中，那平静的神色像是在等待什么一样。数秒之后，伴随几道嗖嗖声音，周围的森林赫然出现数道戴着面具的身影，将他牢牢包裹在中间。宇智波未来，跟我们走一趟吧。为首的根部眼神冷淡。是团藏让你们过来的吗？宇智波未来神色淡然，仿佛周围的根部都是空气一样。10余名根部，其中一半都是上人。团藏手笔不小啊。这与你无关，我们收到你危害村子安全的举报，需要你过来接受调查。如果你抵抗命令，等同叛村。有女至黑声音冷冽。举报？一个莫须有的东西，派出这么多根部。宇智波未来冷笑。如果他跟随这些根部回去，恐怕下场不会多好。如果他不跟随，直接等同于叛村。无论那种选择，几乎都是死路。也就是我根本没得选了。宇智波未来冷笑。你可以这么以为。有女至黑冷声。考虑好了吗？我选举第3个。宇智波未来眼底猩红一片。杀光你们！木叶村。整个村子一片祥和。木叶的街道上，商贩大声吆喝，推销着自己的商品。各大忍村中，族长品茶斗鸟，好不悠闲。突然，惊人的震动传来，让身处木叶大部分忍者都一瞬感知到那股恐怖的力量。该死！发生什么了？有人在进攻木叶吗？发生什么事情了？木叶村的忍者，尤其是山中犬种这类感知能力出色的忍者，立刻就发现到那股恐怖的震动，眼眸一瞬带着骇然之色，朝远处望去，好似整个木叶都发生了微弱的地震。震源在村子东部。感知忍者，快感知那处位置！山中一族中，在族长山中汉一的指示下，数名出色山中感知忍者开启感知能力，感知那片区域，神色陡然惊骇。这是什么力量？灾厄、浓郁、不祥、磅礴。这些感知型忍者第一次感知到如此恐怖的查克拉，其中蕴含的灾厄之力，即便是在这里也能轻易感受到。我大概知道是谁了。山中汉一脸色难看。这种灾厄的查克拉只有一个人拥有，灾厄的宇智波未来。听到他的声音，周围的忍者眼神陡然僵硬。灾厄宇智波，那可是3战中掀起无数腥风血雨的名字，绝对错不了。山中骇异瞳孔微颤，他曾经在3战中远远目睹过宇智波未来的战斗，那股灾厄不祥的查克拉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影响。组织忍者前往后山。山中骇异沉声下令。火影楼。袁飞日斩震惊起身，死死盯着震动传来的那片森林。那是宇智波族地附近。他身旁的团藏冷笑，看来已经开始了。团藏，你疯了吗？如果真的逼得宇智波和木叶开战，后果你承担的了吗？仅凭他一人，代表不了宇智波一族。团藏不屑，他又不是族长。宇智波未来再天才，也只是宇智波一族的族人罢了。真正掌握宇智波一族话语权的是族长傅岳。宇智波傅岳的性格，团藏再清楚不过，他根本没有勇气和木叶开战，妥协和退让是他唯一的选择。望着那传来惊人动静的森林，
团藏眼中的冷笑愈发浓郁。我已经给过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宇智波未来选择杀死那群根部，这也在他预料之中。99小说，他早就做好了两手打算。如果有女智黑和那群根部能够直接杀死宇智波未来，自然最好。即便不能击杀木叶忍者，哪怕是根部，这是重罪，足够团藏动他。即便是宇智波赴月，也不能说什么。该出发了。团藏嘴角微微勾起，他已经等不及欣赏宇智波未来挫败的样子，这一次就要将这个威胁彻底解决掉。可恶，这家伙怎么这么强？小心点，千万不要被他近身了。森林中，10数名根部围着中间的宇智波未来，目光无比惊骇。宇智波未来双目猩红如血，3颗黑色勾玉徐徐旋转，只要被他双目直视，这些根部的身体必然在庞大压力中陡然一颤，像是被某种恐怖的野兽盯上，体内的查克拉也一瞬凝涩。宇智波的族长宇智波赴月，年轻时被称之为凶眼。这群根部不知道宇智波赴月的凶眼是否强于宇智波未来，但面前的宇智波未来绝对是一头无比凶猛的野兽，而他们刚刚砍断了这头野兽的缰绳。宇智波未来身形陡然消失，在他面前数米外的一名根部突然感到一股恐怖的寒意从背后爆发，整个人像是坠入了100米深的深渊。砰！甚至连转身都来不及，恐怖的力量直接从腰部爆发，让他整个上半身暴力的扭断，以一种近乎非人的方式折在后背，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那名暗部倒飞出去，失去了声息。周围的根部心中寒意骤生，但宇智波未来的杀戮还没有结束。一双仿佛浸满了鲜血的猩红眼眸，在一瞬便锁定了下一个目标，是一名握着忍刀的根部。当发现宇智波未来目光转来之时，那名根部陡然惊出一身冷汗，后撤！为首的有女智黑骇然大喝。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想明白，明明他们一群人是来绞杀宇智波未来的，怎么短短时间情况瞬间逆转？宇智波未来一人像是千军万马一般，压迫的他们完全喘不过气。脚下的地面骤然崩裂开来，宇智波未来借助着蹬地的强大冲力，整个人宛如炮弹一般冲了过去。几乎只是眨眼之间，他已经抵达那名持刀根部面前。那根部已经被吓得肝胆俱裂，宇智波未来强大的气势让他几乎提不起反抗的念头。千钧一发之际，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手中的忍刀上，用尽全身所有力气朝着冲来的宇智波未来斩下。洗灭！回应他的是一双猩红的眼眸。枪！那名根部身体陡然一僵，双目在血轮眼的注视下陷入了短暂的呆滞。宇智波未来抓住机会，咔嚓，干脆利落的扭断他的脖颈，抓着那名根部的脖子。宇智波未来屹立在根部的包围之中，目光淡然地扫视着周围的忍者，一股淡淡的杀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被他目光扫到的根部无疑不是心生胆寒，额头冷汗直流。怎么，你们不是来杀我吗？就这点本事？宇智波未来轻蔑一笑，直接将手中被他扭断脖子根部的尸体一把扔到对面根部的脚下。或许是死前经历了太大的痛苦，那名根部的表情异常扭曲，布满血丝的眼球上翻露出大量眼白，舌头混杂着血液唾液耷拉在下巴一侧，整个头部呈现出一股扭曲的姿态。同伴凄惨的死相让周围根部在胆寒的同时也生出浓浓的杀戮之意，一双双眼睛睁盯着中间的宇智波未来，杀意浓烈。有趣！宇智波未来扭动着脖子，发出噼里啪嗒的清脆声音。身体才刚刚热起来呢，在我认真之前，尽情的起舞吧！快，速度再快点！木叶村中此刻已经聚集了一部分忍者，正在加速冲向战斗爆发的森林。山中骇疑望着那片森林，眼中带着一丝紧张之色。除了那股灾厄磅礴的查克拉已经确定是宇智波未来之外，那边还有不少要弱上不少的查克拉。他们是谁？那片森林也是木叶村的范围之内，敢在这个位置对灾厄的宇智波出手，会是什么忍者？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山中骇疑心中已然明白，能够做到上述事情的木叶有且仅有火影的暗部和团藏的根部。暗部应该不可能，除了那位3代目想直接和宇智波开战，剩下的只有团藏的根部。木叶恐怕要出大事了。山中骇疑眼中无比凝重，他似乎已经看到不久后的腥风血雨。除了山中骇疑之外，木叶大量其他忍者也在冲向战斗爆发的那片森林。距离村子的位置如此之近，爆发出这样恐怖的战斗，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一些忍者虽然没有山中骇疑出色的感知能力，但只要稍一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外村的忍者不可能没有丝毫动静就出现在木叶周边，能够爆发这种威势的，即使是木叶，也只有有名有姓的那几位。越是去想，这些忍者心中的震惊就越来越深。团藏快速掠向那片森林，他的身后跟随着10几名的精英根部，嘴角带着阴冷的笑意。团藏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宇智波未来惨死的画面。有女之黑的那米毒虫是超越一切毒素的生物攻击，只要触碰必死无疑，是他这么多年在根部培养的最满意的工具。灾厄的宇智波，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毒素厉害，还是至黑的那米毒虫厉害。团藏冷笑，退一万步，即便至黑失败了，
被10几名精英根部围攻的宇智波未来，还剩下多少反抗之力？杀死木叶忍者可是大罪，到时候他身后的这些根部就会一拥而上，解决掉喘息的宇智波未来。即便是宇智波的族长傅岳，也不能说什么，路已经封死，宇智波未来插翅难逃。与此同时，宇智波族地、宇智波一族的忍者也注意到森林那边的战斗，这股气息是未来哥的查克拉。宇智波鼬脸色难看，牢牢盯着余波传来的那片的森林。鼬，你确定没有感知错？他身旁的宇智波傅岳眼神无比凝重，不可能出错，我跟随未来哥这么久，他的查克拉我一瞬就能感知出来。宇智波鼬无比笃定的道，眼中带着一丝紧张之色。宇智波未来退隐的这3年，几乎都是他一直在身旁端茶倒水。宇智波未来那股奇异的查克拉，他再熟悉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宇智波鼬心中才不得不紧张。未来哥遭遇了战斗，而且看情况敌人实力应该不弱。那处位置距离村子这么近，到底是谁敢出手攻击未来哥？宇智波傅岳眼底深邃，像是幽邃的海底，立刻组织族人前去支援，将开启3沟域的族人全部召集过来。宇智波傅岳微微一顿，声音低沉，就说木叶打算对宇智波未来下手。森林中，根部与宇智波未来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包围着宇智波未来的那10余名根部，在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中，就已经接连折损数名。剩下根部额头渗出冷汗，他们此刻内心已经被浓浓的惊骇充斥。怎么不逃吗？宇智波未来轻笑一声，旋即忽然像是想起什么，耸了耸肩。哦，对了，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伴随破空的声音，宇智波未来消失在原地。小心，不要被他逐个击破。有女至黑喝声下令，这些训练有素的根部立刻围在一起，紧张地扫视着四周。有女至黑眼神凝重，宇智波未来实力超出他的预料。虽然木叶关于宇智波未来的传说很多，但亲眼看到他战斗的一次，只有不久前去宇智波族地闹事的那个云隐村上人。对方的实力显然不弱，但在宇智波未来手中像是孩童一般，整场战斗从头到尾都充斥着玩闹的性质。这些根部自认为已经足够重视宇智波未来，但显然还是低估了对方。不过有女至黑眼底浮现一抹疯狂，他的能力非常独特，纳米毒虫，触之必死，只要让他找到机会，一击命中宇智波未来，哪怕他是灾厄的宇智波，也必死无疑。砰！猩红如血的血轮眼一瞬盯住了一名根部，那根部身体陡然一颤，像是被某种凶残的野兽盯上，根本来不及反抗，整个上半身在狂暴的力量中炸裂成血雾。第二个，宇智波未来悠悠的声音响起，像是在计数。其余根部胆寒，互相围成一团，防备着宇智波未来的进攻。右后方传来惊人的音爆声，这次是一名偏向感知能力的山中异族根部，但他的感知能力并没能挽救他的性命。当察觉到宇智波未来攻击到来之时，已经根本来不及躲避。猩红的3勾玉眼眸突兀刺入双眼，紧接着就是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脖颈传来，整个身体的意识开始模糊。第三个，宇智波未来像是在惋惜什么，你们的舞姿让我失望。话音落下，那名山中根部头颅瞬间爆开，血浆夹杂脑浆溅射到周围根部身上。饶是他们是冷血之根，早已泯灭掉情感，亲眼目睹同伴这般惨死的一幕，同样让他们如坠深渊。直到这时，他们才深刻明白灾厄这2个字的含义。一击得手，宇智波未来再度消失在他们眼前，像是潜藏在阴影处的猎手，挑选着自己下一个猎物。剩余的根部嘴角露出一抹苦涩，或许一开始就不该执行这个任务，从头到尾都是一边倒的屠杀。他们在宇智波未来面前，甚至连像样的反击都难以组织。可作为团藏培养的根，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第四个，那如同索命幽鬼般的声音再度响起，剩下的根部胆寒，不知道谁会是宇智波未来挑选的下一个幸运儿。猩红血轮眼毫无情绪注视着一名根部，宇智波未来探出手掌，正欲扭断对方的脖颈，突然脚下传来强大阻力，让他的动作陡然凝涩。那探出的手掌将在半空，秘术，影子束缚术。视角上移，只见一名根部正半跪结印，修长的黑色影子从他身下蔓延到自己脚下。奈良一族的根部隐藏到现在才出手。宇智波未来眼中露出一抹诧异，几乎就是他身体被控制的一瞬间，背后传来一道阴狠的喝声：熄灭！有女至黑早已取下手套，右手呈现诡异的紫黑之色，眼中带着一丝凝色，狠狠地将手掌拍击在宇智波未来的后心上。那手掌中的紫黑之色仿佛鲜活过来一般，蠕动扭曲蔓延向宇智波未来的后背。得手了！有女至黑眼中露出惊喜之色，蛰伏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对宇智波未来一击必杀。终于成功了！他的内米毒虫非常独特，只要接触到敌人的身体，就会立刻以极快的速度从细胞层级破坏肉体组织。这种微观层面上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防御的手段，命中必死。灾厄的宇智波，呵呵，终于杀死你了！有女至黑眼中充斥残忍冷笑，
团藏大人，我的任务完成了。那被有女至黑攻击命中的宇智波未来，猩红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一丝意外之色，但那抹意外并非是因遭遇困境感到意外，而是对有女至黑的表现感到惊喜一样。不错，宇智波未来淡笑的开口，声音像是在夸赞。有女至黑脸上的笑容陡然一僵，怎么回事？宇智波未来此刻不应该是痛苦的哀嚎，然后整个身体被那米毒虫残忍的吞噬掉吗？下一秒，像是感知到什么，有女至黑脸色骤变，痛，好痛，救命！逃不掉！这是侵入宇智波未来身体的那米毒虫传回的信息。可恶，怎么会这样？有女至黑目光骇然，但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那印在宇智波未来后背的手掌紫黑之色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褪去，手掌露出原本的皮肤，接着是手臂，随后是脖颈、胸口。啊！有女至黑发出凄惨的哀嚎，在地上痛苦翻滚。旁边的根部看到这一幕，心中升起阵阵寒意，同时浓郁的疑惑在也他们心中升起。怎么回事？同为根部的忍者，他们对有女至黑的能力也略有了解，不应该是宇智波未来凄惨哀嚎在地上翻滚吗？为什么反过来了？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是什么怪物啊？有女至黑嘶吼，眼球迸出大量血丝，猩红血液从眼角流淌，几乎是一瞬之间，他身体中精心培养多年的那米毒虫几乎全部死亡。那米毒虫死亡前惊恐的情绪同样传递到他的脑中，正是如此，他才对宇智波未来如此惊骇。到底是什么怪物才能做到如此恐怖的一幕？看来你的能力恰好是被我完全克制的那一类呢。宇智波未来轻笑，眼中带着一丝轻讽之意。所谓核辐射，即是放射性物质以波或微粒形式发射出微观粒子流，包含质子和中子电子。一个质子直径大概是10的负6次方纳米，中子要稍小一点，电子则是要小很多。所以宇智波未来释放的核辐射攻击，对有女至黑的那米毒虫来说，简直是毁灭性打击。核辐射和那米毒虫在微观层面的战斗，完全是一边倒的局势。宇智波未来释放的核辐射粒子流，在那米毒虫的视角中，就是无数蓝火加特林在不间断横扫。那米毒虫这种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抵挡？几乎只是几个呼吸之间，就已经全军覆没。你的毒素！地上的有女至黑突然像是想起什么，眼神无比惊骇，盯着宇智波未来。错了，或许整个忍界的都错了。宇智波未来的那种神秘毒素血迹，根本就不是毒素。哦，想明白了吗？宇智波未来轻笑，可惜太迟了。下一秒，近乎无穷无尽的核辐射粒子流陡然爆发，一瞬吞没了有女至黑的身体。啊！惨绝人寰的惨叫响起，回荡在这片森林中。有女至黑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腐烂融化。常规的核辐射打击一般针对的是 DNA 和 RNA 遭受核辐射攻击的生物，遗产物质的分裂复制能力遭到不可逆的破坏，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将变成一次性用品，从分化速度最快的上皮细胞和头发逐渐脱落死亡。但宇智波未来释放的核辐射攻击将这个进程拉快了无数倍，几乎只是短短几个呼吸之间，刚刚还是大活人的有女至黑就因为全身细胞死亡腐朽成一滩烂肉。最恐怖的是，因为大脑细胞最活跃，寿命最长，所以这个过程中他将会一直处于意识清醒的状态，只能眼睁睁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不断腐烂。浓烈的寒意从周围根部的心中升起。如果说先前宇智波未来在他们眼中是凶残的野兽的话，那么现在的宇智波未来就已经彻底变成了恶魔。灾厄的宇智波，再次默念这个名字，他们心中只有无尽的寒意和冰冷。宇智波未来眺望着木叶村的方向，感知中一群忍者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接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尽数抵达。不玩了，一起结束吧。宇智波眼中戏谑之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罕见的认真之色。剩下的6名根部忍者忽然觉得面前宇智波未来的气势变了，如同深海中的巨兽睁开眼眸，猩红的眼底中3颗漆黑的勾玉快速旋转，转换为3片扇叶的形状。这种眼睛？周围根部骇然，但还莫等他们反应过来，只见浓郁黑暗从宇智波未来脚下蔓延，一瞬便将他们吞噬殆尽。万花筒领域展开，伴随着头晕目眩的眩晕之感，几乎是眨眼之间，这些根部惊骇发现他们已经出现在另一片世界中。周围是荒凉的古战场，断戈芦苇林立，充斥着一股肃杀寂寥的气息。头顶一轮猩红的血月悬浮，像是不可名状的存在，在这处世界睁开了他的眼。这里是什么地方？忍界有这样的世界吗？时空间瞳术吗？小心，这可能是他的瞳术。6名根部震撼的互相提醒，后背靠着后背，组成牢不可破的防御。他们6人之中，其中5人都是上人，即便是万花筒的瞳术，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中杀死他们。方才他们已经感知到不远处团藏等人即将赶到，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到团藏大人到来，宇智波未来的攻击必然不攻自破。不错的想法。忽然耳边传来的轻笑声音让他们的身体陡然一颤，立刻惊恐抬头看去。
只见宇智波未来正悬浮在半空之中，淡笑地俯瞰着他们，背后一轮血月环绕，仿若不可名状的眼眸。只可惜，在我的世界中，你们没有丝毫的机会。宇智波未来叹息，像是在惋惜什么一样。下方，那6名根部脸色骤然巨变，惊恐地抓住喉咙，他们的身体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倒悬，头朝向地面，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脸长得血红，眼球突出，布满血丝。宇智波未来淡然地俯瞰着这一幕，此刻他仿若神明，在这片高天原之中，他就是唯一的神明，这方世界的一切规则都将受到他的掌控。利用规则抹杀几名根部所消耗的瞳力并不是很大，更何况他已经在团藏的根部储藏室获得了筑间细胞，只是碍于风险和成功率，没有第一时间移植。等到日后移植了筑间细胞，这些消耗的瞳力也算不了什么。数秒之后，啪嗒，那6名根部一同坠落，面容扭曲，舌头耷拉在唇沿上，咸水顺着口角流下，眼珠上翻露出大量眼白，显然已经没有了声息。看来时间掐得刚刚好。宇智波未来望着旁边如同镜面般的画面，水波般荡漾的涟漪中，正是团藏等人即将赶来的画面。下一秒，周围的场景陡然变换，那处神秘的世界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之前战斗爆发的森林。死去的6名根部依旧在原来的位置，还保持着那方世界中死去的模样。宇智波未来淡然地伫立在森林之中，像是在等待什么。数秒之后，愤怒的嘶吼声响起：“宇智波未来，你杀了老夫的手下！”团藏目眦尽裂，死死盯着那淡然伫立的身影，周围的一幕幕像是一柄重锤，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脑海。他派出的根部凄惨地倒在四周的森林中，有些甚至连尸体都难以辨认。不少根部脸上的面具掉落，露出扭曲狰狞的面孔，像是死前经历了什么无比恐惧的事情。宇智波未来淡然站在根部的尸体中央，嘴角隐约带着的淡淡笑容，像是在讥讽他下属的弱小。可恶！团藏想不明白，他派出的这些根部忍者都是根部中的精英，而且很多都是精心挑选，能力恰好针对宇智波未来。为什么宇智波未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将他们全部杀死？这不科学！有女至黑呢？团藏绷带外的独眼一瞬微缩，有女至黑可是掌握了那米毒虫的血迹忍者，那米毒虫触之必死。难不成有女至黑背叛了他？不然为什么宇智波未来一点受损的模样都没有？而且周围似乎也没有至黑的尸体。宇智波未来，有女至黑在哪里？团藏冰冷问道。你如果说的是那个浑身帽子的家伙，他应该在这儿。宇智波未来耸了耸肩，用眼神示意一处位置。团藏望去，只是一滩烂肉。你耍我！团藏怒视宇智波未来，一滩连人形都没有的烂肉，怎么可能是有女至黑？他可是自己最重视的下属之一。等等，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团藏心中陡然升起一丝寒意。3战中有不少遭遇宇智波未来的敌人，因为那种诡异毒素的影响，整个人腐烂成一滩烂肉。难不成他身后的根部同样像是想起了什么，心中升起阵阵冰寒。其余根部死亡算不了什么，这种级别的忍者根部基地还有很多，但有女至黑不同，他的能力非常独特，整个根部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够替代的忍者。如今这样强大的一名忍者变成了一滩难以分辨形状的烂肉，这惊悚的一幕，即使他们早已知晓哉恶宇智波的凶残，依旧忍不住脊背发凉。混账！你们还在等什么？给我杀了他！难不成要老夫亲自动手吗？团藏拐杖猛敲地面，发出不甘的怒吼。就在这时，身后熟悉声音传来：团藏，到底发生什么了？袁飞日展带着暗部赶来，一脸震惊扫视四周。团藏心中一喜，日展来了，暗部和根部围攻，加上他和袁飞日展助阵，这次一定能杀死宇智波未来。日展，你来的正好。宇智波未来残害村子忍者，手段毒辣，天理难容，这次一定要彻底将他抹杀。团藏兴奋盯着自己这位老友，疯狂打着眼色。袁飞，周围根部的尸体你看到了吧？这里可是木叶的范围之内，宇智波未来在村中残害同村忍者，证据确凿，就算当场将其诛杀嘛，傅月也不能说什么。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袁飞日展当然明白老友的意思，他的眼中依旧带着一丝为难之色。根部和暗部联合，加上他和团藏助阵，以残害木叶忍者为由当场诛杀宇智波未来，并非没有可能。只是一旦如此，恐怕宇智波一族立刻就会暴起。宇智波未来在年轻一代宇智波族人之中似乎享有极高的声望，要是那群疯子暴起，木叶绝对损失惨重。而且这处位置距离宇智波族的很近，恐怕现在已经有一群宇智波族人正在赶来。这么短的时间，足够他们斩杀宇智波未来吗？老友眼中的犹豫同样被团藏捕捉，一瞬咬住牙齿，不甘怒吼：袁飞，你还在犹豫什么？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袁飞日展背后的暗部面面相觑，火影没有发话，他们不可能擅自行动。这争执的短暂时间，木叶其他忍者也已经陆续赶来。天啦，
发生什么了？这些忍者的尸体是根部吗？居然死了这么多忍者，到底发生什么了？后续赶来的山中害一等忍族忍者眼中都带着一抹震惊和不可置信。方才距离稍远，他们虽然感知到战斗的激烈，但只要没有亲眼看到，就不可能真正感受到这里的残酷和血腥。10数名戴着面具、穿着根部制服的忍者全部惨死，没有一人留有生息。这种恐怖的战绩，到底是什么样的忍者才能做到？视线上移，这些后续到来的忍者目光全部汇聚在那淡然伫立的宇智波未来身上。是他！他们瞳孔一颤，团藏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旋即怒喝开口：“宇智波未来残害木叶忍者，手段毒辣，令人发指！这种危害村子安全的忍者，绝不能任由放肆！诸位，随我共同出手，今日就要为木叶除了这个祸害！”团藏义正言辞的吼声在这片森林之中回荡开来。哼，日展这家伙果然是靠不住的。不过，只要其他忍者出手，结果也是一样的。团藏眼中带着阴冷的笑容：“宇智波未来，你拿什么和我斗？”但很快，他脸上的得意之色凝固了。周围赶来的木叶忍者窃窃私语，发出窸窸窣窣的讨论，却没有一个人出手，全部停在原地。混账！你们还在等什么？宇智波未来残害木叶同僚证据确凿，你们难不成要让他害死更多忍者吗？团藏猛击拐杖，声嘶力竭，但没卵用，压根没人鸟他。整个过程就是他一个人在浮夸表演，周围忍者像看小丑一样。有了上次火影审判会议的前车之鉴，这些忍者在面对火影派系和宇智波未来之间的恩怨时，明显要冷静了很多。上次就是听从了团藏的建议，共同施压宇智波未来，结果反转了，是云隐村意图夺走木叶血迹，宇智波未来是保护木叶血迹不外流的英雄。打脸过程啪啪作响，这次团藏再想鼓动他们出手，没那么容易了。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打不过，没看到10几名根部这么轻松就被宇智波未来团灭了，而且看他衣服都没有沾染灰尘，肯定是一边倒的屠杀。查克拉说不定都没有消耗多少，即便他们成功围死宇智波未来，那种诡异的毒素要怎么抵挡？这些忍者可不希望自己回到家中后长出第3只腿、触手之类的东西，这不叫怂，这叫从心。围观忍者如是想到。废物，一群废物！团藏愤怒的不断猛敲拐杖，那拐杖的底部已经被他敲成了菊花状，说不定哪天就会不堪重负，啪嗒一声折断。他完全没有想到，猿飞日斩犹犹豫豫就算了，连后续赶来的这些忍者同样畏畏缩缩，不愿意对宇智波未来出手。怎么，宇智波未来就这么恐怖吗？他又不会吃人。就在这时，一直看戏的宇智波未来发话了：“团藏，你刚才说我残害村子忍者，可事实是你的这群根部围攻我在先，幸好我反应够快，不然说不定就真的死在这些根部手里了。”宇智波未来一脸后怕的模样，拍着胸口，像是受惊的小绵羊。周围的忍者嘴角微微抽搐：“我信你个鬼！你连外衣都没有破损，哪里是遭遇危险的模样？那些惨死的根部才真的惨吧？尸体连妈都不认的。”不过宇智波未来的这番话同样暴露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似乎是团藏的根部纤维攻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被迫出手。这样一来，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周围的忍者互相对视，眼中都带着一丝疑惑之色。宇智波未来，若非你危害村子在先，老夫的手下怎么会攻击于你？团藏愤怒喝声：“危害村子这个帽子都已经用了这么多次了，团藏，你就不觉得腻吗？”宇智波未来翻了个白眼，一脸鄙视的表情。从3年前到之前火影楼会议，再到现在，编也能编出几10个新帽子了。噗嗤，不知道是哪个忍者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团藏气抖冷，二代目说的一点没错，宇智波就是天生邪恶的一族。宇智波未来，这里是木叶，你难道想要造反吗？宇智波未来轻蔑一笑。3代目在旁边都没有发话，倒是你如同犬吠一般指手画脚。你以为你是谁？火影吗？团藏陡然愣住，如同木桩一般伫立在原地。宇智波未来的话语中充满了讥讽的意味，那漫不经心的语气像是洒在他内心深处伤口上的盐粒。痛，太痛了，几乎无法遏制。团藏内心深处的怒火如同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火影啊，那是他心中最触不可及的梦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是他追寻的目标。但火影之位却是他的老友猿飞日斩，而他永远只能站在幕后，以深埋黑暗中的根养望着火影的光辉。每次他与猿飞日斩争执，对方都会用团藏我才是火影来反击他，他只能默默承受，因为他不是火影，火影是猿飞日斩。而现在他内心埋藏最深的伤口被宇智波未来以这种嘲讽的语气撕开，让他几乎无法遏制自己的怒火。那左眼的眼眶中名为仇恨的火影熊熊燃烧。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团藏咬紧牙齿，几乎是牙齿缝隙中一个字一个字挤出。够了，团藏！
一直缄默的袁飞日斩沉声喝道。团藏明显已经被情绪彻底控制，再这样下去，他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都说不定。周围这么多忍族围观，绝对不能让他将事情走向不可挽回的境地。在袁飞日斩的怒喝下，团藏眼中的血丝消退，露出一丝清明，心中隐隐后怕。他刚才明显上头了，幸好被制止了。99小说与之伴随的还有一股难以承受的屈辱之意，就是因为他不是火影，袁飞日斩才能这么随意的当众怒喝他。如果他是火影的话，突然不远处传来的嘈杂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未来哥在那里，快，绝不能让那些家伙欺负未来哥！兄弟们，给我们上！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赶来的宇智波族人一拥而上，全部站在宇智波未来身后，一双猩红的血轮眼带着怒火，死死盯着对面的团藏和木叶忍者。空气陡然凝固下来，两方忍者互相对峙，宇智波族人在数量上居然没有少对面多少，而且眼眶中猩红的勾玉最少也有2颗，四周仿佛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只需要一点火星就会引爆这颗巨大的炸药。看来人都来齐了。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他特地将地点选在宇智波族地附近，就是考虑到战后的施压。这些族人几乎都是宇智波中的精英忍者，光是开启3勾玉的族人都不下20名，除了少数他特意吩咐隐藏的战力，几乎是大半宇智波一族的强者都过来了。就是你们想要欺负未来哥吗？宇智波只因昂首挺胸，目光不善扫视团藏等人。谁敢欺负未来哥，我和黑子绝对第一个不放过，是不是？黑子是。宇智波黑子破声嘶吼。他和只因原本都是宇智波富岳的脑残粉，在宇智波未来强势出山之后，就转化成了宇智波未来的脑残粉。那些原本就不想牵扯进去的木叶忍者，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接连向后退了数步。其余忍者看到已经有人退步，立刻也跟着退了几步，扯清关系。开玩笑，一个宇智波未来就已经足够头疼了，还来了这么多宇智波疯子，要是真的打起来，10条命也不够啊！于是，好笑的一幕出现了。原本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团藏，几乎是孤身和身后根部一同面临宇智波族人的压迫。旁边的袁飞日斩也是一脸尴尬。团藏，瞧你做的好事，这下怎么收场？宇智波富岳，你这是什么意思？团藏左眼微微眯起，不善地盯着宇智波未来旁边的富岳。宇智波未来杀死了老夫这么多的手下，身为族长，你不去追责，居然放任族人祸乱村子，难不成你想要政变吗？团藏深知宇智波富岳的性格，虽然外表刚正不阿，但其实内心相当软弱，和日斩一样犹犹豫豫。以他的性格，必然不敢顶着政变的帽子力挺宇智波未来。只要身为族长的宇智波富岳开始退让，那么身后的那些宇智波也就不足为惧了。团藏，我必须要重申一句，是你的根部围攻我在先，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御罢了。宇智波未来耸肩，可笑。团藏冷笑，身为宇智波一族，旁边的族长还没有发话，你一个族人如同犬吠般大放厥词，你以为你是谁？族长吗？爽，太爽了！团藏心中美滋滋，方才被宇智波未来当众伤口撒盐的仇终于能报了，被我抓住机会了吧？哈哈哈。那个，我必须纠正一下。宇智波富岳的脸色有些复杂，其实未来才是族长。哦，原来宇智波未来族长啊，我还以为……咦，什么鬼？宇智波未来是族长？团藏一瞬下体冰凉，空气死一般寂静。那片森林中充斥着木叶忍者震惊的喘息声，四周忍者呼吸急促，双眼惊骇盯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富岳方才的话还在他们耳中回荡，仿佛一柄重锤重重敲击在他们的灵魂上。宇智波未来是族长？团藏绷带外的独眼充斥着浓烈的惊骇和不可置信。宇智波未来怎么可能是族长？他才多少岁？宇智波富岳就这么甘心将族长的位置让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袁飞日斩深邃的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丝骇然之色。宇智波未来是族长？他发现事情似乎超出他的预料。如果宇智波未来是族长，很多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族长和族人根本是2个概念。可宇智波未来是怎么成为族长的？宇智波富岳当了10几年的族长，就这么甘心将族长的位置拱手让人？而且权力变更这种极为重大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一点波澜都没有掀起？袁飞日斩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像是猫玩过的毛线球，混乱的完全理不清。富岳，这种事情是开不得玩笑的，你没有弄错吧？宇智波未来真的是族长吗？袁飞日斩此刻还抱着一丝隐晦的希望，声音低沉的质问道。尽管深知以宇智波富岳的性格是不可能开这种级别的玩笑，但此刻袁飞日斩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了。三代目，你是知道我的，这种事情我根本不可能开玩笑。宇智波富岳认真的看着他。宇智波未来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这件事情毋庸置疑。空气再度安静了一瞬。这样啊，虽然是释然的语气，但眼中却没有一丝释然的神色，只有一抹隐晦的深邃和复杂。袁飞日斩
觉得自己忽然又苍老了不少。作为曾经的忍雄，赫赫有名的忍术教授，最近已经有太多关于宇智波的事情超出了他的掌控，这件事恐怕是最大的一个，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虽然我这么问可能有些冒昧，不过傅岳，宇智波未来是什么时候继任族长的？这种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通报村子？袁飞日展双目带着一丝深邃，盯着对面的宇智波傅岳。宇智波傅岳隐瞒了这件事情，也就说明他已经和宇智波未来站在一条战线上了。说来惭愧，族中后继有人，我这个族长已经难以领导宇智波一族了。继任的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最近几天吧。宇智波傅岳沉吟了一声，缓缓叙述。因为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才没来得及通知村子。宇智波傅岳的这套解释滴水不漏。宇智波未来望着傅岳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赞赏之色。如果直接实话实说，让三代目知道他是出山的第一天就强势夺走了族长的位置，势必会让火影派系无比忌惮。以继任掩盖政变夺权的事实，不仅能让袁飞日展等人稍稍缓和一些，也能让他们获得更加充裕准备时间。果然，在宇智波傅岳这番话说完之后，袁飞日展脸上的凝重稍稍缓和。如果是近期继任，倒也能说得过去。当然，他并不会完全相信傅岳的一面之词。99小说，眼底深处的深邃印刻着他此刻内心的动荡。团藏像是吃了屎一般，脸色异常的难看。刚才他嘲笑宇智波未来有多高兴，现在心中的惊骇和难受就有多严重。宇智波未来真的是族长，而他依旧不是火影，这也让他眼底的杀意几乎无法遏制的泄露出来。这份杀意同样传递到对面的宇智波未来身上，也传递到他身后的那群宇智波族人眼中。团藏，你的这种眼神让我忽然想起来，你派手下暗杀宇智波族长的事情，我还没有和你清算呢。宇智波未来淡淡的注视着团藏，好似他的那股想要杀人的眼神是空气一样。团藏脸色一僵，他死了这么多手下，没有找成宇智波未来麻烦，现在反倒是宇智波未来找他麻烦了。对，团藏，你欺负我们族长的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交代。我们宇智波一族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站在头上撒尿的。宇智波未来身后的宇智波族人一双双红眼并恶狠狠盯着团藏，呼吸急促，愤怒不满的吼声回荡在这片森林中。森林中的飞鸟拍动翅膀，受惊飞走。尤其是宇智波只音和宇智波黑子两个宇智波未来的脑残粉，吼声最为激烈。稍远一处刚刚赶来的木叶忍者听到宇智波一族的吼声后，吓得一身冷汗，连凑热闹都不敢，立刻仓皇跑走。四周某些围观的木叶忍者见情形不对，偷摸摸开始溜走。看这个架势，要是团藏和宇智波一族真的打起来，他们被牵涉进去可就完蛋了。灾厄宇智波的能力简直是无差别大杀器。团藏的脸色难看，涨成了猪肝色。刚才还是围攻，现在直接变成了暗杀。宇智波未来这是要当众处罚他吗？袁飞日展脸色异常难看，情况一瞬逆转。宇智波未来是宇智波一族族长，代表的含义是绝对不同的。换言之，就是之前村子与宇智波关系最僵的时刻，对待傅岳也只是用政治方式施压，绝不可能派出忍者围剿。一旦对族长动用武力手段，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要说会激起宇智波一族多大的反应，就是传到木叶其他忍族中，恐怕也会引起一阵喧哗。宇智波一族尚且是木叶最强大的忍族，他们的族长都遭到如此对待，那他们这些小忍族呢？这些忍族的族长会怎么想？周围山中有女一族等忍族族长难看的脸色，也印证了他们此刻内心的不平静。如果先前知晓宇智波未来已经成为宇智波的族长，那么袁飞日展是万万不可能同意团藏采取这种手段。事情麻烦了。袁飞日展一瞬头疼欲裂，该怎么平息这些宇智波的怒火呢？三代目，我想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给宇智波一个交代。说话的是宇智波傅岳，此刻正站在宇智波未来旁边，双目肃穆地注视着袁飞日展。袁飞日展身后暗部吞咽着唾沫，面具下的额头早已被汗水浸湿，恐慌的情绪像是点燃的火焰一般，从他们的内心之中四散传染。面对数倍于他们的红眼病疯子，为首的更是3战中杀人如麻的灾厄宇智波。一旦局势彻底不可控制，战斗爆发，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生还？就算侥幸生还，宇智波未来的能力几乎无法防御。3战结束数年后，4代忍村依旧有大量忍者活在他的阴影中，身体长出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连新生一代畸形儿的概率都大幅上涨。这种恐怖的后遗症，他们真的有勇气承受吗？团藏身后的根部也大抵如此，甚至相比暗部，他们内心的恐惧要更加浓烈。周围就躺着10几名同伴的尸体，作为根部同僚，他们比暗部更清楚这些根部的能力，尤其是有女至黑掌握必杀的纳米毒虫，如今变成了一滩分辨不出形状的烂肉。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们又怎敢不畏？这种悲观恐慌情绪的快速传播，同样被前方的袁飞日展和团藏捕捉到，脸上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但袁飞日展心中的戒备已经提升到了极致。查克拉在经脉中快速提炼，战斗神经早已紧绷，右手掌心通灵术的术式已经刻画完成。傅岳，这件事情是团藏不对，但我对此也有责任。
我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团藏的意图，若非如此，断然不可能让他做出这种不当之举。袁飞日斩用饱含深意注视着宇智波傅月，语气中带着歉意和退让之意。身为尊贵的三代目火影，他的这番退让致歉的话语，恐怕任何一个不知晓前因的村民听到，都会感叹一声木叶好火影。但宇智波未来眼眸中那股讽刺和不屑之色却越来越深。好一个我也有责任，好一个没有察觉到团藏的意图。袁飞日斩此番言论看似是在道歉，但实际上却将自己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屎盆子全部扣到团藏头上，自己最多背上个不知情的罪名。宇智波未来用怜悯的眼神瞥了眼团藏，啧，不愧是初代目郭影，忍界最大的黑锅供应商。团藏显然也是察觉到老友这番言论的指向，脸角微微浮现一丝怒意。日斩，你这是什么意思？打算拿我当挡箭牌吗？对付宇智波未来的计划可是得到你亲自承认的，现在直接翻脸不认人了，你个渣男！三代目大人，光是这种程度的道歉可是不够的哦，要知道我可是差一点就死在那群根部的围攻下了。宇智波未来一脸后怕的拍着自己胸口，仿佛还未从刚才的惊险中走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如果被不知道他名号的人看到，说不定立刻就会陷入深深的同情中。但在袁飞日斩等人眼中，恶心，真他妈恶心！要好处直说就行了，至于这么恶心人吗？尤其是团藏，那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他的手下死了10几个呀，整整10几个呀，还都是最精英的那种。要是周围死去的根不能够开口，一定出口就是妈卖批，尤其是有女至黑、肉渣子都能组成骂人的句子。袁飞日斩强忍着怒火，作为担任火影10数年的资深政治家，凭借这么多年养成政治素养，让他在第一时间将情绪压制下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何况周围几十个红眼病虎视眈眈。袁飞日斩这辈子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红眼病死盯着，裤衩子都要被蹬碎了。他丝毫不怀疑，如果宇智波未来一声令下，这些疯子立刻就会一拥而上。而且这件事他本身就处于舆论的不利位置，周围这么多忍族看着，不处理好，日后他在高层的威信必然会进一步降低。既然这件事我也有责任，那么就由我做主，将死亡森林南侧3号训练场划分于宇智波一族，作为对于这场闹剧的补偿。深吸了一口气，袁飞日斩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沉声开口：日斩，你疯了！团藏怒视着他，3号训练场可不是什么残次的水货，作为准备投放给袁飞以及朱鹭蝶一族使用的训练场，他们在建设3号训练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光是投掷靶位、演练场等器械的安装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居然要拱手让给宇智波！团藏，闭嘴！袁飞日斩怒视团藏，直接呵斥打断他接下来的话：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我又怎么可能割舍掉这么大一块肥肉？宇智波傅月表情微变，眼中露出略微震惊之意，居然直接割让了木叶的3号训练场。袁飞日斩居然舍得出这么大的血！要知道木叶大小忍族不下10几个，而供给忍族忍者训练的公用训练场一共就那么几个。3号训练场顾名思义是木叶近期建设的第3大训练场所，宇智波族地也有本族建立的训练场，但和3号训练场比起来还是要差了一些。这么大的肥肉，袁飞日斩居然舍得拱手让给宇智波！宇智波傅月身后的不少族人窃窃私语，眼中都带着一丝兴奋之色。他们不少人也早已听闻3号训练场的豪华设施，有了这种重要资源的供给，宇智波族人的实力一定能更快的提升。族人中唯有宇智波鼬眉头紧皱，眉眼之中没有丝毫的欣喜，反倒是浓浓的担忧之色。3号训练场吗？没想到3代目居然如此大方。既然如此，那我便……宇智波傅月沉吟一声，打算替宇智波未来接下这个补偿。3代目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宇智波未来一脸不爽，好似下一秒就会发飙似的。区区一个训练场就想打发掉我？你们没看到那群根部有多么凶残？我今天晚上回去说不定还会做噩梦的。再怎么说，什么精神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之类的，每样各来1个亿吧。宇智波未来笑眯眯地盯着袁飞日斩，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得加钱。旁边的宇智波傅月亚麻呆住，袁飞日斩瞬间咬紧牙齿，眼珠子一瞬猩红。袁飞日斩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似乎在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他已经割让了3号训练场，哪怕是整个木叶村这种级别的训练场所一共也不到3个，其中1个就作为补偿赠予了宇智波。可即使是这样的条件，宇智波未来也没有丝毫感恩戴德，反而变本加厉的索取。那咬紧的牙齿和紧紧攥住的手指，无疑暴露他此刻内心的翻涌怒火。饶是他是在政治摸爬滚打10数年，也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恨不得直接冲上去将笑眯眯的宇智波未来给撕得粉碎。精神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这他妈是人能说出的话吗？还一项1个亿？你以为1个亿很少吗？旁边的宇智波傅月已经呆住，一脸不可置信望着宇智波未来。要知道3号训练场的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而且占地面积也相当不小，
将3号训练场的版图纳入宇智波族地中，甚至都勉强可以和族地搬迁之前比拟。这么大的好处，宇智波未来居然还不满意。这种无止境的索取，只会愈发加剧村子和宇智波的矛盾。宇智波未来到底在想什么？傅月皱眉，满眼不解。他想要出声制止宇智波未来。宇智波又轻轻拉了下他的袖口，眉眼中带着一丝担忧，压低声音提醒：“父亲，未来哥是对的。”宇智波傅月陡然一怔，旋即像是忽然想起什么，眼底深处浮现一抹震惊之色，心脏扑通扑通跳动。难道？宇智波傅月立刻紧闭双口，将方才已经提到喉咙的话语咽下，眼眸深处带着一丝深邃，注视着对面的袁飞日斩。见宇智波傅月没有开口，宇智波未来也没有丝毫松口的打算。对面的宇智波族人虎视眈眈，袁飞日斩在一阵挣扎后，还是叹息一声：“一个3号训练场或许是有些唐突了。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所说的精神损失费了，1项1亿的话，补偿3亿两。”宇智波未来的眼中露出一丝冷笑之意：“这都能忍吗？不愧是3代目啊！”袁飞日斩在身上一阵摸索，他身后的那些暗部见火影都在凑钱，也手忙脚乱在身上翻找现金。一番忙活，袁飞日斩手中多了一堆皱巴巴的纸币。我身上的带着现金不够，这里大概有1亿两，至于剩下的……袁飞日斩将目光阴冷转向旁边的团藏，随后团藏会派人送到宇智波族地。团藏亚麻呆住：“日斩，你在搞什么？我可没有同意。”话还没说完，就被袁飞日斩粗暴打断：“团藏，你该不会是想拒绝吧？”那要杀人一般的眼神让团藏感到周围空气在不断减少。我明白了。团藏不甘咬牙。四周围观的忍族望到袁飞日斩这般模样，眼神也是带着一丝震惊之色。火影居然对宇智波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只有极少数忍者眼底深处无比凝重。火影大人太客气了，补偿就补偿，底裤都差点翻出来了，啧啧。宇智波未来扫了眼袁飞日斩手中皱巴巴的现金，啧啧几声，眼中的嘲讽和戏谑几乎毫无遮掩。袁飞日斩老脸一红，差点没一口淤血直接喷出来。他可是火影啊！火影啊！黑子，把钱收了，替我好好谢谢火影大人。好嘞。后方族人中窜出一个精瘦的黑影，一把夺过袁飞日斩手中的现金。正是宇智波黑子。火影大人，我们就不打扰了，有空来宇智波族的坐坐啊。宇智波未来轻笑，带着身后的大量族人潇洒离开。周围的忍族和暗部立刻让开一条通道，身旁挡了这些瘟神的路。团藏眼珠子死死盯着宇智波未来的背影。如果写轮眼是由眼珠血丝的程度划分的，那他现在至少也是个万花筒。周围的木叶忍者或复杂，或震惊，或凝重，默默注视着宇智波族人离去的身影。袁飞日斩伫立在暗部的前方，眼睛微微眯起，其中是难以想象的深邃和凝肃。他背后的暗部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面具下的眼中也皆是尴尬和难堪之色。自己的上司火影被宇智波未来当众羞辱，他们却不敢上前。宇智波未来太过恐怖，何况身后还是几十个红眼病虎视眈眈。等到宇智波未来和那群宇智波族人彻底离开后，袁飞日斩才缓缓地收回目光，将周围根部的尸体带回去。他阴沉地下达命令，那股阴冷的眼神像是即将掀起的海啸。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中，2杯茶水在矮桌上氤氲冒着热气。宇智波未来端起一个茶，轻轻吹拂着茶面。吸溜，吸溜。未来，我有一事不解。矮桌旁的宇智波傅月眼神中带着一丝疑问，望着正在品茶的宇智波未来。那3号训练场是木叶最好的训练场地之一，3代目将其赠予宇智波，已经是巨大的补偿。宇智波的新生代有这种级别的训练场地，必然能获得更好的成长。这么大的好处，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当众当袁飞日斩难堪。宇智波傅月眉眼中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回来之前，他注意到袁飞日斩那抹冰冷的眼神，这是第一次他在一向温和的3代目身上看到如此冷冽的眼神。这件事恐怕还没有结束，宇智波和火影一脉的矛盾已经愈发激烈。傅月大人，将您刚才的话重复一句。宇智波未来继续品茶。宇智波傅月神色一怔，试探问道：“3号训练场是木叶最好的训练场地之一，后面那句，有了这种级别的训练场，宇智波的新生代必然能获得更好的成长。你觉得3代目真的会这么好心吗？”宇智波未来忽然将茶盏放下，直直注视着宇智波傅月的眼睛，呼吸蓦然一凝，宇智波傅月眼神微变，一股难以想象的寒意从脊背升起。你是说？宇智波未来眼神深邃，转向窗户外面。如果袁飞日斩给出的补偿是其他事物，那事情可能还没有那么糟糕，但很遗憾。宇智波未来悠悠叹息，袁飞日斩不可能将这种提升宇智波整体实力的机会拱手让出，这点你我都清楚。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只有一点，赠予的东西依旧是火影一脉的，宇智波根本没有机会真正享用到。宇智波傅月的眼中露出一丝悲凉。窗外日落西下，黄昏夕阳射入宅邸，在他眼中猩红如血。是这样吗？他并非没有想到这个方面，只是心中不愿意承认，还抱有着一丝幻想罢了。所谓的赠予3号训练场，
只是为了稳住宇智波，给予的补偿越大，越是证明袁飞日斩杀心越烈。因为在他眼中，宇智波根本没有机会享用。深长叹息过后，傅岳发现他对局势的观察居然还比不过自己的幼子宇智波鼬。至少鼬当时已经提醒他，说明他已经看出了袁飞日斩的想法。既然如此，倒不如让宇智波未来好好恶心一下袁飞日斩。傅岳大人，要决战了。宇智波未来深邃望着窗外的夕阳，天际已一片猩红。我明白。宇智波傅岳叹息。事已至此，他早已不抱任何期望。经过了数次的试探之后，袁飞日斩杀心一起，接下来将不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宇智波的未来，木叶的存在都将在不久后改写。未来，我们要准备什么？宇智波傅岳凝重问道。将族人召集过来，该开会了。宇智波未来起身朝南鹤川畔走去，一如他当年出山走向南鹤川那般。窗外夕阳已落，夜幕即将降临。这场长夜之后，谁又会是新升起的太阳？火影氏。袁飞日斩的脸色异常的难看，这是第一次他被一名宇智波族人当着无数木叶忍者的面羞辱。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宇智波未来成为了族长。宇智波的族人完全以他为主，全族上下拧成了一股绳，甚至连宇智波傅岳、宇智波一族的前任族长都以宇智波未来为首。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宇智波未来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3年前，他们费尽心力才让宇智波未来隐退。3年后，他一出山就在木叶掀起了腥风血雨。而现在，他成为了族长，宇智波一族尽在他手中。袁飞日斩已经可以预料，未来的腥风血雨。正是深知如此，木叶 F4再度会首火影氏。日斩要早做决断了。说话的是转寝小春，目光严肃地盯着火影桌前的袁飞日斩。你我都知道，宇智波未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3年前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出一个了断。与其等他出手，倒不如先下手为强。袁飞日斩眼神肃穆，这番话从团藏口中说出，他一点都不意外。但小春从来都不是主战派，用政治权谋手段打压削弱宇智波，才是他平日中的主张。可想而知，宇智波未来成为族长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震撼。日斩显然已经不是犹豫的时候，你将3号训练场赠予宇智波，不也是抱着这个打算吗？水户门岩沉声开口。宇智波和村子已经无法缓和，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了，宇智波必须剿灭。团藏抱胸，笑而不语。平时都是他劝阻袁飞等人对付宇智波，但得到的都是冷嘲热讽。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轮到他看戏，转寝小春几人倒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火急火燎。这种感觉真是美妙，要是再摆上宇智波未来的人头助兴就更好了。团藏满意的想着。团藏，你还有脸笑？袁飞日斩冷冷的盯着他。团藏表情一僵。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就是你惹出来的祸，若非是你一意孤行，又怎么可能把局势弄成这样？袁飞日斩冷冽的声音让团藏脸色极为难看。日斩，你不要忘记了，对付宇智波未来的事情可是你亲自认可的，如果我有责任，那你呢？你是不是也需要担任一部分责任？好了，都不要吵了。转寝小春怒声呵斥。现在都已经什么局面了，还在窝里乱斗吗？难不成要等到那群宇智波打到火影楼，你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等于袁飞日斩缄默。团藏冷哼不语。火影氏一瞬陷入安静，几秒后，一声深长的叹息打破平静。小春，你说的对，现在必须要彻底解决宇智波这个麻烦。袁飞日斩眼神无比复杂，走到现在这一步并不是他的期愿，但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决定了的。宇智波一族在宇智波未来的带领下已经越来越强盛，迟早有一天将会拥有推翻整个木叶的力量。长痛不如短痛，这个祸害必须要立刻清除掉。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了解更多宇智波内部的情报。袁飞日斩眼眸微微眯起。约莫几分钟之后，一名戴着面具的暗部出现在火影室，单膝下跪。他的面前，木叶4巨头依次坐在火影桌四周，眼神阴沉，好似后方窗户外的天空也密布着乌云一般。止水，关于宇智波未来成为族长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袁飞日斩的目光带着一丝冷意扫下。宇智波止水心中咯噔一声，果然和未来说的一样，此事我并不知晓，应该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不然我定会汇报给3代目。半跪的宇智波止水不慌不忙，平静的叙述。当真？袁飞日斩眼睛微眯。当真？袁飞日斩凝肃的表情微微缓和，拉长了声音。即便是近期发生的事情，止水你作为宇智波族中上人，歌派的代言人，族长之位更替的事情，不可能不提前通知你吧？袁飞日斩心中依旧带着狐疑。宇智波未来成为了族长，这种事情太重要了，他们几乎被打得措手不及。99小说，而作为自己安插在宇智波一族中的眼线，止水居然没有汇报一丝风口，这让他隐隐心中怀疑。我不知道。宇智波止水声音苦涩。就如3代目您所说，这件事情我理应有权知情，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那不甘的眼神暴露了他心中的情绪，
手指下意识攥紧。袁飞日展眼底的阴沉微微散开，眼眸深处不留痕迹地露出一抹冷笑。这说明你的族人并不信任你。袁飞日展淡然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宇智波止水是他一手提拔，在暗部担任要职。宇智波未来不信任他，甚至提防他，再正常不过。越是如此，止水就越是能够利用。止水嘴唇轻微合动，最终还是沉默不语，只是手指不甘地攥住，暴露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袁飞日展越发满意，他身边的几个老狐狸眼中也都露出一丝冷笑之意，脸色如常。止水将火影桌上4人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果然和未来说的一模一样。让你失望了，三代目。或许曾经我迷茫过，痛苦过，挣扎过，但是现在我已经是未来的形状了。止水，你的那些族人抛弃了你，但是村子一直都会成为你的依靠，而现在村子即将遭受威胁，轮到你践行火之意志的时候了。团藏独眼微眯着下方的止水，为了村子的安全，暗杀宇智波未来。半跪的止水陡然一颤，抬头震惊地望着他。宇智波族地外，宇智波未来和根部战斗的那片森林，在袁飞日展等人离开后，这处森林重新恢复了平静，除了少数战斗留下的痕迹，恐怕不会有人想到这里之前发生过多么恐怖的战斗。忽然，一棵树干旁的空间骤然扭曲，漆黑的漩涡中戴着面具的身影陡然出现。马达拉，看来这里就是战斗发生的位置了。白绝晃晃悠悠地从旁边的地面钻出，露出大半的身体，略带好奇地扫视着四周。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宇智波带土沉声点头。那场战斗爆发之时，监视宇智波族地的白绝很快将情报传递过来，但是碍于袁飞日展以及大量的木叶忍者即将赶到现场，其中不乏大量感知型忍者。宇智波带土没有贸然靠近，只能在远处静静观察，直到所有人都离去，确认没有隐患后，他才出现勘察。马达拉，这里寄宿着一股诡异的力量，身体渐渐变得奇怪了。白绝在土壤中扭动着身体，只觉得里面痒痒的，想挠又挠不到。带土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应该是宇智波未来的能力。你难道忘记了3战中你可是有不少分身突变成畸形？白绝恍然。3战爆发之时，宇智波未来强势崛起，与波风水门并称木叶双雄，当时还未死去的班对宇智波未来的能力产生了浓烈的好奇，于是派出不少白绝前去监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白绝无一例外全部变成了畸形，长出了奇奇怪怪的东西，这让草之国溶洞中的班对宇智波未来越发好奇，甚至命令他们获取一部分宇智波未来毒素样本用于研究。不知怎么，白绝的记得从那天起，班的身体一下子虚了好多，总是时不时咳嗽流鼻血什么的，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在交代完带土后事后，管子都没来得及拔，直接就嗝屁了。想到这儿，白绝变得畏惧，钻进土中就只出一双眼睛偷摸摸观察，他可不想身上长出一堆奇怪的玩意。带土冷笑了一声，看样子宇智波和木叶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宇智波未来和袁飞日展对峙的一幕，但很显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木叶和宇智波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样维持下去，战斗必然爆发。现在的平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马达拉，你打算怎么做？白绝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带土可是眼馋族人的写轮眼很久了，这种事情他必然要分一杯羹。宇智波势力虽然不弱，但和木叶相比差距还是太大，如果战斗真的爆发，宇智波一族难逃灭亡。我原本以为这个结果要推迟不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来了。带土面具外的眼眸深邃，想要分一杯羹，少不了宇智波内应的支持。他原本选中的是傅岳的长子宇智波鼬，以他的天赋稍加引导，开启万花筒并不困难，而且他的性格也是一个容易掌控的对象。但这个谋划被宇智波未来打断了，现在的鼬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剩下的只有宇智波止水。带土眼神深邃，止水是木叶和宇智波的双重间谍无疑，夹在村子和家族之间，势必会让他无比迷茫。这或许是一个机会，只要能将他拉到自己这边。带土冷笑，未来团藏让我找机会暗杀掉你。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中，宇智波止水眼神凝重望着对面的宇智波未来。团藏下达的命令非常强硬，几乎没有任何回绝的可能。99小说，是吗？和我料想的一样。宇智波未来一点也不意外，淡定继续喝茶。咦，未来，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团藏那家伙可是让我杀掉你。杀掉你啊！宇智波止水一脸震惊，完全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这么淡定。这很正常。宇智波未来放下茶盏，望着眼前的止水，你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顺身止水之名在木叶外也很有名，族中除了我和傅远，也就只剩下你最强了。团藏希望你我相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止水稍一思索，好像确实是这样。宇智波未来朝止水翻了下白眼。什么叫好像？这个止水什么都好，就是脑子不好。原著中就是这家伙掰弯了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促使灭族之夜的诞生。好在
在自己的调教下，又已经成了他的形状。止水哥，你千万不要相信那群虚伪家伙的话，他们巴不得你和未来哥拼个你死我活。又有些紧张，生怕止水转不过弯，真的和未来对上了。止水思想的顽固，他很早就已经体验到，即使是在自己和未来哥的轮番劝说下，依旧对村子抱有一丝期望。哟，我真的有那么傻吗？止水无语，差点没翻出白眼。暗杀未来什么的，这种事情他怎么去做？又不是脑子不好。真的有。小正太佑一本正经的点头。止水额头黑线翻涌，宇智波未来在旁边偷笑。这一幕恐怕是很多穿越者都希望看到的吧。至少这一次又和止水都没有长歪，变成了自己的形状。灭族之夜，呵呵，看看是谁灭谁的族。止水，你应该没有将万花筒的情报告诉那群高层吧？宇智波未来神色认真了几分。止水表情一瞬肃穆，没有。未来你再三叮嘱，我自然不会这么轻易透露。很早之前，宇智波未来就已经提醒他，千万不要把万花筒的情报透露给木叶高层。一开始他还不明觉厉，但随着对未来的了解越深，对火影一脉的了解越深，止水一阵后怕。他的瞳术太过特殊，如果真的告知火影，后果怎么样很难预料。那就好。宇智波未来松口了气，只要那群高层不知道止水的瞳术，事情就简单多了。止水，你的瞳术拥有修改意志的能力，如果运用妥当，将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作用。宇智波未来注视着对面的止水，止水心中咯噔一声，难不成未来要对火影使用别天神？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吧！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宇智波一族立刻就会被放到火上炙烤。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对我使用。宇智波未来向后倚靠，整个身体都靠在椅背上，空气陡然凝固，如血一般的猩红从他眼中泛起，三颗漆黑的勾玉极快的转动，转换为形似三叶草般的扇叶图案。灾厄、不祥、磅礴、恐怖的压迫力一瞬从那双万花筒中散溢而出。宇智波止水下意识开启万花筒抵挡，猩红眼底中是宛如手里剑的漆黑图案，额头冷汗丝丝渗出。尽管同样开启了万花筒，但他的万花筒居然连抵挡宇智波未来的压迫都极为勉强。宇智波未来万花筒中的那抹猩红远超普通的血轮眼，散发着浓郁的灾厄之意。宇智波鼬同样感受到气氛的紧张，手指攥紧，一会儿看看宇智波止水，一会儿看看宇智波未来。未来，这不公平。宇智波止水苦涩开口，他的瞳术宇智波未来一清二楚，但宇智波未来的万花筒瞳术，他到现在还是一片空白。先不说他会不会对宇智波未来使用别天神，就是别天神能不能对未来生效都很难保证。宇智波未来这副自信的模样，必然是拥有防范他瞳术的方法。这番举动恐怕也是为了敲打自己，毕竟知道了别天神的效果后，估计没有人能够心定如常。旁边的右眼眸微微一闪，他忽然想到那天和族人共同被宇智波未来传送到的奇异世界，那方世界似乎不属于忍界任何一个地方。难不成那个就是未来哥的瞳术？宇智波未来嘴角露出一抹淡然笑容。如果止水暗中对他使用别天神，他或许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但很早之前他就已经在高天原中设定好运行规则。当他进入高天原之时，这方世界的规则之力将会瞬间对他进行检测，与他铭刻的完好状态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刻使用规则之力修正。这就意味着，即便宇智波止水暗中对他使用别天神，当他进入高天原时，世界规则将会立刻检测出他的异常，并动用规则之力将这种影响直接抹杀。原因虽然并不复杂，只是运用简单程序逻辑达成归零，但效果却相当拔群。宇智波未来不清楚别天神对意识的修改效果和高天原规则之力的修正能力相比孰强孰弱，但最起码这是一方世界的运行规则，而别天神只是瞳术，应该还触摸不到规则的门槛，最次也能用规则之力重新修正意识，将这种影响覆盖掉。考虑的怎么样了吗？宇智波未来淡淡问道。止水摇头，收回眼中的万花筒。未来，你是知道我的，我不可能对你出手。眼中猩红褪去，宇智波未来同样解除了万花筒，空气中浓重的压力陡然消失，让旁边的宇智波鼬终于松了口气。可是对火影使用别天神会不会太冒险了？止水心中忐忑，这无疑是在钢丝上跳舞。被别天神修改意志之后，未必不会被身边人察觉，要是调查到宇智波的头上，事情将会非常麻烦。我什么时候让你对火影使用别天神了？宇智波未来朝他翻了个白眼。咦？止水亚麻呆住，不是对火影使用别天神，那未来你是想对谁使用？宇智波未来眼底露出一抹冷笑。团藏，你的目标是团藏。别天神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可若是运用不好，情况只会急转直下。原著中团藏这头猪就是当着其余四影的面直接修改三传的意志，结果三传前后偏向太大，傻子都能看出来有诈，直接导致团藏右眼万花筒暴露，成为众矢之的。有团藏这头猪的反面例子在，宇智波未来怎么可能善用别天神？
元飞日斩是绝对不能修改的，至少不能现在修改。为了准备对付宇智波，木叶 F4 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一起。元飞日斩的异常变化很难不被发现，转请小春等人稍稍一想，不难猜出和宇智波有关，所以团藏才是他的目标。止水微微皱眉，未来我该怎么修改团藏的意志？宇智波未来嘴角咧起，露出冷笑，毁灭宇智波，毁灭宇智波。宇智波止水屏住呼吸，旁边的鼬同样呼吸一致，房间中的温度似乎下降不少，让他们都感到了一丝寒意。在团藏脑中植入毁灭宇智波的念头，未来到底在想什么？未来，你确定没有弄错？团藏那家伙本来就对宇智波一族恨之入骨，如果再被我植入毁灭宇智波的意志，他会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都无法预料。宇智波止水声音微颤，他觉得未来在玩火，这正是我想要的。宇智波未来眼中冷笑越来越深，不然我怎么能彻底杀死他呢？房间中死一般寂静，温度好似陡然下降不少，让坐在未来旁边的止水和鼬感到了丝丝寒冷。宇智波未来要在团藏脑中种下毁灭宇智波的意志，止水和鼬不语，只是微颤的瞳孔暴露了他们此刻心中的震撼。未来真的要这么做吗？止水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自然。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望着窗外，我曾经听说过一句老话，欲使人灭亡，先使人疯狂。团藏是最容易下手的目标，他本就对宇智波无比仇恨，即便种下这个意志，也不会让旁人发觉问题，但这却能在关键之刻成为毁灭他的利刃。宇智波未来带着笑意的眼眸中是如同幽海一般的深邃。人都是有理智的，即便是在疯狂的人，在危及到自己生命的一刻，求生的本能也会占据上风。他所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团藏的理智，让这头愤怒的野兽失去扼住他疯狂的缰绳。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元飞日斩等人无法阻止，眼睁睁地看着这头野兽走向灭亡。宇智波未来眼底的冷笑愈发浓郁。3年前，早在3年之前，他就已经在等待这一刻了。从族长宅邸离开后，宇智波止水的心脏依旧在砰砰跳动，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宇智波未来的图谋。单纯的守护宇智波一族根本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摧毁整个火影派系，让宇智波一族凌驾在木叶之上。眼底残留的震撼显露出止水内心的不平静。学生时代时，他和宇智波未来就是同窗，99小说，但那时的未来并不显眼。相反，他是忍者学校远近闻名的天才，即使是忍者学校的教师也时常感叹他的天赋。宇智波未来就像是一个不起眼的灰尘，平淡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后来3战爆发，宇智波未来在一场战役中强势崛起，以恐怖的毒素闯下了灾厄宇智波的威名。但那时的他早已在对战雾隐村的战役中打下的瞬身止水的名号。瞬身止水之名当时还在灾厄宇智波之上。止水虽然惊讶未来的强势崛起，却并未放在心上，毕竟学生时代时，未来除了时常找他谈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之类根本听不懂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但不久之后，关于灾厄宇智波的惊人事迹一个又一个传来，让止水瞬间陷入了呆滞之中。这真的是未来一战屠戮上百忍者，这是未来能做到的事迹吗？忍界陷入了沸腾，灾厄宇智波成了和黄色闪光并列的超级天才，而他在学生时代就一直闻名的天才，反倒战绩和威望都差了不止一筹。直到和岩隐村决战的那一战，灾厄宇智波以一己之力大败岩忍部队，那仿佛划开天际的蓝色光柱掠过草之国国边境，一直延伸到土之国境内。战后那场战争中遗留的狭长沟壑逐渐演变成一条流动的河流，只是那河流中似乎也蕴含着宇智波未来恐怖毒素的力量。河岸杆狭窄，河水淡子反射着荧光，无奈河流周边的村庄只能被迫转移，但也有少数村庄依旧生活在那里，引河水而生。因为那条河流的特殊来历，被那边的村民称之为灾厄长河。宇智波止水打了个冷战，将意识从回忆中移开。宇智波未来的事迹太过恐怖，只是略微回忆都让他有种难以呼吸的压迫感。难怪战争结束后，木叶的高层立刻展开了对宇智波未来的行动。如果他是元飞日斩，恐怕也觉得寝食难安吧。止水一阵后怕，好险，未来是宇智波一族。如果宇智波未来是元飞一族或是志村一族，那宇智波的命运就要彻底改写了。我得想想该怎么完成未来的任务。赶路的同时，宇智波止水心中开始琢磨起来。未来的任务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给团藏来一发别天神，还不能让其他人发现，时机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贸然行动只会功亏一篑，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宇智波止水暗暗思量，很快他便离开了族地，准备前往火影大楼。作为元飞日斩钦定的暗部，他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回去履行暗部的职责。下一秒，止水眼神陡然一凝，直接停在森林之中。出来吧！他冷静地扫视着四周，不愧是瞬身止水，这么轻松就发觉了我。那陌生的嗓音立刻让止水皱起眉头。数米之外的空间陡然扭曲，
黑色的漩涡中戴着面具的身影陡然出现，这只眼睛，止水瞳孔骤缩。你是宇智波一族？止水一瞬屏住呼吸，掏出苦无横在胸前，满眼戒备盯着突然出现的面具男。这种诡异的登场方式，毫无疑问是时空间忍术无疑。除了四代目之外，木叶居然还有第二个精通时空间忍术的忍者，而且这种眼睛，止水心神震荡，远超时空间忍术带给他的震撼。血轮眼，这家伙也是宇智波一族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止水警惕问道。这里距离族地很近，只要战斗爆发，族人一定能很快发现。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家伙的身份。止水，夹在村子和家族间的双面间谍，你应该非常迷茫和痛苦吧？戴土没有直接回答止水的问题，声音仿佛带着一丝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像是触手一般，想要探入止水的内心中。止水不语，眼中警惕越来越深。这家伙似乎对他非常了解。你到底是谁？止水又重复一句，声音冷冽。戴土嗤笑，不用紧张，我是来找你合作的。这种村子根本不值得效忠，家族也配不上你的牺牲。你还有另一个选择，站到我这边，与我共同。漩涡面具下，戴土眼眸冰冷，向这个村子复仇。森林中的空气似乎冰冷了几分。这次止水听懂了，这家伙是来拉他入伙的。这个宇智波对木叶有异样的仇恨，这份仇恨同样转移到家族之上，而自己是他挑选合作的目标。怎么样？不要被眼前的迷茫困住，站在我这边才是正确的选择。戴土潺潺诱惑，止水忍不住想要翻白眼。你哪只眼看到我是双面间谍？我明明只为宇智波服务。迷茫这种东西，或许曾经有过，但自从未来出山后，他就已经找到了方向。追随宇智波未来的意志，宇智波一族的处境才能得到改变。这是止水现在的信念。我凭什么要相信你？止水目光不善盯着对面的戴土。难不成任何一个忍者出现在这里，随便说出一些难懂的话语，我都要与他合作吗？他想要打探出更多的情报。你可以叫我班，宇智波班。戴土注视止水，声音没有带着丝毫情绪，但止水似乎感到周围温度陡然下降，丝丝寒意侵染而来。班？宇智波班不是早就死了吗？你在胡说什么？你应该也是宇智波一族吧？班都是多少年前的人物了？止水愤怒地盯着他，那种历史中的家伙怎么可能活到现在？戴土默然，没有解释。扭曲的漩涡开始吞噬他的身体。信不信由你，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中。嗡，空间恢复正常，戴着面具的神秘人陡然消失不见。止水眼中还残留着一丝震撼，他并不相信对方是宇智波斑，但这种神秘的时空间秘术恐怕不会在四代目之下。最重要的是，对方也是宇智波一族，但对家族似乎有种冰冷的恨意。自称为斑，难不成是宇智波斑的后人？止水眼中闪烁不定。当年宇智波斑想要离开村子，没有一个族人愿意追随他。他的后人对宇智波一族心有恨意，也能说得过去。但宇智波斑不是死在河千守住间的战斗吗？他哪有时间留下后代？可不是斑的后人，家族还有其他流浪在外的族人吗？止水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脑子像是充满浆糊一样，怎么都理不清，索性直接放弃思考。既然这个斑这么笃定自己会再找他，之后再弄清楚他的身份也不迟。等等，止水脑中电光一闪，他要完成未来交代的任务，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只要自己将斑的情报汇报上去，说不定就能找到机会给团藏来一发。止水眼睛越来越亮。火影氏袁飞日斩眼眸中露出一丝震惊，牢牢盯着下方半跪的宇智波止水。你是说你在宇智波族地附近遭遇到一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忍者？是的。止水认真点头。袁飞日斩呼吸急促，连忙追问，那个人是不是还掌握了时空间秘术？半跪的止水愕然。火影大人，您怎么知道？袁飞日斩还学会抢答了？这妖牛掰的吗？没有在意止水错愕表情，袁飞日斩靠在椅背上，感受到自己的心脏正在扑通扑通剧烈跳动。宇智波斑，那个袭击团藏根部的家伙，也自称宇智波斑，而且同样掌握着时空间忍术。难不成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止水，立刻将你遭遇到他的细节全部汇报上来。袁飞日斩沉声下令，他感觉自己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秘密。明白。止水点头，沉吟了一声。我当时正打算过来向您汇报，在宇智波族地周边的森林中，偶然遭遇了那个家伙，他似乎对木叶有很大的仇恨。止水潺潺叙述，将自己和戴土遭遇的事情叙述而出，只是关于对方招募他的事情巧妙地隐藏掉。袁飞日斩的眼神越来越凝重，其中是如海一般的深邃。没有错，绝对没有错。如果止水说的是真的，那么九尾之夜绝对和这家伙脱不了干系。掌握着时空间的能力，能够轻易进出木叶，而且对木叶有极大的仇恨，是宇智波一族。袁飞日斩想不到除他之外，还有谁能放出九尾？团藏根部的失窃，绝对也是这家伙干的没有错。只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不成真的如他所说，自己是宇智波斑吗？
袁飞日展感到自己头疼欲裂，一个宇智波未来就已经够他头疼的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99小说，而且还掌控着诡异的时空间秘术，极有可能是九尾之夜的始作俑者。这世道是怎么了？麻烦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管怎么样，必须要马上联系团藏。他估计等这个班的消息等得快疯了。袁飞，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吗？我可正忙着怎么对付宇智波呢。火影室中，团藏有些不爽地望着火影桌前的袁飞日展。这个袁飞在搞什么？火急火燎地将自己叫过来。团藏，我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袁飞日展表情肃穆。不好的消息？团藏错愕，难不成是宇智波未来又弄出什么大动静了？除了宇智波未来之外，他想不到还有谁会让日展如此凝重。不是他。袁飞日展叹息，是宇智波斑，他又出现了。斑不是早就死了吗？日展，你到底在？声音戛然而止。团藏突然像是被掐住喉咙的鸡仔，脖子伸长，整个人怒瞪着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袁飞日展。日展，你是说是那个斑？那个入侵我根部的斑？前段时间他正在监视宇智波未来时，收到根部下属惊慌的汇报，根部储藏室被人入侵。团藏顿时感到菊花一紧，火急火燎地冲回去。等他赶到的时候，储藏室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个家伙，那个自称斑家伙，那种戏谑和嘲讽的眼神，团藏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眼珠子一瞬浸染血红，只是从脑中回忆那个画面，团藏几乎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写轮眼是靠眼球的血丝程度评断的，那他现在高低也是个万花筒。日展，确定没有弄错吗？团藏咧嘴问道。不会错，我已经反复确认过。袁飞日展声音低沉。是吗？团藏冷笑。小黑子终于露出犄角了吧？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正在倾听止水的汇报。你在族地外的森林中遇到一个诡异面具男，并且将情报汇报给袁飞日展。宇智波未微微错愕。没错。止水眼神有些忐忑。当时情况紧急，他来不及和未来商量，决定先行汇报给袁飞日展。这样的话，说不定能吸引到团藏的注意，从而找到机会使用别天神。他不知道自己的这番举动会不会得到宇智波未来的认可，毕竟他才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干得漂亮！宇智波未来对止水伸出大拇哥。咦！止水亚麻呆住。什么鬼？未来不指责他擅作主张就算了，这夸赞的方式是什么鬼？止水哥，未来哥觉得你做得对呢。旁边的又笑着说道。看来又已经看出来了。宇智波未来望着又，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也有些意外，不过稍一思考，很快反应过来。原著中灭族之夜前，带土便找到了又，和又组成搭档，屠戮了整个宇智波。只是现在因为他的影响，又的思想已经改变，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家族中唯有止水是村子和家族的双面间谍，夹在两者之间。带土如果要寻找一个内应，只有宇智波止水最合适。只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止水已经变成了他的形状。他才刚找到止水，这边止水就已经将他出卖。江班的情报告知袁飞日展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能让他互相打起来，那就更美妙了。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99小说，让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和火影他们打起来。宇智波止水觉得自己的脑壳子有点不够用了。那个斑也是宇智波一族吧？再怎么样也是自己的族人，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互相攻击吗？而且袁飞日展真的这么蠢，仅凭一个名字就要和他火拼？宇智波未来看出了止水的疑惑，漆黑的眼眸深邃无比。你以为那一夜九尾是怎么暴乱的？止水呼吸陡然一滞，旁边的又同样瞳孔微颤。你是说？冰冷的寒意从止水脊背升起，让他整个人仿佛坠入冰窖一般，瞳孔忍不住的颤抖。他很清楚未来口中的那一夜是什么。九尾之夜。那一夜给木叶带来了太大的伤痛，太多的忍者在那一夜中失去了性命。也正是那一夜后，因为九尾瞳孔中倒映的3颗勾玉，高层认定此事和宇智波有关。宇智波一族被迫迁移族地，从自己的故土搬离，来到这处偏僻的位置。直到现在，那都是无数族人心中难以跨越的疼痛。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激烈的情绪波动让止水眼底一瞬猩红，下意识开启万花筒，不祥和血腥笼罩在房间中。止水，淡定。宇智波未来扫了他一眼，现在不就是复仇的好机会吗？你只要用别天神修改团藏的意志，在他的脑海中植入报复宇智波斑的意志，不就行了？至于别天神的冷却，他已经获得了筑间细胞，之后他会给止水移植筑间细胞，使他的别天神冷却大幅缩减。止水恍然，立刻关闭了万花筒。房间中的血腥不降消退。对，反正也要修改团藏的意志，正好可以让团藏和那个宇智波斑互相残杀。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看着仇人互相残杀，自己悠哉悠哉品茶。这句话是很早之前宇智波未来对他说的，当时他还没有太多的感触，现在一瞬领悟，只觉得畅快淋漓。
团藏是木叶头号反宇智波头子，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一手塑造了九尾之夜，让家族陷入极为不利局势。这两个家伙对上了，想想都觉得刺激。可是未来让团藏向那个斑复仇，会不会让三代目他们察觉到异常？止水有些疑惑，团藏和那个斑似乎也没仇啊。要是真的这么修改了，难道袁飞日斩不会发觉团藏的变化吗？未来笑而不语。曾经种下的那颗种子，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上次他在根部冒充带土大闹，团藏一定对他恨之入骨。以团藏的性格，不把带土骨灰都扬了才不正常。等着吧，团藏估计很快就要找你了。宇智波未来期待的望向窗户外，木叶，一处隐蔽的森林。止水望着面前拄着拐杖的老者，心中泛起一丝惊讶。未来猜的一点没错，团藏真的来找他了，而且间隔这么短。宇智波止水，老夫命令你将那个班的情报全部汇报给我。团藏眼神阴冷，似乎要凝结成冰。止水没有犹豫，立刻将带土的信息全部叙述。团藏眼中的冷意越来越深，拄着拐杖的手掌不自觉用力。果然，和日斩说的一样，那个家伙就是入侵我根部的混账，不可饶恕，不可饶恕！止水用余光扫视四周，跟随团藏的根部此刻都不在这里，没有比这更好下手的机会了。眼底一瞬猩红，漆黑的手里剑瞳孔陡然一颤。团藏的眼神出现了一瞬的茫然，很快恢复清明，咧嘴冷笑：马达拉，可笑，这个自称班的混账，就先从你开始吧。木叶，整个村子像是笼罩在无形乌云之下，充斥着压抑的气息。木叶的街道上，往日繁华热闹的景象此刻也安静了许多，路人匆匆走过，偶有交头接耳，当看到暗部经过，立刻低头离开。整个木叶村中像是突然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中。只是很多忍者都很清楚，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奈良族地，奈良鹿九注视着院子外安静的村子，布满刀疤的脸第一次露出紧张和忧虑之色。木叶，要出大事了。奈良鹿九忧虑叹息。不久前，三代目再次找到他，调走了一部分奈良一族的精英力量。朱鹿蝶是火影一脉的嫡系，几乎和火影共同进退。三代目此番举动，无疑也是在试探他们的忠心。如果他不愿甚至抵触族中力量被调用，那势必会引起三代目的怀疑。这些调走的族人用在什么地方呢？木叶现在又没有战争，答案只有一个：宇智波。宇智波和村子事同水火之事，木叶人尽皆知。只是先前宇智波只能被动防守，家族势力不断消减，被狼狈赶到木叶边缘。但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后，一切都变了。惊人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袁飞日斩在村中威信大幅降低，宇智波未来几乎是踩着袁飞日斩的头顶，将宇智波一族的声望推向巅峰。尤其是在不久前的根部围杀事件中，一个几乎让整个木叶惊骇的消息传出：宇智波未来已经成为了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宇智波在他的整合下已经铁板一块。那之后，整个木叶就陷入了沉寂。但有心之人都清楚，远超先前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奈良鹿九眺望着木叶上空，这往日祥和的天空像是漂浮着一丝血色。血腥、不祥、灾厄。奈良鹿九似乎已经看到了不久后的腥风血雨。火影楼，木叶 F4 再度聚首。日斩，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已经调集了整个根部的力量，趁着那群宇智波还没有反应过来。团藏绷带外的独眼充斥着极端和疯狂。团藏，事情未必就走到了那一步，或许还能通过对话解决。一旦真的爆发内战，村子……日斩，你还在妄想吗？团藏怒喝，粗暴打断袁飞日斩。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有毁灭整个宇智波，才能拯救木叶。宇智波是天生邪恶的一族，宇智波未来做的那些事情，你难道都已经忘记了吗？收起你的那些幼稚的幻想吧！团藏眼珠蹦出大量血丝，几乎疯狂的嘶吼。火影室陷入一瞬的寂静，坐在旁边的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神色复杂，眼中都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宇智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心头大患，但不同之前，有了宇智波未来的加持，现在的宇智波恐怕真的有摧毁木叶的能力。前方已是绝路，现在到了抉择的时候。团藏，你有没有想过，宇智波足有2双万花筒？袁飞日斩不甘盯着团藏，微微咬牙，那可是和宇智波般同样的眼睛，这种力量，你要怎么抵挡？团藏咧嘴冷笑：日斩，你太懦弱了。庆幸的是，傅月和你一样懦弱，他的万花筒最近才暴露，说明他并不想与木叶为敌。至于宇智波未来，团藏冷哼一声：止水会暗杀他，无论能不能成功，他对我们威胁都会大幅下降。袁飞日斩缄默，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缄默。团藏嘴角露出一抹嘲讽：日斩，你调集了朱鹿蝶的力量，不也是为了镇压宇智波吗？怎么到了动手的时候，你反而犹豫了？这份力量我就收下了。99小说，日斩，这是为了木叶。团藏走了，但火影室中仿佛还回荡着他的声音。
袁飞日展一瞬苍老许多，像是垂暮的老者，苟延残喘瘫在椅子上。日展，团藏过火了。旁边的转请小春复杂开口：“我知道，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袁飞日展声音沙哑，他感觉自己像是汹涌海面上的一叶扁舟，狂暴的海浪随时能将他掀翻。暴风雨中，他已经控制不了这只扁舟的航向。3年前，他强硬打压宇智波未来，逼迫其就此隐退。3年后，他强势归来，整合了整个宇智波的力量，如同一柄利剑刺向他的咽喉。袁飞日展垂目的抬起头，对面墙壁上悬挂着历代火影的头像。最后，那人一头金发，年轻的面容露出温和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水门，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宇智波族地，一处演练场中，整个室内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可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处空间中似乎裹挟着一丝诡异的氤氲之意。高天元，猩红的血月高悬，如同不可名状注视的眼眸。宇智波未来盯着面前盘坐挣扎的族人，坚持住！在他的面前，那处如同古战场般的平原，此刻正盘坐着30名年轻族人，面目狰狞，似乎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不要放弃，你们是家族的未来。浓郁的核辐射正在以极恐怖的速度侵蚀着这些族人的眼球。若是正常状态，他们必然会出现难以想象的突变，但这处世界中仿佛降下了一抹奇异的规则之力，使得他们眼球的突变一直朝向特定的可控方向。终于，癫狂的嘶吼中，这群族人同时睁开眼睛，如血一般的猩红中，漆黑的勾玉徐徐转动。我的眼睛，我晋升3勾玉了，我的血轮眼也升级了，比预料中快了太多，太强了！这就是未来歌口中的力量吗？30双猩红的血轮眼带着浓郁的惊喜和感激盯着面前的宇智波未来。他们的血轮眼几乎同一时间晋级，原本的单勾玉晋升成双勾玉，双勾玉晋升成为3勾玉。30名族人中，一瞬间出现了10名3勾玉，剩下的也全部都是双勾玉。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宇智波未来挑选出的年轻一代族人，其中年龄最大的都没有超过25岁。这股恐怖的力量一旦走出去，恐怕会让整个木叶都为之震撼。成了！宇智波未来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衣襟已被汗水浸湿。这种大范围的动用瞳力，让他有种虚脱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用核辐射催化出来的血轮眼，那股如血般的猩红，要远远浓郁于普通的血轮眼，裹挟一丝灾厄的气息。若是让其他人看到，恐怕半条命都会吓掉。堪称红眼病 2.0 版。诸位，你们都是家族的未来，也是宇智波的未来。宇智波未来声音豪迈，回荡在高天原之中。此刻，我以宇智波族长的名义宣布，你们将成为家族第1代禁卫队，在此重拾宇智波的荣耀。他话语落下瞬间，30名开启血轮眼的年轻族人同时握拳捶胸，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高天原。重拾宇智波荣耀，重拾宇智波荣耀，重拾宇智波荣耀。夕阳西落，远处的天边已经猩红一片。最后的余晖射入昏暗的房间，光束中沉迷浮动。宇智波未来注视着房间中的背影，双腿盘坐，只露出后背对着他。空荡荡的房间中充斥着一丝肃穆的气息，这份压抑的气息在即将到来的夜幕中显得格外沉重。傅岳大人，要决战了。宇智波未来平静开口。房间中盘坐的身影肩膀轻微颤抖了一下，复杂的声音传来：“还有缓和的机会吗？”宇智波未来眼角露出轻讽的笑容：“你知道的，傅岳大人，即便我们选择妥协，他们也不可能放任宇智波存在。现在已经是最后的夜幕。”背影陷入了沉默。夜幕吗？宇智波夫月望向窗外的余晖，神色微痛。太阳要落下了，也许10几分钟，也许几分钟，黑夜很快就要到来，届时天际将一片黑暗。不过我可以保证，夜幕过后，太阳会重新升起，远比之前明亮。宇智波未来注视着他的背影，这是我的承诺。房间中陡然安静了一瞬，那背影像是在犹豫，在斟酌，在回忆过往。时间缓缓流逝，那背影腰背逐渐挺直。是吗？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你大闹一场吧。宇智波富岳骤然扭头，原本白色的眼底已然猩红一片，如同手里剑的漆黑花纹徐徐转动，刃口点缀着3颗黑点。屋外，天边最后一丝余晖落下，夜幕降临。如墨的夜色中，宇智波族的外人头攒动，大量精英忍者朝着这处位置汇聚。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中，族地之外已经聚集了超过100名忍者。这群忍者列成整齐的方队，身着统一黑色制服，脸上戴着面具。团藏拄着拐杖，满意的扫视面前的忍者。这些忍者不仅仅只有根部，还包括从元飞日斩暗部中抽掉的精英力量，以及朱露蝶等火影嫡系的部分力量。可以说，整个火影派系的中坚力量都已经聚集在这里。团藏眼底浮现一丝猩红。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任务。宇智波是天生邪恶的一族，已经威胁到村子的存亡，只有彻底摧毁宇智波一族，才能拯救木叶。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孩子都生活在这个村子中，现在轮到你们为他们奉献的时候了。
像演练中的那样毁灭宇智波。团藏近乎疯狂，整张脸狰狞扭曲成一团。那些在根部经受洗脑的忍者，此刻眼球蹦出血丝，一脸癫狂之色。只有少部分不属于根部的忍者，眼中露出一丝犹豫。但这是营府的命令，变相也是火影的命令，他们无法违抗。行动！团藏猛地拐杖拄地，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嗖！面前数百忍者同时消失不见。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中，宇智波未来平静注视着如墨的夜色，夜幕中足地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寂静。忽然，他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要开始了吗？核辐射感知中，一群来历不明的忍者正在快速侵入族地，他们装备精良，行动统一，富有组织力。毫无疑问，这是团藏组织的力量，目的就是血染宇智波一族。宇智波未来眼中没有任何意外之色，反倒是露出了一丝期待。早在夜幕降临之前，他就已经将浓郁的核辐射散溢到族地之中。这些核辐射巧妙绕过的族人位置，却又密布在族地的每一条路线上。只要团藏派出的忍者一进入族地，就会立刻被他发现。族地中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布置。宇智波未来眼中笑意越发浓郁，团藏此举不可谓不疯狂，不过这正是他想要的。99小说，他的目的就是让这头野兽失去他最后的理智。忽然，宇智波未来像是发现了什么，眼中露出一丝惊异，望向一处位置。他也来了，看来这一夜会很热闹了。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宇智波未来的身体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中。宇智波族地一处隐蔽的屋顶，空间突然发出诡异的扭曲，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漩涡之中，猩红眸子透过面具望着族地窜动的黑影。那些黑影数量不俗，手中忍刀反射寒光，正如同蚂蚁一般从屋顶、角落等隐蔽位置前进，没有发出丝毫的动静。整个夜幕中呈现一种诡异的安静。带土，看来是高层打算对宇智波动手了。带土身后，一只白绝从屋顶钻出半截身体，惊讶望着那群窜动的黑影。看来是这样没错了，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快。面具下的带土微微皱眉，他预料到高层会对宇智波行动，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一个接一个惊人的事迹传出，他的威名几乎笼罩了整个木叶。宇智波一族的声望第一次凌驾在木叶之上，那群高层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如果宇智波未来不是族长，或许这种僵持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但宇智波未来已经成为了族长，整个宇智波一族的力量都已经被他整合，两者之间迟早爆发惨烈的争斗。只是带土没有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他的眼眸露出一抹冷笑。也好，虽然比预计的快了不少，不过趁着这个机会，我应该能获得不少血轮眼。三勾玉血轮眼可以使用伊邪那岐，带土已经忍不住想要储备一些了。身后的白绝突然挠起后背，发出怪叫，身体变得奇怪了，好痒啊！痒！带土瞥去，白绝，你在搞什么？关键时候掉链子。突然，他看到一只手臂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他探来，一双猩红的三勾玉带着冷笑注视着他。是你！带土瞳孔骤缩，一股寒意顺着带土脊柱升起，冲向他的后脑。宇智波未来，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短暂的震惊，那只手臂与他的面具已近在咫尺。带土知道现在不是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身体立刻虚化，那探来的手臂直接从他的面具中穿透而过，两人交错而过，位置陡然变化。宇智波未来转过身，猩红眼眸中露出一丝惊异，望着对面的带土。时空间忍术，做戏做全套。毕竟现在自己的身份并不知道带土的能力。哼！带土冷哼，眼中带着一丝孤傲。你就是灾厄的宇智波吗？没想到对时空间忍术还有解。宇智波未来几乎是现在忍界名气最大的宇智波，在灾厄的宇智波面前装逼，让他有种莫名的成就感。灾厄的宇智波？什么鬼？我明明是宇智波班！宇智波未来一脸诧异，打量着带土。带土亚麻带住。宇智波班？我明明才是宇智波班好吧？全忍界都知道你是灾厄宇智波，混账！我才是宇智波班！带土愤怒。宇智波未来抢了他的台词，你怎么证明你是宇智波班？宇智波未来一脸狐疑，班都多少年前的人物了，骨灰估计都被人扬了，你有本事摘下你的面具让我验验货。带土微微咬牙，面具下的额头布满黑线。算了，不跟你闹了，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不能浪费在这里。扭曲的漩涡出现在他身体周边，带土准备进行时空间移动。宇智波未来的名气很大，而且实力也绝对不弱，与他交战白白耗费精力并不明智。他的目的是搜刮三勾玉血轮眼，没有比今夜更好的机会了。想逃？问过我同意了吗？宇智波未来冷笑，猩红眼眸带着一丝戏谑之色注视着准备传送的带土。带土脸色骤然一僵，察觉到身体的异样。混账！你做了什么？时空间转移陡然终止，带土一把捂住右臂，大口喘着粗气。虎纹面具下，他的额头已经遍布汗水。该死！这种难受的感觉，
好像自己身体中有另一个灵魂要钻出来，好痒。马达拉，你现在知道我的感受了吗？我都说了，身体变得奇怪了。后方的白绝一脸委屈，他的身体也正在经受这种感觉。带土的半边身体都是用他的细胞组成，他们此刻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闭嘴！带土强忍不适，发出怒喝。白绝立刻捂住嘴巴。你到底做了什么？带土转头死死盯着面前的宇智波未来，后者正带着淡淡冷笑，居高临下俯瞰着他。只是在你的身体中留下了一个小纪念罢了。宇智波未来微笑。纪念品？带土不语，眼眸微动。他拥有时空间虚化的能力，宇智波未来是什么时候在他体内留下东西？不用想了，我的能力并不需要接触才能生效。宇智波未来眼中冷笑越发浓郁。核辐射，这种奇异的能力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催动，而带土可不是所有时间都保持虚化状态，只要有一瞬的空档，他的核辐射就会瞬间侵入带土的身体。半边身体都是白绝细胞组成，这种生命活性极高的特殊细胞太容易受到核辐射的影响。之前在森林中捕捉白绝时，宇智波未来就已经实验了这种效果。此刻的带土感受应该异常的酸爽，久久想说。宇智波未来欣赏着带土的表现。可恶，我居然……带土不甘盯着宇智波未来。去死吧！右臂陡然抬起，缠满绷带的掌心中赫然射出一只锋锐的树枝，直指宇智波未来咽喉。木盾扦插之术。宇智波未来歪头，轻易躲掉带土的攻击。我劝你少用一些木盾，过度动用这种力量，可是会让我的能力侵入得更深哦。捂着右臂的带土脸色微变，察觉到右侧身体那种躁狂的异动又愈发的浓烈一些，好似有无数木牙想要狰狞破开他的身体。宇智波未来，我承认我小瞧你了。带土盯着宇智波未来，眼神不甘。什么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翻了个白眼。我都说了，叫我宇智波斑。被宇智波未来多次玩弄，带土怒气终于遏制不住，愤怒喝声：混账！我才是宇智波斑啊！对，你是宇智波斑。宇智波未来结印，一发好火球直接轰了过去。为了压制身体异变，带土无暇虚化，只得狼狈后跳，从屋顶翻倒，坠入下方小巷。那发灼热的好火球像是一记烟花，在夜空绽放开来。那边有人在战斗，是什么人？被发现了吗？团藏派出的根部立刻心中一紧，陡然望了过去，只见一名戴着漩涡面具的黑衣忍者正半蹲捂着右臂喘息。大家可都听到了，他说他是宇智波斑。屋顶上，宇智波未来耸肩，嗖的一声消失不见。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至于带土，就让他和这些根部好好玩一玩吧。宇智波斑，数名根部呼吸粗重，死死盯着道路中央的带土。虎纹面具，血轮眼，自称宇智波斑。毫无疑问，这家伙就是入侵根部储藏室的忍者，那个将根部搅得一塌糊涂，被团藏下达必杀命令的宇智波斑。带土捂着手臂起身，冷冷扫视周围的根部。你们的目的应该是宇智波族人吧？我与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话还未说完，就见周围根部握着忍刀凶残冲来，绝对错不了，就是这个家伙，宇智波斑。拿命来，为团藏大人献出心脏吧。带土咬牙，他完全没有弄懂发生了什么。这些根部居然会对一个名字这么敏感，冲来的根部已经将他淹没，忍刀夹杂着忍术，一瞬将他吞没。带土狼狈躲避，身上的黑袍被烧出数个大洞。这是成为宇智波斑之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这般的屈辱和憋屈。如果右侧身体没有异变，那他大可直接动用虚化躲避，或是时空间传送离开。但宇智波未来的能力在不断侵蚀他的身体，为了压制这种异变，他很难长时间保持虚化状态。轰！一名根部直接近距离点燃起爆符，爆炸的火光瞬间而至，带土只得狼狈翻滚躲避。后方的根部冲去，明晃晃的忍刀像剁肉似的接连斩下。一群疯子！带土冷汗直流，他是怎么招惹这群根部的？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小巷的角落，白绝只探出半个头，小心翼翼地望着狼狈的带土。带土，好惨啊！白绝忍不住咂嘴。宇智波族地外，漆黑如墨的夜幕中，团藏拄着拐杖伫立在族地外的森林中，那绷带外的独眼是一抹猩红的疯狂之意。嗖！一名根部出现在他背后，单膝下跪。团藏大人，我们宇智波族地发现了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团藏瞳孔骤然一缩，确定没有弄错？确定，我们已经确认过，就是入侵根部的宇智波斑无疑。空气安静了一瞬，团藏的肩膀轻微颤抖了几下，那绷带外的独眼突然陷入无法遏制癫狂狂喜中。哈哈，终于让老夫找到你了。团藏的眼中似乎有无尽的冰冷和寒意，立刻调动根部过去围剿，将基地中剩余的成员全部调过来。是。半跪的根部消失，这处位置再度陷入了寂静中。团藏怅然眺望宇智波的族地，那夜色笼罩下的族地似乎有一种别样的美感。这次就将你们一同毁灭。在根部围剿带土的同时，另一边潜入宇智波族地的忍者已经开始展开行动。宇智波的宅邸前，
几名戴着面具的根部打着手势，为首的根部将球状的烟雾弹扔进屋内，淡黄色的浓雾一瞬升起，短短几秒钟就吞没屋内大半的空间。这特制的烟雾弹蕴含一种会让失去反抗能力的毒素，如果是忍者吸入，短时间内就会陷入麻痹和晕厥中。没有修行过的平民或孩子吸入，很快就会因为无法抵抗毒素死亡。这也是团藏展开行动的底气之一。有这些装备的辅助，毁灭宇智波并非不可能。计算好毒素生效的时间后，根部打着手势，直接潜入了房间中。他们目标非常明确，直接来到卧室床边，反射寒芒的忍刀倒映出他残忍的双眼。呲啦，刀刃直接刺入，没有丝毫凝色。那根部眼神陡然一僵，刀身反馈的感受不太对劲，猛地掀开被子，赫然是用衣物伪装的人体。糟了，中计了！一股寒意从他们心中升起。窗户之外映出一双猩红的三勾玉。火遁，好火球之术！灼热的气息瞬息而至。后退！为首根部嘶吼，但已经太迟。灼热的高温顷刻吞没了他们的身体，凄厉惨叫狰狞响起。寥寥火焰中只剩下几具焦黑的尸体。看来未来说的是真的。宇智波八代收回看向屋内的目光，凝重眺望前方的族地。几乎是同一时间，爆炸的火光一瞬再足的升起。原本寂静的族地突然像是陷入了沸腾。他是宇智波富岳的嫡系，本就对未来夺权颇有微词。前几日宇智波未来组织行动时，他稍有不满，认为未来杞人忧天，高层怎么可能敢冒着大不韪入侵族地？但现在事实已经告诉了他答案。如果族长还是宇智波富岳，今夜的结果如何？宇智波八代缄默，只是眼中冷意愈浓。同样的一幕在族地其他位置不断上演。熄灭！宇智波只因嘶吼挥动铁棍，重重砸向根部的后脑，伴随类似蛋壳破碎的声音，那根部闷哼一声，倒飞出去。都给我熄灭！宇智波黑子抓着两把菜刀，剁肉般嘶吼砍向对面根部。那些根部完全没想到黑子会从厨房冒出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顷刻就有几名忍者被乱刀砍死。只因哥，我来了！黑子，你来的正是时候。宇智波只因和宇智波黑子互相背靠背，一人手持黑铁棍，一人抓着两把菜刀，目光不善地扫视周围根部。黑子要上了，明白？只因哥，两人嘶吼冲向剩下的根部。宇智波接到一名根部胆寒逃跑，仿佛身后某种可怕的东西正在快速接近。噗嗤，根部身体一僵，满眼不可置信。他的胸口刀尖狰狞的刺穿，鲜血汩汩流淌。99小说，你到底谁？身后一双猩红如血的三勾玉映出，那眼眸中血腥之意居然远远浓于普通的血轮眼。宇智波禁卫队编号13，禁卫队。那名根部眼神一瞬迷茫。宇智波不是只有警卫队吗？禁卫队是什么？但显然他已经听不到答案了，意识正在飞速消散，陷入了黑暗之中。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族地的其他地方。该死，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名根部上忍瞳孔颤抖，骇然望着残忍杀死同伴的宇智波。他们潜入室内，宇智波的老幼妇孺全部不在，等待他们的只有这些眼眸猩红如血的宇智波。那种猩红冰冷气息，远非其他宇智波能够比拟。为什么情报中完全没有他们的信息？如果加上这些，宇智波岂不是已经拥有超过50名三勾玉族人？宇智波禁卫队编号9。锋锐的刀身刺入根部胸口，那名宇智波冰冷开口：宇智波警卫队编号7。旁边另一名宇智波华开根部脖梗，声音冷冽如冰：宇智波禁卫队。剩下的根部心神震撼，颤抖后退。该死，情报处在干什么？宇智波什么时候培养了这么恐怖的禁卫队？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些宇智波看向剩下的根部，身形如箭般爆射。今夜重拾宇智波荣耀，重拾宇智波荣耀，重拾宇智波荣耀！震耳欲聋的喝声汇聚，如同一道响亮的烟花，在沸腾的族地中炸开。宇智波未来伫立在一处屋顶上，带着淡淡微笑俯瞰着这一幕。爆炸声、刀戟撞击声、嘶吼声，各种不同的声音如同一曲盛大的交响乐，在宇智波族地上演。那死去根部的尸体就是其中的点缀了。真期待天亮的那一刻啊！现在是深夜，距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宇智波未来扭头眺望族地后方，喃喃自语：右那边应该也没有问题吧。与此同时，南鹤神社，宇智波的老幼妇孺正倚靠坐在神社中休憩。因为族人数量太多，神社内部的空间不足，也有一批族人坐在神社外铺好的垫子上，这些垫子相当柔软，足够他们带着孩子安稳入睡。在这些老幼妇孺的最前方，宇智波鼬紧紧握着苦无，眺望着远处族地的方向。突然，一道火光亮起，接着是第2处、第3处，整个宇智波族地一瞬陷入沸腾。开始了吗？握着苦无的手不自觉用力，宇智波鼬抿紧嘴唇，眼中写满紧张。他还记得宇智波未来临行前对他的嘱托：小柚子，宇智波的族人可就交给你了。咦，交给我吗？
是啊，小柚子，你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回忆渐渐消散，宇智波鼬眼中的坚毅愈来愈深，脊背挺得笔直。他的身后是宇智波的万家灯火。未来哥，你放心吧，这一次，哪怕是献出生命，我也会保护宇智波的族人。如墨的夜色下，浓郁的血腥味从宇智波族的升起，整个宇智波族地到处充斥着打斗和惨叫声，仿佛连上空的满月也浸染了一丝猩红。道路的两侧横亘着大量根部尸体，流淌的血液将路面染红。这些根部惊骇地发现，他们完全错估了宇智波的实力。整个宇智波族地像是一个早就准备好的陷阱，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可恶，情况有变，快去禀报团藏大人！实力较强的根部和宇智波族人陷入激烈的战斗，但大多也都落入下风，一个不留神就会被血轮眼控制，顷刻带走性命。从行动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是他们死伤惨重。他们不是来毁灭宇智波的吗？怎么现在变成了宇智波毁灭他们？震撼之余，这些忍者终于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宇智波早有准备，一切只是为了让他们踏入陷阱。宇智波的兄弟们，上啊！重振宇智波荣耀！宇智波族人发出怒吼，猩红的眼眸写满振奋，赫然冲向对面的根部。漆黑如墨的夜色，打斗声夹着振奋的怒吼，回荡在宇智波族地上空。某处森林，团藏眼神阴冷，眺望对面的宇智波族地。夜色之中，原本寂静的族地早已火光四起，火光混合着剧烈的爆炸声，从宇智波族地上空不断升起。整个宇智波族地已经完全被战火笼罩，那激烈的动荡，即使是从这个位置也能清晰看到。看来行动进展得很顺利啊！团藏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这番火热的迹象，此刻宇智波族地之中应该已经血流成河了吧？他仿佛已经看到宇智波族地的街道躺满了宇智波不甘的尸体，空洞的眼眶血腥惊悚，因为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沦为了自己的收藏品。团藏轻抚着他缠满绷带的右臂，眼中忽然露出一丝浓烈的期待。他的这只手臂寄宿着千手柱间的力量，如果再布满血轮眼的力量，那时的他会有多么强大呢？这就是与我团藏作对的下场。你们的眼睛我就收下了。团藏脸上的冷笑越来越深。嗖！几名根部狼狈出现在他身后。哦，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样，宇智波已经被毁灭了吗？团藏满脸笑容，有些期待。根部互相对视，支支吾吾。团藏大人，我们遭到了埋伏。埋伏？团藏脸上笑容一僵。怎么回事？不是已经演练过了吗？到底发生什么了？根部声音颤抖，头深深埋下。我们也不知道，宇智波族地中的普通族人似乎已经撤离，剩下都是早有准备的精英忍者，猝不及防，我们损失很大。团藏握着拐杖的手掌因为愤怒青紫发白，整张脸近乎扭曲成一团。那绷带外的独眼因为无法遏制的怒火一瞬血红。你是说到现在死的都是我们的人了？他的声音近乎从牙缝挤出。是的。根部根本不敢抬头。废物！砰！拐杖裹挟恐怖劲力砸下，那开口的根部根本来不及反应，头颅如同西瓜爆裂炸开，血液溅到剩下几名根部身上，让他们身体陡然一颤，立刻将头深深埋下。空气死一般沉重，浓郁的血腥味扩散开来。团藏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那名根部的血液，猩红液体从他脸上滴落，让他本就丑陋的面孔此刻看起来更加狰狞扭曲。几秒钟之前，他还在畅想毁灭宇智波的快感，畅想一墙壁的血轮眼要怎么使用。几秒钟之后，这几个根部就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没有的废物，只能让老夫亲自出手。团藏眼眸猩红如血，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宇智波族地一处小巷口，正爆发着激烈的战斗。带土后跳，惊险躲开根部攻击。习惯了虚化的他，在虚化能力受限的状态下，总是束手束脚。现在的他模样极为狼狈，在一群根部的拼死围攻下，衣袍早已破破烂烂，整个人如同乞丐一般脏乱不堪。如果现在他在自称宇智波般，得到了只是一群看傻子一样的眼神，以为是从哪个医院里跑出来的疯子。马达拉，大事不好了！白绝从他背后地面钻出半个头，眼中还残留着一丝震惊。怎么了？带土喘息问道。宇智波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那些侵入族地的忍者完全没有讨到一点好处，已经被反杀了好多嘞。面具下脸孔陡然一僵，带土眼中浮现一丝意外之色。陷阱，这是他脑中第一时间冒出来的词。与那些根部不同，白绝的能力让他能更轻松获得宇智波的情报。但就在前几日，宇智波族地周边突然大范围冒出那种诡异毒素，监视的白绝受到影响，被迫中断潜伏。但可以肯定的是，宇智波一定在准备着什么。联想到白绝刚才的汇报，带土瞬间有种脊背发凉之感。宇智波未来居然将整个宇智波族地都打造成一个陷阱，团藏还有那些入侵族地的忍者都只是他的猎物。想明白这件事后，带土再也没有恋战的打算。咔嚓！
他干脆利落扯断自己的右臂，粘稠的乳白色液体从他断口滴落，那断臂在落地的瞬间不受控制狰狞钻出大量肉芽，眨眼之间生长为1人高的大树。木盾周围根部瞳孔一震，身体中那股难以压制亦便减弱了一些，让带土稍稍松了口气。用这种自残方式减轻宇智波未来能力的侵入，实属无奈之举。但现在不是继续僵持的时候，这个仇我记下了。带土面具外猩红眼眸带着浓郁冰冷之意盯着对面的根部，扭曲的漩涡顷刻出现，一瞬包裹他的身体。混账！宇智波斑，给我留下来！根部不甘怒吼，扔出数枚苦无。枪！苦无射向空荡地面，火星四溅，清脆撞击声回荡在夜色中。该死！支援怎么还没有过来？我们遭到了埋伏！这群宇智波疯了！宇智波族地入侵的根部被赶到这处主干道上，在宇智波忍者不断围攻下，节节败退。街道的两侧横亘着大量根部尸体，剩下的根部只能不断后退，寻找突围的机会。那里有一处路口，有根部眼睛一亮，看到一处漆黑的巷子口，不少根部欣喜冲去，想要从那边突围。下一秒，轰！硕大的炽烈火球从漆黑巷子中冲出，那几名冲过去的根部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被高温火焰吞噬，发出凄厉的惨叫。不好意思，此路不通。宇智波富岳从那处巷口走出，默然盯着对面根部。富岳大人，太好了！富岳大人来了，这次让他们一个都逃不掉。宇智波族人精神振奋，尤其是宇智波八代盗火这种宇智波富岳的嫡系，此刻满眼激动。宇智波富岳是前任族长，在宇智波一族的声望仅次于宇智波未来。宇智波富岳出现，极大的提升了他们的士气。可恶，宇智波富岳怎么过来了？这和团藏大人预计的不一样。相比宇智波的精神振奋，根部这边心情就不是很好了。团藏的计划中根本没有应对宇智波富岳的选项，以宇智波富岳的性格，不应该这么强硬才对。该死，快想办法突围！剩下的根部立刻寻找其他突围的位置。很快就有根部发现了另一个出口，数名根部成员惊喜冲去，迎接他们的是狂暴的火焰。火盾，好火灭却！啊！火焰从巷口冲出，一直延伸到道路对面。那几名根部在火焰中惨叫，化为焦炭。火盾带来的光亮中，猩红的三勾玉从漆黑巷口浮现。傅岳，没想到以你的性子，居然比我来得更快。宇智波刹那如鹰一样的眸子略显意外注视对面的傅岳。刹那长老，周围宇智波再度精神一振。宇智波刹那，鹰派的大长老，是宇智波一族除了族长外实权最大的族人。连你这个半截身体入土的老东西都来了，我这个曾经的族长又怎么会不来凑个热闹呢？宇智波富岳神色如常，眼中噙着淡淡的笑意。哈哈！面对宇智波富岳的讥讽，宇智波刹那不但没有丝毫生气，反而开怀仰头狂笑。多久了？已经多久没有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宇智波刹那仿佛一瞬回到了青年时代，曾经的豪情壮志、热血抛洒，都在眼前回放。那如同枯木一样的脸上是浓烈如火般的战意，声音如响雷滚滚，回荡在街道之上。富岳，今夜就让我们大闹一场吧，如你所愿。宇智波富岳轻笑，扭头望向对面根部，眼中同样战意如火。这两位斗了大半辈子的宿敌，在今夜彻底放下前嫌，联手对敌。上啊！为了宇智波的荣耀，为了宇智波的荣耀！有了宇智波富岳和宇智波刹那的加入，周宇智波族人心中的火焰一瞬点燃，在震耳欲聋的嘶吼中，疯狂冲向对面的根部。根部胆寒望着这一幕，握着苦无的手在微微发抖。这群红眼病发疯了吗？这浓烈如火的士气，宛若实质冲向夜空。饶是他们是经过血腥训练的根部，心中同样升起浓烈的恐惧、混乱、惊慌、畏惧的情绪一瞬传播开来。啪嗒，逃在最前方的根部似乎撞到什么东西，身体将停下来，视线上移，是一张熟悉的脸。团藏大人，团藏大人来了！那名根部眼神激动，声音陡然的停止。那名根部眼中写满了恐惧，脸庞涨红青紫，脖颈被粗糙的手掌牢牢掐住。团藏大，不要！咔嚓！团藏干脆扭断他的脖子，像是扔垃圾一般扔向路边。绷带外的独眼带着浓郁仿佛能杀人般的寒意，扫视面前狼狈的根部。废物！根部身体一颤，根本不敢出声。团藏目光前移，盯着宇智波族人前的宇智波富岳。富岳，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村子忍者出手。富岳神色如常，声音带着一丝嘲讽。团藏此言未免有些可笑。你让手下闯入我宇智波族地，对我族人下手，我为何不能反击？团藏脸色微变，以富岳的性格不该做到这一步，是哪里出问题了？宇智波危害村子，我等此番是为了木叶。团藏冷哼，好一个为了木叶！他声音落下瞬间，附近一处屋顶上方，冷笑的喝声朝四周扩散。这道声音是……宇智波族人眼神惊喜，眼中那股狂热之色远超先前。是未来哥，未来哥来了！团藏仰头看向那处屋顶，
眼睛微眯。宇智波未来正伫立在那屋顶上，但笑俯看着他。宇智波未来什么时候过来的？他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他背后的根部看到宇智波未来出现，心中的恐惧无法遏制的升起，一瞬响起嘈杂的声音。灾厄的宇智波居然一直都在旁边，怕什么？团藏怒喝：你们的身后是木叶，忍界最强大的忍村，你们难不成还畏惧一个小小的宇智波吗？惊慌的嘈杂声停止，团藏扭过头，死死盯着控制屋顶的宇智波未来。这一次就将你们彻底解决掉。仿佛有无形的火焰升起，在他眼前浓烈燃烧。宇智波未来轻笑：很遗憾，我也抱着同样的想法。那处道路两端，宇智波和根部对立。下一秒，宇智波骤然冲去，战斗爆发。团藏的眼睛依旧死死盯着空中宇智波未来，好似他才是世界的中心。宇智波未来猩红的眼底中，3颗勾玉徐徐转动，切换成3片扇叶的黑色图案。万花筒领域展开，漆黑的阴影顺着他的脚底急速蔓延，顷刻来到团藏身下，一瞬将他包裹。团藏脸色骤变，他感到自己身体在不受控制的下坠。等到他缓过神来，周围的世界陡然改变。他看到宇智波未来高悬红月之上，正张开双臂俯瞰着他。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团藏。深夜中沉睡的木叶在动荡中惊醒，无数忍者惊骇眺望宇智波族地的方向，眼中写满震撼和不可置信。只见原本寂静的宇智波族地早已火光四起。那个位置是宇智波族地？没有错，那个方向只有宇智波族地一处位置。到底发生什么了？有人在进攻宇智波族地吗？这骇人的想法刚一出现，就让这群木叶忍者心中浮现浓浓的错愕之感。宇智波一族可是木叶最强大的忍族，而且最近的消息，那位灾厄的宇智波已经成为了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忍者，居然有勇气敢进攻宇智波族的？他不怕变异吗？难不成是云隐村的那些蛮子咽不下上次的气，派出忍者部队报复？各种惊愕离谱的想法出现，木叶隐村一瞬陷入了混乱，到处充满嘈杂的声音。日向族地，日向日族伫立窗口，眼神凝重眺望着宇智波族地的方向，白眼已经开启。从这个位置，虽然无法直接观察到宇智波族地内部的情况，但那股接连升起的火光，即便在这里也能清晰的看到。还是开始了吗？日向日族眼中写满凝重，在夜色中宛若雕塑。前段时间，他带着雏田前往宇智波族地拜访过宇智波未来。就在他即将离去时，他得到了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宇智波未来已经成为宇智波一族的族长。族长之名含义截然不同，宇智波一族的力量已经彻底被他整合。回去的路上，日向日族几乎无法遏制自己内心的震撼。木叶，接下来恐怕要出大事了。一旦宇智波未来是族长的消息传开，火影一脉绝对不可能容忍。宇智波未来和火影派系的仇恨，木叶人尽皆知。3年前那一夜，那群高层联手施压，逼迫宇智波未来隐退。3年后，宇智波未来重新出山，复仇定然是他的目标之一。果然，随后的根部事件中，宇智波未来是族长的事情暴露，整个木叶陡然陷入一股诡异的死寂中。那时他就已经知晓，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高层与宇智波将会展开最后的战争。由宇智波未来带领的宇智波已经威胁到高层的存在。狡兔死，走狗烹。宇智波倒下后，下一个又会是谁？日向日族眼神闪烁，旋即沉声低喝：来人！嗖！分家护卫出现在他面前，单膝下跪：族长大人，请您吩咐，立刻召集一批上人，随我去宇智波族地。是。分家护卫消失，屋中只剩下日向日族凝重眺望火光四起的宇智波族地。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木叶其他地方。奈良一族族地，奈良鹿九注视着火光升起的宇智波族地，眼神阴沉。那位终究还是对宇智波下手了，召集一批族人会合，快！是。奈良鹿九眼神深邃，不知在思索什么。99小说，有女一族族地，族长有女智威发现宇智波族地的异常后，立刻喝声召集族人，准备赶去。犬种一族族地，族长犬种找大喝召集族人。山中一族族地，秋道一族族地，大半个木叶的忍族都已经调动，不同家族忍者快速汇聚，组成一个个方队。深夜中沉睡的木叶第一次爆发出比白日更灼热的激烈，好似陷入沸腾。火影楼，猿飞日展凝重眺望宇智波族地的方向。日展恐怕是团藏。身后响起转请小春担忧的声音。我知道。猿飞日展复杂叹息。今夜会宇智波下手的，除了团藏，没有第二个人。如果他获胜，自然是好事。可若是……猿飞日展眼底仿佛深邃的海底。现在已经不是犹豫的时候。小春，与我速去宇智波族地。高天原中，团藏表情惊愕，仰头望着上空的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悬于空中，背后是一轮巨大的猩红血月，让他此刻看起来宛若神明。这里是什么地方？团藏扫视着四周，心中的沉重越来越深。周围似乎是一片悠久的古战场，
断脊凌厉，芦苇摇曳。方才他还是在宇智波足地，突然一股急速下坠的感觉包裹住他，整个身体失去控制了一瞬。等他回过神来，就已经出现在这里。木叶应该没有这个地方，宇智波足地更不可能存在，甚至整个忍界也从未听闻有此处。团藏眼中阴晴不定，不用猜测了，这里是我的世界，只属于我的独立世界。宇智波未来从高空睥睨于他，眼中带着淡淡笑意。另外，再提醒你一句，在这里通灵术是没有作用的。团藏脸色微僵，掌心暗中刻画的通灵术士停下，他正准备通灵出梦墨。作为顶级的通灵兽，梦墨能极大提升他的战力，但就如宇智波未来所言，他的通灵术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空中，宇智波未来摩挲着下巴，像是欣赏猎物一样打量着团藏。我该怎么杀死你呢？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了。有了！他眼睛忽然一亮，地面的团藏脸色骤变，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飘起，手臂和双腿被粗暴的力量分开，整个人呈大字悬浮在半空。宇智波未来淡笑，挥动手指，团藏身下突然诡异升起，凝聚成尖锐的刺状，一股寒意顺着尾骨向上蔓延。团藏拼命想要挣扎，但四周强大的力量将他牢牢束缚。混账！你想要对老夫做什么？团藏目眦尽裂，独眼迸裂的大量血丝。下一秒，身下的尖锐之物陡然刺入，团藏疯狂嘶吼，火遁，好火球之术！宇智波富岳猛然吐出巨大火球，一瞬吞没了数名根部。火遁，好火灭却！宇智波刹那不甘示弱，快速结印，硕大的火焰宛如长龙，从他口中喷吐而出。黑夜陡然明亮的一瞬，火焰行进的路线上，大量根部来不及躲避，直接被高温火焰吞没，发出凄厉的惨叫。富岳，我比你多杀了一个！宇智波刹那对着富岳微微昂头，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是吗？宇智波富岳心红眼底一颤，对面根部突然像是被野兽盯上，身体一瞬陷入恐惧的僵直。99小说，苦无轻易刺穿对方脖颈，带出一阵血雨。这下持平了。宇智波富岳淡然一笑。二战中他被称为凶眼，凭借血轮眼的体术搏杀，才是他更擅长的优势。前任族长和大长老都如此拼命，宇智波的族人又怎么可能不卖力？上啊！杀光这些入侵族地的混蛋！宇智波只因发了疯一样挥舞手中铁棍，那10余斤的重量他手中轻若无物，舞动的虎虎生风。一名根部来不及躲闪，直接被他爆了头，连带脸上的面具一同爆裂。敢入侵宇智波族地，我黑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宇智波黑子挥斩手中2把菜刀，剁肉似的对着四周根部就是疯狂剁下。红眼并拿菜刀，火影都得抖3抖，周围根部根本不敢靠近，生怕被他像剁排骨一样剁掉。光是黑子和知音都接连杀死数名根部，剩下的宇智波族人也是战意浓烈，几乎呈现围剿之势，打得根部节节败退。团藏调动的这些忍者不仅仅只有他的根部，其中包含了不少暗部的成员以及临时征召的忍族忍者。但即便是这样，在一群红眼并不要命的攻势下，也完全没有抵挡之力，全灭只是时间问题。突然，夜幕下响起震怒的喝声：“都给我住手！”战场陡然停滞了一瞬，宇智波连同那些根部朝声音位置望去，只见袁飞日斩正带领一批暗部快速冲来。火影，火影来了！是3代目！根部情绪震荡，发出嘈杂的声音。宇智波黑子手持菜刀，还想冲过去，被宇智波富岳抬手拦下。袁飞日斩来了，还带了这么多暗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他们的意图。宇智波富裕目光深邃，赶到的袁飞日斩扫视周围的战场，饶是他历经数次战争，也瞬间被周围惨烈的一幕惊住，呼吸一滞。尸体，到处都是根部的尸体，血流成河，几乎染红了宇智波的街道。富岳，到底发生什么了？袁飞日斩愤怒问道。我想3代目应该比我更清楚。宇智波富岳声音带着一丝冷意。富岳，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袁飞日斩脸色微变。团藏率领数百忍者深夜入侵我族地，残害我族人。火影大人，难道您一点都不知情吗？宇智波富岳神色如常，只是眼中深邃愈发浓郁。富岳，你难不成以为是我命令？袁飞日斩脸色无比难看。富岳变了，以他以前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这般强硬。目光从对面的宇智波身上扫过，袁飞日斩越看就越是心惊。面前的一群宇智波，居然全部都是3狗羽，杀戮过后脸上沾满血液，看起来如同恶鬼。其中很多都是情报中从未出提到的族人，眼中那股浓郁的猩红之色，居然远超普通的血轮眼。粗略估算，宇智波恐怕拥有超过50名3狗羽。这股恐怖的力量一旦暴走，将会给木叶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袁飞日斩目光停在一个攥着菜刀的宇智波身上，顿时心惊肉跳。那菜刀还在滴血，刃口都砍卷了，或许是被他盯着有些不爽。那宇智剥夺了斗手里的菜刀，大有一副你瞅啥，再瞅我剁死你的意味。袁飞日斩立刻收回目光，身体已经湿了一片。
他发现他对宇智波错估的相当离谱。宇智波不只有宇智波未来，其他的宇智波族人也凶残的一笔。这短暂的僵持，木叶其他忍族也相继赶到。当看到四周惨烈的景象时，无一不是胆颤心惊，脊背发凉。今夜的宇智波几乎可以用血流成河形容，只是倒下的怎么都是戴面具的。但现在显然不是深究这种事情的时候。团藏呢？团藏在哪里？袁飞日斩环顾四周，愤怒喝道：“团藏这次闯下的祸太大了，大到连他都承担不了。”火影大人，团藏大人他……一名根部咬了咬牙，他消失了，消失了。袁飞日斩亚麻呆住，团藏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宇智波族的就这么大，难不成他还能一瞬间跑到另一个世界中？与此同时，就在外界已经陷入巨大的震撼时，高天原中团藏还在凄厉惨叫，燃血的尖刺快速抽插，大灭！哪里不可以啊？终于，不堪受辱的团藏直接咬碎自己的舌头，剧烈的疼痛让他一瞬清醒，布满血丝的眼珠死死盯着空中的宇智波未来。肉体上的疼痛再烈，也比不上精神上的折磨。意识开始模糊，但眼中的仇恨没有丝毫减弱。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团藏从染血牙缝挤出，下一秒，他的身体陡然消失。哦，自杀了！宇智波未来一脸不尽兴的样子。可惜了，我还没有玩够呢。很显然，团藏的身体消失，明显是用伊邪那岐修改了不利的命运。宇智波没有灭族，团藏收集的三勾玉一定有限，绝对不可能像原著中插满整个手臂。不过让自己尽兴玩一玩，应该还是足够的。宇智波未来眼中噙着淡淡的笑容，他怎么可能让团藏这么轻易死去？约莫数秒之后，团藏的身体出现在他的后侧，复活的瞬间就吐出一堆锋锐的锋刃，直接朝他飞去。没用的。宇智波未来淡淡摇头，这里可是他的世界，团藏撒泼尿都要经过他的允许，不然就直接给你灌回去。那锋刃在即将接触宇智波未来后背的瞬间，顷刻粉碎消散，只剩下些许微风吹拂宇智波未来发丝摇曳。下方的团藏眼睛一震，这是什么能力？没有结印，也没有任何查克拉的波动，就像是一个念头，他的攻击就自行溃散了。团藏内心压抑，仰头阴冷盯着宇智波未来，看来这就是你的万花筒能力了，操纵一个世界的规则吗？这种能力简直闻所未闻。与之相比，时空间能力也算不了多奇妙了。不过这种能力必然有上限，不然他何必要那般戏弄于我，而不是直接用规则将我灭杀？团藏头脑飞速运转，思考破局之路。别想了，我对规则的掌控确实有上限，但绝不是你能碰瓷的。空中的宇智波未来翻了个白眼。严格来说，对高天原的规则掌控是无上限的，但实操却有很大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瞳力的消耗。他操纵的每一条规则都需要以他的瞳力为燃料，一旦瞳力不足，就会难以生效。不过这点在移植了筑间细胞或是合成永恒万花筒后，应该就会得到极大改善。你还拥有读心的能力？团藏惊骇，宇智波未来能获悉他的想法？你那猪脑子，用脚趾头不都能想明白？宇智波未来又翻了个白眼。旋即，宇智波未来探出手掌，对着地面的团藏就是一巴掌拍下。他手臂陡然扩大100倍，化为硕大灰褐粗糙的利爪，从团藏头顶悍然落下。哥斯拉之爪，宇智波未来可以将身体任意部位进行哥斯拉化。团藏眼皮直跳，他突然想到3战中宇智波未来之所以被称之为灾厄宇智波，除了那种诡异的毒素血迹，还有恐怖的兽化术。心神巨大惊骇间，团藏根本来不及躲闪，那粗糙的哥斯拉手臂像是拍蚊子一样将他拍碎。太久没用了，没收住力。宇智波未来一脸抱歉的表情，这么简单就玩死了团藏第2条命，剩下的可得省着点玩了。外界，袁飞日展听完了根部的叙述后，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团藏消失了，真的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宇智波未来，他们此刻在哪里？团藏又在经受着什么事情？那些曾经进入高天原修炼过的宇智波知晓团藏是被拉进了那方奇异世界中，但他们不可能告知袁飞日展。气氛就这么陡然僵住。越来越多村子的忍者赶来，袁飞日展身后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木叶忍者，看着惨烈的战场，目光都是无比震惊。几乎大半木叶的精英忍者都已经汇集在这里。日向日族眼神凝重，团藏没有出现，就无法真正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光凭这些宇智波的言论，定然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如今村子忍者几乎都已经汇聚过来，只要袁飞日展一口咬死宇智波，意图政变，根不是为了保护村子，周围的木叶忍者必然会被煽动。到时候即便这些宇智波再强，也不能挡住整个木叶忍者的围攻。天平已经渐渐倒向袁飞日展，日向日族内心焦急起来。团藏去哪里了？如果宇智波真的倒下了，木叶只剩日向一家独大，日向的下场又会有多好？既然团藏没有出现，光凭你们的证言显然是不足的。我看此事，袁飞日展拉长了声音，
有背后木叶忍者支撑，他的底气足了起来。下一秒，面前的空间如同涟漪波动，团藏直接出现在他面前，衣衫不整，眼角含着泪，一副被玩坏的样子。团藏，袁飞日斩亚麻呆住，身后的木叶忍者同样亚麻呆住。嘈杂的讨论声一瞬响起，现场一下子混乱起来。团藏，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袁飞日斩几乎窒息，惨，太惨了！团藏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像是被几百个皮鞭狠狠抽打过似的，右臂连同右眼都已经消失不见。日斩，救我！团藏凄惨开口，仿佛精神受了极大摧残。未来哥，是未来哥，未来哥来了！对面宇智波声音惊喜，宇智波未来淡淡走向前方。袁飞日斩微微咬牙，怒视对面宇智波未来。未来，你太过分了！即便团藏有罪，也应该先收押木叶监狱。你动用私刑，是视木叶于无物吗？身后同样响起木叶忍者嘈杂声音，大多都带着一丝不满。再怎么样，团藏也是木叶的营府，怎么被搞成了这样？就是，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以为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乞丐。团藏看起来太惨了，毕竟是村子的营府，木叶仅次于火影地位最高的忍者，被玩成了这样，他们都有些怒气。火影大人，您可认得此为何物？面对袁飞日斩的施压，宇智波未来只是淡淡举起手中物品。这是……袁飞日斩眼睛一颤，只见宇智波未来手中之物通体白色，肩膀是一张人脸，正安插着几双猩红的血轮眼，其中有几枚已经变成了灰色。血轮眼，那是我族的三勾玉血轮眼，为什么在这里？宇智波未来身后的族人一瞬眼睛血红，死死盯着他手中的手臂。袁飞日斩身后的木叶忍者同样一瞬震惊的讨论，场面一下子陷入混乱。此物你是从何处寻得？袁飞日斩心神震撼，他隐约猜出此物的来历，心中立刻有种不好的预感。那就要问问你身边的团藏了。宇智波未来声音冷冽，袁飞日斩心中咯噔一声，他身后的木叶忍者同样震撼望向团藏，眼神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之前的同情。火影大人不解释解释此为何物吗？宇智波未来冷冷地盯着袁飞日斩，袁飞日斩微微咬牙，不甘怒视旁边的团藏。团藏，你都背着我做了什么？好，既然火影大人不愿开口，我就来解释。宇智波未来举着团藏的右臂，对准袁飞日斩身后的木叶忍者，让他能够看得清楚。这是团藏移植的手臂，是用初代火影千手柱间的细胞培育，加上宇智波的血轮眼组成。宇智波未来喝声刚落，就引得后方木叶忍者一阵喧哗。初代大人的细胞，团藏居然在做这种禁忌的实验，太可恶了！还有这些血轮眼，团藏是怎么弄到的？难不成……宇智波未来身后的族人一个个呼吸粗重，望着团藏的眼神恨不得一拥而上将他撕碎。未来，此事我会调查，必定会给宇智波一个交代。团藏就移交给暗部如何？袁飞日斩语气软了下来。团藏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这里。他和团藏本质上是绑定的。哈哈哈哈！宇智波未来仰头狂笑，笑声扩散出去，让周围忍者心生寒意。火影大人，团藏残害我族人，挖下他们双眼移植进手臂，你一句话就想平息，是不是太荒谬了？宇智波未来用几乎怒吼的语气说道。袁飞日斩身体一颤，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宇智波未来没有给他机会。体表之上浓郁的猩红之色涌现，凝聚成根根肋骨，然后是肌肉和经络，巨大的猩红盔甲从后背向前盖拢。须佐能乎，鸦天狗形态，请火影为宇智波秉持公道。宇智波未来的喝声透过须佐能乎回荡在整个宇智波族地上。袁飞日斩身体一颤，他身后的木叶忍者出现慌乱的嘈杂声。宇智波未来带来的压迫太大太大，仿佛空气都要凝固。身后的宇智波族人一瞬热血沸腾，猩红的眼中充满激动。这才是他们的族长啊！何等豪迈，何等气概！宇智波富岳叹息，知道到他出手的时刻了。三颗勾玉旋转成类似手里剑的复杂团案，大步上前，站在宇智波未来右侧，请火影为宇智波秉持公道。几乎是迈步的同时，漆黑如墨的查克拉翻涌，于他体表凝聚成根根骨架，随后是墨色的肌肉和铠甲。第二尊，须佐能乎，震撼，一片震撼。宇智波富岳也有万花筒，也能使用这种几乎神明一般的伟力。袁飞日斩几乎苍老了几十岁，瞳孔颤抖。但这还不是结束，族人中的宇智波止水，目光无比认真，大步跨越，来到宇智波未来左侧，如同手里剑一般的猩红眼眸中，浓郁的翠绿查克拉翻涌，凝聚成硕大的骨骼。请火影为宇智波秉持公道。第三尊，须佐能乎，死寂，一片死寂。如果之前是惊骇，那现在就是死一般的寂静。一红一黑一绿，三尊须佐能乎宛若巨人，横亘在街道之上。宇智波一族居然拥有三尊万花筒，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可能相信。袁飞日斩瞳孔剧烈颤抖，
不可置信盯着对面宇智波止水。前面2尊须佐能乎带来的震撼，都远没有第3尊猛烈。止水可是他的直属暗部，是他监视宇智波的眼睛。他什么时候拥有的万花筒？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知情？难道从一开始，止水就已经？3尊须佐能乎屹立前方，宇智波族人心中炽烈如火的情绪点燃，猩红的眼眸写满狂热，一同怒喝：“请火影为宇智波秉持公道！”那豪迈的声音汇聚，仿佛一道惊雷从空中炸开，回荡在整个宇智波族地。猿飞日斩颤抖后退，全身的力量似乎一瞬被抽空。他此刻的脑中只有2个字：逼宫。如果他继续阻拦，这些宇智波就会一同暴乱。今夜木叶怕是要就此出名。团藏啊！猿飞日斩扭头，无比复杂的望着旁边的团藏。团藏似乎感受到什么，眼神无比恐惧。日斩，你不能抛弃我！他们杀了我，下一个就是你了。日斩，团藏，这是为了木叶。猿飞日斩不忍别头，眼角一滴晶莹滑落。随后是冷冽颤抖的声音响起：团藏残害宇智波族人，危害村子安全，罪不可赦，当诛！日斩，你会后悔的！团藏发了疯一样嘶吼。哈哈哈！宇智波未来豪迈大笑。体表，那股庞大的须佐能乎再次膨胀，体型扩大数倍，骤然抬起手臂，化为一柄巨大的猩红长剑。恐怖的力量不断汇聚，那猩红之剑骤增至数十米，宛如一柄巨大的刑罚之剑，倒悬于夜空之上。团藏残害宇智波族人，危害木叶安全，我宇智波未来以宇智波族长之名在此审判。那长剑陡然斩下，不！团藏目眦尽裂，轰隆隆，大地在震荡，一道深深的沟壑爆发，吞没了团藏的身体，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远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天亮了，阳光划破黑夜，这座沉睡一夜的村子终于迎来了苏醒的一刻。昨夜那激烈的战斗，并不是木叶每个村民都从睡梦中惊醒，某些睡眠很死的村民一觉醒来，走出家门口之时，顿时目瞪口呆。这是什么？一道巨大的沟壑横亘在村子边缘，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昨夜是降下神罚了吗？这是人类的力量。如果这道沟壑位置再偏移一点，恐怕就会直接从木叶村中经过。会有多少房屋被毁？村民流离失所，惊骇、震撼、不可置信的情绪一瞬蔓延开来，以疯狂的速度在村子中传播。这座刚刚苏醒的村子，顷刻陷入了沸腾之中。有不少忍者昨夜前往宇智波族地，亲眼目睹了那惊人的一幕。于是，宇智波族地昨夜的事情不胫而走，像是一记惊雷在木叶中炸开。营府团藏昨夜入侵宇智波族地，那巨大的沟壑是灾厄宇智波审判团藏所留。木叶的大街小巷，无数村民伸直了脖子，涨红着脸，激动讨论。那绘声绘色的模样，好似他们昨夜亲临那一幕一样。团藏全身插满了血轮眼，就连裤裆里都是血轮眼。这是真的，我昨夜亲眼所见。没想到团藏大人看起来那么沉稳的人，背地里居然玩得这么花。就是，我听说他之所以入侵宇智波族地，就是想收集血轮眼给自己那啥更换套件。啧，怪不得那群宇智波会发疯。要是我的族人眼睛被挖了做那啥，我也会发疯啊。对了，听说今天早上志村一族族人去那个沟壑寻找团藏的尸体，想要将他好好安葬，但几十个族人忙活了半天，就找到了几根毛。啧，太惨了。相比大街小巷上村民的口无遮拦、激动澎湃，各大忍族的族地就显得要安静的多了。他们比那些普通的村民了解的更多，也更清楚这件事将会带来怎样的风波。日向族地、奈良族地、有女族地，这些平日中热闹的族地，此刻都透露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寂静。整个族地几乎都看不到有多少族人身影，一股诡异的安静陡然散溢开来。火影楼，猿飞日斩眼珠布满血丝，满眼憔悴，整个人仿佛一瞬苍老了10几岁。从昨夜到现在，他几乎没有合过一次眼。猿飞，你会后悔的。团藏最后的嘶吼仿佛梦魇一般，一直在他脑中不停回荡。只要他合上眼，脑中立刻就会出现团藏最后疯狂的模样。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友，如果不是他最后服软，给团藏定下死罪，宇智波未来不可能当众斩杀团藏。可他又能怎么选择？猿飞日斩缓缓合目，深长的叹息：原谅我，团藏，这是为了木叶。如果他不同意，3尊须佐能乎加上超过50个疯狂的3勾玉，木叶怕是要一夜出名。日斩，休息一下吧。如果团藏还活着，一定也不希望你如此憔悴的。转请小春不忍，端来一杯热茶，放在火影桌上。猿飞日斩手指微微一颤，声音沙哑：小春，我们该想想怎么面对接下来的宇智波了。3尊万花筒，超过50个3勾玉，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宇智波已经拧成了一股绳，彻底以宇智波未来为首。就连性格软弱的傅月也倒向了宇智波未来。止水，猿飞日斩眼神无比复杂，他根本没有想到被自己安插进入暗部的止水
居然也是宇智波未来的人，而且他也早就觉醒万花筒，只是一直瞒着自己。从一开始，止水就是宇智波未来安插在他身边的间谍，自己只是一个小丑吗？袁飞日展感到了巨大的挫败感。昨夜除了团藏死亡之外，就是止水的倒戈对他打击最大。团藏生前一直信誓旦旦止水会暗杀宇智波未来，然而正是止水的临阵倒戈，以第三尊须佐能乎施压，逼得他不得不妥协。可以说，止水的倒戈正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对面的转寝小春同样陷入了缄默。宇智波足足拥有3尊万花筒，这般战力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抗衡。何况经过昨夜之事后，其他忍族亲眼目睹了袁飞日展软弱退让的一幕，火影的威信已经降到冰点。不要说调动他们的力量镇压宇智波，就是能维持之前的关系，恐怕都极为困难。在目睹了宇智波未来那如同神罚一般的伟力之后，恐怕已经没有任何忍者愿意招惹他。谁愿意自家族弟突然被一把猩红巨剑斩下？沟壑常年散发着能让人激变的诡异毒素。火影是一瞬陷入死寂。袁飞日展颤抖抬头，看着对面墙壁上挂着的历代火影像。2代目的面容颇具威严，正以俯瞰着姿势注视着他。老师，我真的做错了吗？木叶之外，经过一夜的发酵，宇智波族弟昨夜的情报也已经传递到各大忍村之中。四影的办公桌上第一时间就已经呈上了一道 S 级机密情报。震惊！灾厄宇智波重新出山，一剑斩杀影府团藏。宇智波竟有3尊万花筒。土影大野木读着情报中的内容，一瞬陷入了呆滞之中。灾厄宇智波3尊万花筒，与之相比，团藏死不死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岩影村以为第3次忍界大战，村中的畸形儿本就高涨不断，数量远超其他忍村。对于灾厄宇智波的能力，他们感受最为深刻。没想到灾厄宇智波出山不久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大野木失了一片。云影村正在雷影室晨练的4代雷影爱看到斥候传递回的情报后，顿时亚麻呆住。木叶夜空高悬40米大剑，影府团藏尸骨无存，宇智波族弟血流成河。啪嗒，手中的哑铃无力掉落，连砸倒脚掌都没有发觉。爱后背湿了一片，好险！他此刻只觉得无比庆幸。前段时间宇智波未来杀死了他派去木叶的云忍，就连村中一处病房都不得不彻底废弃。最终他选择不再追责，让木叶和宇智波自己内耗。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决定是多么励志。只用一个病房和10几个忍者，就将这个瘟神送走，已经算是赚大了。要是那一剑斩的不是团藏，而是他的雷影楼，现在的云影村会乱成什么样？要知道，宇智波未来最恐怖的不是血轮眼，而是那股无差别诡异毒素。雷影爱心脏砰砰跳动，后背湿的更多了。就在整个忍界都陷入沸腾之时，宇智波族弟事件的主人公宇智波未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颗肉块。高天原中，宇智波未来摩挲着下巴，仔细打量着面前的白色肉块。那肉块一看就是已经放置了很多年的那种，但细胞却依旧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生命波动。正在筑间细胞，它在团藏的根部储藏室所得。这种极为特殊的细胞需要特制的培育罐进行储存，但宇智波族弟并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为了最好保存筑间细胞，宇智波未来在得到的瞬间就将它储存在高天原中，并小范围的施加了一个规则，使得这块肉块能够一直处于最佳的保存状态。团藏在这方世界遭受凌辱时，恐怕到死都不会想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宝贝就放置在距他几十米的地方，是时候进行筑间细胞的移植了。宇智波未来认真的盯着这块肉块，之前他一直没有进行筑间细胞的移植，是因为移植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原著中移植了筑间细胞的似乎只有宇智波斑和带土，参考的案例很少。在没有彻底解决团藏的威胁外，宇智波未来并不想冒着这个风险。他固然可以用高天原的规则之力庇护自己，但关键是移植筑间细胞是牵手和宇智波的力量交融，这个过程能不能动用万花筒的瞳力，他心中并没有底。他对高天原的规则掌控理论上是无上限，只要他瞳力足够，可以利用规则做到他一切想做的事情。但关键就在瞳力上。宇智波未来曾经尝试利用高天原的规则，直接让自己的万花筒晋升轮回眼。99小说，这方世界果然产生了变化，一缕无形的力量降临在他双眼上，接着就是如同鲸吞一般的恐怖瞳力抽取。好在宇智波未来立刻切断了联系，不然他的瞳力恐怕顷刻就会榨干，一滴都不剩了。粗略估算，如果真的要以这种方式晋升轮回眼，就算消耗几百个万花筒瞳力也不够。即便真的晋升了，又有什么意义？但如果未来他真的晋升了轮回眼，以轮回眼掌控这方世界规则，必然会轻松太多。辉夜的矢球空间本质上和宇智波未来的高天原一样，只是辉夜的能力是在不同类型的世界进行切换，而宇智波未来是掌控这方世界的所有规则。深吸了一口气，宇智波未来散开了脑中的杂念，准备进行筑间细胞移植。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必须要筑间细胞支持，不然瞳力恐怕顷刻就会被榨干。指尖从漂浮的肉块轻轻划过，那肉块立刻分割出拇指大小。
宇智波未来褪去上衣，在自己胸口划开一道血口。宇智波斑移植柱间细胞的方式非常粗暴，直接将柱间的肉块缝合在自己的胸口上。宇智波未来准备效仿宇智波斑，也将肉块移植在胸口上。过程很快就结束了，甚至没有什么感觉。宇智波未来一脸懵逼，这就完了？白白浪费自己的感情。下一秒，他的表情微微一变，那缝合在他胸口的肉块四周，一颗颗肉芽狰狞凸起，似乎要直接刺穿他的皮肤。宇智波未来屏住呼吸，沉心压制，肉芽扩散的速度很快，数秒之间就已经布满了他整个胸口，随后是后背、脸上。宇智波未来能感到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正从胸口汹涌喷出，似要将他同化。与此同时，他的双眼也发生了一丝异变。这就是千手柱间的力量吗？宇智波未来有些惊异，这小小的肉块经历这么多年的岁月，居然还残留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就在他感慨之时，腹部突然传来一股庞大的吸力，宛如鲸吞般暴风吸入，那在他体内肆虐的狂暴力量顷刻被吞噬殆尽。宇智波未来亚麻呆住，意识下沉，在一片宛如封印空间的漆黑世界中，他似乎看到那沉睡中的庞大哥斯拉，吧唧了一下嘴。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抽搐，感情是被你小子给吞了。不过让他惊异的是，这是这么多年沉睡中的哥斯拉第一次活动了。虽然只是吧唧嘴，虽然出了插曲，不过宇智波未来柱间细胞的移植已经完成，他的视野似乎清晰了一些，消耗的瞳力也在缓缓的恢复。忽然他愣住了，一道微弱的念头传递到他的脑海中：好啊，还想要。宇智波未来目光一凝，毫无疑问，这是哥斯拉传来的意识。哥斯拉想要什么？柱间细胞？不，恐怕不是这样。哥斯拉没有任何理由以柱间细胞为食，真相只有一个。宇智波未来目光深邃，柱间细胞中寄宿的神术力量。有传言，千手柱间的木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源头来自神术，寄宿着神术的力量。现在看来，应该是真的。哥斯拉想要吞噬神术，真巧啊，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呢。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翘起一丝弧度，一直以来，大筒木都是他最大的威胁。大筒木必然入侵忍界，即便他统一了忍界，没办法解决掉大筒木，也没有丝毫作用。但现在不一样了，哥总的目标是神术，变相也是大筒木，他们的目标是统一的。真是期待我们未来并肩作战啊！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给你挪个窝。很早之前，当宇智波未来第一次开启万花筒或小万花筒的能力后，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要创造一个怪兽行星。哥斯拉具有同化环境和分裂的能力，而他万花筒的高天元世界能够自行演变，并且由他掌握一切规则，两者叠加，绝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怪兽星球降临。深吸了一口气，宇智波未来知道现在还不是激动的时候，漆黑眸子微微闪烁，他需要将体内的哥斯拉迁移到这片世界中。意识渐渐下沉，宇智波来到了一片漆黑如墨的空间，这片空间非常巨大，完全看不到边境。他的双眼牢牢注视着前方的一个如同山峦一般的存在，庞大的身躯有节奏的微微起伏，一呼一吸，好似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古朴、磅礴、神秘、强大。哥斯拉，他体内的哥斯拉。宇智波未来漆黑的眸子浮现一丝复杂之色。从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时，这只哥斯拉便一直寄宿在他的身体中。那时的他还非常弱小，一枚苦无就能轻易带走生命。正是通过不间断开发这只哥斯拉的力量，他才渐渐从微弱中崛起，屹立在忍界之巅，成为赫赫有名的灾厄宇智波。宇智波未来很清楚，如果没有这只哥斯拉，他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老伙计，现在的我已经足够站在你的身边了吧？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踏步向前。每踏出一步，他所感受到的压力就会庞大一分。3年之前，还没有觉醒万花筒的他，所达到的极限距离是50米，距离哥斯拉50米。而现在，他远比3年前强大。此刻的他又能前进多远？49、48、47、40米，轻松跨越10米。宇智波未来感到身上的压力增大不少，仿佛一股无形的威压降临，从每个方位碾压着他的肉体。99小说。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似乎产生了某种蜕变，那种对核能、原子能以及其他神秘力量的感悟又提升一些。宇智波未来眼中没有丝毫意外，很多年以前，当他还无比孱弱之时，就是用这种方式修炼，每多跨越1米，他就会更强一分。38、37、36、30米，宇智波继续跨步，10米转瞬即逝。29、28、20米，与哥斯拉的距离被快速拉近。距离越近，那股庞大的压迫感就愈发强烈。宇智波未来似乎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在挤压下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他没有犹豫，双眼注视着面前的巨物，抬起右脚。19、18、17，宇智波未来似乎能听到近在咫尺哥斯拉的心跳声，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犹如古木一般的古老气味。12米、11米，宇智波未来咬牙，再度迈出一步。10米，距离哥斯拉只剩10米，但此刻已经到达了他的极限，肉体几乎难以承受，
仿佛要被那恐怖的压力碾碎。宇智波未来很清楚，这份威压并非是哥斯拉的本意，一直陷入沉睡中的他，只是随意散发的一缕威压都让自己难以承受。那自己谈何驾驭他？谈何吞噬石尾？谈何途径大筒木？眼底顷刻猩红如血，如同三叶草一般漆黑图案浮现。万花筒开！那股压力陡然一松，宇智波未来继续向前，9米、8米、4米，几乎是一鼓作气，他直接来到了哥斯拉面前。苍老古朴犹如古木一般的纹路，清晰地印刻在哥斯拉的体表。这一刻，宇智波未来眼中似有无数怅然。他抬起右手，轻抚哥斯拉体表的纹路。终于见面了，我的老伙计。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你的 master。下一秒，他和面前哥斯拉巨兽同时消失。这片漆黑幽邃的无尽空间，在短暂的寂静之后，仿若世界末日一般，从哥斯拉消失的位置快速崩塌。高天原中，轰隆隆，伴随着大地的剧烈轰鸣，整个高天原宛若地震一般剧烈的震动，大量的灰尘卷起，飞溅到高空之中。待到平息之时，一道巨大宛如山峦般的巨兽横亘在高天原之中，正是宇智波未来体内的哥斯拉。宇智波未来认真打量着面前的哥斯拉，即便是挪了个窝这么大的动静，眼前的哥斯拉也没有丝毫要苏醒的迹象，依旧陷入深深的沉眠中。从漆黑幽邃的空间转移出来，借着高天原的光线，宇智波未来终于能好好观察这只哥斯拉。体型数百米，体表苍老如同古木，一呼一吸仿佛都代表着世界的某种律动。宇智波未来一眼便认出了眼前的哥斯拉，行星哥斯拉，拥有暴星级战力，曾经一发蓄力原子吐息轰碎等同于白矮星的妖星格拉斯，而那只是50米的状态。宇智波未来面前的这只已经超越了300米，呼吸陡然急促。宇智波未来目光火热，他很清楚这只哥斯拉的强大能力，其中最让他期待的是同化环境和分裂亚体。行星哥斯拉曾经将整个地球同化成为自己的生态附属，并且分裂出亚体哥斯拉，在自己创立的生态圈中生活。宇智波未来一直想要创造怪兽行星，行星哥斯拉的能力完美符合他的要求。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实验一番。宇智波未来眼眸一闪，宇智波未来能够控制高天原的规则之力，掌控这些规则之力，他几乎是这方世界的神明，轻易就能做到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但现在他需要做出实验，这方世界的规则能否对哥斯拉生效？如果是清醒状态下的哥斯拉，宇智波未来自然不可能冒险，万一激怒对方，一个原子吐息打来，直接欲哭无泪。但现在自己体内的这只哥斯拉已经沉睡多年，完全没有苏醒的征兆，做一些简单的测试，问题应该不大。行星哥斯拉太强，太强！宇智波未来粗略估计面前这只哥斯拉的战力，常规的尾兽身高一般在50米到80米左右，在超过300米的行星 G 面前，简直就是婴儿。石尾体型虽然很高，但一发尾兽域最多造成板块移动，撑死大陆级。但红莲行星 G 的究极吐息红莲之龙设定可以覆盖整个太阳系，是真正的暴星级战力。手撕石尾轻轻松松，未来大筒木入侵，当成下酒菜问题不大。这般恐怖的力量，宇智波未来现在想要直接驾驭，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提前分割和培育哥斯拉的力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宇智波未来深吸一口气，猩红眼底如同三叶草一般的图案以极快的速度旋转，一缕无形的规则之力降落，化为锋锐的利刃。宇智波未来找准位置，手掌挥下，枪！那沉睡哥斯拉的躯体陡然分割出一人大小的组织，与行星哥斯拉那超过300米的体型相比，整个过程就像是给哥斯拉拔了个粉刺。宇智波未来目光陡然灼热起来，那一人大小的组织还在流淌着粘稠的乳白色液体，浓郁铜力疯狂的倾泻。宇智波未来感受到他对这片世界的规则的掌控越来越大，好似此刻的他已经成为了这片世界的造物主。幸好移植柱间细胞，铜力可以恢复，不然打死也不敢这么玩。感受到双眼的铜力如鲸吞一般被抽取，宇智波未来忍不住咂了咂嘴。如果他没有移植柱间细胞，恐怕没几下就一滴都不剩了。目光一凝，他将视线投向那切割下来的组织。此刻的他已然拥有了造物主的权柄。那块哥斯拉的组织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演化，变成它的形状。躯体拔长，生长出类似头颅的部位，接着是2只手臂，然后2腿之间。宇智波未来在这个部位注重刻画，拉长拉长再拉长，一条修长的哥斯拉尾巴出现，最后勾勒出锋锐的利爪。成了！宇智波未来拍了拍手，完全不顾铜力大量消耗的虚脱之感，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杰作。一只迷你拉，相比原版的迷你拉，这只由他亲自动手创造的迷你拉显得更人性化一点。走2步，没病走2步。迷你拉动了起来，标准的踢起正步。宇智波未来愈发满意，驾驭不了行星哥斯拉完整的力量，他还驾驭不了迷你拉吗？迷你拉的成功创造让宇智波未来非常兴奋，至少他的构想没有出错。在高天原中，他真的能够分化并创造出全新的哥斯拉，这就意味着他所掌握的绝不只有行星哥斯拉一只哥斯拉。
行星哥斯拉本就有分裂亚体的能力，它可以利用高天元的规则之力，对行星哥斯拉的亚体进行塑造演化，也可以用 G 细胞培育全新的怪物。传奇哥斯拉、太空哥斯拉、基多拉、迷你拉已经有了，这些还远吗？行星哥斯拉的本质是植物，大筒木在忍界种石尾，他在高天元种哥斯拉。宇智波未来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老伙计，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宇智波未来微笑望着沉睡中的行星哥斯拉。行星哥斯拉有同化环境的能力，这方世界说不定会在他的影响下成为适宜怪兽居住的星球。高天原本就是日本神话中的神国，神明的国度。未来无数不同种类哥斯拉仰天嘶吼，天空基多拉展翼滑翔，海洋几十头传奇大胖互相搓澡，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幕。哥斯拉神国，宇智波未来动用瞳力将哥斯拉放置到高天元的一角，使他能够安稳的沉睡。随后又召来大量的灰色迷雾，覆盖住他如同山峦一般的躯体。做完这一切后，他退出了高天元。就在他离开后不久，迷雾中沉睡的哥斯拉身下，地面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侵染成黑褐色。附近的芦苇受到影响，体型骤增数百倍，如同一排排参天古树，原本白色的芦苇也变成了黑色。宇智波族地南鹤神社，平日里安静的南鹤神社，今日早早的就聚集了一大堆宇智波族人，眼中满是欣喜和激动。99小说，整个南鹤神社中充斥着兴奋的声音。未来哥怎么还没有过来？我已经等不及想要见到未来哥了。是啊，未来哥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族人，眼中的狂热几乎按捺不住。宇智波未来是谁？宇智波一族的传奇，是宇智波一族近代史上除了宇智波斑之外名气最大的宇智波。灾厄宇智波之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前几日夜幕下的那一战，宇智波未来强势施压，逼迫三代目火影源飞日斩不得不妥协，以近乎神明之力强势斩杀团藏。这般战绩震撼了整个忍界。看来我来迟了呀。就在神社中的族人兴奋等待时，一道淡笑的声音从后方传来，让南鹤神社中的气氛一瞬到达了高潮。未来哥，是未来哥，未来哥来了。神社中的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眼中的狂热几乎无法遏制，一个个情绪激动，呼吸急促，无数双目光带着兴奋和狂热，全部汇聚在那道走来的身影上。宇智波未来，族人前方盘坐的宇智波富岳和宇智波刹那互相微笑对视，眼中都蕴含着满满的欣慰之色。团藏死了，被宇智波未来强势斩杀，宇智波一族最大的威胁已经消失。宇智波未来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伟业，尤其是宇智波富岳眼中的欣慰毫不掩饰。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或许就是让出族长的位置了。宇智波富岳从内心深处发出感慨，他终于明白了当初右的选择。宇智波未来的确比他更适合当族长。宇智波一族在他的带领下，已经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屹立。能说出这样的话，富岳，说明你还不是太蠢。作为宇智波富岳的老对手，一旁的宇智波刹那用几乎刁钻的语气轻笑开口。宇智波富岳脸色微微一僵，至少又是未来的弟子，刹那，我的下一代超越了你。宇智波富岳用余光微微瞥向宇智波刹那，语气虽然平淡，但却毫不掩饰裹挟着一丝骄傲之意。这次轮到宇智波刹那脸色僵硬下来。宇智波鼬，宇智波富岳的长子，以不到10岁的年纪开启三勾玉，堪称宇智波一族的顶级天才。最重要的是，这位天才绑上了宇智波未来的大腿，已经被宇智波未来收为弟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掌握那种奇异的毒素血迹也不是没有可能。与之相比，他的孙子宇智波彦就显得平庸多了。宇智波刹那有些头疼，这人一老就喜欢操心后代的事情，自己的孙子被富岳的儿子压下去，宇智波刹那觉得很不爽。要不要让彦好好表现一下，获得宇智波未来的青睐？可惜他没有孙女，不然送给宇智波未来暖床应该很合适。宇智波刹那暗暗下定决心，他要让自己的孙子彦抓住未来。迎着族人激动崇拜的目光，宇智波未来微笑地走向族人的前方，扫视着下方的族人，宇智波未来豪迈地开口：诸位，宇智波是骄傲的一族，或许曾经我们有过悲痛，有过妥协，有过忍让，但现在宇智波一族站起来了。宇智波未来声音落下的瞬间，整个南鹤神社陷入了沸腾，无数宇智波族人激动地站起，右手握拳举起，狂热的声音响彻南鹤神社：宇智波一族万岁，未来哥万岁，宇智波一族万岁。这份激动狂热的声音同样也让族人前方的宇智波富岳和刹那心潮澎湃，那股随着年龄冷却的热血有着再次沸腾的迹象。这就是我族的未来啊！宇智波刹那大笑地发出感慨。火影市与宇智波一族的狂热和激动不同，此刻的火影市显得异常的安静，整座火影大楼显露出与常日中不符的寂静。猿飞日斩和转请小春、水户门岩三人齐聚火影市之中，只是与平日中不同，其中一个座位空荡荡，团藏死了。木叶 F4 变成了木叶 F3， 猿飞日斩的脸色异常难看，正注视着桌上从宇智波一族传回的卷轴。
宇智波未来斩杀团藏的那一剑，在木叶村外斩出了一道延绵上百米的沟壑，最深的位置超过了3米。整个木叶村外的地形都已经发生改变，使得木叶村民想要正常的出行变得困难许多。至村一族的族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宇智波未来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肩负修复地形的责任。今日，宇智波未来将这份卷轴提交过来，大意是为了纪念至村团藏对木叶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宇智波将在那道沟壑上修建一座桥梁，命名为团藏大桥。当看到这个卷轴的时候，袁飞日展脸黑了。团藏大桥，要是真的建了这样一座大桥，岂不是变成了木叶永远无法抹去的笑点？宇智波未来是怎么想到如此阴损的主意？旁边的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两人看到卷轴的内容后，同样陷了沉默中。日展，这群宇智波已经越来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转寝小春冷冷的开口。我知道。袁飞日展脸色无比复杂。三尊万花筒，宇智波未来领导，宇智波一族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巅峰，想要以之前的方式打压宇智波，显然是不太可能了。经过宇智波未来管理的宇智波，已经没有鹰派和鸽派之分，只剩下改革派。用拉拢止水那样的方式分裂宇智波也不太现实，何况止水都已经变成了宇智波未来的人，他所谓的拉拢分化，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过。这个沟壑到底该怎么处理？转寝小春试探问道。村子边缘的沟壑还没有处理，难不成真的要建一个团藏大桥？填平了吧。袁飞日展头疼地揉着太阳穴，这几天他仿佛苍老了几十岁，年龄带来的身体素质下滑越来越明显，与之对应的就是战力的不断下滑。他老了，而宇智波未来还没有抵达他的巅峰期，带来的压迫就如此恐怖。未来等他退位之后，木叶还有谁能拦住他？哦，他倒是差点忘了，现在的木叶就已经没有人能拦住了。袁飞日展头疼得越来越烈。就在这时，嗖！一名暗部突然出现，单膝下跪。火影大人，我们在根部的基地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可能需要您亲自去确认。根部基地？袁飞日展亚麻呆住。团藏死了，根部也在那一夜的动乱中死伤惨重，于是他便派暗部接收了根部。是什么东西？袁飞日展问道。您过去就知道了。半跪的暗部眼神复杂。木叶村边缘位置，根部基地。袁飞日展站在根部的入口，望着面前漆黑的洞口，眼神复杂。上一次来的时候，似乎还是在上一次，那时的团藏还活着，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物是人非，人鬼两隔。袁飞日展睹物思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阵伤感之中。走进根部基地之中，内部一片狼藉，根部成员在那场对宇智波族地的特殊行动中死伤惨重，剩下的因为精神领袖团藏已经挂了，也都像是失去灵魂一般浑浑度日。也正是因为如此，袁飞日展最终决定由暗部兼并根部。想必团藏在天之灵知晓，也一定会感到安慰吧。袁飞日展如是想到。很快，在前面暗部的带路下，他来到了一处实验室前。火影大人，到了，里面的东西您还是自己看吧。带路的暗部眼神复杂。袁飞日展颔首，旋即扫视着四周。这处实验室的华丽超过了他的预计，团藏的根部居然有这么全面的实验室，这是他的暗部都完全不具备的条件。团藏想干嘛？很快，他的目光停留在暗部递来的一沓文件上，瞳孔微微一缩。这文件上记录着团藏实验的详细数据，越是观看，袁飞日展就越是心惊，手指在微微颤抖。饶是他早就猜到团藏在根部进行不可告人的研究，但真的看到研究的数据时，还是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中。人体实验，还是最残忍的人体实验，而且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大蛇丸。他已经叛逃的逆徒，原来当年暗中支持大蛇丸人体实验的是团藏。袁飞日展咬牙切齿，他猜到团藏一定和那件事有关，但根本没想到，其实团藏才是主导者，大蛇丸充斥量只是他的助手。若是用其他村子的成员进行人体实验，袁飞日展还不会这么愤怒。但这份实验报告上可是有不少实验对象是从木叶村中找到的，怪不得。袁飞日展咬牙，他之前就发现有村民莫名失踪，原来是团藏干的。是个混蛋！袁飞日展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下一秒，他忽然惊醒，团藏不是已经挫骨扬灰了吗？至村一族的族人在那沟壑里找了好几天，似乎就找到了几根毛，还不知道是不是团藏的。即便他真的想要鞭尸团藏，也根本没有机会。团藏啊，团藏！袁飞日展复杂叹息，人都死了，他还能怎么办？后方的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也都被这份报告惊呆了。团藏明里暗里至少掠夺了10数名村民进行人体实验，他怎么敢呢？要是团藏知道自己死后裤衩子都被揭出来了，会不会直接原地绘图转生？爬起来把聊天记录删掉。火影大人，还有一件事，您必须得知道。带路的根部复杂开口。几分钟后，袁飞日展亚麻呆住，他的面前是一个11、12岁的男孩，手中握着一枚苦无，一脸警惕。他们说你会木盾。
袁飞日展舔了舔嘴唇，那望着男孩的眼神是如火一般的灼热。木盾啊，那可是初代火影的力量，他是村子的火影，不会伤害你的。转请小春蹲下身，尽量温和的开口，眼中也带着一丝火热。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会木盾，那男孩摊开手，掌心之中生长一颗木条，扭曲成小草。袁飞日展呼吸急促，眼中的火焰似乎凝成实质，瞳孔忍不住的颤抖。木盾，真的是木盾，他幸福的快要晕过去。没想到团藏临死之前还给他留下了这么大的礼物。木盾啊，那可是千手柱间平定乱世的力量。你叫什么名字？甲。男孩想了想说道。甲，根部的代号吗？袁飞日展老脸笑得跟菊花一样。以后你就叫天藏了，袁飞天藏是我的孙子。他本意取名天赐，意为上天赐予的礼物，但又觉得太土，天藏明显更好听一点。袁飞天藏，天藏歪头有些迟疑。袁飞日展热泪盈眶，一把他拥入怀中。哎，我的好孙子，这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木盾克制血轮眼，忍界人尽皆知，千手柱间能凭借木盾压制宇智波斑，那他的好大孙天藏为什么就不能用木盾压制宇智波未来？1个小时前他还在哀愁怎么克制宇智波未来，1个小时后老天就送来的天藏作为礼物。团藏，这是你冥冥之中在天上庇护着木叶吗？袁飞日展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部护在天藏身上，全然忘记了几分钟之前他还恨不得将团藏挫骨扬灰。他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激动，木叶有救了，天藏在他的亲自调教下，未来一定能压制住宇智波未来。袁飞日展最近新收了个孙子，99小说，每天放着公务不做，跑去玩孙子。袁飞日展那孙子长得又矮又错，跟个傻子似的。宇智波族地躺在南鹤川畔品着茶的宇智波未来，听到身旁宇智波鼬的汇报，顿时亚麻呆住。木叶丸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生吧？袁飞日展那孙子是谁？为什么要收他当孙子？站在躺椅旁的宇智波鼬思索了下，道：3代目对他新收的孙子保护得非常严密，我们的人打探了很长时间，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袁飞天藏。天藏？宇智波未来品茶的动作一凝，这个名字怎么有些耳熟？操！我差点忘了，这不是木叶建筑大师，木叶绿化达人，一生致力于推广绿色有机住房的大河队长吗？常言道，初代木盾打天下，大河木盾搞绿化。原来袁飞日展的孙子是他啊！躺椅上的宇智波未来差点没把刚喝下的茶水喷出来。袁飞日展收这个废物当孙子干嘛？这个时间线，大河估计10岁左右，按照正常的进展，此刻应该在根部基地中被团藏当宝贝一样藏着，代号为甲。看来是他把团藏给嘎了，让袁飞日展提前发现了他。宇智波未来将茶杯放到旁边的矮桌上，望着面前滚滚流淌的南鹤川流，琢磨着袁飞日展的用意。3年前，他隐居在这处庭院中，每日看着潺潺流淌的南鹤川畔，也就养成了静心的习惯。如今团藏已死，宇智波大敌消退，宇智波未来难得清静，于是便来到这处隐居的庭院勾栏听取。没想到这才几天时间，宇智波鼬就带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袁飞日展收了个孙子，还是原著中的绿化队长。等等，袁飞日展不会是想要让大河对付他吧？宇智波未来脑中电光一闪，一个念头陡然冒了出来。大河会木盾，他是宇智波，千手柱间木盾数次压制宇智波斑。袁飞日展对大河寄予厚望，想要借助大河木盾的力量压制他，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从宇智波又带来的情报来看，袁飞日展似乎在亲自训练大河，绝对错不了。噗嗤！宇智波未来没忍住，一口茶水直接笑喷出来。未来哥，你怎么突然笑了？站在旁边的又愣住了。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宇智波一族赫赫有名的刽子手，居然也会笑。要是被外面的那些人看到，会不会吓得浑身发抖？我想起了开心的事情。宇智波未来擦了下唇沿的茶水，眼中还残留着一丝笑意。开心的事情？又百思不得其解。宇智波未来没有解释，解释了又也听不懂。时间会告诉袁飞日展，将期望寄托在大河身上，输的会多惨。宇智波未来直接这件事略过。大河的木盾能干啥？给宇智波一族建厕所吗？还是原生态的那种？小柚子，宇智波一族站起来了，流落在外的东西也是时候该拿回来了。宇智波未来收敛神色，眼中露出一丝锋芒。流落在外的东西？旁边的又有些不解。宇智波一族还有流落在外的东西吗？未来哥，您指的是眼睛啊？宇智波未来笑了。宇智波一族的东西当然是血轮眼了。血轮眼？短暂一愣后，宇智波又忽然想起，宇智波一族确实有一颗血轮眼流落在外。当时这件事情在族人中掀起了很大的动荡，但最终他的父亲傅岳选择了妥协，没有拿回那属于宇智波的卡卡西血轮眼。宇智波未来打算拿回那只眼睛吗？宇智波右眼中闪烁不定。卡卡西可是3代目直属的暗部，身份地位截然不同，对他动手相当于在3代目头上动土。未来哥，
您真的要拿走卡卡西的写轮眼吗？宇智波鼬有些犹豫。小柚子，我先前在族会中说过，宇智波一族站起来了，现在宇智波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任由高层欺辱的宇智波。宇智波未来望着南鹤川畔，眼中噙着一丝笑容。如果有人欺负到宇智波的头上，我们该怎么回应？干他！宇智波鼬语气果决。没错，干他！宇智波未来冷笑。现在的宇智波不是之前的宇智波，三尊万花筒、团藏都死了，元飞日斩拿什么施压宇智波？该是宇智波的东西，就是宇智波的。何况，宇智波未来眼底露出一抹深邃。他上次和带土交过手，他的能力恰好能够克制带土。以带土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允许有人压在他的上面，所以很有可能带土会拿走送给卡卡西的写轮眼。写轮眼要一对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相比那些曾经的羁绊，拥有足够的实力应对来自他的威胁，显然是更加明智的决定。带土这个银币可是时时刻刻惦记着宇智波一族的写轮眼，这次就挖走他的眼。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勾起一丝弧度。元飞族地，一处豪华的训练场中，元飞日斩正微笑注视着不远处训练的身影。那身影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右臂猛然抬起，数条粗壮的木条从袖口中伸出，宛如一条灵活的木蛇将数米外的木桩绞裂。木盾木蛇之术，臂疾忍术，同时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和杀伤能力。望着这一幕的元飞日斩，老脸笑得跟菊花一样。天藏才11岁就已经能掌握臂疾木盾了，未来不可限量。不说达到初代那个水平，至少压制宇智波未来没有问题。元飞日斩仿佛看到了金色的未来正在自己面前展开。就在这时，嗖的一声，一名暗部陡然出现在他身旁。单膝下跪，火影大人，宇智波一族族长求见。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元飞日斩瞳孔一颤。宇智波一族的族长不是宇智波未来吗？他要见我，他现在人在哪里？元飞日斩眼神凝重下来。对于宇智波未来，他必须拿出最大的慎重。他现在正在火影楼等着您。嗖！元飞日斩消失不见。火影楼，元飞日斩脸色无比凝重。宇智波未来来找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不是紧张的时候，他还没有弄清楚宇智波未来的意图。踏入火影室之前，元飞日斩对着身旁的暗部低声吩咐了什么，那暗部连连点头，嗖的一声消失不见。做完这一切后，元飞日斩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进入火影室的门。进门的一瞬间，他就看到宇智波未来正站在历代火影的头像前，啧啧几声，上下打量着。元飞日斩心中咯噔一声，但脸上的神色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宇智波未来，你找老夫有什么事情吗？对于这个杀死团藏的宇智波，元飞日斩很难不生起恨意。你应该叫我未来族长。宇智波未来扭过头，轻笑一声。元飞日斩表情陡然一僵。未来族长？什么鬼？他又不是宇智波一族。哈哈，开个玩笑。宇智波未来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淡笑注视着对面的元飞日斩。三代目，我说你也太谨慎了吧。我只是来找你商议事情，至于在周围布下了10名暗部吗？元飞日斩脸色微变，他方才在门外正是吩咐暗部聚集在火影楼附近，以防不测。宇智波未来是怎么发现的？他还会感知忍术，暗部的隐蔽能力是忍者中顶尖的。宇智波未来这么轻易就发现了隐藏在周围的暗部，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感知忍术能够做到。元飞日斩一瞬在心中将宇智波未来的危险度拔高了好几个等级。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他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地问道。身为火影，如果轻易地将情绪显露在外，怎么能领导村中的忍者？保持情绪的稳定是上位者必备的能力。我打算收回卡卡西的写轮眼。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元飞日斩一瞬像是被踩住了坤儿，脸庞微微涨红，眼中带着一丝愤怒和不甘之色。卡卡西保留写轮眼可是傅岳亲自同意的，宇智波未来，你一句话就想收回？开玩笑！卡卡西是他直属暗部，当年因为写轮眼的事情和宇智波一族商议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宇智波傅岳选择了妥协，将那只写轮眼赠予卡卡西，才平息了这件事情。如果现在让宇智波未来真的将写轮眼收回去了，他这个火影的脸面往哪里搁？村子里的忍者会怎么想？那一夜过后，他在村中的声望已经降到了冰点，不少忍者在背后对他颇有微词。如果现在连自己手下暗部的写轮眼都无法护住，他的声望只会一降再降。三代目，你刚才也说了，那是傅岳同意的。傅岳是傅岳，我是我，三代目莫非要霸占着我族人的东西不还吧？宇智波未来靠在椅背，右手放在大腿上，食指有节奏的上下敲击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从他身上散发而出，顷刻之间便充斥在整个火影室之中。火影楼外的驻守的暗部感受到那股庞大的压力，面具下的额头微微渗出汗水。宇智波未来，元飞日斩手指紧紧攥住，死死盯着椅子上宇智波未来，眼眸中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正在不断升起。与此同时，宇智国某处阴暗潮湿的溶洞，水滴从溶洞顶部的钟乳石底部缓缓滴落。溶洞的中央是一头巨大的狰狞巨兽，
宛如树皮一般粗糙的皮肤，面容扭曲，摊开手掌指尖正伫立着几道身影。马达拉，我听说你去木叶了。外道魔像头顶上的天道佩恩，一双如波纹般散开的轮回眼，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威压，俯瞰着其中一根手指指尖上的带土。是的。带土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情况如何？带土眼中隐约露出一丝不甘。有些复杂，不过宇智波一族的实力超出了我的想象。哦，那就是失败了。天道佩恩声音中带着一丝意外。班的实力他很清楚，掌握着一种神秘的时空间忍术，以他的能力，居然也会失败吗？旁边的猪笼草白绝想要开口，被带土狠狠地瞪了回去。岂止是失败了，他差点没给宇智波未来完废。回去之后，带土更换了半个身体的白绝套件，才彻底摆脱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宇智波未来将会成为我们的大敌。带土声音冷冽。天道佩恩缄默，以班的实力，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欺骗他。而且灾厄宇智波之名，他也有所耳闻。我建议小组织应该继续招募一些成员，扩充组织实力。带土沉吟了一声，他本意是在宇智波灭族之夜中拉拢宇智波止水加入小组织，但很可惜，止水背叛了他，选择了宇智波未来。鼬也已经不是之前的鼬了，何况现在的鼬也没有资格加入到小组织之中，所以扩充组织成员，尤其是由他招募的成员，就显得极为重要。就这么办吧。天道佩恩点头，组织实力强盛对他也有好处。带土面具外的眼眸深邃。与之相比，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拿回卡卡西的血轮眼。他一直没有取走赠予卡卡西的血轮眼，一方面是以神威的能力，单眼就足够应对绝大多数情况；另一方面，对于曾经的同伴卡卡西，他没有斩断最后一丝羁绊的决然。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宇智波未来强势出山，已经威胁到了他，他必须要获得更强的实力。卡卡西的血轮眼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木叶，火影室，空气死一般的凝重，袁飞日斩微微咬着牙齿，盯着淡然坐在椅子上的宇智波未来。饶是他位居高位，早已养成了宠辱不惊的性格，但面对宇智波未来，还是几乎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满腔的怒火犹如即将决堤的洪水，就是眼前的这个家伙杀死了他的老友团藏，逼迫他当众妥协，将他作为火影的威严一再扫地。如今又来到火影室，夺走本应该属于他下属的血轮眼。袁飞日斩眼中浮现一丝深邃，像是在斟酌，在权衡。进来之前，他早已做好布置。火影楼四周已经聚集10余名顶级的暗部，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在其他地方，他或许没有办法对付宇智波未来，但这里可是火影室，宇智波未来孤身一人前往。如果能趁机解决掉他，再给他扣上袭击火影的帽子，袁飞日斩暗暗思量成功的可能性。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火影大人？宇智波未来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就这么当着袁飞日斩的面，一边品茶一边淡淡的扫视着他。你拿去便是。袁飞日斩声音不甘，光是说这句话，似乎都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噗嗤！宇智波未来差点没一口茶喷出来，射到袁飞日斩的脸上。就这？你刚才那么大的怒气，要杀了我似的，结果就这？望着袁飞日斩的眼神带上了一丝轻蔑。火影楼四周聚集的暗部还在不断增加，隐隐有形成对他的合围之势。只要袁飞日斩一声令下，这些暗部就会立刻出手。要知道，火影楼中可只有他一个人。但袁飞日斩从心了，明智的决定。宇智波未来放下手中的茶杯，淡淡的扫了眼袁飞日斩。那么，属于宇智波的血轮眼，我就收回了。宇智波未来起身，从火影室离去。直到他离开，萦绕在火影楼中那股庞大的压力才逐渐消失。袁飞日斩擦了下额头的汗水，身体已经湿了一片。火影楼四周布置的暗部瘫坐在地，直到此刻，他们才明白灾厄宇智波几个字的含义。面对这样的敌人，真的连出手的勇气都很难升起啊！火影楼外，宇智波只因和宇智波黑子正在紧张的等待。黑子，你说未来哥这么长时间没有出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啊？他们敢！宇智波黑子直接拔出腰间别着的2把菜刀，眼珠子一瞬就红了。要是那群家伙敢欺负未来哥，我黑子第一个不放过。两人僵持之间，只见一道人影淡然的从火影楼走出。宇智波黑子惊喜把菜刀塞回裤裆。未来哥来了！未来哥怎么样？3代目那家伙没有为难你吧？只要未来哥一声令下，我和黑子直接踏平火影楼。宇智波未来淡笑的说道。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3代目挡不住他，那些暗部也挡不住他。宇智波未来只是不想背上一个袭击火影的帽子。袁飞日斩主动退让，他自然也省得麻烦。眼神微微一凝，宇智波未来悄然间开启核辐射感知术，浓郁的核辐射顷刻蔓延开来，以极快的速度覆盖了大半个木叶的范围。核辐射笼罩中的人或事都瞒不过他的感知，只是这股核辐射的浓度很低，处于其中的人一般不会有任何感觉。宇智波未来很快感知到卡卡西的身影，此刻正处于木叶公墓中，似乎是在祭奠什么。黑子，只因
这次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们了。宇智波未来的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在对战团葬的那一夜，宇智波只因和黑子的出色表现，让宇智波未来注意到他们的天赋，在他核辐射助力下，已经纷纷觉醒了三勾玉血轮眼，实力水涨船高，接近精英上忍级别。说来也是奇怪，这两人虽然智商不怎么高，但体质夸张的离谱，跟从小喝核污水长大似的，对核辐射的适应能力极为惊人，简直就是人形核污染源。宇智波未来还没怎么用力，这两个家伙就已经纷纷突变，原地晋升三勾玉血轮眼。这次回收卡卡西血轮眼，正好可以试一试他们的能力。等等，核辐射的感知中，一个熟悉的轮廓的冒了出来。宇智波未来眼中浮现一丝期待之色，有趣，看样子比想象中的要更好玩了。木叶陵园，一排排墓碑肃穆的林立，整个陵园安静的出奇，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影。一个角落位置的陵墓上，穿着暗部制服的卡卡西将一朵百合花轻柔的放下。林，我来看你们了。暗部面具遮住了他的面容，只露出一双惆怅的双眼。过往的一幕幕在卡卡西脑中回放，像是很遥远，又像是就在最近。他辜负了对带土的承诺，林死了，死在他的手中。每个月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带土和林。有时候他也会想，如果当初他做出另一个选择，结果会不会不同？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卡卡西自嘲似的摇头，林，我下次再来看你们。正当他打算转身离开时，一股寒意顺着脊背向上升起，直接冲向他的后脑。在暗部多次历经生死的经验，让他一瞬之间扭动上身，整个身体以一种惊人的姿势侧翻躲避。后方一只缠满绷带的手掌擦过，抓了个空。你是谁？卡卡西喘着粗气，掏出一枚苦无警惕盯着突然出现的面具男，眼中还残留着一丝震惊。如果刚才不是他反应够快，恐怕就会落入对方的手中。这里是木叶的范围，这家伙是怎么混进来的？等等，望着那道虎纹面具，卡卡西瞳孔骤然一缩。你是宇智波斑？哦，你居然听过我的名字？带土微微诧异。那当然，卡卡西咬牙，一手塑造的九尾之夜入侵根部基地，让木叶遭受过巨大的损失的宇智波斑。身为暗部，卡卡西对眼前面具人的情报也有所了解。据说宇智波那夜中，根部花了巨大的代价围剿此人，可惜被他逃走了。带土亚麻带住，九尾之夜他懂。根部基地什么鬼？他什么时候入侵根部了？那一夜中的根部也是说的同样的话，自己头上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的锅？莫名其妙。带土伸出手掌，对准卡卡西的喉咙直接掐下。卡卡西翻过躲避，甩出手中苦无，苦无直接从虎纹面具穿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用的。带土眼神漠然。卡卡西心一沉，果然和情报中一样的时空间能力。左眼的血轮眼已经开启，卡卡西抓住右臂，伴随数千只鸟嘶鸣的声响，蓝色雷狐交织跳动。千鸟！卡卡西陡然冲去，速度之快只露出残影，没有丝毫阻碍，千鸟直接穿透带土的身体。但卡卡西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没有任何命中的反馈，像是打中空气一样。身体因为惯性直接穿过带土的身体，就在全部穿过的一瞬，啪嗒，剧烈的刺痛让卡卡西的脸色巨变，发出痛苦的哀嚎。眼睛，我的眼睛！他的左眼出现一道血腥的空洞。带土捏着染血的血轮眼，眼神中露出一丝复杂，但很快这份复杂便消退下去，取而代之是冰冷的寒意。突然，凌厉的风劲从耳边传来，利器直接从他头颅穿过，大力钉在对面墓碑上。枪！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回荡在陵园之中。菜刀！当看到钉在墓碑上的武器，带土眼皮子一阵狂跳。什么时代了，还有人用菜刀当武器？只因哥，有人在劫我们的湖！宇智波黑子赶到，愤怒盯着捏着血轮眼的带土。洗捏！宇智波只因怒吼，那数十斤重的实心黑铁棍对准带土的头颅就是一棍子敲下，伴随地面的震动，混凝土的坚固地面直接被敲碎，蜘蛛网一般的裂纹蔓延开来。带土眼皮子跳得更深了，这两个家伙是什么鬼？名字这么奇怪就算了，连武器都这么奇特。宇智波黑子猛地一拽，那嵌入墓碑上的菜刀立刻飞回，从带土的身体再度穿过。钢丝！带土瞳孔一缩，那菜刀的刀柄上居然缠绕着一条细细的钢丝。出身宇智波一族的带土脑中立刻就出现了宇智波流投掷术。作为宇智波一族顶级的投掷技巧，能够通过钢丝改变手里间的轨迹，但从未有族人用在菜刀上啊！带土一阵无语，难不成是他脱离宇智波一族太久，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吗？黑子，要上了！热血沸腾起来了！只因哥握着黑铁棍的宇智波只因和攥着两把菜刀的宇智波黑子嘶吼冲向对面的带土。卡卡西一阵凌乱，微微张着嘴，完好的右眼是满满的呆滞和不可置信之色。只因和黑子的突然出现，让他的大脑像是被猫玩弄过的毛线球。这是宇智波？宇智波什么时候这么奇葩了？相比一脸高冷模样的带土，只因和黑子简直就像是基因突变的混血种。
绝对不是纯种的宇智波。但此时他也来不及思考这些事情，暗暗恢复消耗的体力。左眼眼眶依旧是那股剧烈的刺痛，属于他的血轮眼被夺走了，他要找机会重新夺回来。那是戴土赠予他的礼物。戴土的模样有些狼狈，一边是粗大的黑铁棍凶猛砸下，另一边是菜刀剁肉一样的疯狂剁下。在此之前，戴土从来不知道宇智波一族的战斗方式可以这么凶猛。他开万花筒之前也算是宇智波的奇葩，但和芷英和黑子比起来，似乎也就没那么奇葩了。芷英哥，我要开大了。黑子，你悠着点。宇智波、芷英立刻后调拉开距离。宇智波、黑子将2把菜刀缠绕到自己腰上，下一秒，如同陀螺一样高速旋转。腰间的菜刀在惯性的作用下，同样开始急速的转动，刀刃反射寒芒。人形绞肉机降临！戴土眼皮子直跳，他发现自己刚才对2人的评价还是保守了。这他妈哪里是奇葩，这简直就是……操！高速旋转的刀刃淹没了他的思绪，戴土只能拉开距离。即使是拥有虚化的能力，戴土也不希望被这种绞肉机覆盖，何况他的虚化时间是有限的，万一这货真的不知疲倦的转个10分钟，枪！枪！枪！如同陀螺般转动的菜刀碰撞到四周的墓碑，伴随清脆的撞击声，坚硬的墓碑直接被削掉一角，尘土四溅。上次砍根部把菜刀砍钝了刃之后，宇智波黑子就特地花重金打造了这2柄特制菜刀，坚固程度远不是一般的菜刀能够比拟。稍远一处的位置，宇智波未来望着狼狈的戴土，眼中噙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芷英和黑子的能力虽然不可能击败戴土，但让他好好恶心一阵，还是能够做到的。或许是被恶心透了，戴土终于放弃了和芷英黑子僵持，借助虚化的优势拉开了一大截距离。身旁的地面，白绝晃晃悠悠的钻出上半身。马达啦，怎么花费了这么长时间？白绝不解，他方才一直在远处放风，以戴土的能力，不应该需要这么长时间啊！咦！白绝亚麻呆住。对面正是宇智波黑子，宛如人形绞肉机，2把高速旋转的菜刀像是切豆腐般疯狂切割着周围的墓碑。什么鬼？戴土就是在与这样的忍者交战吗？准备离开吧。戴土摊开右臂，注视着躺在掌心中眼球。血轮眼已经到手了，没有必要继续浪费时间。如果被木叶其他忍者发现，只会变得更加麻烦。扭曲的漩涡开始吞没他的身体。可恶，把血轮眼还给我！卡卡西强忍身体的剧痛，打出一发千鸟冲去，但相隔太远，他的速度根本不够。戴土怜悯地望着这一幕，突然，噗嗤，时空间转移被打断，右臂陡然飞了出去。怎么？可恶！戴土眼眸惊骇，看来你的能力在进行时空间移动时是必须实体化的呢。宇智波未来稳稳握住戴土掉落的手臂，那掌心之中正躺着其中一枚染血的血轮眼。是你！戴土捂着右臂，咬牙怒视突然出现的宇智波未来，手臂的断口处正在不断滴落粘稠的乳白色液体。宇智波未来，又是宇智波未来，上次也是他。在根部围剿宇智波的那一夜，宇智波未来用那股奇异的毒素侵染他的身体，逼得他不得不自断一臂，缓解身体的异变。而现在，宇智波未来只是刚一出现，就砍掉了他一只手臂，2次断了2只手臂，加上九尾之夜的那一次，他已经在木叶断了3次手臂。看来你对我的印象很深啊。宇智波未来笑着抛了抛手中的血轮眼，像是把玩一颗弹珠似的。这只眼睛我就收下了。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能力从我手中夺走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宇智波未来的语气相当平淡，像是在说自己早上吃了什么一样。但就是这平淡的语气，在对面的宇智波戴土耳中却是无比的刺耳。上次他尚且没有断臂，都敌不过宇智波未来，这次还未交手，一臂就已经被斩断。强行对战又有多少胜算？那股身体异变的痛苦感受，戴土真的不想再来一次。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戴土深深地望了宇智波未来一眼，身体没入了地面中。白绝见戴土都逃了，一点不敢停留，同样没入地面之下。这处墓地陡然安静下来。卡卡西忍着眼眶的剧痛，走到宇智波未来的身边，能否将戴土的眼睛还给我？很遗憾，我拒绝。宇智波未来神色淡然，这是戴土赠予我的眼睛，你无权拿走。卡卡西微微咬住牙齿，你说错了，这是宇智波一族的眼睛，而我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何况戴土刚才都已经反悔了。宇智波未来耸了耸肩，这只血轮眼寄宿着神威的力量，放在卡卡西身上太浪费了。明明能成为白牙第2，却偏偏变成5秒尾男，没几下就一滴都不剩了。看似是获得了一颗血轮眼的助力，实际上限却拉低了。失去这只眼睛对你并不一定是坏事。宇智波未来意味深长地说道。卡卡西颤抖了2下，向后退步。戴土赠予他的血轮眼就这样失去了，情绪上的剧烈波动让他眼前一黑，直接晕倒过去。与此同时，木叶村之外，戴土愤愤不平地一拳打向树干，脸色异常难看。
跟他妈喝了口核污水似的。宇智波未来，这个仇我记下了。他的眼睛，他自己的写轮眼，居然就这样落到了宇智波未来手中，这让他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白绝，不惜一切代价研究出克制那种毒素的方法。宇智波带土咬着牙齿，用无比强硬的语气吩咐：咦，真的要这么做吗？带土。白绝往后缩了缩脖子。宇智波班晚年的惨状在眼前回放。三战爆发时，草之国地底的班对宇智波未来那种神秘毒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样吩咐他们研究那股毒素。可不久之后，班的模样就一下子凄惨了很多，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几乎秃成了地中海，时不时就会流出一堆鼻血，最后连管子都来不及拔，就直接嗝屁了。现在的带土同样和宇智波未来的毒素对上了，白绝一阵后怕，他可不想让自己长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眼睛，还我的眼睛，那是带土赠予我的礼物。哈哈！无尽的噩梦之后，卡卡西从昏迷中醒来，映入眼帘的是数道期盼的眼神。卡卡西队长，你醒了，太好了！卡卡西捂着头，疑惑地打量着四周。我怎么在这里？左眼眼眶已经被包扎，缠绕着厚厚的绷带，周围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陵墓，而是一处干净整洁的病房。卡卡西队长，是火影大人派人将你带回来的，也火影大人吩咐，一定要用最好的条件的给你治疗。暗部的同伴对病床上的卡卡西笑着说道。火影大人。卡卡西呢喃一声，转过头，果然看到袁飞日展咬着烟嘴，一脸微笑地看着他。多谢火影大人。卡卡西感激地开口。无妨，只要你的身体无恙就行。袁飞日展咬着烟嘴，用尽量柔和的语气道。至于那只血轮眼，袁飞日展表情严肃下来。你放心，卡卡西，我会派人去和宇智波一族交涉，只要有一丝拿回来的希望，就绝对不会放弃。听着袁飞日这安慰的话语，卡卡西心中的感激更深了。三代木火影真的是为村子奉献一切的好火影啊！即便是对他这样的下属，也如此的上心。病床周围的暗部中，有少数是先前在火影楼附近布防的暗部，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袁飞日展亲口同意了宇智波未来的要求，主动放弃了卡卡西的血轮眼。可刚才的那番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暗部对视一眼，纷纷选择沉默不语。火影大人此举必有深意。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中，宇智波未来坐在椅子上，手中的玻璃器皿，一颗猩红的血轮眼在液体中上下浮沉。那带土心心念念想要夺回的眼睛，此刻在他手中像是玩具一样随意摆弄。可惜不是另外一只。宇智波未来的语气带着一丝遗憾。另外一只？旁边侦查的宇智波鼬有些疑惑地望着宇智波未来。没什么。宇智波未来淡然摇头。旋即他开始琢磨这只眼睛的用途。他自己自然是不需要的，如果是另外一只神威，能够让自身保持虚化状态，对他而言也有很大的作用。可惜这只万花筒只能进行空间攻击，威力虽然不弱，但宇智波未来不缺攻击能力。白热光、原子吐息、红莲原子吐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花费一定的代价，也并非无法做到那一招。手搓核弹，可以说攻击能力是他最擅长的能力。这只万花筒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旋即他又将目光投向了侦查的鼬身上，鼬已经变成了他的形状，如果移植给鼬，倒是能大幅提升他的战力。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鼬自己的万花筒并不弱，没必要画蛇添足移植这只血轮眼。原著中的鼬挂开的一个比一个狠，十拳剑、八尺镜，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神器，又是一个不缺。攻守兼备，宇智波一族挂比多，宇智波鼬占一半。移植这只血轮眼对鼬并不是什么好事，只会白白浪费他原本的天赋，而且过早让鼬使用万花筒，说不定会让他的血迹病提前显现。原著中鼬就是因为血迹病嘎了，好不容易将鼬变成了自己的形状，这么好的苗子，宇智波未来可不想浪费了。关于鼬的血迹病，宇智波未来也做好了应对的手段，只是现在鼬年纪尚浅，病症还未显露，未来若是处理得当，说不定能让鼬走向另一个高峰。思索来思索去，宇智波未来发现这只血轮眼最好的用途就是不用，只要这只血轮眼在自己手中，带土就会投鼠忌器，而且对这只血轮眼做一些布置的话，说不定能够让带土。宇智波未来眼眸微微一闪，他忽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过现在还不是实施的时候。处理完卡卡西血轮眼的事情后，宇智波未来来到了高天原之中。自从他将体内的哥斯拉转移到这方世界后，就一直没有进来过。行星哥斯拉有同化世界的能力，而高天原本就能进行自我演变，两者互相叠加，不知道现在的高天原变成什么样子。当宇智波未来出现在高天原后，望着眼前的一幕，顿时亚麻呆住。这是高天原中的景象，相比他上次进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哥斯拉沉眠的位置大地变成了灰褐色，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四周蔓延。原本半人高的芦苇，现在居然生长到10几米高，简直就像是一排排参天古树，
白色的尾絮变成了漆黑的果实，沉甸甸的摇曳。除此之外，哥斯拉沉睡的附近还长出了很多宇智波未来从未见过的植物，像是漆黑的古树，至少也有几十米高，扎根在哥斯拉的四周，树枝扭曲狰狞。从远处望过去，就像是一片高耸的黑暗森林，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啊！宇智波未来的眼神惊喜，行星哥斯拉对高天元的同化速度比他预计的要快很多，距离他将哥斯拉转移到这片世界中，一共也就过了1个星期左右，但效果已经非常明显。就在这时，宇智波未来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一颗异变后的芦苇下抓耳挠腮，正是他上次创造的迷你拉。那迷你拉似乎是想要吃掉异变后的芦苇果实，但以他人类大小的体型，实在是够不到10几米高的果实。迷你拉琢磨了一会儿，突然张开口，吐出一条蓝色的光束，光束完美的击中了芦苇上的果实，果实掉落下来，小迷你拉欣喜地冲过去，一口吞下。这一幕看着宇智波未来目瞪口呆。原子吐息，虽然粉嫩的不行，但绝对是原子吐息无疑。这么小的迷你拉也会原子吐息？那迷你拉似乎发现了他的存在，撒了欢一样向他冲过去，一把扑到他的怀中。宇智波未来感觉自己被炮弹击中了，饶是他肉体远超常人，被一只迷你拉冲到怀中撒娇，也还是有种承受不住的感觉。哥斯拉在怀中撒娇怎么办？在线的，挺急的。动作虽然粗暴，但迷你拉显然没有任何恶意，对创造他的宇智波未来已经当成了主人一样的存在。宇智波未来像是撸狗一样撸着怀中的哥斯拉，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果然，高天元的自我演化方向正朝着一个特殊的体系前进。如果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哥斯拉生态，这片世界将会被同化成最适宜哥斯拉生存的环境。方才从这头迷你拉主动觅食就能看出来，这片世界已经形成了哥斯拉的生态圈，未来将会有大量各异的哥斯拉在这里生活。在此之前，我必须确认一件事情。深吸了一口气，宇智波未来怀着忐忑的心情动用高天元的规则之力，那片异变后的芦苇开始按照他的想法舞动，像是一群海草来回摇摆。好险，看来在这个世界中，我依旧掌握着最高级别的权力。宇智波未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行星哥斯拉同化的速度太快，超过他的预计，而且行星哥斯拉的实力完全碾压他，拥有爆星级战力，摧毁忍界不在话下。宇智波未来不得不担忧，如果行星哥斯拉的同化能力超越他对高天元的规则掌控，那自己岂不是成为了哥斯拉的附属？但方才实验告诉了他答案，无论行星哥斯拉怎么同化，对于高天元来说，这只是一种演变的方向。99小说，规则的最高掌控者依旧是他，甚至他可以动用规则之力让这片世界重启，即便是行星哥斯拉也要受到世界泯灭的影响。但那消耗的瞳力太过恐怖，而且他和哥斯拉是一体的，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方式。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宇智波未来开始畅想未来。行星哥斯拉本质是植物，而宇智波未来就是园丁，高天元则是种植植物的土壤。通过规则之力，这把剪刀修剪出一条哥斯拉树枝，种植在高天元的土壤中。一段时间后，这条树枝就会重新生长成全新的植物，也就是新的哥斯拉。而原本就是植物的行星哥斯拉，只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就能恢复，非常的耐操。如此往复，这片世界将会出现大量不同的哥斯拉，俗称哥斯拉神国。宇智波未来嘴角留下了向往的液体。行星哥斯拉实力太强，而且一直处于沉睡中，他很难动用对方的力量。但分裂出来的其他哥斯拉就不同了，说不定还能当成通灵兽，随时通灵几个出去溜着玩。那件事情倒是能展开了。宇智波眼眸无比深邃，解决的团藏威胁后，宇智波一族已经重新屹立。不过木叶村之外倒是有一些障碍，小组织的目标是尾兽，九尾迟早会成为他们下手的目标。佩恩抗迷，感受痛苦，这个威胁不得不防。而且小组织收集尾兽合成10尾，他的目标也是10尾。如果吞噬了10尾的力量，说不定行星哥斯拉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无论如何，对于小组织都需要做一些准备。宇智波未来眼中露出一丝期待，哥斯拉创造和高天元的规则之力，倒是可以让他弄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水之国雾影村，一处阴暗潮湿的地下房间中，噗嗤，伴随着肉体被利器破开的声音。鬼鲛，你居然敢背叛我！西瓜山河豚鬼满眼惊骇，不可置信，自己最忠诚的下属，一直忠心耿耿的老实人鬼鲛，居然背叛了自己。手掌颤抖向后摸去，想要抓住交击的刀柄。作为雾影村最有名的7大忍刀之一，如果能动用他的力量，说不定就能反杀。狰狞的凄惨叫声响起，西瓜山河豚鬼感到一股钻心的剧痛正从伤口处爆发。你以为我没有防备吗？鬼鲛咧嘴冷笑，握着刀柄的手用力转动。生命力的快速流逝让西瓜山河豚鬼的视野开始模糊，全身的力气好似一瞬被抽干。最后一刻，他恶毒地死死盯着鬼鲛的眼睛，发出如同诅咒般的沙哑声音。鬼鲛，你会后悔的。鬼鲛不以为然，将忍刀大力送入，结束了西瓜山河豚骨罪恶的一生。确认对方死绝后，
鬼鲛熟练地解开他背后的交击大刀，轻抚交击粗糙的刀身。突然，身后隐隐传来的熟悉声音让鬼鲛一瞬僵住。辛苦你了，鬼鲛。手掌一瞬放在交击的刀柄，鬼鲛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无比警惕地转过头。我猜到他会对你这个部下放松警惕，鬼鲛，你果然不负众望呢。漆黑的阴影中抬起一张脸孔，形同正太的外貌，眼睑下是蜈蚣般的疤痕。4代目水影。鬼鲛瞳孔一颤，水影怎么出现在这里？而且对于自己背叛雾隐村的举动没有丝毫意外。等等，刚刚松懈的戒备再度提升到极致，鬼鲛眯着眼盯着水影背后，一股浓郁的杀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出来吧！黑暗中，那道身影缓缓地抬起头，一颗猩红的眼眸显露而出。这种眼睛，血轮眼。鬼鲛瞳孔地震，原来我们称之为4代目水影的人物，一直都是你吗？99小说拥有将三尾人助力水影控制的瞳力，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宇智波，马达拉。阴影中的人影开口，空气陡然凝固了一瞬。宇智波斑。鬼鲛亚麻呆住，斑都是什么时代的人物了？怎么可能活到现在？阴影中，那道身影缓缓揭下了脸上的面具。鬼鲛瞳孔骤然一颤，周围的世界一阵变幻，四周是一片纯白的空间，一轮猩红的血月悬浮上空。月之眼，这是我的计划。带土缓缓叙述而出。没过多久，鬼鲛便已经接受了他传达的讯息，满眼震惊和不可置信，喃喃自语：原来是这样吗？这种虚假的世界也能迎来改变。他眼中的迷茫消失，取而代之的浓郁的兴趣。小组织吗？我加入了。明智的决定。宇智波带土眼底露出一丝笑意，比他料想中的要顺利得多呢。老实人鬼鲛是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关注的雾隐忍者，深陷杀死同伴的迷茫和痛苦，这份伤痛更能让他理解月之眼的真谛，成为自己忠实的下属。带土想到了那个忍者，牙齿又开始痒了起来。宇智波未来，那个3番2次将他戏弄的混账，鬼鲛的加入无疑让他的势力得到提升。如果下次再遇到宇智波未来，哼！带土冷笑。就在这时，身旁的地面突然钻出一个白色物体。马达拉，草之国境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忍者，首领决定去亲自招募他呢。哦，听着白绝的汇报，带土来了兴趣。他这边刚刚招募了一个同伴，掌门那边也开始招募新成员了吗？说说那家伙的情报吧。白绝沉吟了一声，开始潺潺叙述。什么人形尾兽，什么怪兽之王，什么褐色真兽，生猛的一笔。带土亚麻呆住，忍界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个忍者？怎么之前从未听过他的名号？似乎是某个小忍村的叛人杀光了自己的村子，然后叛逃了，最近才开始活跃起来。白绝看出了带土的疑惑，立刻解释着。带土点头，这样倒是有可能。忍界太大，小忍村数不胜数，突然冒出一个奇葩也很合理。接着他突然将期待的目光投到了刚刚招募的鬼鲛身上。鬼鲛，组织中刚刚招募了一个新的成员，似乎是和你同一种类型呢。人形尾兽、怪兽之王之类，用在鬼鲛身上似乎也非常贴切。鬼鲛体质特殊，本就是一副野兽的模样，体内的查克拉强盛的不像人类。不知道鬼鲛和掌门招募的那个新成员孰强孰弱？鬼鲛咧开嘴，露出一排锯齿状的鲨鱼牙齿。是吗？我倒是很期待和他见面呢。与他同类型的忍者可是非常罕见的。鬼鲛在他漫长的生涯中从未遇到过，没想到刚刚加入小组织就遇到了一个。要是能够和他交手一番，一定是一件美事吧。鬼鲛已经开始期待着自己的小组织生活。阴暗潮湿的溶洞，水滴从顶部的钟乳石缓缓滴落。狰狞的外道魔像摊开手，手指上伫立着外貌各异的叛人。这些叛人中任何一个走出去，都会让忍界掀起一阵风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 S 级叛人的存在。刚刚加入组织的鬼鲛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四周。这里就是小组织吗？马达拉，这就是你招募的新成员吗？外道魔像头颅上的天道佩恩一双轮回眼默然注视着对面的宇智波斑，其余成员的目光也都各异地打量着戴着漩涡面具的带土。宇智波斑，这种历史中的人物居然就这样站在面前，让他们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尤其是穿着小组织红云袍的大蛇丸，一双蛇眸带着浓厚的兴致上下打量着带土。最开始带土隐藏在小组织的背后，没有以班的身份示人，但最近在木叶中的行动，宇智波斑的名号传遍忍界，全忍界的人都知道木叶突然冒出了一个自称宇智波斑的面具男，然后手掌被斩断了2次。带土非常愤怒，到底是谁在背后捅他的刀？白绝多方探查都没有探查出准确的源头，只知道是从木叶中传出，但无论如何，想要继续安稳的隐藏在幕后已经不可能了，不如直接以班的身份行动。于是这是带土第一次作为宇智波斑参加这场小组织会议，周围组织成员的目光像是火烧一样刺挠。带土冷哼了一声，他叫鬼鲛，将会作为新成员加入到组织中。他对鬼鲛的实力很有信心，本就体质特殊的鬼鲛在得到交击之后如虎添翼，这次新成员加入的会议
就靠鬼鲛给他长脸了，是吗？天道佩恩毫无情绪地打量着鬼鲛，说来，我也刚刚招募了一个新成员，似乎和你同一种类型的忍者，我也很想见识见识。鬼鲛咧嘴，露出满口鲨鱼牙齿，出来吧，钟烟。天道佩恩声音落下的瞬间，嗖，一道黑影划破黑暗，瞬息出现，好快的速度！其余成员惊异地打量着他，如同干枯树皮一般的皮肤，肌肉虬结有力，最奇特的是那张脸，简直不像是普通人类，更像是野兽一样的生物，湛蓝的瞳孔扩散到眼白中。钟烟，好猖狂的名字！鬼鲛眯着眼，目光不善地盯着钟烟。与其他不同，钟烟刚一出现，他就感到了一股浓烈的气势，那是野兽之间搏斗才会散发的气势，用于从气势压倒对方。既然是同类型的新成员，不如就让他们打一场吧。哈哈，组织中不需要废物，正好检测一下这两个新成员的实力。小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打量着两人，发出玩味的声音。天道佩恩眼神漠然，班，你有意见吗？没有，我也很期待呢。带图眼中露出一丝冷笑。鬼鲛是他招募的成员，对于鬼鲛的实力，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钟烟，名字倒是霸气，但是以前从未听闻过，不知道是从忍界哪个犄角旮旯中冒出来的。拼实力，怎么可能拼得过鬼鲛？鬼鲛的手中可是握着雾隐村7大忍刀之一的蛟姬，两者互相叠加，绝对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溶洞中的小组织成员一瞬将目光全部投到两人身上，眼中都是带着一丝好奇。这两头野兽交战，谁会获胜呢？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比试一场吧。见其他成员都同意了，天道佩恩也不再犹豫，沉声地吩咐道。鬼鲛取下背上的蛟姬大刀，指向钟烟，露出一排锯齿状的鲨鱼牙齿。你叫钟烟是吗？我是鬼鲛，雾隐村的无尾尾兽。野兽之间的战斗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希望你能坚持久一点。对面的钟烟湛蓝的眸子露出冷笑，目光不善地盯着鬼鲛，10根手指指尖，漆黑的利爪缓缓伸出。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没想到见了个马甲混入小组织，一进来就有人送上门来。鬼鲛吗？有趣。宇智波未来冷笑，他的这副身体几乎全部用哥斯拉组织构成，是类似核分身的实体分身，但品质却要高出了太多，是他在高天元中用规则之力捏了好长时间才捏出来，俗称人形哥斯拉。常规哥斯拉的能力，这具躯体全部具备。为了做出区分，宇智波未来着重增幅体术方面的能力。钟烟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中烟哥斯拉，中烟大帝，哥斯拉中的体术王者。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的勾起，不知道你的无尾尾兽和我的人形哥斯拉相比，孰强孰弱呢？阴暗的溶洞中，鬼鲛眯着眼盯着对面的钟烟，两人之间空出一块巨大的空隙。这片溶洞空间很大，足够他们施展拳脚。小组织的新人入职对战，真是让人期待啊！戴着黑色口罩的角都，绿油油的眸子浮现一丝期待之色。他当时加入小组织之时，是首领佩恩和天使小南同时招募，最终还是小南以将组织财政大权交给他管理的条件，成功吸引他加入小组织中。角都认为自己的决策非常明智，像小组织这种强大的组织，成员都是 S 级别叛人，未来的发展的前景一定非常广阔，人要有足够的远见。曾经和初代火影交战的角都就认为自己非常有远见，确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活跃的新人了。穿着黑底红云袍的大蛇丸舔舐着嘴角，饶有兴致地盯着下方的鬼鲛两人。这两个家伙都能以非人观之，不知道绑在解剖台上是一番怎样的美景呢？大蛇丸愈发的好奇，浓郁的战意从鬼鲛身上涌起，那如同鲨鱼一般的眼珠牢牢地锁定着对面的钟烟。鬼鲛脚下地面骤然迸裂，整个人扛着蛟姬大刀，如同炮弹般骤然射出，几乎是眨眼之间就已经来到钟烟面前。那粗大的不像话的蛟姬大刀裹挟着恐怖的劲力斩下，熄灭。鬼鲛眼神狞笑，似乎已经看到钟烟肉体爆裂的画面。枪！厚重的金属撞击声响起，回荡在溶洞之中。外道魔像手指上的成员都有些惊异地望着这一幕。只见被蛟姬大刀势大力沉斩下的钟烟，居然用2只手掌牢牢钳住蛟姬的刀身，灰褐的指甲在蛟姬鳞片般的刀身上摩擦，火星四溅。握着蛟姬刀柄的鬼鲛眼神微变，他感到一股庞大的力量顺着蛟姬刀身传来，隐隐有压制他的趋势。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枪！两人分开，这次鬼鲛的眼神少了些之前的轻视，战意越发浓郁。野兽，这是一头不输于他的野兽。成为忍者这么多年，鬼鲛还是第一次遇到与他同一类型的忍者。砰！两人再度撞击到一起，肉体的碰撞拳拳到肉，没有丝毫的技巧可言，只是纯粹力量与野蛮的比拼。这是两头野兽之间的战斗，痛快，痛快！鬼鲛嘴角溢出血丝，心中却无比畅快。简单纯粹的肉搏给了他其他战斗所无法比拟的痛快。两人如同一团黑色和蓝色虚影，
每次碰撞，周围的空气都会发出剧烈的音爆声。外道魔像手指上的小组织成员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战斗的一幕，以他们的眼界，自然能轻易地看出，这两人光是凭借体术都已经不输于一般的精英上人。相比鬼鲛的畅快淋漓，战斗中的中烟就显得束手束脚多了。不是他实力不够，而是怕把对方打死。宇智波未来暗中收着劲力，万一一不留神划着对方，鬼鲛猿的突变成为沙斯拉怎么办？这道分身可是具备哥斯拉的大部分能力，而且宇智波未来在用高天元规则之力塑造时，特地选择了中烟哥斯拉作为模板。中烟哥斯拉是哥斯拉中的体术大帝，即便宇智波未来已经暗中收手，人形哥斯拉也不是鬼鲛能够碰瓷的。一番体术鏖战之后，鬼鲛震惊地拉开距离，喘着粗气。蛟鸡能够吞噬查克拉，刚才体术交战时，他可没少用蛟鸡大刀攻击中烟，可居然一滴查克拉都没有吸收到。身体这股奇怪的感觉是什么？怎么突然很想流鼻血？鬼鲛白丝不得其解，有古怪。体术战上失利，让鬼鲛不敢贸然近身，双手快速结印。水遁，大坝谁修哈？鬼鲛口中猛然吐出猛烈的水流，水量之多，几乎是眨眼之间，磅礴的水流就已经冲向了中烟。这个鬼鲛好多水！外道魔像上的小组织成员眼中都是露出一丝惊异，常规的水遁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范围。宇智波未来脚趾伸出尖锐的指尖，牢牢嵌入地面，手臂胸前交叉，阻挡着水流的冲击。好险，这副躯体的核辐射含量很低，而其被他主动控制，不会轻易散逸。要不然，不是满满的核污水，以鬼鲛惊人的水量，这么多的核污水怎么处理？难不成倒进大海，会遭天谴的？鬼鲛借着猛烈冲击的水流，遮掩身形，来到宇智波未来的身后，手中的蛟鸡大刀一瞬膨胀，如同一个胀满了气的河豚。那锋锐的利齿在鬼鲛庞大的冲力下，猛然咬中宇智波未来的肩膀。鬼鲛眼睛一喜，得手了。与先前不同，这次的蛟鸡大刀可是直接咬破了中烟的肉体。以蛟鸡吸收查克拉的能力，加之他的特殊体质，这次一定能把中烟吸得一滴都不剩。你的查克拉我就收下了。鬼鲛贪婪地舔舐着嘴唇，他已经迫不及待品尝中烟美味的查克拉。难不成中烟还是不用查克拉驱动的怪物不成？只要拥有查克拉，就一定能被他榨干。咬着哥斯拉狂吸，这是什么样的猛人才能做出的操作？宇智波未来惊呆了，这不吸了一嘴核辐射。不过核辐射是自己本体的标志性能力，要是真的让鬼鲛这么轻易吸出来，恐怕自己的这个马甲就要曝光了。既然如此，他的嘴角不留痕迹的微微勾起。哥斯拉，你吸收！正在逮着哥斯拉狂吸的鬼鲛，突然震惊的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吸到一滴的查克拉，反倒体内的查克拉开始不受控制的倒卷，速度之猛烈，就像是洪水突然猛烈倒灌一样。不只是查克拉，鬼鲛的肉体肉眼可见的干枯下去，瞳孔无比惊骇，还有他的生命力、肉体力量，以及其他一切有形无形的能量，都在疯狂倒卷进入中烟体内。可恶，你做了什么？快停下！停下！大面！鬼鲛在内心深处发出痛苦的声音，要被榨干了呀！死寂！整个溶洞一片死寂。数分钟之前还是一副猖獗模样的鬼鲛，此刻几乎像是纸片人一样轻飘飘地倒在地上，脸颊两侧深深凹陷下去，冠骨突出，眼球上翻露出大量眼白，舌头软绵绵地耷拉在下巴上，嘴角流出大量的咸水，一副被玩坏的样子。混账！你都做了些什么？外道魔像手指上的带土怒气冲冲地盯着鬼鲛身旁的中烟。鬼鲛可是他招募的成员，是他的下属，与中烟战斗之后居然变成这副模样。外道魔像上的其他成员也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丝惊异之色盯着下方的鬼鲛和中烟两人。鬼鲛在刚开始的战斗中一直都是占据上风，不说压制中烟，但至少也算5-5开。但没想到就在鬼鲛信心满满的要终结战斗时，战况一瞬颠倒，直接变成了这样。他没有大碍，只是查克拉一瞬之间几乎都被吸干了。白绝晃晃悠悠从晕死的鬼鲛身边钻出，在检查了一番后得出了结论。带土松了口气，好险，至少鬼鲛还没有死，不然自己刚招募的成员就这么轻易的被其他新成员当众杀死，自己在小组织中恐怕就要颜面尽失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周围微妙的气氛，扭过头，只见外道魔像手指上的其他成员眼神都是或惊讶或玩味或轻蔑，一同聚集在他身上。宇智波带土红云袍下的手指微微攥住，鬼鲛这个废物，这次的脸丢大了。自己刚刚以般的身份行动，就指望鬼鲛能够给他长长脸，结果完脱了。那望着中烟的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之前是宇智波未来压着他一头，现在组织中居然又冒出来一个中烟，这世道是怎么了？好了，既然鬼鲛没事，那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吧。天道佩恩出声结束了这场争斗，只是那望着鬼鲛的眼神也带上了一丝轻视。这么轻易就被中烟击溃，
还输得这么惨，看来这个鬼鲛也算不得什么人物。这个钟烟是怎么一瞬击败了鬼鲛，还吸干了他的查克拉？天道佩恩望着下方的钟烟，眼中露出一丝好奇之色。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的微微勾起。哥斯拉，你吸收，可以无限制的吸收所有能量，无论其有害或有利，都可以转化为自己的能量。宇智波未来已经留手了，不然以鬼鲛这个小身板，能留下一副骨架就已经不错了。与此同时，宇智波族地族长宅邸中，宇智波未来缓缓地睁开眼，比预想中的要顺利不少。这个计划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小组织带来的威胁太大，必须要做好一定应对的措施。有了钟烟这个马甲，以后小组织的动向很难瞒得过他。元飞一族族地某处训练场旁，转寝小春望着一脸溺爱指导天藏训练的元飞日展，微微叹息了一声。言，看来日展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孩子身上了。站在他身旁的水户门言眼神也有些复杂，毕竟是初代火影之后第二个觉醒木盾的忍者，日展会如此上心也很正常。转寝小春转头认真地望着自己老友，只是言，那个孩子现在才10岁左右吧？你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未来能压制宇智波未来吗？即便他能做到，又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水户门言缄默。灾厄的宇智波名气太过响亮，天藏虽然觉醒了木盾，但想要追赶上宇智波未来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何况宇智波未来除了血轮眼和神秘的毒素血迹，还拥有一项恐怖的能力，在3战中杀死了不知多少忍者。恐怖的兽化术。99小说将希望寄托在天藏身上，水户门言并不看好，至少短时间内不看好。小春，或许我们需要找日展好好谈一谈了。水户门言叹息一声道。半个小时后，元飞族地的某处宅邸，矮桌上的茶水氤氲冒着热气。元飞日展听着自己2位老友的叙述，陷入了沉默之中。茶水升腾的氤氲让他那张阴沉的脸变得有些隐隐绰绰。以天藏的天赋，未来必然能压制宇智波未来。他老了，战力已经下滑，木叶的未来需要交给新一代忍者。他在天藏身上看到了希望，而且天藏是从团藏的根部寻得。元飞日展认为这正是老友团藏在天上，默默庇佑着木叶，即使自己身死，也送来了天藏保护木叶的安全。日展，我明白你的想法，但天藏想要成长到宇智波未来那种层次，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吗？转寝小春眼神凝重。而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木叶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木叶了。元飞日展手指微微颤抖。自从团藏死后，他就一直用自我安慰的方式麻痹自己，但现实并不会顺应他的幻想。宇智波一族的声望已经达到了建村以来的最高峰，3尊万花筒加之族长灾厄的宇智波，竟隐隐有形成和木叶分庭抗衡的局面。如果说以前木叶最强大的忍族是宇智波和日向，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了宇智波。元飞日展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我明白，我已经派出暗部寻找纲手和自来也回村，有他们在的话，说不定就能应对宇智波的威胁。转寝小春和水户门言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喜。纲手和自来也是3忍之一，在木叶享有极高的声望。如果真的能将他们找回村子，火影一脉不利的处境必然能得到改变。之前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回村，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宇智波一族强势崛起，木叶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只要他们还心系着村子，就一定会回村。宇智波翻不起多少浪花。火之国某处不知名的赌场，整个赌场内部乌烟瘴气，嘈杂的叫骂声夹杂着汗水发酵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之中。某处角落的位置，一个金发萝莉一只腿踩在椅子上，撸起袖子，兴奋地盯着赌桌上的骰子。大大大！金发萝莉激动地拍桌叫喊，那副熟练的模样让人丝毫不怀疑她练习时长超过2年半。骰子打开，3个1点，最小。空气陡然安静了一瞬，金发萝莉傻眼，不信邪的她又试了一次，这次她选择了小。骰子打开，3个6点，豹子。几分钟之后，在外面无聊等待的静音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的巨大动静，赌场的里面像是发生地震了似的，一瞬爆出各种难听的叫骂声。大门猛地被人撞开，只见一个金发小萝莉嗖的一声窜出，身后跟着一堆举着木棍板凳的男人。静音，快跑！砰，变身术效果消失，金发小萝莉眨眼间变成御姐，胸口磅礴的汹涌之物在跑动中剧烈的上下摇摆。饶是跟随纲手多年，业务已经相当熟练的静音，望到纲手身后那密密麻麻举着木棍的男人，都不由得下意识打了个冷战，撒腿就跑。10分钟之后，某处隐蔽的小巷中，静音和纲手扶着墙壁，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身体已经湿了一片。纲手大人，这次您又欠了多少钱？静音弱弱地问道。也不多，这次手气不错，只欠了1000万两。纲手满意的笑着道。不多，1000万两。
静音的嘴角微微抽搐。可是，纲手大人，我们现在全身上下只有1000两了。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纲手体内沉睡的赌博之魂都会觉醒，然后输得一塌糊涂。传说中的大肥羊之名已经传遍人界，在某些地方甚至比3忍的名号更加响亮。最后，各大赌场都张贴上纲手的悬赏令。为了能够正常赌博，纲手真的是什么形状都试过了：清纯萝莉、性感御姐、邻家小妹。饶是如此，纲手进入赌场时还是有极大概率被一眼认出。好不容易到了这个新地方，没想到，唉，静音感到压力山大，只剩下1000两的现金了，该怎么生存下去呢？难不成要让他们……就在这时，旁边的纲手眼睛突然微微眯起，冷声开口：“出来吧！” So， 一道黑影从旁边街道窜出，单膝跪在纲手面前。纲手大人。纲手眯着眼打量着面前的忍者，那股标志性的制服和面具让他第一时间就猜出了对方的身份。暗部，是老头子让你们找我的，没想到我都躲到这里了，居然还会被你们发现。纲手的声音带着一丝意外。元飞日斩一直在派忍者找他，他是清楚的。这些年他也一直在躲着元飞日斩，没想到东躲西藏这么久，居然在今天被发现了。纲手大人，您一直在外面，可能不清楚，木叶村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需要您回去主持大局。半跪的暗部眼神复杂。3代目大人将一半的暗部全部派出去，寻找您和自来也大人的行踪。闻言，纲手的表情顿时愕然。老头子居然派出一半的暗部寻找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火急火燎地寻找自己？这些年他一直在偏远的地方闲云野鹤，消息闭塞，对于木叶的情报已经很久没有听闻了。暗部表情陡然凝重下来，缓缓地开始叙述。什么鬼？灾厄宇智波出山了，还杀死了团藏？纲手亚麻呆住。与此同时，火之国某处的温泉馆，一双色眯眯的眼睛正透过墙壁上的洞孔，悄悄偷窥着里面的美丽风景。灵感，灵感，灵感，这些都是灵感啊！自来也快速搓着手掌，口水已经流了一地。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道尴尬的声音：“自来也大人。”正在偷窥的自来也突然感到菊花一紧，整个人像是坠入了冰窖一般寒冷。扭过头，只见一张戴着面具的脸抓耳挠腮，四目相对，只有无尽的尴尬。什么叫社会性死亡啊？自来也大人，您刚才是在……那名暗部一副疑惑的模样。灵感，我是在寻找新书的灵感。自来也一把转过身，用后背牢牢遮住墙壁上洞口，无比笃定地说道，心中却慌的一笔。混蛋，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要是传到了木叶，本大爷的名声可就全完了。哦，原来您是在寻找灵感啊，我还以为是在偷。那暗部话还没说完，就见一道黑影剑似的窜过来，一把捂住他的嘴，紧张地向四周张望。作家的事情能叫偷窥吗？这叫寻找灵感。寻找灵感，懂不？那名暗部眼神惊慌的接连点头，明白就好。自来也松了口气，好险，本大爷的名声保住了，小姐姐们再也不会担心我是色狼了。突然，一道略带惊喜的声音突兀传来，让自来也一瞬陷入了石化之中。自来也大人，您在这里，终于找到您了。鱼，你是第一个发现自来也大人的吗？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汇报？咦，这里好像是温泉馆啊，那个墙上的洞洞是什么？该不会是自来也大人又在偷窥吧？几名突然出现的暗部七嘴八舌的讨论，声音透过墙壁传到后面的温泉浴室中。啊！短暂安静后，墙壁后方传来一大堆年轻女性惊慌的叫声。色狼，有色狼在偷窥，是那个白头发老色狼，他又过来了。叫声透过温泉馆屋顶回荡在附近的空中，一旁大树上的鸟儿受到惊吓扑腾翅膀飞走。自来也一脸生无可恋，像是一块被推倒的砖头，直直向后倒下。他看到受惊的鸟儿从空中飞走，木讷的喃喃自语：小姐姐没了，灵感也没了。阔别多年，重新回到木叶，纲手望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村子，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之中。上次回来似乎还是再上一次，尘封在深处的回忆像是被擦掉灰尘的老照片，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离村多年，纲手从未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如果要问为什么的话，那应该是元飞日斩给的太多了。老头子承诺，只要我回来，就偿还掉这些年我欠下的所有赌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纲手一脸狐疑，他欠下的赌债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便是他本人都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元飞日斩想要偿还，也需要大出血一次。可以说，这次元飞日斩为了请他回来，是下足了血本了。不只是他，听说自来也那家伙，老头子也去寻找了，不知道真的假的。静音，我们走吧，老头子估计已经快要等不及。纲手摆了摆手，带着静音大摇大摆地走向火影楼。他现在还有一肚子的疑问，木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暗部只是很简单的叙述。想要了解的更多，他必须找到元飞日斩。火影楼中，
得到情报的袁飞日展正焦急地等待着，咬着烟嘴在室内来回踱步。纲手和自来也回村的事情太过重要，现在的木叶已经千疮百孔，急需有人站出来坐镇。大蛇丸叛逃了，3人剩下的纲手和自来也，无论是声望还是实力，都足以承担这个重任。而且纲手的身份特殊，说不定在某些地方能发挥奇效。就在这时，一名暗部突然出现汇报：火影大人，纲手大人已经回村了，正在朝这里赶来。太好了！袁飞日展心中一喜，立刻将转请小春、水户门岩他们请来。10分钟后，火影楼会议室，纲手靠在会议桌的椅子上，有些不爽地扫视着周围的转请小春几人。老头子，怎么刚回来就要我开会吗？袁飞日展的神色有些尴尬。纲手，这不是情况紧迫吗？不得已只能这样，你放心，我承诺的钱款1分都不会少。纲手的脸色稍稍缓和。纲手，我想你回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听到村子最近遭遇了吧？坐在袁飞日展旁边的转请小春脸色凝重地说道：宇智波未来出山，团藏身死。木叶现在急需纲手这样身份地位特殊的忍者。99小说，我听到了，但同时我也听到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纲手扫视着对面的几人，眼中带着一丝淡漠的冷意。团藏用我祖父的细胞进行人体实验，制作了一只几乎全是我祖父细胞的手臂，并且几乎插满了掠夺来的血轮眼。这件事情是否属实？纲手声音铿锵有力，回荡在空荡的会议室中。袁飞日展陷入了沉默，旁边的转请小春和水户门岩也都是一脸难看。明明他们已经特地封锁了消息，为什么纲手还会知道？注意到对方眼中的疑惑，纲手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些事情木叶大街小巷都已经传疯了，某些离谱的谣言，比如团藏裤裆里都是血轮眼，额头绷带下藏着血轮眼树瞳之类的，他都是直接略过。可即便如此，这份消息也太过惊人了。身为村子的营府，木叶仅次于火影地位最高的忍者，居然在暗中做这种事情，还是用他祖父的细胞。看来这个消息是真的喽。纲手双臂抱胸，略微疏冷地望着对面的袁飞日展等人。如果是假的，以老头子和转请小春等人的性格，绝对会立刻反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陷入沉默。事情远远比你想的要复杂。袁飞日展复杂地叹息了一声：老头子，这些把戏少来了。纲手漠然看着他，用自己失去祖父的细胞做人体实验，还是选用木叶的村民，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可能原谅的。团藏死不足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宇智波未来倒是做了一件好事。纲手，现在的村子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我想你应该明白，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后，宇智波与村子的平衡就已经被打破。袁飞日展无比认真地盯着纲手。纲手，你也不希望你所热爱的村子毁于一旦，不是吗？即便这些年你一直在躲着我，但听到村子有难之后，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木叶了。纲手眼神中多了一些复杂的意味。木叶是他祖父牵手筑间的心血结晶，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即便这个地方有太多痛苦的回忆，但眼睁睁地看着木叶崩溃，他做不到。说吧，到底要让我做什么事情？纲手语气软了几分。大名府。袁飞日展认真地注视着他。木叶某处偏僻的操场，回到村子中的自来也并没有选择像纲手那样前往火影楼，而是一路摸索来到这里。在这里，他看到一道孤独的幼小背影正缓缓地走在夕阳下，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鸣人，他弟子水门的儿子。自来也的鼻尖一瞬酸涩，眼睛忍不住湿润起来。在外漂泊的这些年，每当他在信件中提到鸣人，袁飞日展的回复都是很好很好，鸣人过得很好。但当他回到村子，听到那些照看鸣人生活暗部的声音，听到村子中妖狐的传言，这些年的亏欠让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一路寻找鸣人的身影。孤独走在路上的鸣人突然遇到了迎面走来的一群孩童，自来也心中咯噔一声，他可没少听过鸣人遭到欺负的例子。害怕鸣人受到欺负的他，下意识就想赶过去，但下一秒他陡然愣住。灾厄的妖狐，是灾厄的妖狐！快跑啊！不能靠近他，会长出手的。几乎只是一眨眼，那群孩童发了疯一样落荒而逃。切，没意思，一群胆小鬼！鸣人双手插兜，一脸不屑地踢过去一块石子，石子命中一名孩童的屁股，直接将他砸倒。那孩子的母亲跑过来抱住孩子，头也不回的狼狈跑走。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正欲赶过去的自来也呆住了。什么鬼？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鸣人双手插兜，一脸很拽的模样，继续漫步，直到他看到呆住的自来也。哇呜！鸣人做出鬼脸，想要将自来也吓走。自来也不为所动。我大哥是宇智波未来，大叔你也不想自己长出触手吧？鸣人眼睑下翻，又做一个丑陋的鬼脸。自来也。鸣人愣住了。什么鬼？宇智波未来的名字第一次失效了？这个世界还有不怕宇智波未来的人？10分钟之后，一乐拉面，噗嗤噗嗤，鸣人抱着拉面碗狂旋，汤汁溅了满桌子都是。自来也慈爱地看着这一幕，再来一碗。
鸣人豪迈地将碗放下，旁边拉面碗已经堆了半人高。自来也有些犹豫，斟酌了下语气问道：“鸣人，你为什么说宇智波未来是你大哥？宇智波未来不是灾厄的宇智波吗？三战中死在他手下的忍者不计其数。”自来也非常担心鸣人跟着宇智波未来学坏了，但就刚才他看到而言，似乎已经真的发生了。啊，那个呀！鸣人将口中的拉面吞下，大笑道：“宇智波未来当然是我大哥，他是村子对我最好的人了。对你最好的人？”自来也顿时愣住，这和情报中的可不一样。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不是给木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吗？老头子之所以这么火急火燎的叫他回来，就会为了应对宇智波未来的威胁。怎么鸣人口中说的和老头子完全不同？未来哥最好了！鸣人兴奋地说着，将和宇智波未来相处的点点滴滴激动地描绘。听着听着，自来也陷入了沉默。元飞日斩让他解决宇智波未来的威胁。鸣人说宇智波未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好的人，为什么在两人口中能听到完全不同的描述？宇智波未来到底是善是恶？自来也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对于自来也来说，鸣人几乎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时隔多年的相遇，让他鼻尖有种酸涩的感觉，却偏偏还要装作一副不认识的模样。鸣人是火影之子的身份被隐瞒了，元飞日斩出于对人助力重要性的保密，隐瞒了鸣人的身份信息。除了极少数高层，其余村民和忍者都不知道鸣人是4代目火影的儿子。不然，如果这层身份爆开，那些村民又怎么敢欺辱鸣人？鸣人可是英雄之子啊！自来也曾经也质疑过、抗议过，但他常年不在村子，鸣人的情况只能通过元飞日斩获得，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鸣人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吗？我怎么可能会让水门的儿子受苦呢？所以，在外漂泊的这些年，自来也一直以为鸣人真的过得很好。毕竟自己的老师元飞日斩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欺骗他。但回村后听到的一个个传言，亲眼看到的一幕幕，都让他开始陷入了深深的质疑中。看着眼前对拉面狼吞虎咽的鸣人，自来也心中升起一丝愤怒。水门留下了那么多的家产，为什么鸣人连拉面都吃不起？水门的遗产都去哪里了？大叔，你怎么了？正在吃面的鸣人注意到自来也的异样，抬起头，用湛蓝的眸子好奇地看着他。没什么。自来也挤出一抹笑容。鸣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在鸣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好心的大叔罢了。很快，鸣人吃饱喝足，打了一个舒畅的饱嗝，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舒服，好久没有吃得这么舒服了。大叔，这次多谢你了。鸣人抬起手，对着自来也伸出大拇指。这份财力，我认可你了。我愿称你为除了未来哥之外，对我第二好的人。自来也的嘴角微微抽搐，这种说话的语气是跟谁学的？扑面而来的宇智波味道。自来也叹了口气，一方面他很感激宇智波未来对鸣人的照顾，另一方面宇智波未来身份的特殊，注定他没有办法用平常心去对待。老头子这次火急火燎找他回村，可就是商议怎么对付宇智波未来呢？但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让鸣人知道。自来也眼中再次出现的浓浓的复杂之色。在鸣人眼中，宇智波未来可是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陪鸣人吃完拉面过后，自来也前往火影室，和纲手开完会议的元飞日斩坐在火影桌前，咬着烟嘴凝神思索。任务已经交代给纲手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甚至还派出暗部传讯给远在大明府中的元妃阿斯玛。纲手公主是大明亲自册封，最受大明喜爱。阿斯玛是他的儿子，又是大明的守护12人，两人里应外合，问题应该不大。这样想着，元飞日斩紧皱的眉头微微松开少许。就在这时，火影室的门突然被人粗暴地推开。这暴力的动作让元飞日斩一瞬想了他的老友团藏。曾经几时，团藏每次进入火影室也是这般蛮横，但现在坟头草豆已经2米高了，这次又会是谁呢？当看到进来的身影后，元飞日斩神色一愣，旋即眼中露出一丝惊喜之色。自来也，你能回来，我真的很高兴。那你可能高兴得太早了。自来也板着脸，一点没有给元飞日斩好脸色，搬来一张椅子，直接坐下。老头子，我有些事情需要询问你。元飞日斩怔住了，这可不像是自来也的性格，是关于水门的儿子。自来也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元飞日斩眼神微变，自来也已经知道了吗？旋即他抽了一口烟，借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怅然开口：自来也，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和我说那些废话。自来也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你在信件中可是每次都信誓旦旦和我保证鸣人生活得非常好，但事实上呢？水门留下那么多的遗产，为什么鸣人过得还是这么清苦？元飞日斩缄默许久，他才沙哑发声：九尾之夜后，村子遭到了很大的重创，死亡的忍者家属也需要抚恤金，所以这也是水门生前的夙愿，所以就牺牲了鸣人的生活。自来也手指微微攥起，怒气冲冲。鸣人可是英雄的儿子啊，如果不是今天他回来了，元飞日斩还不知道要欺骗他多久。这个骗子！元飞日斩依旧缄默。
沉默是他最好的回答。他深知自来也的性格，等他发泄完情绪后，自然而然也会恢复平静了。村子才是他最热爱的东西，为了村子，他能奉献一切。另外，我还知道了一个令我意外的消息。自来也冷冷地用于光瞥着袁飞日展。我听说你对鸣人经常不闻不问，反倒是宇智波未来时不时救济鸣人，在鸣人眼中，宇智波未来才是对他最好的人。袁飞日展脸色骤然难看，他不知道自来也是怎么得到了这种消息。自来也，这都是宇智波的阴谋，你千万不要上当了。袁飞日展心中恨不得将宇智波未来生吞活剥。难道最开始他与鸣人接触时就已经抱着这个想法了吗？二代目老师说的果然没错，宇智波就是天生邪恶的一族，他们为了挑拨我和自来也的关系，居然故意接近鸣人。宇智波族弟，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悠闲地品着手中的茶水，小柚子泡茶的技艺最近又上升了，搞得他品茶的嘴都叼了起来，一般的绿茶已经看不上了。未来哥，下面的人汇报，自来也和纲手已经回到木叶，两人先后前往火影市，不知道在密谋什么。宇智波鼬站在一旁恭敬的汇报。知道了。宇智波未来神色如常，继续悠哉品茶。旁边的鸟笼中的金丝雀眼珠子朝四周好奇看个不停。宇智波未来考虑，未来要不要在宇智波族的搭个戏班子，闲来无事勾栏听曲。宇智波鼬有些意外，未来哥，你难道就不担心吗？纲手和自来也已经离村很久了，这个时候回来恐怕……那又怎么样？宇智波未来淡然地放下茶杯。小柚子，遇到事情不要慌，现在的宇智波不是他们想动就能动的，团藏坟头草都几米高了，如果他们贸然动手，只不过是给我们送来出手的机会罢了。宇智波又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九九小说，何况……宇智波未来淡笑地望向窗户外面，三人真的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袁飞日展一边吗？鸣人几乎都快要变成他的形状了，如果自来也看到了，会怎么想呢？失去了三人的支持，袁飞日展在村中的人心恐怕会彻底丧失，到时候火影的位置他能不能坐稳，可就不是他说的算了。宇智波一族族长，兼任木叶隐村火影，这个头衔怎么样？火之国大名府，高贵华丽的宅邸，檀木门梁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那种尊贵的气息绝非普通人家能够使用。此刻站在这尊华丽宅邸门前的忍者，正脸色无比难看地盯着手中的卷轴，那股难看的脸色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中午吃到了核污水泡鸭脖。老头子疯了吗？居然让我说服大明！憋了许久，阿斯玛终于爆出了一个粗口。回望过往，这几乎可以算上他最离谱的经历之一。大明是他能说服的，守护12人，说的不好听就是大明的保镖。大明脾气的倔强他很清楚，这种过惯了尊贵日子的存在，很难听进去下面人的唠叨，何况是对付宇智波这种事情。阿斯玛只觉得头疼的难受，习惯性的点起一根烟压压惊，借着烟雾的熏陶，阿斯玛的焦虑渐渐消退了些许。团藏根部的首领居然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死得这么憋屈。宇智波未来太恐怖，一村营府说杀就杀，没有丝毫留情。这样强势的忍者，估计没有多少忍者愿意与他为敌。3战中死在他手下的忍者不知多少，没死的基本也都多了一些挂件。可惜他是火影之子，木叶的太子，根红苗正。宇智波翻天了，他也没好果子吃。这浑水我还不贪不行了。烟烧了一半，阿斯玛实在没心情吸下去，一把扔在地上，抬起脚狠狠地蹂躏。唯一让他庆幸的是，纲手也会过来。老头子已经在信件中提到了纲手回村的消息。纲手机可是火之国大名亲自认封的，如果纲手出面的话，这件事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接下来的日子，阿斯玛一边试探着大明的口风，一边等待纲手的到来。从木叶隐村到都城需要一段时间的路程，如果能探出大明的口风，说不定纲手的行动就会更轻松不少。可即便他是火影之子，大明也没有给他多少好脸色，碰了一鼻子灰不说，心中也异常的憋屈。偏偏他是火影的儿子，火影倒了他第一个倒霉，人家是坑爹，你是坑儿子。尤其是袁飞日展在信件中提到给他新收了一个干儿子，叫什么什么天藏，阿斯玛就气不打一处来。终于在等待了几天后，终于等到纲手抵达的日子。纲手大人，你终于来了。阿斯玛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脸感动迎上了纲手和他同行的忍者。阿斯玛怎么搞的，一副哭丧脸模样。纲手翻了个白眼，他才刚到大名府，阿斯玛就一副这种模样，不知道还以为死了爹呢。纲手大人，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阿斯玛心里憋屈，老头子在给他的书信中语气非常强硬，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心里也慌得不行，毕竟火影倒了，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宇智波的威胁必须要解除掉。整个木叶要说有谁大明是最亲近的，除了纲手没有第二个，毕竟纲手公主可是大明亲自册封的。大明府内，火之国大明正悠闲地躺在床上扇着蒲扇，旁边2位美女轮流的将包好的葡萄送入他口中。大明大人，
木叶派使者过来了。下人慌慌忙忙的进来汇报。不见。大明一口回绝。这几天阿斯玛那小子没少打扰他，他现在只想清静清静。是纲手公主带领的。大明眼珠子一下子亮了起来。快请纲手公主进来。约莫5分钟之后，火之国大明看到走进来的纲手，立刻高兴地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的纲手公主，你终于来看我了。纲手姬已经有多久没有过来了？火之国大明记不清了，上次来似乎还是在上一次。大明大人，这次我可是有任务过来找你的。纲手一脸复杂的开口。咦？大明愣住。听完纲手的叙述后，大明的脸色陡然纠结起来。这件事有些难办啊。大明虽然不是忍者，也不参与忍者之间的厮杀，但灾厄与智波之名，他也有所耳闻过。据说这家伙掌握着一种诡异的毒素血迹，会让人产生变异，身上长出奇奇怪怪的东西。只要能想办法让宇智波收敛一点就行了。纲手期盼地望着大明，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宇智波一族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加上团藏死亡，村子中几乎没有办法遏制宇智波的崛起。但大明不一样，他的地位超出忍村，是整个火之国权势最高的人。火之国的资源分配乃至各种重要任务的接取，都需要经过他之手。以他的权势，稍稍压制一下宇智波一族，并非做不到。只是在大明眼中，得罪宇智波未来显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团藏他见过，那个凶神恶煞、用恶狠狠眼神盯着他的家伙，哪怕是只是被对方盯着，他都会感觉身体开始发抖。这样的一个狠人，被宇智波未来杀了，坟头草都2米高了。只是这可是小纲手第一次求他，如果就这么拒绝的话，大明眼珠子咕噜咕噜一转，顿时有了主意，笑眯眯地扇动着手中的蒲扇。小纲手，你放心，这件事就交在我身上吧。大明大人，您打算怎么做？纲手一脸好奇。我自有办法。大明笑眯眯的眼中露出一丝阴险的光。雷之国大明可是因为上次云隐村的事情不满很久了，这么好将祸水引出去的途径，可不能浪费了。纲手的内心有些忐忑，大明这副信誓旦旦的模样，让他内心产生了一丝怀疑。宇智波未来可是传言中的灾厄宇智波呀，3战中死在他手下的忍者不知道多少，没死的身体也产生变异，长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3战爆发时，因为他已经罹患孔血症，没办法参与正面战场，只能在后方指挥医疗忍者。在那里，他深刻地见识到宇智波未来的恐怖，那种恐怖的毒素根本敌我不分，某些木叶的忍者因为距离太近也被感染到。纲手从未见过那种恐怖的一幕，好似躺在他面前的不是忍者，而是类人形的诡异生物，皮肤已经腐烂，头发夹杂的血肉不断脱落。2战时，他曾经和沙隐村的千代婆婆交手多次，千代是忍界罕见的用毒高手，但他的毒素在宇智波未来面前简直就像是婴儿一般无力。这是某种从微观层面上攻击的毒素。只是让纲手稍稍好奇的是，这些被误伤的忍者怎么大多都是元妃、至村一族的？应该是巧合吧。回忆渐渐散去，纲手深吸了一口气，散开脑中的杂念，认真注视着面前的大明。大明，这件事就交给你了。纲手想得很简单，宇智波的强势崛起已经破坏了村子的平衡，而大明作为火之国最尊贵之人，把握着火之国的资源和权力，只是权衡宇智波和村子，对他而言应该并不困难。他还记得临行前元妃日斩叹息的声音。纲手，我这辈子没有求过什么人，这一次就当我求你了，救救木叶吧。纲手被那一幕触动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外漂泊，是真的已经彻底不在乎村子吗？并不是，只是太失望了。加藤段、绳树、大蛇丸，一个个亲近的人从他身边离去，元妃日斩的不作为，村子的冷漠和阴暗，让他伤透了心。他这些年沉溺赌博，何尝不是在自我疗愈呢？如今真的到了村子危难之际，让他袖手旁观，他做不到。小纲手，你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自然就会办到。大明笑眯眯地扇动着手中的蒲扇，那眼底深处蕴含着一丝深邃的东西。纲手看不到，他也没有心情去注意。那就好，拜托您了。心中悬着的石头随着大明的承诺缓缓落下。雷之国大明府，雷之国大明靠在柔软的椅子上，2名婢女正跪在他身旁，恭敬地揉捏着他的大腿。这番享受的模样让外面的路灯发出吱呀的声响，好似缺少着什么挂件似的。咦，火之国大明邀请我去参加大明聚会。望着下人呈递上来的信件，雷之国大明眼中露出一丝愕然。聚会这种东西，每年他们都要来个几次，毕竟生来就是大明，掌握着这个世界最高级别的财富，除了吃喝就是玩，没别的。不过平时的大明聚会基本都会提前1-2个星期通知，这次火之国大明组织的聚会这几天就要召开了。火之国大明这家伙在搞什么东西？雷之国大明慵懒地扇动着手中蒲扇。一场聚会而已，去玩玩就玩玩，正好最近也累了，5大国中就属火之国大明府最豪华，去散散心也不错。毕竟火之国大明也不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风之国、土之国等3国的大名可都在邀请名单中。火之国大名府，王宫宅邸，华丽的长桌上摆放着各种珍贵的食材，其中包含不少海洋鱼类，那股奇怪的模样让人怀疑是不是喝污水生长的。雷之国大名用筷子夹起一块鱼肉，放到嘴里细细咀嚼，鲜美的味道在口中瞬间爆开。呵呵，没想到我们当中居然就属火之国大名最会享受这种鲜美的鱼肉，连我先前都没有吃过，吃得开心就好。这种海鱼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海之国进口的。火之国大名笑眯眯地扇动着蒲扇，其余几个大名闻言也都好奇地夹了几块鱼肉品尝。好鱼肉，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的海鱼了，我真是羡慕你们啊，不像我管理的风之国都穷成什么样子了。风之国大名毫不吝啬地赞叹。和其他几个大名不同，风之国地处沙漠，别说海鱼了，就连普通的鱼肉也很难吃到。哈哈，是我们羡慕你们才对，沙隐村被你治理得服服帖帖，哪像我们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火之国大名笑眯眯地说道。风之国大名算是他们当中的狠人了，说不给资金就不给资金，搞得沙隐村一贫如洗。如果不是这几代封印用瓷盾淘金换取物资，沙隐村的生活估计会更惨淡。在风之国大名强硬的调教下，沙隐村有苦难言，只能被动的依附大名。我听闻最近云隐村似乎吃了一个大亏。火之国大名脸上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可那笑眯眯的眼神却转移到旁边的雷之国大名身上。雷之国大名脸色微微一僵。是啊，好像连一个病房都封禁了，死了不少忍者呢，最后还是自己咽下这口气了，这可不像是雷之国的处事风格啊。土之国大名不嫌事大的煽风点火，笑眯眯地望着雷之国大名。岩隐村和云隐村几乎是世仇，两大忍村每次开战几乎也相当于背后大名之间的财力比拼，如今有机会落井下石，他又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火之国大名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大名之间可不是铁板一块的，这些平日里互相笑眯眯的家伙，背地里心都不知道脏成了什么样子。五人之间不知道暗中较劲了多少次。我说这件事你不会还不知道吧？风之国大名笑眯眯望着雷之国大名，雷之国大名的脸颊在微微抽动，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好好的一顿饭，硬生生变成了群嘲他的宴会。云隐村和宇智波未来的事情，他之前也干涉过，但雷影爱回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出兵不符合云隐村的利益，放任宇智波和木叶内斗对云隐村的好处最大。他可不在乎你云隐村什么利不利益，作为一国地位最高的大名，他要的是面子，是尊严。自家的忍村被木叶这么欺辱，连带他在大明聚会上也挂不住颜面，这让一直养尊处优的他感到无比的憋屈。这饭不吃了。雷之国大名甩下筷子，脸色无比难看，扔下其他几个大名转身离开。这么小气干什么？就是一点气量都没有。剩下几个大名笑眯眯地望着他的背影。火之国大名扇动着蒲扇，眼底的笑意愈发浓郁。雷之国大名的脾气他太清楚了，和云忍一样的火爆。自家忍村憋屈的经历本就让他心里非常不爽，只要稍加引导，这股积郁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今日在这场宴会上遭到了屈辱，一定会加倍施压到云隐村身上。云隐村今年的资金应该还没有发放吧？这祸水不就扔出去了吗？回到住所的雷之国大名心中依旧还是愤愤不平。可恶，这群家伙是把我当成笑话了吗？身为忍界地位最高之人，雷之国大名还从未遭受到这种屈辱，即便那些嘲笑他的人和他拥有同样的身份地位，也不能容忍。云隐村这帮吃干饭的，我平时花了这么多钱去养他们，到了关键时候一点作用都不起。不行，今天的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冷静下来的雷之国大名心里渐渐有了打算，既然是自家云隐村丢掉了颜面，自然也让他们给找回来。来人，立刻派信使去云隐村。云隐村，雷影市。此时的4代目雷影爱正拿着哑铃的锻炼，那沉重的哑铃在他手中像是纸片一样上下飞舞。与其他几大忍村不同，雷影市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健身房，各种健身的器械应有尽有，其中最多的就是哑铃，几乎摆满了雷影市一侧。就在这时，一名忍者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雷影大人，有信使来求见您。不见，没看到我正在锻炼吗？爱继续举铁，对忍者的汇报不闻不问。是大明的信使。砰！那硕大的哑铃脱手掉落，将木地板砸出一个大坑。大明，爱微微一愣，大明找他干嘛？10分钟之后，雷影室，爱脸色难看地盯着雷影桌上打开的信件，那股难看的脸色好似刚刚生吞了一杯核污水似的。土台，你怎么看？爱望向站在旁边的中年男人，此人头上戴着黑色的官帽，左眼戴着像是海盗一样的黑色眼罩，此刻的神色有些凝重，正是雷影村的廷臣土台，地位相当于木叶的营府。大明突然让我们对宇智波未来下手，这件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土台沉吟了一声道：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大明突然让我们对宇智波未来出手？上次的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雷影爱望着桌子上的信件，
眉头微微皱起。前段时间宇智波未来出山，正逢云隐村派出使者团前往木叶，宇智波未来最后杀光了他派出的使者团。这件事情在忍界引发了很大的动荡，一个大忍村派出的使者被杀，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挑衅，几乎只有开战一个结局。他以此施压，希望木叶交出宇智波未来。木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事情的进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宇智波未来强势崛起，逼得猿飞日斩不得不妥协。随后他派出的阿萨姆上忍前往宇智波族的讨要说法，结果云隐村一个病房就此封禁。雷之国大明就此事发表过强烈抗议，最终他还是力排众议，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与木叶开战不明智，和灾厄宇智波对上也不明智，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由他们之间互相内斗。云隐村坐山观虎斗，最终的结果也确实是这样，团藏死了，被宇智波未来一柄40米大刀直接砍死。听说宇智波为了纪念他，要建什么团藏大桥来着？仔细算算，这件事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大明大人，为什么现在突然发火了？哎，你打算怎么做？土台认真的看向爱，今年的云隐村资金可还没有向大明申请，要是为此触怒了大明，并不划算。云隐村陷入两难的处境，土台很好奇，爱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大明的态度非常强硬，不能为了这件事得罪了大明。爱的目光微微闪烁。至于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他可也不是一个善茬呀。爱犹豫不决，我看这件事也并非那么难以抉择。土台淡然一笑。哦，爱诧异看他，问题的关键就在宇智波未来身上。宇智波未来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在他的带领下，宇智波一族已经渐渐压过了火影一脉，而且不久前他还当众杀死了团藏。这个忍界，谁最希望他去死？爱稍一思索，脱口出声：猿飞日斩。毫无疑问，猿飞日斩是这个世界最希望宇智波未来去死的人。宇智波未来带领下的宇智波一族已经威胁到了火影的统治，而且他的老友团藏可是被宇智波未来亲手杀死。偏偏宇智波未来占了大势，猿飞日斩也无可奈何，这份仇恨一定被他深深埋在心底。如果我们联合猿飞日斩解决掉宇智波未来呢？土台眼睛微微眯起，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觉得眼前的迷雾豁然散开。不愧是你，土台。他的父亲3代雷影执政时，土台就是雷影村的严臣，为村子的发展出谋划策。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土台的能力没有丝毫的退步，一眼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猿飞日斩乃至他身后的火影派系和他们的利益都是统一的。宇智波未来不死，这些家伙说不定整夜都睡不着。联合他们解决掉宇智波未来，完全有可能。而且一旦宇智波未来死亡，宇智波一族必定会暴乱，到时候木叶就会因为镇压宇智波而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选择，宇智波未来不死，宇智波一族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木叶就是慢性自杀。宇智波未来死了，即使宇智波暴乱，失去领导人的宇智波威胁程度也大幅降低。无论是哪种可能，对云隐村几乎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这件事就交给游牧人吧。爱满意的笑道。游牧人是云隐村的完美人助力，能够完美借助二尾的力量，而且他的能力相当适合暗杀。宇智波未来虽然强势，但他在3战中可从未有过和人助力交手的经验，难不成他还是人助力不成？这一次优势在我。火之国火影市，猿飞日斩正在火影市中紧张的等待，咬着烟嘴吞云吐雾，吞吐的烟雾覆盖住他的面容，让他那张阴沉的脸变得隐隐绰绰。或许是老友团藏死亡的打击，他最近吸烟的频率越来越高，几分钟不吸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的旁边转请小春和水户门彦等人脸色也是相当的阴沉。纲手前往大名府已经很久了，情况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算算时间，今天应该就是纲手回来的日子。纲手和大明是亲戚，纲手机是大明亲自册封，有着这层关系，大明应该不可能束手旁观，将希望寄托在大明身上实属无奈之举。只是现在的木叶没有外力介入，想要解决掉宇智波的威胁太难。没过多久，一名暗部出现汇报，纲手大人回来了。猿飞日斩脸色一喜，连忙追问，纲手有说情况怎么样了吗？纲手大人说大明同意援助，但怎么出手他并不知道。空气陡然安静了一瞬，猿飞日斩和转请小春两人互相对视，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错愕。什么意思啊？大明会援助，却又没有告知怎么援助。大明掌握的是火之国的资源和财政力量，真正的军事力量还是忍村。大明是不可能直接用武力镇压宇智波，只能通过资源和权谋的方式，使得宇智波束手束脚，势力减弱。猿飞日斩心中抱的也是这个想法，但现在大明这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实在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先等一等吧，如果大明真的打算相助，我们不久后应该就会收到消息。转请小春沉声说道。猿飞日斩叹息一声，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宇智波内乱对大明也没有好处，
无论是出于对纲手原因，还是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大明都没有理由欺骗他们。现在只有等待了。木叶居酒屋，纲手正盘腿坐在矮桌前，抓着一盏酒杯，咕噜咕噜狂灌。几瓶酒下肚，纲手脸颊两侧出现了一抹酡红。纲手大人，您不能再喝了。静音想要阻止，但被纲手一把推开。你少管，我喝酒碍着你吗？抓着矮桌上的另一瓶酒，纲手又是咕噜咕噜灌了下去。静音看着心里着急，但却没有任何办法。纲手的脾气他太清楚了，想要靠他劝解，几乎根本不可能。一瓶酒喝完，纲手打了个酒嗝，拿起筷子开始吃下酒的牛肉片。这件事我已经做完了，老头子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嘴里塞满了油腻的肉片，已经半醉的纲手含糊不清地嘀咕着什么。静音手指一颤，他知道这次回村，纲手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从大名府回来后，那颗悬着心的终于松下了。叹息了一声，静音最终还是没有继续劝慰，任由纲手随意畅喝。或许是喝醉的缘故，纲手喝酒时下巴一条细长的水线滴落，打湿了胸口的衣服，使得他胸口庞大的巨物此刻在半透明的布料下若隐若现。自来也那家伙在哪里？他不是也回村了吗？纲手忽然像是想起什么，含糊不清地问道。自来也大人似乎一直在陪鸣人。静音回答。鸣人？水门的儿子吗？纲手安静了半晌。忍界中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种处于亲缘和羁绊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师徒。自来也会对鸣人上心，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听说宇智波未来那家伙似乎和鸣人走得很近，被鸣人认作了大哥。纲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个宇智波，一个鸣人，这种画面想想就觉得好笑啊。很快他的笑容陡然凝固。这次回到木叶，正是因为宇智波的事情。或许在老头子眼中，宇智波未来和鸣人走得太近，也是他对宇智波憎恶的原因之一吧。等待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对未知的等待。火影室中，猿飞日斩咬着烟嘴来回踱步。他已经找过纲手确认过大明的回复，大明会插手应该不会有错，但为什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要派人去找大明询问一下？猿飞日斩暗暗思量，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大明的脾气他很清楚，贸然去派忍者询问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得不偿失。就在猿飞日斩已经按捺不住的时候，嗖的一声，一名暗部出现在他面前，将一颗卷轴呈递上去。火影大人，这是云隐村斥候传来的信件。云隐村？猿飞日斩眉梢微微皱起。这个时候云隐村传讯做什么？难不成是上次云忍使者的事情？那件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云隐村自己吃下了这个亏，并没有选择追究，而且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猿飞日斩散开脑中的念头，拿起暗部递来的卷轴，带着一丝好奇打开。卷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整个人呆在原地。三代目火影，你也不希望木叶被宇智波毁于一旦吧？什么鬼？猿飞日斩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继续阅读下去。越是阅读，他的内心就愈发的震撼。还没等他全部读完，仓皇的喝声下令：快将转寝小春还有水户门岩将他们都请过来。火影室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猿飞日斩面前摆放着一颗打开的卷轴，卷轴上的内容清晰可见，即便是在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的视角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瞳孔在微微发颤，整个脸上都充斥着浓烈的震惊和不可置信。日斩，这份信件的内容属实吗？转寝小春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望向猿飞日斩。云隐村派来传信的斥候还在木叶，我亲自审问过，信件的真实性确定无疑。猿飞日斩声音低沉。火影室的空气再度安静了一瞬。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眼神一阵变化。这份信件主要的内容是云隐村雷影邀请猿飞日斩共同商议解决宇智波未来。云隐村的四代目雷影为什么会派人送来这样的一份信件？明明之前在面对宇智波未来的威胁时还主动选择退让，不再继续追究，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他却派人送来这封信件，目的是什么？猿飞日斩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被猫玩弄过的毛线球，混乱的根本理不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前后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转寝小春眼中陡然一亮，认真的望着猿飞日斩。日斩，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明的缘故？大明？猿飞日斩思索片刻，眼睛也亮了起来。应该没有错，看来这就是大明所谓的援助了。大明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原本观望的云隐村决定出手，这应该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既然如此，日斩，我们要怎么做？水户门岩问道。云隐村抛来一个橄榄枝，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如果真的能解决掉宇智波未来，村子的处境绝对会发生改变。猿飞日斩眼中再度出现了一丝犹豫之色。随着年龄的不断上涨，他的处事再也没有年轻时的凌厉，优柔寡断几乎成为了他的思维习惯。宇智波未来如果出事，宇智波一族必然会暴乱，木叶依旧要面临盛夏宇智波的威胁。日斩，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了。转寝小春出声怒喝。
想想团藏，如果团藏还活着，他会愿意看到你这股犹豫的模样吗？这句话果然奏效了。团藏，袁飞日展眼珠突然泛起一丝猩红，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一夜团藏死亡的画面。三尊须佐能乎，宛如巨人伫立，团藏面容狼狈，凄惨的求饶。宇智波未来冷漠抬起手，数十米的猩红巨剑一瞬斩落。团藏最后一刻的嘶吼似乎还在他耳中回荡。日展，你会后悔的。画面消失，袁飞日展眼中湿润，怅然似的开口：团藏，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后悔了。可我是火影，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我不妥协，死的就不只有你一个，而是木叶千千万万的平民。他的眼神渐渐冰冷，仿佛其中正透出某种噬人骨髓的寒意。这一次就让我来替你复仇吧。云隐村雷影室中，四代目雷影爱正在办公室中举铁。对于他这样的锻炼狂人来说，一刻没有锻炼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上衣已经脱掉，后背隆起的肌肉居然形成了狰狞的鬼脸。作为雷影的贴身秘书麻布衣，此刻正抱着文件站在一旁，望着这一幕，偷偷吞咽着口水，唇颜渐渐湿了起来。四代雷影的身材对异性的吸引力太大了，尤其是在崇尚力量的云隐村。忽然，一名暗部陡然出现，麻布衣立刻整理了下仪容，端正站好。雷影大人，木叶回信了。暗部将一颗卷轴递给雷影爱，雷影扔下哑铃，随便抓来一件外套披在身上，打开木叶传回的卷轴，简单扫了两眼后，爱发出爽快的笑声。我先前一直以为现在的袁飞日展优柔寡断，早已不复当年的忍雄，没想到他居然有如此魄力。这份卷轴中，袁飞日展不仅同意了云隐村的邀请，并且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执行计划。木叶负责提供宇智波未来的情报以及他每日的动向，云隐村负责派忍者解决掉宇智波未来。爱忍不住赞叹袁飞日展的胆量，只要木叶那边不出现疏漏，暗杀宇智波未来的锅就会完美甩到云隐村头上，木叶完全能够置身事外，即便剩下的宇智波暴乱，大概率也会找到云隐村头上。我本意是想用阳谋遏制木叶，没想到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想法。雷影爱眼中露出冷笑，合作是合作，可云隐村和木叶本就水火不容，怎么趁机坑上对方一笔，衰减对方的实力就显得极为重要。爱本意是解决掉宇智波未来后，剩下的宇智波必然暴乱，在木叶掀起巨大的动乱，而他就可以作壁上观，欣赏着这番美景。但按照袁飞日展的计划，木叶只负责情报提供工作，至于暗杀宇智波未来，那是云隐村的事情。即便事情暴露，宇智波复仇的对象大概率也是云隐村，而他们只要做好相应的安抚就行了。好一个空手套白狼！爱眼中带着一丝冷笑。袁飞日展此番措施倒是有几分年轻时忍雄的味道了。云隐村承担最大的风险，而木叶享受最大的利益，他自然不会让袁飞日展这么轻易得逞。宇智波未来必须要死，这是双方的共识。但解决宇智波未来的同时，留下某些东西，将仇恨引导到木叶身上，也不是无法做到。雷影爱已经开始想象那一幕了。宇智波未来在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去了族地后山，已经返回。宇智波未来在喝茶听曲。宇智波族地之外，约莫800米左右，一处旅馆的屋顶之上，几名身着暗部制服、戴着各异面具的暗部，隐藏在角落之中，无比警惕地盯着宇智波族地。他们为首之人戴着鹰脸面具，此刻正双目紧闭，双腿盘坐，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声音。身旁的同伴记录下他的汇报，通过感知术士传递到火影氏之中。加藤一族很久以前也是木叶的一个大族，家族的秘术灵化之术更是和灵魂相关的 S 级秘术。加藤段纲手的前任男友将灵化之术修炼得炉火纯青，如果不出现意外，加藤一族本应该走上辉煌的崛起之路。可惜加藤段在任务中意外身亡，整个加藤一族也随着他的死亡逐渐凋零。到了这一代时，已经只剩下零星几个族人。加藤鹰发誓要重振加藤一族的荣耀。当接到3代目火影的任务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心中只剩下难以言语的激动。3代目终于要对宇智波动手了吗？加藤一族的荣光终于要在我手中发扬了。加藤鹰的灵化之术虽然不如加藤段那般出神入化，但却拥有极为不俗的侦查能力。灵体离窍后，凭借强大的灵魂感知能力，加藤鹰能够感知到很多常规感知忍术感知不到的东西。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能力，袁飞日展才将这次的任务交给他。这支临时组织的暗部小队，每一个成员都拥有强大的感知能力，他们获得的情报将会在第一时间传递到火影室中的袁飞日展。袁飞日展这部分情报组织整理，交给远在雷之国的云隐村。这是2大忍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联合，目的只是为了对付一名宇智波忍者。如果传出去，必定会让无数忍者骇然。但当他们得知对方是宇智波未来时，这份骇然又会转化为释然。那位灾厄的宇智波，值得如此慎重的对待。屋顶上的暗部此刻的内心中都带着一丝激动和振奋。时隔这么久，火影终于要对宇智波动手了吗？上一次还是团藏在那一夜中的毁灭行动，集结几乎整个根部，加上部分暗部以及从几大忍族中调动的力量。
结果相当惨淡。宇智波一族似乎早有准备，团藏的计划以惨烈收场。宇智波未来强势施压，逼迫三代目火影妥协，以审判之姿强势斩杀团藏。那一夜后，整个木叶隐村陷入了一股诡异的死寂之中。所有人都知道，宇智波再也不是先前的那个宇智波。如今，那位曾经被称之为忍雄的火影，在蛰伏许久之后，终于要再度出手了吗？火影氏，猿飞日斩眉头紧皱，消化着暗部小队传回来的情报。这份情报中清楚记录着宇智波未来的动向。不久前，宇智波未来在火影室中向他施压，要收回卡卡西的写轮眼。他在火影楼附近布置了大量的暗部，以备不患。但宇智波未来却淡然报出了暗部的数量。宇智波未来掌握着感知忍术，且很难被察觉，这点毋庸置疑。猿飞日斩眼神阴冷，为了防范，他特地选择了加藤鹰作为这次行动的队长。加藤一族的灵化之术也能够用灵体悄然探查出大量的情报。宇智波未来的感知能力，难不成还能比得上灵化之术不成？猿飞日斩眼窝之中，名为复仇的火焰正在熊熊的燃烧。团藏死了，被宇智波未来斩杀，而现在他终于找到复仇的机会了。与此同时，云隐村雷影室中4代目雷影爱收到了从木叶传来的情报，卷轴之中清楚记载着宇智波未来的一切信息，甚至连年龄、能力以及其他各项数据都有着极为详细的记录，无一疏漏。呵，不愧是曾经的忍雄。望着手中的情报，爱忍不住发出感叹，如此详细的情报绝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收集的，说明在很早之前，这位木叶的3代目火影就已经在谋划着怎么对付宇智波未来。是时候开始了。爱沉声低喝，游牧人。他声音落下的瞬间，一道身影陡然出现在雷影室中，金色的马尾垂至半腰，一身紫色制服勾勒出妙曼的身材，胸口丰满的汹涌之物，相比纲手也不逞多让。99小说，2位人助力，2位游牧人。雷影大人，你找我。游牧人挥鹤眸子，平静注视面前的爱。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交给你，除此之外，我还会派4名擅长暗杀的上人辅助于你。游牧人眼神略微有些意外，他本身就是云隐村唯2的完美人助力，拥有影级的实力。什么任务？光是他一个人还不够，需要再增加4位上人。爱看出了游牧人的意外，沉声开口：宇智波未来，你应该还记得这个人吧？灾厄宇智波。游牧人瞳孔骤缩，几乎是本能的一股浓烈的仇恨和战意，宛若实质一般从他身上翻涌而出。如果说现在的云隐村最仇恨的忍者是谁，一定是宇智波未来无疑。云隐村派去木叶的使者团全军覆没，全部死在宇智波未来手中，甚至因为畏惧那股诡异的毒素，他们连尸体都没能带回云隐村，而是直接在木叶火化。随后派去木叶处理此事的阿萨姆上人被宇智波未来打成重伤，回村之后体内留下的暗手激发，爆发出恐怖的毒素。为了防止毒素扩散，不得已云隐村封禁了整整一座病房。游牧人微微咬紧牙齿，灾厄的宇智波雷影，难不成你所谓的任务是？是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爱咧嘴露出冷笑，有你和我精心挑选出来的上人，这次行动一定万无一失，只要不出意外，就绝对不会出意外。宇智波族弟，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坐在矮桌前，淡然的饮茶。这几日的木叶不太平啊。不太平？旁边如同下人般伫立的鼬表情微微一愣。未来哥，您的意思是？宇智波未来放下茶盏，望着窗户外面的风景，眼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只是有些感慨，那个年老的猿飞日斩居然还有如此魄力。3忍自来也和纲手突然回村，却又没有丝毫的动静传出，这本就非常不正常。就在前几日，宇智波未来突然感到一股窥探之感，一开始他以为是错觉，宇智波族地附近都笼罩着他散发的淡淡核辐射，只要有人稍一靠近，就会立刻被他察觉。只是这股窥探之感迟迟没有褪去，宇智波未来心中才升起了一丝兴趣。哥斯拉对于环境极为的敏感，尤其是对危险和窥探的察觉，远非其他生物能够比拟。在怪兽行星中，人类的舰队已经用上了超越忍界不知多少倍的科技，还是轻易的被哥斯拉发现动向。这份对环境的觉察能力也继承到了宇智波未来身上，就像是九尾对恶意的感知一样。浓郁的核辐射在宇智波未来的控制下，一点一点从宇智波族地向外蔓延。终于，核辐射的感知中出现了几个异常的轮廓。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猿飞日斩这是打算对宇智波出手了。他有如此魄力。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股感知的中心似乎一直围绕在他身上。目标是我吗？有趣。小柚子，我要出去一趟，宇智波一族可就交给你了。宇智波未来淡然起身，扭动着脖子。咦，我？宇智波鼬一脸愕然，不解地望着宇智波未来。你可是我的弟子啊，不要妄自菲薄。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宇智波富岳为了让他收鼬做弟子，可是费了不少力气，甚至让自己的妻子美琴出面充当游说。
但傅月可能不会想到，宇智波未来本就打算收佑作为弟子，这个念头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宇智波佑性格太过敏感，容易被不怀好意之人引导思想，只有留在自己身边，宇智波未来才能放心。这一次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宇智波未来眼中笑意愈发浓郁。嗖，他顷刻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脸错愕的佑。宇智波未来出现了，他离开了族地。宇智波未来似乎要离开村子，快禀报给火影！那处屋顶上，加藤鹰惊骇地睁开眼，声音激动。火影是猿飞日斩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情报，呼吸陡然急促。宇智波未来出族地了，似乎要离开村子，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怀疑的想法立刻被压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猿飞日斩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如果宇智波未来一直处于族地，那他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但离开木叶就不同了，只剩下宇智波未来一人，即便他再强，难道还能挡住木叶和云隐村精心准备的暗杀？猿飞日斩眼窝中那名为复仇的火焰又浓烈的几分。他本意是想将宇智波未来引出木叶，再由云隐村派来的忍者以及他手下的暗部动手，但没想到现在宇智波未来主动离开了村子，这倒是让他要做的事情简单了不少。盯紧了，随时将情报汇报给我。宇智波未来前往死亡森林3号训练场附近，加藤鹰的灵体将感知到的情报传递给火影室中的猿飞日斩。死亡森林3号训练场，猿飞日斩眼睛微微眯起。3号训练场是团藏生前围杀宇智波未来失败，他为了平息宇智波一族的怒火所赠予宇智波的补偿。宇智波未来前往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毕竟那处位置本质上已经成为了宇智波族地的范围之一。宇智波未来身为族长，前往那处位置也很正常。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散开。3号训练场处于死亡森林，距离木叶还有一段距离，即便宇智波未来在那里释放他的毒素血迹，对木叶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为了对付宇智波未来，猿飞日斩和团藏曾经多次研究如何克制宇智波未来的毒素，最后他们发现，只要用大范围的水盾不断冲刷，再将被污染的水体倾倒其他地方，就能极大程度减弱这种毒素的影响。立刻通知云隐村使者，该收网了。猿飞日斩漆黑的瞳孔仿佛化为吞噬灵魂的深渊。木叶村外，一处大树粗大的树枝上，等待的游牧人忽然睁开眼，声音冷冽：要收网了，要收网了！他的身后4名精通暗杀能力的随行上人在听到他的声音后陡然同时睁眼。游牧人大人，没有弄错吗？这是木叶的火影亲自传来的情报，应该不会出错。木叶的那位灾厄的宇智波此刻正在死亡森林之中。闻言，那4名云隐上人眼中露出浓烈的杀意。灾厄的宇智波，云隐村的死敌，杀光了全部云人使者团，一个病房因为他而封禁。这番仇恨，这番屈辱，终于在今日迎来终结之时。嗖！伴随数道破空声，游牧人和云忍的身影同时消失在树枝上。死亡森林3号训练场附近，宇智波未来倚靠在大树的树干上，淡然地扫视着四周。这处精心设计的训练场能够承受强烈的战斗波动，那副平静的神色似乎是正在等待什么一样。数十秒之后，核辐射的感知中出现了几道异常的轮廓。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的微微勾起，来得还真快。他背后的森林中陡然飞来数团闪烁幽光的蓝色火焰，宛若幽冥鬼火一般，无声地袭向他的后背。嗡！蓝色幽火陡然爆发，吞没掉他的身体。得手了！游牧人眼神一怔，没想到这么轻松。火焰散开，除了倒塌的焦黑树干，没有任何人影。悠悠冷声从背后传来，让游牧人脊背汗毛炸起。啊！我等你们很久了。一位人助力，4名上人，这就是云隐村的底气吗？宇智波未来不屑，不，应该还有猿飞日斩的暗部。自己特地来到死亡森林，可就是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毫无顾忌的行动。这位曾经的忍雄，临死之前的反扑，能否让自己稍微提起一点兴趣呢？背后冰冷的声音让游牧人脊背一阵发凉，骤然一跃拉开距离。后方树上，一道人影带着笑容居高临下俯瞰着他。宇智波未来，灾厄的宇智波。游牧人瞳孔骤缩，他早就发觉了阴谋，事情的进展超出了他的预料。游牧人大人，我们……身旁上人紧张问道。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用担心他一个？游牧人声音冷冽，他能够完美动用二尾的力量，身边的4名上人也是精挑细选而出，能力克制宇智波未来。优势在我。4名上人互相对视，眼神逐渐冰冷。水遁，水冲波！2名上人同时快速结印，口中吐出汹涌的水流，水流化为浪涌，冲刷树木，朝着宇智波未来冲击而去。从木叶得到的情报中，云隐村针对宇智波未来能力的弱点，针对性的布置下战术。大范围的水遁冲刷，能够很大程度缓解那种毒素的影响。火遁，火焰弹，硕大橙红火球从另外2名云人口中吐出，眨眼之间轰击在猛烈的水流上。轰！
高温产生的蒸汽一瞬爆发，顷刻便充斥在这片森林中。火影氏，袁飞日展正站在窗户前凝重眺望，掌心中渗出的汗水暴露了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忽然，远处的森林中一股白雾陡然升起，即便是在这个位置，也能远远看到那处森林上笼罩的雾气。要开始了吗？袁飞日展掌心紧攥，这一战太过重要，他几乎赌上了一切。暗部已经悄然行动，如果死亡森林中的云忍失败，潜伏的暗部就会出手。宇智波那边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将锅甩到云隐村头上，引导仇恨。能够安抚自然是最好，不能安抚，三忍中纲手和自来也此刻都在村子，如果真的开战，也不用太过忧虑。这样想着，袁飞日展体内因年老而逐渐冷却的热血，此刻有着再次沸腾的迹象。这一刻，他再次回到了年轻时代，回到了那个他被称之为忍雄的时代。团藏，这一次轮到我替你复仇了。袁飞日展望着那片森林，眼窝中浓浓的复仇之火汹涌燃烧。死亡森林，4名云忍上忍拔下背后的忍刀，刀身雷光跳动。为了云隐村的荣耀，4人怒吼，同时冲向白雾笼罩的森林中。3秒钟之后，轰！地面陡然一震，在游牧人震撼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巨大的猩红长剑从白雾中横扫而过。凄厉的惨叫传出，4名云忍上忍同时倒飞出去，手中忍刀尽数折断。游牧人瞳孔一颤，一招击飞4名上人。这些杂鱼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游牧人尽情的起舞吧。宇智波未来从森林中缓缓走出，身体之上猩红铸就的骨架覆盖住整个身体，右手正握着一柄猩红长剑，剑身上如同鲜血般粘稠的火焰熊熊燃烧。须佐能乎吗？游牧人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震惊。虽然对宇智波未来展露的实力有所意外，但早在行动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做好的心理准备。既然如此的话，幽蓝色查克拉火焰从他体表升起，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全身，身后2条修长蓝黑尾巴徐徐摆动。2尾查克拉模式。望着这般模样的游牧人，宇智波未来嘴角露出轻笑。说实话，云隐村居然会派你前来，让我略微有些意外。人柱力恰好是被我完全克制的那种类型呢。游牧人眼神冷冽，5根手指指尖伸出修长的锋锐指甲。打过了才知道。嗖！他陡然一跃，消失在原地。不过目标却不是宇智波未来，而是他周围的森林。先前那4名上忍用大范围水遁、火遁撞击产生的雾气，此刻还剩余一部分，正好能让他隐藏身形。游牧人被查克拉笼罩的身体在树林间快速跳动，如同一只灵巧的野猫。宇智波未来淡然站在原地。数秒钟之后，森林的温度骤增，幽蓝火球密密麻麻从树林之中袭来，犹如下起了一场蓝色火雨。宇智波未来身上的须佐骨架抬起长剑，赫然横扫。那长剑末端，猩红之火凝聚成硕大的剑弧，迎上了袭来的漫天火球。轰隆隆，伴随着剧烈的震动，密密麻麻的幽蓝火球全部一扫而空。你的舞姿让人失望。宇智波未来的声音像是在叹息。游牧人脸色骤变，方才那招已经是他这个形态下最强的攻击，在宇智波未来手中居然如此不堪。99小说，不愧是灾厄宇智波，能够逼得雷影不得不妥协。体内更加狂暴的猩红查克拉翻涌而出，暴力的力量一瞬覆盖游牧人全身，整个身体不见人形，只剩下充斥着查克拉的猩红怪物。半尾兽化，这是身为完美人助力的他能够在清醒状态下动用的最强力量，这便是尾兽的力量，沉沦在没有尾兽之力的痛苦中吧。半尾兽化的游牧人4脚着地，宛如野兽般匍匐，一双非人的眸阴冷地盯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淡笑地望着这一幕，既然如此，我也稍微认真一点吧。话音落下的瞬间，那一直笼罩在他体表的须佐骨架如同火焰熄灭一般消退不见。游牧人眼神惊异，放弃抵抗了？为什么突然解出了须佐能乎？只是想换一种方式战斗。宇智波未来面露微笑，既然是怪兽之间的战斗，那自然要用怪兽的能力。话音落下瞬间，他身体陡然发生异变，体型骤然激增，皮肤灰褐如同苍老古木，一双古朴深邃的眸子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游牧人。这惊人的体型对比让半尾兽化的游牧人陡然呆住。你也是人助力？与此同时，死亡森林边缘，木叶的暗部正紧张感知着战斗的情况。宇智波的未来的查克拉消失了。山中一族的感知暗部震惊地睁开眼。消失了？什么意思啊？是被杀死了吗？周围暗部愕然。不，那名感知忍者眼神无比惊恐，他变成了怪物。火影氏，袁飞日展正紧张地盯着那片森林，突然一股心悸的感觉从那处传出，让他整个人仿佛从灵魂深处发出战栗。那种感觉，发生什么了？嗖！一名暗部半跪汇报：火影大人，宇智波未来的查克拉消失了，似乎变成了怪物。怪物！袁飞日展瞳孔一缩，下一秒他直接消失在原地。一乐拉面面馆，
鸣人正在和自来也吃着拉面。封印空间中，九尾震惊地抬起头，目光似乎透过空间注视着死亡森林的方向。那个是……九尾眸子中写满震惊，是那个男人体内的怪物？不，似乎只是一部分，绝对错不了。他曾经在宇智波未来体内感受到那巨兽的气息，只是散逸的一缕气息都让他感受到如山般的沉重。死亡森林，游牧人仰头呆滞望着面前的巨大黑影。什么鬼？这面前的大蜥蜴是什么东西？忍界之中有这样的生物吗？这种威压已经完全不逊色于尾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游牧人声音发颤。他发现他对宇智波未来的了解似乎太少，情报中可从未有这种巨兽的信息啊。虽然只是最基础的20米个体，但只是用来对付你的话，似乎也足够了。宇智波未来轻笑，那庞大的哥斯拉利爪裹挟着恐怖威势拍下。游牧人头皮发麻，半尾兽化的体型比普通人大不了多少，在哥斯拉的利爪下简直就像是小猫一样渺小，身形一跃，仓皇的躲闪。轰！那片森林被哥斯拉爪命中，一排大树倒塌。宇智波未来探出另一个爪子，像是抓老鼠一样抓向游牧人。游牧人咬紧牙齿，抬起利爪回击。99小说，二尾又屡擅长体术攻击，半尾兽化的他同样最擅长体术攻击。猫爪 vs 哥斯拉之爪。轰！游牧人的身体像是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接连砸倒了一排大树，才最终停下。果然还是太勉强了。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几乎连起身都难以做到。幼吕，靠你了！他的意识陷入了黑暗，身体中另一个意识开始苏醒，尖锐的笑声如同指甲划过黑板的刺耳噪音出现在这片森林中。哈哈哈哈！游牧人，你终于舍得放我出来了，自由了！游牧人昏厥的身体开始异变，磅礴的幽蓝查克拉喷涌而出，吞没了他的躯体。要完全踢尾兽化了吗？既然如此，我也稍微认真一点了。原本只有20余米的哥斯拉体型开始骤增，地面的影子急速增长，笼罩了大片的森林。30米、40米、60米、70米，最终定格在70米。这个高度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尾兽，加上哥斯拉庞大壮硕的体型，压迫感会更加恐怖。木叶村，无数村民抬起头，震撼望着死亡森林中出现的庞大巨兽。苍老古朴，如同朽木般的皮肤，胸前短而强壮的利爪，脊背如同战斧般蔓延而下的背鳍，粗壮不像话的尾巴只是微微扫动都会压倒一大片森林。哥斯拉降临！天哪，那是什么怪物？尾兽吗？可似乎只有一条尾巴，一尾变异了。逃啊！快逃啊！恐慌和畏惧的情绪像是被点燃的火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整个村子中。大量忍者跳跃到屋顶高处，震撼眺望死亡森林中的哥斯拉。忍族族地中，各大忍族忍者几乎同时惊骇地望过去。宇智波族地，宇智波又望着那道突然出现在死亡森林中的巨兽，震惊之余又带着一丝担忧之色。未来哥刚出去，这头巨兽就出现了，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宇智波族的一处演练场，宇智波只因呆滞地眺望着森林中突然出现的哥斯拉。只因哥，那是什么怪物？宇智波黑子心脏剧烈跳动，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哥斯拉，但是太帅了！如果能和这样的巨兽签订通灵契约，黑子，你有没有觉得那头怪兽有点熟悉？宇智波只因呆滞的喃喃。熟悉？宇智波黑子惊诧地望着他。死亡森林中，游牧人的身体已经消失不见，二尾如同幽冥中归来的蓝黑身躯，稳稳地踩在森林中，体表之上幽蓝色火焰熊熊燃烧。自由了！二尾发出尖锐的笑声，笑声陡然凝固，呆滞的仰头望着面前的巨兽。什么鬼？这是什么怪物？哥斯拉甩动尾巴，如同长鞭击打在二尾腹部，庞大的力量直接将他掀飞出去。哥斯拉直接冲上去，抬起脚掌狠狠踩在二尾的胸口。混蛋，你是什么怪物？二尾不甘发出怒吼，他才刚刚苏醒，还没来得及呼吸自由的空气，就遭到了哥斯拉一阵毒打。忍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恐怖的巨兽？这不科学！与此同时，死亡森林边缘，一群暗部望着暴走二尾的哥斯拉，目瞪口呆。这头巨兽到底是什么？连尾兽都能压制。嗖！元飞日斩出现，凝重地望着森林中的哥斯拉。火影大人！暗部像是看到了救星，眼神激动。元飞日斩眼神深邃。3战中，灾厄的宇智波凭借2项能力响彻忍界，一个是诡异的未知毒素，另一个是恐怖的兽化术。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却给忍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是相比经常使用的毒素，这种兽化术的知名度就要低得多。眼前的这一幕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判断，难不成那根本不是兽化术？元飞日斩深吸了一口气，无论是什么，现在都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咬破拇指，拍在地面，砰！白雾散去。猴子，喊我出来干什么？咦！元魔瞪大了眼，呆滞望着暴走尾兽的哥斯拉。什么鬼？这是什么怪物？
如你所见，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借助你的力量。袁飞日斩一脸认真。元魔怒吼：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让我对付那个怪物吗？我只是拥有金刚不坏之躯，不是金刚啊！元魔望着袁飞日斩的眼神，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哥斯拉庞大壮硕的体型压制二尾暴揍，像是打小猫一样，连尾兽在这种怪物手中都如此不堪。袁飞日斩这个混账，居然让他对付这种怪兽，疯了吗？猴子，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这个巨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有，到底发生什么了？元魔的脸色无比凝重。袁飞日斩苦涩一笑：我也不知道。死亡森林，哥斯拉和二尾的战斗还在继续。二尾的模样相当凄惨，体表幽蓝色的火影已经暗淡许多，周围狼藉的森林中零星燃烧着从他身体打落的蓝色幽火。可恶，游牧人，快让我回去！二尾在内心深处发出怒吼。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还没有享受到自由的美好，就遇到了这个不科学的怪兽。妖兽了，要打死尾兽了！哥斯拉可不管二尾心中的憋屈，两只强健有力的手臂牢牢钳住二尾的脖子，将他像扔垃圾一样扔出去。轰！倒飞出去的二尾压垮了一大片森林。他引以为傲的火焰防御，在哥斯拉粗糙坚韧的皮肤面前根本没有丝毫作用。可恶，真当我是猫咪吗？二尾猛然张嘴，吐出巨大的橙红火球，那火球的体型居然和他的身体差不多大，裹挟着恐怖的温度冲向哥斯拉。哥斯拉张开嘴，炽烈的白光爆发，核遁白热光，橙红火球直接被洞穿，灼热白光以恐怖的速度掠过，轰击在二尾的躯体上。啊！二尾凄惨的哀嚎，他那深幽蓝色的火焰毛发在白热光的轰击下暗淡无比，某些地方甚至直接被烧灼出了空洞。白热光最高可达10万摄氏度，远不是二尾的火遁能够碰瓷。哥斯拉大步上前，粗大尾巴重重甩在二尾腰上，又是一阵凄惨哀嚎。木叶村村民震撼眺望着森林中的巨兽之战。哥斯拉的身高已经超过了70米，二尾体型虽然要逊色一些，但也远远高过周围的树木。两头巨兽之间的战斗，仅仅是余波都摧毁大片的森林。尤其是哥斯拉刚才的那道白热光，恐怖的温度直接在森林中烧灼出一条修长的通道，延伸到视野的尽头。大地的震动传递到木叶村中，房屋震落灰尘。那个被暴揍的应该是二尾吧？没有错，绝对是云隐村的二尾无疑。二尾怎么会在这里？那一条尾巴的怪兽到底是什么？太生猛了吧！尾兽都能暴揍，这一幕简直刷新了木叶忍者的认知。哥斯拉到底是什么？就连二尾都完全不是对手。一乐拉面面馆，鸣人似乎察觉到腹部的异常，疑惑低头望着小腹。封印空间中，九尾龇牙咧嘴，锋锐的利爪撕扯着地面，低吼的发出咆哮。没有错，就是那个男人体内的怪物，这种感觉绝对不能错。他曾经在宇智波未来体内感知到那头巨兽的气息，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怪物啊！仅仅是散逸的一缕气息，都能带来如此恐怖的压迫感。鸣人，我要离开一趟，你在这里等着我。自来也凝重起身，眺望着森林中交战的两头巨兽。大叔，鸣人一脸懵逼。放心，我只是去看看。嗖的一声，自来也消失在原地。死亡森林，二尾被哥斯拉压在身下，哥斯拉在上面，二尾在下面。二尾拼命挣扎，但没有丝毫作用。哥斯拉庞大的体型以及恐怖的重量，像是一堵小山，死死压在二尾身上。可恶！二尾屈辱地张开嘴，伴随着音调逐渐升高的刺耳尖笑，一颗漆黑的球体从无到有，在二尾的口腔中的迅速凝聚。尾兽玉吗？宇智波未来神色淡然，一颗尾兽玉还不值得他的动神。稍远一处的位置，袁飞日斩看到这一幕，眼神惊喜。好机会！这么近的距离，如果尾兽玉正面命中的话，一定能重创这头怪兽。元魔，靠你了！可恶，居然真的要我对付这种怪物！元魔咬牙，虽然心有不甘，但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砰！白雾散去，元魔赫然变成如意金箍棒。袁飞日斩一把接过，以横握的姿势，另一端对准哥斯拉。大大大！金箍棒瞬间变大变粗，顷刻增大数百倍，犹如一柄顶天立地的巨柱顶去。正压在二尾上方的哥斯拉，突然感觉腰部被什么东西用力顶了一下，身体向前踉跄，余光向后瞥去，正是袁飞日斩双臂固住粗大的金箍棒，顶着他的后背。四目相对，空气陡然死寂了一瞬，那粗壮有力的爪子抓住金箍棒一端，直接扔飞出去，连带着另一端的袁飞日斩也一同甩飞，在森林上空划过一个优美的弧线。猴子，你个蠢货！最后一刻，元魔发出不甘的怒吼，金箍棒摔在地面，化为白雾消失。什么档次？还真以为自己是金刚了？宇智波未来不屑，收回目光。元魔的体型太小了，即便金箍棒能够变大，想凭借这个与他抗衡，还是不太现实。最起码也要长成金刚那种级别的个体。不知道元魔一族有没有这种级别的个体？未来有机会，说不定可以去元魔一族逛一逛，顺便搜刮几只金刚养在高天原中。这短暂的耽搁，
二尾的尾兽域已经蓄力完成，漆黑的球体陡然爆发，熄灭。二尾发出怒吼，枪！哥斯拉粗大的尾巴猛然甩动，直接弹飞尾兽域。尾兽域在森林上空划过弧线，坠落到远处的森林中。轰隆隆，大地剧烈震动，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从远处升腾而起，连尾兽域都没有作用。二尾声音发颤，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哥斯拉白了他一眼，如果是九尾的或许可以，你的不行，你的太小了。二尾论实力，在所有尾兽中绝对是倒数的存在，尾兽域的威力同样也是倒数的存在。原著中第4次忍界大战时，九尾的一发尾兽域跟推土机似的，接连推飞了其他尾兽数颗尾兽域，弹飞二尾发育不良的尾兽域。宇智波未来自认还是很轻松的，趁着二尾失神，哥斯拉两只强壮有力的手臂抓住二尾嘴巴，两只利爪猛地用力，直接将二尾上下颚用力掰开，口中炽烈的蓝色光芒闪烁。二尾疯狂挣扎，他感到了一股死亡般的危机。混蛋，你想要对我做什么？炽烈蓝色光柱爆发，贯彻二尾的喉咙。原子吐息，二尾的挣扎戛然而止，身体像是软体动物，无力瘫软。湛蓝色光柱上移，撕裂二尾的身体，划破森林，一直延伸到天际。死寂，一片死寂。无论是死亡森林边缘的暗部，还是木叶村中的村民，眼中都充斥着浓烈的震撼和不可置信。太强了，一头尾兽就这么被轻易解决了。宇智波族弟，宇智波族人呼吸急促，一个个眼珠子血红。太帅了，要是能和这样强大的怪兽签订通灵契约，那该有多拉风啊！二尾的身体在不断缩小，遭到这种程度的重创，已经彻底无法维持，渐渐消退，变成原本的模样。宇智波未来眉头微蹙，这道声音是行星哥斯拉吗？饥饿是想要进食吗？宇智波未来注视着旁边不断缩小的二尾身体，心中隐隐有了猜测。他伸出手掌放在二尾的躯体上，哥斯拉，你吸收！磅礴的二尾查克拉如同海水倒灌，疯狂被吸收进入他的身体中。高天原，那只沉睡的行星哥斯拉忽然在睡眠中吧唧了几下嘴，仿佛吃到了某种美味的食物似的。几乎是同时，如同山峦一般的身躯开始分裂出一头70-80米高的个体。亚体哥斯拉，行星哥斯拉分裂了。感知到高天原中的异变，宇智波未来心中一喜。果然，哥斯拉的食物是神树，变相的也是神树分裂出的尾兽。宇智波未来有些兴奋，如果有大量的尾兽查克拉供应，哥斯拉神国岂不是能够提前建成了？就在这时，轰！一头庞大的生物从天而降，坠落在哥斯拉面前。灰尘散去，正是自来也屹立在蛤蟆纹泰头顶。咦，自来也，你没有弄错吗？这是什么怪物？只是刚一登场，蛤蟆纹泰就被从未见过的哥斯拉惊呆了。尾兽，从未见过的全新版本，不清楚，但接下来可能要靠你了。自来也脸色凝重，双手合十，他正在聚集自然之力，想要进入仙人模式。这需要一段时间，只能先靠蛤蟆纹泰拖住这家伙了。混蛋，自来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蛤蟆纹泰气急，自来也太不靠谱了，单凭他怎么可能是这种怪物的对手？等下，自来也，我想我们并不是敌人。熟悉的声音传来，让正在凝聚自然之力的自来也陡然一愣。是你在说话？他震惊望着对面的哥斯拉。是的，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哥斯拉的身体快速缩小，最后变成宇智波未来伫立在地面上。虽然刚刚历经了激烈的战斗，但此时的他衣着没有丝毫凌乱，依旧是那副崭新的模样。宇智波未来，自来也沉声喃喃。刚才的那头巨兽是宇智波未来吗？他的大脑一团混乱，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按照你们的说法，我应该也算是人柱力吧？哥斯拉人柱力。宇智波未来淡然解释。哥斯拉，那头巨兽的名字吗？自来也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浆糊般混乱的根本理不清。哥斯拉到底是什么？忍界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巨兽？我明白了。自来也叹息一声，终止了吸收自然之力。砰！身下的蛤蟆纹泰解除通灵术士，化为一团白雾消散。如果有可能，他真的不想和宇智波未来为敌，更不想和那头巨兽为敌。明智的决定。宇智波未来淡淡一笑，那头怪兽消失了。快过去！原本不敢上前的暗部和木叶忍者见哥斯拉消失，那股恐怖的压迫不复存在，快速冲向战斗发生的森林中。是宇智波未来，他怎么在这里？难不成刚才的战斗是？赶来的木叶忍者震撼地望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名气太大，木叶不可能有忍者不认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昏厥在宇智波未来旁边的游牧人，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眼球上翻露出大量眼白，粉红的舌头无力耷拉在唇沿，粘稠的咸水正沿着下巴滴落，一副被玩坏的样子。刚才的战斗是宇智波未来和游牧人吗？赶来的忍者眼皮子直跳，
这么生猛，连森林都干塌了。未来哥，是未来哥！宇智波一族同样赶到，激动地站在宇智波未来身后。未来哥，刚才的巨兽是？宇智波黑子激动问道。哥斯拉，我是他的人柱力。哥斯拉，好帅的名字，太强了！未来哥居然还是人柱力。木叶忍者和暗部心神震撼。哥斯拉人柱力，万花筒人柱力，宇智波未来到底还有多少他们未知的能力？袁飞日斩拄着拐杖，在暗部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来，一双眸子颤抖地盯着宇智波未来。哥斯拉扔飞元魔时，连带着把他也扔飞了。他现在拄着的这个拐杖，还是他老友团藏生前所用的。火影大人，我想这件事您应该需要给出一个解释吧？宇智波未来淡然地注视着他。二尾人柱力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还有那另外的4名云隐村上人又是怎么这要求在此处埋伏？瞬间，所有人目光同时震惊，聚集在袁飞日斩身上，自来也错愕地望着他，感情这一切是自己的老师弄出来的。宇智波未来缓缓走向袁飞日斩，他面前的暗部颤抖，拔出苦物，吞咽的唾沫。周围木叶忍者对视一眼，都没有行动。宇智波未来伸手拍在袁飞日斩的肩膀上，像是轻笑，又像是在嘲讽：“你老了，我原本以为你最后的挣扎能够让我提起一丝兴趣，可惜你的舞姿令人失望。”宇智波未来身体前倾，在周围暗部颤抖的目光中，将头微微凑到袁飞日斩耳旁，带着这份诅咒，苟延残喘吧。袁飞日斩手指一颤，这一刻他仿佛苍老了几十岁。宇智波未来掠过他的身体，走向远处。未来哥，你要去哪里？宇智波只应喊道。去云隐村，有些账也该算一算了。云隐村，雷影市，4代目雷影爱此刻正在雷影市中等待。二尾人助力游牧人正带领着他精挑细选出的4名精英上人，踏上暗杀灾厄宇智波的道路。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吧？爱望着雷影市窗户外的天空，嘴角微微勾起一丝笑容。1名影级强者加上4名精英上人，而且还是他针对宇智波未来的能力特地挑选而出的上人。这一次，宇智波未来插翅难逃。退一万步说，即便游牧人的行动失败了，不是还有袁飞日斩吗？这次针对灾厄宇智波的特殊行动，可是云隐村和木叶2大忍村暗中联合。虽然木叶只负责情报的提供工作，但爱不相信，如果宇智波未来遭到重创，袁飞日斩能按捺住心中的欲望，不对其下手。这个世界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想宇智波未来死。自从他出山之后，木叶的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宇智波一族强势崛起，火影派系不断衰弱，甚至连老友团藏都死在宇智波未来手中。这份仇恨也正是他会和自己合作的缘故吧。爱眼中的笑意越发深刻，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宇智波未来惨死的画面。云隐村俗称云忍蛮子，向来都是有仇必报，先前选择隐忍不过是局势所迫。云隐村使者团的仇恨，404病房的仇恨，终于能在这一刻复仇了。雷影爱觉得今天的天气相当的美好，清新的空气中充满着自由的芬芳。雷影大人，从火之国传来的紧急情报。雷影室的房门被推开，麻布衣胸前抱着文件忐忑走近。情况怎么样了？爱笑着问道。准备了这么久，灾厄宇智波已经变成一滩烂肉了吧？也不知道袁飞日斩是怎么处理他的尸体。情报中宇智波未来的肉体似乎已经变成了那种不速的容器，想要解决掉这种污染，估计要费上不少功夫。但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爱笑得非常开心，他巴不得木叶全村生活在核辐射之下，被暴乱的宇智波摧毁一塌糊涂。雷影大人，您还是自己看吧。麻布衣眼神复杂，将胸前的情报放到雷影桌上。爱扫了眼这份情报的内容，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木叶村外死亡森林，未知巨兽与2尾激烈交战，2尾重创消失。什么鬼？爱一瞬瞪大了眼，像是被掐住喉咙的鸡仔，嘴巴张大，却又发不出一点声音。这份情报属实吗？良久，他才回过神，抬头惊骇地望着麻布衣。麻布衣神色复杂，是我们在火之国的斥候传回的情报，已经从多方得到证实。听说现在的木叶已经陷入沸腾，死寂，一片死寂。雷影室的空气仿佛凝结成冰，压迫着爱呼吸都变得困难。那头巨兽的名字叫什么？爱声音沙哑，能够战胜2尾，绝对不是普通的巨兽。忍界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怪兽？哥斯拉！麻布衣声音发颤。哥斯拉！爱瞳孔微缩。哥斯拉到底是什么？居然连尾兽都能够战胜！麻布衣传讯下去，立刻将村子的安防等级提到最高。99小说。爱立刻吩咐。麻布衣错愕看他，雷影大人，难不成您是在担心游牧人的行动失败了？我担心宇智波未来很可能会报复。爱的眼神无比凝重，像是深邃的海底。灾厄的宇智波，睚眦必报。上一次他派出的忍者只是前往宇智波族的闹事，就被宇智波未来打成重伤，体内留下暗手。回到云隐村后，暗手爆发，逼迫他不得不封禁了一整座病房。
而现在他可是整整派出1名人助力4名精英上任暗杀宇智波未来。如果成功了还好，可是失败了，宇智波未来又会采取什么报复的手段？艾深吸了一口气，只觉得自己心脏扑通扑通跳动，像是胸口压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宇智波未来的能力太过恐怖，封禁一座病房已经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再封禁一栋医院，岂不是完蛋了？麻布依立刻点头，知晓事情的严重性，准备下去传达爱的命令。他还没来得及离开雷影室，一道响亮的喝声骤然传来，如同一记炸开的惊雷，回荡在整个云隐村上空。让你们的雷影滚出来见我！艾瞳孔骤然一缩，立刻扭头看向窗户之外。来了吗？这么快？整个云隐村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谁居然敢来云隐村闹事？他是怎么过来的？防守的忍者呢？斥候呢？混账！不管他是谁，敢来云隐村闹事，一定不能放过他。这时，那道回荡在云隐村上空的声音再度响起：我宇智波未来，让你们的雷影滚出来的见我！声音如雷鸣滚滚，回荡在整个云隐村上空。宇智波未来，方才还是群情激荡，恨不得将闹事之人生吞活剥的云忍们，突然一点声音都没了。整个云隐村呈现出一股诡异的死寂和恐慌。灾厄的宇智波为什么会来云隐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少数知晓高层行动的云忍呼吸骤然一滞，隐约猜到了什么。在那里，有云忍发现宇智波未来的身影，悍然指着附近一处高耸的山岩上。云隐村号称云中之村，整个村子都是在高耸的山顶上开凿建立，悬于高空之中。那一处山峰的地势很高，从哪里恰好可以完整的俯瞰整个云隐村。宇智波未来，雷影室4代目雷影爱也发现了宇智波未来的身影，眼珠子泛出血丝，死死盯着那道山岩上的宇智波未来。他原本以为宇智波未来会像上次一样，以暗手的方式报复云隐村，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宇智波未来居然敢孤身来到云隐村。要知道，这里可是5大忍村之一啊，光是上忍的数量都已经不下数百人。木叶之所以会畏惧宇智波未来，不只是他诡异的毒素和强大实力，更重要是他背后的宇智波一族。但现在只有宇智波未来一人，而他这里是坐拥过万忍者的1大忍村。宇智波未来，我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决定的。艾眼中露出阴狠的笑容。轰！他全身雷弧暴起，撞开雷影室墙壁，冲了出去。山峰上，宇智波未来俯瞰着从雷影室射出的人形雷电，眼中露出淡淡的笑意。想要起舞了吗？云隐村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心中一阵振奋。是雷影，雷影大人来了。有雷影出手，即便对手是灾厄宇智波又如何？那道被雷电包裹的身体目标非常明确，宛如电磁加速的炮弹般，直接射向山峰上的宇智波未来。沙哑嘶吼的声音响起，重爆流！巨大的拳头雷光萦绕，裹挟着庞大的力量轰向宇智波未来的腹部。轰！伴随着剧烈的轰鸣，那处山顶之上爆出一阵浓厚的烟尘。命中了！居然自大到连躲都不躲。灾厄的宇智波又如何？正面吃下了雷影大人的攻击，完蛋了！雷影大人必胜！无数云忍情绪激动，死死盯着那处山顶上。灰尘渐渐散开，当看到里面的景象时，方才还是激动不已的云忍顿时鸦雀无声，瞪大了双眼，宛如被掐住喉咙的鸡仔。宇智波未来淡然立于那处山顶上，没有丝毫移动。雷影爱的拳头抵在猩红的骨架上，一丝都无法前进。可恶，须佐能乎吗？爱咬紧牙齿，眼珠死死盯着骨架中的宇智波未来。身为云隐村的4代目雷影，爱听闻过当年宇智波般的须佐能乎，那可是和忍者之神木盾抗衡的能力。啪嗒，猩红的肋骨旁突然生长出一只修长骨架手臂，像拍苍蝇似的，直接将一扫飞出去，重重砸进下方的房屋。雷影大人，暗部立刻冲去，想要进行救助。滚开！剧烈的轰鸣夹杂着雷影粗犷嘶吼响起，那处房屋直接被狂暴的力量掀开。爱浑身爆发着炽烈的雷弧，发丝间雷弧跳动，强壮有力的肌肉球结隆起。再来！粗犷怒吼暴起，脚下地面炸裂，爱宛如炮弹冲向山峰上的宇智波未来。身为4代目雷影，他绝不能允许自己在村民的注视下输给宇智波未来。啪！又是一道猩红骨架手臂拍下，将异像拍苍蝇一般拍飞。这次的力道比上次更重，倒飞出去的爱接连砸塌了数栋房子，才堪堪止住了冲势。死寂！整个云隐村一片死寂。他们的4代雷影在宇智波未来手中居然如此不堪。废墟中，爱正扎站了起来，擦了下嘴角溢出的血丝，眼珠死死盯着山峰上的宇智波未来。凭借万花筒的强大洞察力，一瞬捕捉到我的攻击，然后迅速用须佐能乎击飞吗？爱牙齿紧咬，宇智波未来的攻击并不重，或者说想要这么干脆的将他击飞，必然会牺牲掉一部分威力。但在周围的云隐村村民眼中就不一样了，他们的4代目雷影大人完全不是宇智波未来的对手，甚至连抗衡的力量都没有，只是刚一交手就直接被击飞出去。
这样的想法刚一出现，一股恐慌绝望的情绪顷刻笼罩在云隐村之上，仿佛那站在山顶之上的不是忍者，而是魔神一样的存在。是个混蛋！察觉到周围村民气氛的变化，雷影爱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宇智波未来生吞活剥。云隐村的士气已经彻底消退，恐惧一旦升起，想要散开就很困难了。你的舞姿让人失望。宇智波未来居高临下俯瞰着爱，接下来就轮到我出手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从他身上散溢出来，在下方无数云隐村村民惊骇的目光中，宇智波未来的身体不断扩大，巨大的黑影快速蔓延，笼罩了大半的云隐村。直到某刻，一头超过80米的巨兽降临在这处山峰上，那庞大壮硕的体型甚至使身下的山峰都显得渺小。哥斯拉降临，这是什么怪物？尾兽吗？可为什么只有一条尾巴？天哪！恐慌绝望的情绪一瞬蔓延开来，像是病毒一样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村子。吞咽口水的声音，身体站立的声音，绝望的呢喃充斥在整个云隐村中。99小说，哥斯拉。爱仰头呆滞，他忽然想起麻布衣不久前汇报的情报，一头名为哥斯拉的巨兽重创了2尾。爱瞳孔一缩，似乎想起了什么。游牧人呢？你把游牧人弄到哪里去了？云隐村一共只有2个人助力，游牧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爱已经冷汗直流。作为对我出手的惩罚，游牧人作为补偿我就收下了，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他的。那身高超过80米的哥斯拉眼中带着淡淡的笑容。至于你们，哥斯拉俯下眸子，像是造物主俯瞰众生，迎接哥斯拉的怒火吧。那粗糙如同古木一般的皮肤，猩红色的甲胄自下而上缓缓升起，脚爪、大腿、尾巴、腹部，然后是胸口，全部覆盖上一层如雪般猩红的甲胄。鸦天狗头盔自后向前合拢，严丝合缝贴合在哥斯拉的头上，整个哥斯拉身体赫然已经被巨大的猩红甲胄覆盖，威装须佐能乎。哥斯拉野兽之男，尾红莲模式。哥斯拉张开嘴，炽烈的红芒快速聚合，刹那，炽烈的红色光柱爆发，裹挟着恐怖的威势，射向下方的云隐村。红莲原子吐息，逃啊！快逃啊！红色光柱经过之处，一切化为废墟。不，爱慕自尽裂，想要冲向山峰上的哥斯拉，但被身边暗部死死拉住。哥斯拉头颅上移，原子吐息在云隐村中间留下巨大的沟壑，延伸到远处的天际。等到平息之时，整个云隐村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破的废墟。此为审判。宇智波未来的声音回荡在云隐村上空。木叶，火影式。猿飞日斩靠在火影桌前的椅子上，眼神空洞，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灵魂一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像是梦幻一样在他眼前回放。身高超过70米的巨兽在死亡森林重创2尾。宇智波未来竟然是人助力，哥斯拉人助力，这合理吗？猿飞日斩回想起3战中宇智波未来的战绩，忍不住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原来3战只是他的冰山一角吗？那种恐怖的毒素血迹、兽化术都来源于他体内的哥斯拉。哥斯拉到底是什么？猿飞日斩白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现在的宇智波未来已经根本不是他能够对抗的了。日斩，喝杯热茶吧。转寝小春眼神复杂的将一杯冒着热气茶水端到猿飞日斩面前。他知道日斩那么想解决宇智波未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给团藏复仇。团藏的死就像是一柄刀子扎在猿飞日斩的心中。转寝小春有一次无意中看到趴在火影桌上睡着的猿飞日斩在睡梦中轻声呼唤团藏的名字，而现在精心准备的行动失败了。宇智波未来就像是一个隐藏在海面之下的怪物，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下一次又会展露多么恐怖的能力。转寝小春叹息，如果团藏还活着，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种憔悴的模样。听到团藏2个字，猿飞日斩手指微微一颤。就在这时，一名暗部突然出现在火影室中，半跪汇报：火影大人，雷之国斥候汇报，云隐村遭到灾厄，宇智波报复，损失惨重。什么？猿飞日斩瞳孔骤然一缩，灾厄宇智波报复，云隐村损失惨重，你确定没有弄错？云隐村可是5大忍村啊！猿飞日斩满眼震撼，不可置信。论实力，云隐村并不弱于木叶多少，是5大忍村中除木叶第2强的忍村。单凭宇智波未来一个人，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是的。那名暗部眼神复杂。情报中，宇智波未来似乎使用了哥斯拉的力量，仅仅一击就直接重创云隐村。哥斯拉！猿飞日斩眼前浮现出那头喷吐蓝色光柱的巨兽，两眼一黑，直接瘫软晕倒下去。日斩，日斩，你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啊！云隐村，烟雾和灰尘漂浮，整个村子好似世界末日一般，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和废墟。村子中央，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延伸到视野的尽头，哭喊和哀嚎声回荡在废墟之中。惨烈，一片惨烈。4代目雷影爱布满血丝的眼珠望着周围的景象，
只觉得自己的胸口上好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让他几乎无法喘息。村子，他守护的村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毁于一旦。混账啊！轰！强烈的情绪波动让爱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一拳重重打向旁边残破的墙壁。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和震动，墙壁骤然倒塌，碎石和尘土炸裂飞溅。雷影大人，云隐村的暗部紧张汇报，感知忍者汇报，灾厄宇智波已经离开了。爱满是血丝的眼睛微眯，宇智波未来这个畜生，将云隐村破坏成这样，居然直接离开了吗？游牧人可还在宇智波未来手中。作为云隐村唯二的人助力，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游牧人已经被宇智波未来俘虏。99小说，那位灾厄的宇智波会对游牧人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爱不寒而栗，心中的怒火越来越深。宇智波未来，这个仇我记下了，你会后悔的。爱咬紧牙齿，在心中暗暗发誓。旋即，他扭过头，扫视着混乱的云隐村，沉声怒喝：快！所有忍者投入救援！在他的指挥下，云隐村的暗部和忍者立刻展开救援工作。戴着面具的暗部清理碎石和废墟，穿着白色制服的医疗忍者抬着担架，将受伤的村民送往云忍医院。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爱扫视着四周，心中的怒火越来越深。只是粗略的估计，这次云隐村的损失就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忽略建筑物的损伤，光是忍者的伤亡恐怕都不下上百。哥斯拉最后的那道原子吐息正好是从云隐村的中央划过，将整个村子几乎拦腰斩断。大量的交通要道以及重要设施都被彻底摧毁。想要重建，花费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爱忽然想到宇智波未来最后的那句话：此为审判，天谴吗？就在这时，一名暗部慌张出现在他面前，神色无比惊骇。雷影大人，不好了，我们在废墟中发现了大量那种毒素，已经有许多忍者受到影响，身体出现异样。爱瞳孔骤然一缩，立刻扭头望向哥斯拉原子吐息攻击后的废墟。那深不见底的漆黑沟壑中，似乎隐约正冒出一股淡淡的红晕。周围不少参与救援的忍者一阵头晕目眩，瘫坐在地，流出鲜红的鼻血。这股异样像是病毒一般疯狂的传播，稍远位置的村民不少人忽然愕然地擦了下鼻子，手中是粘稠的鲜红。啊！发生什么了？我的身体啊！救命！救命啊！恐惧、绝望、慌乱的情绪像是疯狂传播的病毒，以极快的速度感染了整个云隐村。村民发了疯一样逃难，整个云隐村都笼罩在一阵恐慌中。爱望着这一幕，眼珠子一下变得血红。那道攻击还不是结束？残留的这种毒素才是真正的攻击吗？这种诡异毒素的恐怖，爱早就领教过。整个404号病房因此被完全封禁，但那时的毒素范围跟此刻相比，完全不能比拟。这么大范围的毒素笼罩了大半的云隐村，难不成要封禁掉半个村子吗？快，使用水盾将废墟冲走！爱嘶吼地下达命令。根据木叶的情报，用大范围的水盾冲刷，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毒素的影响。情况紧急，爱已经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了。木叶医院，袁飞日展虚弱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色的天花板。守在旁边的转寝小春看到袁飞日展苏醒，脸上立刻露出一丝惊喜。日展，你终于醒了！我怎么在这里？袁飞日展扫视着四周，觉得自己的头像是被重锤击中一般空白。转寝小春抓着他的手，一脸关切：你忘记了吗？你在火影室突然晕倒过去，是我找医疗忍者把你弄到这里。袁飞日展缄默，断片的记忆渐渐复苏。是的，他当时正坐在火影桌前，忽然听到暗部进来汇报，宇智波未来去云隐村报复。云隐村损失惨重，大量房屋化为废墟。他只觉得胸口忽然撕裂一般的剧痛，让他整个人惊觉无法喘息，两眼一黑，晕倒过去。再次醒来时，就出现在这里了。云隐村的实力不弱于木叶多少，宇智波未来能让云隐村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自然也能对木叶做到同等的事情。袁飞日展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几岁，眼中年轻的那种威严和强势不复存在，像是垂暮的老者一般，只剩下无助和彷徨。木叶的未来在哪里？他要怎么做才能抓住未来？嗨，这样想着，胸腔那股压迫般的痛苦再度出现，让他忍不住剧烈咳嗽。转寝小春看到袁飞日展这副模样，不忍心用手背擦拭着眼角的液体。团藏死了，日展也变成了这样。木叶 F4 死的死，废的废，只剩下了他和颜。木叶，难道真的要失去未来了吗？就在这时，转寝小春忽然感到有人在轻拍他的肩膀，回过头，是一名医疗忍者，正抱着一份文件认真地望着他。小春大人，能借一步说话吗？转寝小春望了眼还在咳嗽的日展，轻轻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这名医疗忍者找他的目的，但现在的日展确实不适合经受太多的打扰了。病房的门被轻轻合上，
转寝小春接过那名医生递来的检查报告，瞳孔骤然一颤，猛然抬头，死死盯着他。什么意思啊？日展的肺出什么问题了？那名医疗忍者眼神复杂，叹息一声道：“我们已经尽力了，但火影大人的肺部不知道出现什么异常病变，细胞正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感染。我们只能通过医疗的手段遏制这种进程，但效果相当有限，请您一定要做好准备。”说完，那名医疗忍者深深地低下头。病变？什么病变？转寝小春怒视着他，眼中的怒火似乎要将他整个人吞没。99小说，袁飞日展不久前还是健康的体魄，这才多长时间就变成了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但火影大人的肺部细胞确实产生某种病变，病变的细胞正在感染健康的细胞，而且速度很快。那名医生眼神无比复杂。3战中，某些从灾厄宇智波手中幸存的忍者，细胞也产生了某种类似的病变。联想到村子现在复杂的局势，这名医疗忍者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转寝小春颤抖地向后退步，后背贴在冰冷的墙壁上，整个人仿佛坠入了深渊。不久前还好好的日展，怎么突然就病得这么严重？纲手呢？把他喊过来，有他出手的话，一定能治好日展吧。转寝小春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用力地抓着医疗忍者的手臂。病房内听着从走廊上隐约传来的声音，袁飞日展眼神一片暗淡，目光无神地望着天花板，好像他此刻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类似躯壳之类的东西。他的记忆仿佛回到了那一天，回到了宇智波未来从他身边走过，将头轻轻贴近他的耳朵，带着这份诅咒，苟延残喘吧。他似乎能回忆起那道声音中的戏谑，像是在嘲笑一只即将走向灭亡的玩偶。原来你那时是这个意思吗？袁飞日展失神呢喃。云隐村，在上百精英忍者的接力下，云隐村的废墟终于被清理干净。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为了保证安全，4代目雷影爱提前让村民出去避难，自己则带着大量暗部和精英忍者完成这种工作。在从木叶得到的情报中，面对这种毒素，用大量水遁冲刷，再将冲刷后的污水倾倒其他地方，就能极大的减少这种毒素的危害。终于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后，爱擦着额头豆大的汗珠，心满意足地望着清理后的云隐村。那道哥斯拉攻击留下的沟壑已经被其他地方运来的沙土填充，为了万无一失，他用钢板和土遁在上方做好了数层防护，并且在填充之前用水遁将被污染的地方冲刷了数遍。这次冲刷后的核污水被集中储藏在云隐村后方临时开辟的巨坑中，巨坑上用厚钢板和土遁覆盖，防止核污染泄漏。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终于完成了。爱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眼中还残留着一丝后怕。宇智波未来太恐怖，这种能力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一个人造成的破坏，能抵得上云人5个师，剩下的就是商讨该怎么处理那些污水了。爱目光阴冷的闪烁，这些核污水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隐藏在云隐村的后方，一旦泄露，对村子将是一场灾难。雷影楼会议室，一场紧张的会议正在召开。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处理云隐村的核污水。在一番认真的讨论之后，云隐村高层全票通过，将核污水倾倒进附近的大海中。雷之国是临海之国，云隐村距离大海非常近，他们的秘密武器龟岛就隐藏在大海中。将核污水倒进大海，一来可以完全解决云隐村目前的安全隐患，二来这些核污水可以通过洋流作用输送到其他国家中。岩隐村和云隐村是世仇，土之国雷之国临海，排放核污水必然会对岩隐村产生影响，这说不定还是一个削弱敌对忍村实力的好机会。这样想着，会议室中云忍高层都露出了鳄鱼般的笑容。云隐村要将核污水排进大海，这个消息只是刚一传出，就在忍界掀起了腥风血雨，整个忍界一瞬沸腾。云隐村派出2尾人助力暗杀宇智波未来的事情根本没办法隐瞒。死亡森林中巨兽之战被无数人震撼目睹，名为哥斯拉的传奇巨兽完全压制尾兽，轻而易举击败2尾。哥斯拉到底是什么？忍界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巨兽？那位灾厄的宇智波，还是人助力？哥斯拉人助力？一连串惊人的消息打得忍界众人猝不及防。当他们以为这个消息已经足够震撼时，不久之后，另一个更加震撼消息传来，让原本就已经沸腾的忍界直接进入了高潮。宇智波未来孤身前往云隐村复仇，以一己之力化身哥斯拉巨兽，炽烈的红色光柱吞没云隐村，宛如天前审判。那一日，雷之国大部分国土以及邻近的铁之国汤之国都目睹了那划过天际的炽烈光柱。此为审判。消息传出，忍界彻底沸腾。云隐村可是5大忍村之一，村中上忍数百，宇智波未来一人能够造成如此恐怖的破坏，他到底有多强？一些忍者秉持着怀疑的想法，但太多人目睹了那道划破天际的炽烈光柱，怀疑很快就被实锤淹没。云隐村损失惨重，房屋倒塌大半，甚至大半的村子都萦绕着那种诡异的毒素。随着哥斯拉之名响彻忍界，
另一个名字也出现在无数忍者的视野中。核辐射！原来灾厄宇智波那恐怖的毒素名为核辐射。无数忍者倒吸一口凉气。3战中死亡上千忍者，大量忍者战后出现畸形。原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核辐射。直到宇智波未来哥斯拉人助力的身份曝光，核辐射的恐怖才让忍界知晓。这一切的动荡还没有平息，又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忍界。听闻这则消息的忍者无一不是脸色骤变，更有甚者咬牙切齿，眼珠子一下子蹦出大量血丝。云隐村要倾倒核污水，要将核污水倒进大海。这则消息已经得到证实，云隐村在宇智波未来如同天谴般的攻击下，整个村子充斥着大量的核辐射。4代目雷影爱为了解决核污染的威胁，用大量水盾不间断的冲刷，因此造成了大量被污染的核污水。云隐村为了本村的利益，完全不顾忍界其他国家死活，一意孤行，决定将核污水倒进大海。一开始他们只是偷偷的倾倒，并没有多少人发现。后来某些海边渔民发现最近钓上来的鱼有些奇怪，天黑后总能看到一群忍者鬼鬼祟祟扛着箱子前往大海。被发现之后，云隐村索性直接撕碎了伪装，大大方方承认的倾倒核污水的事实，并且直接高调宣告将在本月20号、4号将剩余的核污水全部倒进大海。消息传出，忍界骇然，云隐村那群该死的蛮子！土影室中，3代目土影大野木眼珠子一瞬猩红，一记重拳狠狠捶在桌上。5大忍村中，只有岩隐村遭受核辐射影响最深。3战的最终一战，他率领的岩忍部队与木叶在草之国境内交战。木叶非常不讲武德的动用灾厄宇智波。99小说，宇智波未来直接一发原子吐息贯彻天地，撕碎无数岩忍身体。此战之后，草之国境内出现一条灾厄长河，岩隐村剩余的那些岩忍身体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些异变。战后这几年，岩隐村新生儿的畸形率一直高涨不下，是所有忍村中畸形儿最多的忍村。掌心长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版本了，现在胯下长嘴都有一堆。直到前几日宇智波未来是哥斯拉人助力的情报传出，大野木这才知晓，原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名为核辐射的毒素。而现在邻村云隐村要将核污水倒进大海，这能忍吗？土之国雷之国可是临海国家，两国中间只隔了一座大海，一旦核污水倾倒大海中，随着洋流作用，那份核污染必然也会降临到岩隐村头上。混账啊！我要杀光云隐村这群蛮子！大野木又是一发重拳打在桌子上，身体因为极度愤怒而站立不止。水之国雾隐村，雾隐村的忍者同样也听闻了云隐村倾倒核污水的事情。雷之国和土之国只是一面临海，但水之国不同，水之国是岛国，四面都是海洋，而且水之国与雷之国同样是临海国家，两国只有一面海洋相隔。一旦核污水被倒进大海中，对雾隐村绝对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听说最近不少水之国的渔民都已经开始抗议，捕捉上的海鱼渐渐变得奇怪了。可恶，云隐村太霸道了，真当忍界是随着他转的吗？这种事情是要遭天谴的。云隐村这群蛮子，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一群雾忍怒气冲冲地前往水影室，可惜却连水影的面都没有见到。4代目水影早就成为了带土的傀儡，对此事的反应非常木讷。木叶，宇智波族地，宇智波未来正在族长宅邸中淡然地品茶。当听闻云隐村要将核污水倒进大海中时，手中的动作顿时微微一僵。好家伙，这小日子是小日子过飘了吗？核污水倒海是要断子绝孙的。他还记得云隐村在大海中似乎有一座龟岛，本体就是一个无比庞大的乌龟，龟壳演变成了一个生态岛屿。云隐村倾倒核污水，龟岛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干脆以后就不要叫龟岛了，叫核辐射岛算了，简称福岛。云隐村一处隐蔽的山岩，空间陡然开始异常的扭曲，漆黑的漩涡中戴着漩涡面具的身体出现，面具外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带着略微的惊异之色，俯瞰下方正在重建的云隐村。云隐村中间一道漆黑的沟壑延伸到视野尽头，此刻这道沟壑已经被填充完毕，只是沟壑上方的建筑物还没有来得及重建，空荡荡一片。绿油油的猪笼草蕨从带土身后钻了出来。带土，云隐村已经在准备倾倒核污水了。白蕨刚刚去云隐村后方储藏核污水的位置侦查，一个个穿着简易防护服的云忍正在不间断将核污水装进铁桶，运输到云隐村下方。因为是自制的缘故，这些云忍的防护服设计的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在全身上下围上厚厚的铅板，整个人跟个铁甲小宝似的。虽然简易，但云隐村也来不及设计更好的防护服了。当务之急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核污水倒进大海，这样即便其他村子施压，木已成舟，他们除了接受又能怎么办？九尾之乱后，木叶就已经走上下坡路，加上不久前宇智波未来出山，直接嘎了团藏，屠戮了根部大半忍者。论综合实力，
云隐村已经几乎不弱于木叶多少，只是宇智波未来太不科学，以一己之力让云隐村遭受这般损失。恐惧的同时，心中同样升起浓浓的怒火。作为忍界以蛮闻名的村子，云隐村还是第一次吃了这么大的亏，这份后果不能让云隐村一个人承受。戴图俯瞰着天谴之后的云隐村，猩红的眼底中是无比的深邃之色。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尽可能高估宇智波未来，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将一个大忍村摧毁成这样，这种实力简直闻所未闻。哥斯拉到底是什么？戴图只觉得自己脑中像是灌满了核污水，无论怎么思考都想不出哥斯拉的来历。忍界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生物？连二尾都不是对手，让一个大忍村遭受这种损失。但论战绩，只有尾兽中几位极为靠前的尾兽，比如九尾八尾，才有如此惊人的战力吧。但哥斯拉可不只是战力，那股几乎无处不在的核辐射才是他最恐怖的杀气。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那里，都能让无数忍者遭受畸变的痛苦。想到畸变，戴土的右臂又慢慢疼了起来。他的右侧身体全部是白绝细胞，这种高度生命活性的细胞极易遭受那种核辐射的影响。之前在木叶时，他就中了宇智波未来的招，右边身体开始变得奇怪，一股异样的感觉由内而外爆发。宇智波未来的能力简直完克他，必须要找掌门谈一谈了。戴土声音冷冽。99小说，戴土，你是想？身后猪笼草诀愕然望他，绝不能再放任宇智波未来继续下去。如果我没猜错，二尾人柱力现在应该在他手中，加上木叶的九尾，已经有2头尾兽在他手中。戴土目光深邃如海，月之眼计划必须收集所有的尾兽，可现在2头尾兽都落到了宇智波未来手中。有那种恐怖的哥斯拉，谁能在他手中抢走尾兽？而且他总觉得宇智波未来掳走2尾人柱力木的并不是那么单纯，一位人柱力能够向云隐村换来天价的赔偿，但宇智波未来却并没有那么做。拥有哥斯拉的他还要2尾做什么？戴图想不明白，但他很清楚宇智波未来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此举必有深意。木叶，宇智波族地。宇智波未来沿着狭窄的通道走到了一个隐蔽的房间前，这处房间在族长宅邸的深处，平时几乎不会有族人过来。此刻2名族人正伫立在房门之前看守，身体站得笔直。他怎么样了？宇智波未来淡然问道。未来哥，他好得很，就是一直叫嚣着要回家之类，还问我们怕不怕云隐村的报复。雷影大人一定会过来救他，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驻守的宇智波族人无比恭敬的回复。是吗？宇智波未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容。这个游牧人还挺有趣的，都已经成为了阶下囚，还这么刚烈吗？似乎原著中游牧人就是性子非常刚烈的女人，选择孤身迎战飞段和角都，结果被飞段的咒术扎了个透心凉。你们下去吧，有我在这里，以后都不用过来看守了。是。2名宇智波族人恭敬点头，转身离开。宇智波未来直接推开了房门。游牧人此刻正坐在柔软的床垫上，当看到宇智波未来走近时，眼珠子一下子就红了。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雷影大人现在一定在想办法救我，你就等着云隐村的报复吧。还真和那2个族人说的一样。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抽动。报复？谁报复谁？哥斯拉的一发原子吐息，云隐村直接报废了大半，现在全员都在倒核污水，谁有心思管你游牧人？我想你可能有些乐观过头了。宇智波未来耸了耸肩，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潺潺叙述。游牧人整个人一瞬呆住，仿若雕塑，一动不动。什么鬼？宇智波未来去云隐村报复，半个村子毁于一旦，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吗？一股寒意从游牧人心底深深的蔓延而出。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有多么恐怖？信不信由你，我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面欺骗你。宇智波未来一脸无所谓。游牧人缄默，他对宇智波未来了解的不多，但深知宇智波未来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而且那一战哥斯拉对战2尾，他可是最深刻的经历者。2尾现在不知道怎么体型缩水了大半，尾兽查克拉无比孱弱。当发现宇智波未来进来后，直接缩在封印空间的最里面，完全不敢吱声。游牧人从未见过2尾如此恐惧的一幕。宇智波未来所说的那些事情极有可能是真的。想明白后，游牧人眼中再也没有之前的愤怒不甘，目如死灰，仿佛失去了灵魂。你想要对我做什么？他声音颤抖。云隐村大概率不会来救他了。放心，你对我有很大的价值，只要你配合，我是不会弄疼你的。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游牧人的脸颊出现一抹酡红，但很快这抹酡红就转变成了愤怒，一双美眸带着难以遏制的怒意盯着宇智波未来的双眼。你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如果是想要对我做那种事情，即便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被齿轻咬，游牧人已经做好视死如归的勇气，满眼决然。宇智波未来淡然一笑，女人，我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在我面前，死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游牧人微微一怔，
旋即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眼底深处露出浓浓的惊惧之色。他面前的这位可是灾厄的宇智波，3战中与黄色闪光齐名的存在，但论凶命，黄色闪光也无法与他比拟。遭遇黄色闪光的忍者第一时间想的是逃，而遭遇灾厄宇智波第一时间想的是自杀。那些在宇智波未来手中幸存的忍者，身体大多产生畸变，长出了奇奇怪怪的东西。游牧人湿了，后背已经冷汗一片。他可不希望自己长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他对自己现在的身体很满意，不希望多出什么挂件。游牧人眼中满是绝望，突然开始后悔，为什么自己要来参与暗杀宇智波未来的行动？自己为什么要招惹这个家伙？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游牧人宁愿死亡也不愿意来木叶，成为宇智波未来的敌人。这份心态上的变化，同样被宇智波未来看在眼中，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不得不说，游牧人的姿色算是非常不错的，在忍界所有女性中也算是上等的存在，尤其是那副刚烈宁死不屈的性子，很合他的胃口。不过现在还不是做那种事情的时候。宇智波未来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脑中的杂念，目光轻轻瞥向游牧人平坦的小腹，就让你再休息一会儿吧。说罢，他直接转身离开，留下一脸愕然的游牧人。宇智波未来刚才在说什么？游牧人低头疑惑望向自己小腹，忽然他瞳孔骤然一缩，封印空间中，二尾像是被拔光了毛的猫，颤抖地缩在封印空间角落，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二尾在恐惧，无比恐惧。难不成宇智波未来刚才的那番话是对二尾说的？游牧人愈发觉得可能性极高。二尾大战哥斯拉时，他已经昏厥，对外界的感知有限，但等他苏醒后，二尾的体型就已经缩水了一大半，像是经受了什么刺激一样，蜷缩成一团。99小说，宇智波未来拥有某种抽取尾兽查克拉的能力，而他之所以要留下自己，也是为了自己体内的二尾。游牧人眼神肃穆，愈发觉得可能性极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尾兽和人柱力是一体的，要是宇智波未来在抽取二尾的同时，顺便对他做些什么，就完蛋了。离开游牧人的闺房后，宇智波未来直接进入了高天原中，吸收了二尾的查克拉后，行星哥斯拉产生异变。如果宇智波未来没有感知错，应该是分裂出了另一只哥斯拉。果然，当他进入高天原中，行星哥斯拉那如同山峦一般隆起的体型下，出现了另一只体型小很多的哥斯拉——亚体哥斯拉。行星哥斯拉本就有分裂亚体哥斯拉的能力，身高70米，应该是普通尾兽级别。宇智波未来打量着那只木讷的亚体哥斯拉，喃喃自语道：哥斯拉的实力很容易判断，基本和体型成正比，体型越大，实力越强。行星哥斯拉体型超过300米，拥有爆星战力。他干翻二尾用的就是70级别的哥斯拉体。二尾在所有尾兽中是倒数的存在，70米体哥斯拉应该比9尾弱，但强于二尾3尾之流。哥斯拉可不只有硬实力，堪称自走核辐射源，走哪儿死哪儿，一死死一片。宇智波未来看到他之前创造的那只迷你拉，对这个全新诞生的哥斯拉非常好奇，歪着头上下打量那只亚体哥斯拉。亚体哥斯拉显然直接无视了他。迷你拉才1人高，亚体哥斯拉不低头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迷你拉。只是亚体哥斯拉的话，似乎太单调了。宇智波未来打量着亚体哥斯拉，摩挲着下巴思考。他忽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片高天原之中，他就是神明，迷你拉正是他用规则之力创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规则之力改造亚体哥斯拉？很早之前他就有个梦想，要打造哥斯拉神国，而现在就是一个很好实验的机会。宇智波未来眼睛微微眯起，高天原中空间陡然凝滞一瞬，一缕玄而又玄的力量从虚空降下，笼罩在那只木讷的亚体哥斯拉上。亚体哥斯拉似乎发现了周围的变化，但出于对宇智波未来本能的信任，让他没有选择反抗。宇智波未来眼中担忧消退，如果亚体哥斯拉反抗的话，他想要重塑就会困难很多。好在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规则之力开始重新塑造亚体哥斯拉，如同粗糙古木的皮肤出现了一丝肌肉的质感，躯体肌肉隆起，充满爆炸般的力量，耸立的背鳍萦绕着幽幽蓝色的光芒。看来成功了呀！直到某刻，宇智波未来擦了下额头的汗珠，满意的打量着全新版本哥斯拉，颜值担当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传奇哥斯拉，又称大胖哥斯拉，既胖。虽然外号不好听，但传奇哥斯拉的颜值和力量都不是盖的。传奇哥斯拉的设定与行星哥斯拉不同，设定是地球的守护者，远古的神明，所有泰坦巨兽的领袖。宇智波未来用规则之力重塑的传奇 G， 除了在某些方面和原版稍有不同，在基础能力和外观上基本都和传奇 G 相同。小迷你拉呆滞仰头望着全新版本的传奇 G， 脑袋瓜子似乎在诧异，这只哥斯拉是怎么换装的？宇智波未来眼中带着豪迈的笑意。高天原在行星哥斯拉的生态同化下，已经逐渐演变成适合哥斯拉生活的全新生态。第一只传奇哥斯拉已经出现，其他的哥斯拉还远吗？他似乎已经看到哥斯拉神国在向他招手。木叶医院，袁飞日展躺在病床上，双目无神望着白色天花板，一动不动，仿佛丢掉了灵魂。
他的脑中还在不断回放不久前纲手的唾骂：“你这个骗子，让我找大明根本不是为了木叶，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私欲。你把木叶当成什么了？把村民当成什么了？老头子，你会后悔的。”砰！病房的门被重重关上，回忆如潮水般散去。袁飞日展脸上露出一丝苦涩，嘴角微动，却没有发出声音。纲手，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木叶啊！团藏死了，村子还有谁能独自承受黑暗？只有我，也只有我。嗨嗨！情绪的剧烈波动，袁飞日展忍不住痛苦咳嗽，腥臭黏腻的痰液穿过喉管窜入口中。他感觉自己的肺好像被一把大手紧紧攥着，狠狠地揉捏成不同形状。日展，你怎么了？转寝小春看到这一幕，赶忙冲了上来，一脸紧张。嗨嗨，我没事。袁飞日展翻身吐掉口中的痰液，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烟头，点起火，开始吞吐。在烟草的麻痹下，他心中的苦闷得到了一些缓解。抽烟已经几十年了，或许是最近遇到糟心事情太多，他最近烟瘾越来越大，即便是在病房中也忍不住想要抽烟。日展，医生说你最好少抽一些烟。转寝小春欲言又止，他知道日展每当心情不好就会靠抽烟缓解，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就连纲手都……转寝小春眼神黯淡，他好不容易才请来纲手，希望他能够医治好日展。日展可是他的老师，没有日展哪里有他这个木叶医生？可让他没有想到，纲手才刚刚过来就和病床上的日展爆发争吵。日展骗了他。纲手之所以回村前往大名府说服大明，就是因为袁飞日展对他的承诺。木叶已经走到了危难的时刻，现在的木叶需要你站出来守护村子的未来。纲手同意了，但结果并非如他想象的一样。从头到尾，这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暗杀计划，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宇智波未来这个巨大的威胁。纲手心痛，为什么自己敬重的老师会欺骗他？放任云隐村的忍者潜伏在木叶，就是为了对付自己忍村的忍者？难不成宇智波未来的威胁比一个敌对的大忍村还要严重吗？即便不考虑这些，名为哥斯拉的巨兽与二尾交战，余波摧毁近半的死亡森林，如果是发生在村子中，损失将会多么恐怖！纲手无比愤怒，这种愤怒不仅来源于自己老师的背叛，更是对袁飞日展的失望。唉，转寝小春望着木讷躺在病床上，如同机器一般抽动烟斗，忍不住发出深深的叹息。纲手已经和袁飞日展彻底决裂了，自来也因为鸣人的缘故和袁飞日展渐行渐远。大蛇丸早已叛逃，三人中没有一人站在袁飞日展这边。宇智波已经强势崛起，而火影一脉却日落西山。转寝小春眼神灰暗，仿佛失去了未来。病房外，奈良鹿九握着门把的手掌终究没有扭动，布满疤痕的脸上瞳孔深邃，宛如海底。病房中的讨论他刚才都已经听到。不久前，他刚刚看到纲手愤愤不平地从木叶医院走出，手掌平静地落下，奈良鹿九转身离开了医院。外面几名奈良和山中一族的族人正在等待。火影情况怎么样了？奈良鹿九摇头，三代目已经很难胜任火影这个职位了。空气陡然安静。你是说，我们可能要选举一个新的火影了？奈良鹿九目光深邃望着村子，阴暗潮湿的溶洞中，空气中充斥着发霉潮湿的味道。昏暗的光线下，隐约能看到巨大狰狞的魔像摊开手掌，指尖之上屹立着几道虚影。灾厄宇智波的实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强。外道魔像头顶，天道佩恩莲一般的轮回眼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威压，低沉的声音顺着他的视线扩散开来。溶洞中陷入一阵死寂，指尖上的成员眼神各异。云隐村的事情他们已经听说了，以一己之力摧毁一个大忍村，宇智波未来恐怖如斯，这种实力已经超越了常规忍者的范畴。哥斯拉到底是什么？他们纷纷皱起眉头。这样强大的巨兽，从前居然丝毫没有听闻，这太奇怪了。只有大蛇丸眼神闪烁，蕴含着一丝狂热。他曾经在三战战场上见过宇智波未来，对宇智波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宇智波一直是他渴望的最佳身体，而宇智波未来不仅掌握着血轮眼之力，甚至还是哥斯拉人助力。这种发现让他狂热无比。如果能占据他的身体，宇智波未来将成为组织的大敌，必须要进行审判。天道佩恩拉长了声音，小组织的目标是尾兽，加上被掳走的二尾人助力游牧人，宇智波未来手中已经掌握了2只尾兽，而且二尾位置极为靠前，是外道魔像第2个吸收的尾兽。无论如何，宇智波未来都不能留下。首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背着镰刀的飞段舔舐嘴唇，眼中的狂热仿佛即将溢出。天道佩恩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飞段吗？拥有不死的身体，掌握某种能转移伤害的咒术，这种能力似乎恰好克制宇智波未来。只要能获得他的血液，既然如此，就交给你和角都吧，不要让我失望。绝对。飞段满眼狂热，身体因为兴奋不受控制站立。太棒了！灾厄的宇智波，如果能将他献祭给邪神大人，该是多么美好的祭品啊！
他已经忍不住想要舔舐宇智波未来的鲜血。木叶，奈良一族族地一处典雅的宅邸中，压抑的气氛像是墨滴在水中浸染，逐渐蔓延到整个房间中。死一般的安静中，奈良鹿九率先开口，声音低沉：“三代墓地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可能需要换个火影了。”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旁边坐着的山中海义和秋道丁作两人凝固的表情陡然微变。真的有必要做到那一步吗？虽然声音没有包含太多情绪，但奈良鹿九能清楚听到秋道丁作声音中的微颤。换个火影，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变。这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太大，也太沉重，尤其是对他们来说，火影派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朱鹿蝶三族。丁作，我知道你的顾忌，但现在的三代目真的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火影了。奈良鹿九声音低沉：“你知道的，三代目忽然感染上一种奇怪的疾病，肺部的细胞不受控制发生异变，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胜任火影的职责。更何况……”奈良鹿九眼睛微眯，停顿了一下。现在连三忍都没有站在他那边。房间陡然安静，除去窗外院子不时传来的鸟鸣声，整个房间静得像是与世隔绝。山中海一脸色难看：“鹿九，关于三忍的事情，你能确定吗？”三忍是猿飞日斩亲自培养出来，三代目的威名至少有一半建立在三忍身上。即便大蛇丸已经叛逃，三忍只剩下自来也和纲手，也足够维持三代目的声望。可如果这两人同时离开三代目，情况就不一样了。纲手和三代目争执的时候，我恰好在走廊上亲耳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奈良鹿九眼神阴沉，那种争执绝非普通的分歧，他从未见过纲手发过那么大的火，似乎在质问猿飞日斩欺骗了他。纲手愤怒离开时与他擦肩而过，他本想询问，但纲手直接无视了他。纲手离开后，他在病房门前伫立许久，听着里面传来的对话，一颗心逐渐沉入了谷底。三代目已经废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奈良鹿九抬头望着山中海义两人，直视他们的眼睛。这一次两人都没有反驳，同时陷入缄默。这段时间猿飞日斩的表现完全没有一丝曾经的忍雄风范，有时候他们也会疑惑，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忍雄去哪儿？不，或者说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后，那位曾经的忍雄就陷入了恐惧和慌乱中。团藏的死更是给了他一记重击，让他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如今的火影派系还剩下多少实力？团藏已死，木叶 F4 只剩下三人，就连亲手培养出来的三人都与猿飞日斩形同陌路。作为老师，猿飞日斩真的相当不合格。最优秀的大蛇丸叛逃，纲手和自来也都走上三代目的对立面，火影一脉的实力已经跌倒了历史的最低点。作为火影派系直属的朱鹿蝶三族，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点上，是时候做出自己选择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新的火影选谁？短暂安静后，山中海一沉吟了一声开口：“既然已经决定放弃三代目，推举出新的火影，那么新火影的人选就极为重要。这个人选一定要符合朱鹿蝶三族的利益，并且是从火影派系中挑选。这样的话，火影之位的更替才不会发生太大变故，他们三族利益也能获得最大化的维护。如今三忍自来也和纲手都在木叶，我会派人暗中说服，只要他们两人中有一人能同意，火影的人选就能确定了。”听着奈良鹿九低沉的声音，山中海义和秋道丁作缓缓点了点头。无论是自来也还是纲手，在声望和实力上都完全符合火影的要求。以前他们想要推举对方成为火影时，不是二人不在村子，就是因为某些事情阻隔。现在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的木叶内部动荡，人心不安，如果能将他们其中一人推上火影之位，都有极大的益处。就在奈良鹿九已经准备敲定之时，一道担忧的声音突然传来：“我说，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情？”秋道丁作满是赘肉的圆脸挂着浓浓的忧虑，或者说是一个人，宇智波未来。当那个名字从秋道丁作嘴中吐出时，整个房间陡然陷入一片死寂。这寂静的程度甚至远超之前任何一刻，空气像是凝固的冰块，压迫着房间中的三人无法呼吸。宇智波未来啊，那是何等传奇的一名忍者！灾厄宇智波、万花筒、哥斯拉人助力、轻易俘虏二尾人助力、孤身重创云隐村，这一个个惊人的战绩，只是在脑中稍微想象，奈良鹿九三人都有一种无法喘息的压迫感。你说的对，丁作，是我忽视宇智波一族，不是宇智波未来。奈良鹿九眼神凝重，之前的从容已全然不在。宇智波一族完全以宇智波未来为主，能将桀骜不驯的宇智波一族驯化成现在这副模样，宇智波未来绝非那种单纯实力强大的忍者。相比曾经的宇智波斑，他在政治方面也有独到的天赋。火影更替这么重大的事情，只要消息稍一传开，宇智波未来一定会做出反应，到时候他们的计划就很难顺利进行下去。慎重考虑后，奈良鹿九紧皱眉头，缓缓的开口：“我会亲自去宇智波族地拜访。我想，宇智波未来比我们更期望三代目脱离火影的位置，我会开出他难以拒绝的条件，只要他不参与这件事情。”听完奈良鹿九的叙述后，
山中害意和秋道丁作胸口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那股一直压迫在房间中的庞大压力似乎在这一刻陡然消散。作为火影一脉的御用军师，奈良鹿九的智谋毋庸置疑。既然他已经决定亲自前往宇智波一族，说明他在这件事情上有足够的自信，而他们只需要做好的剩下的事情就好。鹿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秋道丁作郑重望向他，眼神中似乎包含着某种期盼。放心吧。奈良鹿九露出一丝微笑。宇智波一族成为不了火影，这是所有木叶忍族的共识。只要开出足够的条件，他就不相信宇智波未来会不动心。宇智波族地，奈良鹿九伫立在宇智波族地的入口，望着里面的建筑，心中还是不可避免出现一丝忐忑。毕竟即将面对的可是那位灾厄的宇智波。木叶村南部死亡森林出现大范围死域，只要有生物靠近，就会无法遏制的出现头发脱落流鼻血等症状，而源头就是哥斯拉与二尾的战斗。这种能力简直非人。奈良鹿九深吸了一口气，很快便压下了心中的紧张。历经多次战争的权谋生涯，早已让他养成了波澜不惊的性格。刚刚迈入宇智波族的范围，耳边一道风声呼啸传来，冰冷的寒意抵在自己脖颈上，额头冷汗渗出。奈良鹿九眼珠下滑，是一柄菜刀，刃口已经砍卷，有干涸的血迹。什么鬼？这菜刀是什么？敢擅闯宇智波族地？宇智波黑子瞪着一双黑炭似的瞳孔，晃动着另一柄菜刀，从奈良鹿九脸上摆弄。大巴拉，你也不希望你脸上的疤痕再多一道吧？奈良鹿九嘴角微微抽搐。大巴拉，他脸上的伤疤可是男人的勋章啊！不过再增添一个勋章，他可不想。黑子，先不要动手，听听他的来意。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宇智波黑子只能讪讪放下菜刀。是，指音哥。指音。奈良鹿九愕然望向后面走来的宇智波，握着黑色铁棍，棍头有干涸血渍，相比黑子要高大一些。黑子和指音，这都是什么名字啊？奈良鹿九心中一阵无语。我是奈良一族的族长，来此是为了找你们的族长商议事情。我想你们应该听说奈良一族吧？他还真的怕这两个未开化的宇智波连奈良一族都没有听说过。你早说嘛！原来是找未来哥的。宇智波只因收回铁棍，扭过头。黑子，你带他去未来哥。大巴拉，跟我来吧。奈良鹿九看到宇智波黑子做出一个请的姿势，如果忽略他手中染血的菜刀，这个动作还算礼貌。那个，我叫奈良鹿，你走不走啊？黑子不耐烦地晃动手中菜刀。奈良鹿九立刻闭嘴，他知道不能用常理去看待宇智波，尤其是拿菜刀的宇智波。跟随在宇智波黑子身后，奈良鹿九眉头微蹙，仔细地打量着四周的宇智波族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近距离观摩宇智波族地的情况。在此之前，奈良鹿九还从未亲自到访过宇智波一族，越是观察，他心中的凝重就越来越深。宇智波变了，至少和他古板的记忆相比，眼前的宇智波变化太大。他看到宇智波的孩童互相追逐嬉笑玩闹，他看到宇智波的青年对着把位苦练投掷挥洒汗水。他在宇智波族人身上看到的不是死气和迟暮，而是朝气和蓬勃。奈良鹿九眼神阴沉，这正是现在的木叶所欠缺的，而他却在宇智波一族身上看到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到了。身旁黑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奈良鹿九回过神，抬起头，只见面前出现一座豪华的宅邸，未来哥就在里面。宇智波黑子面无表情道：我走了，你自己进去吧。多谢。奈良鹿九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终于要见到那位灾厄宇智波了吗？上一次似乎还是在上一次。奈良鹿九有些忐忑，但这份忐忑很快被他压下，眼底深处浮现一抹深邃。他已经准备好了条件，就等宇智波未来入瓮。走进宅邸之中，奈良鹿九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画面让他表情略微一僵。他设想过很多见到宇智波未来的场面，但眼前的这一幕却从未出现在他的构想中。一座实木的矮桌上，两端摆放着2杯茶水，正氤氲地冒着热气。宇智波未来坐在一端品茶，神色相当悠闲。他早就知道我要来了。奈良鹿九眉头一瞬皱起，望着那淡然品茶的身影，奈良鹿九心中第一次出现一丝凝重，但这份凝重很快便消失不见。他坐在矮桌的另一端。未来族长，我这次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找你商议。何事？我们想要换个火影。奈良鹿九屏住呼吸，集中所有注意力盯着宇智波未来的表情，不放过一丝变化。但让他震惊的是，宇智波未来没有丝毫神色的变化，依旧在淡然地品着茶。火影更替这么重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惊讶？这份发现让奈良鹿九有些沉重。还没有等宇智波未来回答，他便直接开口道：我知道你也希望元飞日斩脱离火影的位置，新一任的火影将会在纲手和自来也2人中诞生。只要宇智波不参与这件事情，我许诺新任火影上位后，宇智波将会获得一个高层长老的职位。奈良鹿九直视宇智波未来的眼睛，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对于宇智波未来这样的存在，
如果玩弄心机权谋，下场会非常凄惨。袁飞日斩和团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给出了他的条件。这并非没有实权的长老，而是地位类似转寝小春，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火影权力的长老。这种条件，他不相信宇智波未来不会动心。毕竟，宇智波很早就期望能获得高层的权力，而现在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奈良鹿九眼中带着淡淡笑容，直视宇智波未来双眼，仿佛对方已经成为他案板上的鱼肉。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高层的长老吗？不错的条件，可惜。宇智波未来露出微笑。我拒绝。为什么？奈良鹿九瞪着双眼，喉咙像是被大手扼住，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是条件不够丰厚吗？2名，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许诺新任火影上位后，宇智波将会拥有2名长老。我想你似乎弄错了。鹿九族长。宇智波未来不耐烦打断了他。我要的不是长老的位置，我要的……他直视着奈良鹿九的双眼，是火影。压抑的气氛像是水中浸染的墨滴，逐渐蔓延到整个房间中。奈良鹿九瞳孔微颤，仿佛听到了此生最狂妄的声音，竟一瞬无法回过神。火影，你居然想成为火影？没有忍族允许诞生一位宇智波的火影，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奈良鹿九尽量用平稳的声音说道，可声音中难以遏制的微颤，还是暴露了他此刻内心的震撼。火影怎么可能诞生在宇智波中？不要说火影派系不可能同意，就是剩下的各大忍族也绝对不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木叶至今一共4任火影，没有一位出自宇智波，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这触及到木叶的根本利益。奈良鹿九冷冷盯着这宇智波未来，面对奈良鹿九的愤怒，宇智波未来只是平静地品了一口茶。鹿九族长，我很好奇，为什么火影不能诞生在宇智波中？为什么？奈良鹿九吸了一口气，深深地望着宇智波未来。未来族长，你应该很清楚，一位宇智波的火影，这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不是整个木叶的底线。你是想激起整个木叶的暴乱吗？那又如何？宇智波未来平静地看着他。奈良鹿九陡然怔住。木叶可是5大忍村之首，忍界最强大的忍村，大小忍族不计其数，除去宇智波之外，还有包含日向朱鹭蝶在内10数强族，平民忍者更是数以千计。这么庞大的力量，宇智波未来到底有什么底气？突然，奈良鹿九瞳孔一颤，脑中之前的念头全部消失不见，整个人像是被重锤击中，正在原地。他忽然想起，面前的这位可是灾厄的宇智波啊，那位在3战中杀敌无数，拥有万花筒，掌握名为哥斯拉巨兽的传奇忍者。就在前些日，他孤身前往云隐村，以近乎审判之姿降下神罚。云隐村损失惨重。畏惧？宇智波未来为什么要畏惧？该畏惧的是他们。奈良鹿九忽然发现，他太低估宇智波未来，也太低估宇智波未来的野心。即便忽略宇智波未来恐怖的实力，现在的宇智波一族拥有上忍部50人，2尊万花筒，单凭这样的力量，也拥有和木叶谈判的底气。火影不是单凭武力就能担任的。奈良鹿九的声音软了下来，他发现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智商，在宇智波未来面前完全失去了作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狡诈都毫无作用。团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坟头草应该已经2米高了。想要成为火影，需要通过上忍票选，只有选票最多的忍者才能继任火影。宇智波虽然是木叶上忍数量最多的忍族，但想要单凭宇智波的上忍就拿下上忍票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奈良鹿九深深地望着宇智波未来，与其成为火影，倒不如考虑我先前的提议，2名高层长老能够将宇智波带到从未有过的。好了，宇智波未来直接打断了他。奈良族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如何竞选火影是我宇智波的事情，你可以走了。奈良鹿九脸色陡然难看，像是吞入了一大口和污水似的。宇智波未来已经将话彻底堵死，完全没有他开口的空间。深吸了一口气后，他的双眼像是漆黑的洞口，深邃地盯着宇智波未来。既然你意已决，那我也不便多语，告辞。说罢，奈良鹿九直接起身离开。宇智波未来平静注视着他的背影，双目深邃。奈良鹿九走后，宇智波又不解地靠了过来。未来哥，你真的准备竞选火影了吗？他对火影的竞选过程有些了解，就像刚才奈良鹿九所言，火影的竞选需要获得木叶大半上忍的认可。如果火影一脉从中干扰，宇智波未来竞选成功的概率会很低。宇智波未来没有直接解释，只是平静注视着鼬的双眼。鼬，你觉得宇智波一族的未来在哪里？未来？宇智波鼬陡然露出错愕的神色，他不明白宇智波未来的意思。不过宇智波未来既然已经发问了，鼬思索片刻道：现在的家族拥有您父亲止水哥3位万花筒，除此之外，族中3勾玉的数量也达到了建村以来的最高峰。宇智波的繁荣是必然的结果。宇智波未来叹息摇头，可你是否知晓，这份繁荣也有巨大的隐患呢？鼬闻言立刻眉头皱起。未来哥，你是说
宇智波现在强盛不假，但终究没有脱离一族的存在，与一村的木叶相比，底蕴有巨大的差距。只要宇智波是以家族的存在出现，就始终是木叶的异类，无法融入木叶之中。宇智波未来眼神肃穆。原时空中，宇智波一族之所以会灭族，就是因为无法融入木叶，受到村子百般排挤。而族长傅岳处处忍让，割舍宇智波的利益，也是为了能让家族融入木叶之中。但他显然太天真了。当宇智波卸下獠牙，也就是他灭亡的一刻。所以未来哥，您的意思是？宇智波又屏住呼吸，让木叶改姓宇智波。宇智波未来声音淡然，既然宇智波无法融入木叶，那就让木叶来融入宇智波就好。宇智波又如遭雷劈，嘴巴微微张大，久久回不过神来。九小说，木叶改姓宇智波，何等狂妄的话语！如果奈良鹿久未走，听到这句话，会不会气得直接吐血？不过又很快就回过神来，以未来哥的能力，说不定真的能够做到，也不一定。毕竟宇智波未来已经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宇智波未来目光深邃地望着窗外，还有一点他没有和又去说，大筒木中将入侵忍界，他们的敌人从来都不是木叶，也不是小组织，而是天外虎视眈眈的敌人。单凭宇智波一族的底蕴，太难与大筒木抗衡。但如果接管了木叶，甚至继而吞并整个忍界，反攻大筒木也未尝不可能。看来是时候活动活动了。宇智波未来微笑地看着窗外，身旁的右心中一阵激昂。上一次看到未来哥这番表情，还是在他沉寂了3年后准备出山的前夕。现在宇智波未来又会铸造怎样的辉煌呢？火影，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奈良族的听着奈良鹿九的阐述，山中害义和秋道丁作立刻瞪大了眼。坐在矮桌对面的奈良鹿九脸色阴沉的点了点头。没有错，宇智波未来决定竞选火影，这件事情毋庸置疑。空气陡然凝固了一瞬，这下麻烦了。秋道丁作瘫坐在椅子上，像是一瞬失去了灵魂，两眼无神。宇智波未来决定竞选火影，也就意味着那位灾厄宇智波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和他们彻底相反。宇智波未来可不是什么善茬，3代目元飞日斩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和那位灾厄宇智波脱不了干系。秋道丁作甚至猜测，元飞日斩现在的肺病也和宇智波未来有关。毕竟3战结束后，不少在宇智波未来手下幸存的忍者出现过某些类似的病症，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那种事情的时候。如果真的让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丁作不要太悲观，事情未必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山中害一沉声开口：“怎么？你有什么办法吗？”秋道丁作望过去，首先，宇智波未来即便竞选火影，通过上人选票的概率非常低。其次，作为火影直系的我们拥有很大的优势，只要稍加操作，完全可以让他的选票变得更少。秋道丁作眼睛陡然亮了起来，就像山中害一所说的那样，能否成为火影的关键是上忍票选，而他们完全可以在上忍票选上动手脚，将宇智波未来的选票压缩到极低的地步。光一个宇智波一族能够多少上忍，根本不足以竞选火影。这件事情做起来应该并不困难。宇智波最近势头太大，没有忍族希望诞生一位宇智波的火影。奈良鹿九眼神深沉，这也是他在宇智波族的说出那番话的原因。宇智波未来想要成为火影，无疑是在与整个木叶对抗。一旦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以他的实力和宇智波当下的强盛，未来木叶必然会成为宇智波的一言堂，其他忍族的生存空间将会遭到极大的压缩。而且最恐怖的是，宇智波未来现在非常年轻，他的巅峰期还有漫长的时间。6代目火影是谁？7代目又是谁？宇智波未来完全可以培养指定下一代火影，没有忍族能够忍受这一点。鹿九、纲手和自来也那边怎么样了？山中害疑问道。他记得奈良鹿九已经派人去说服他们继位火影，事情比我预料的稍微复杂一些，自来也明确拒绝了火影的请求，纲手还是在犹豫。这样吗？山中害一眉头皱起，如果不能尽快确认火影的人选，情况就麻烦了。放心吧，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犹豫的时候了。奈良鹿九瞳孔宛如深邃的洞口，他们朱鹭蝶一族与火影绑定的太久。自从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3代目昏招频出，完全没有一丝曾经的忍雄风范。团藏死了，火影一脉力量被大幅削弱。最可气的是，团藏死前抽调走大量朱鹭蝶的精英力量，几乎全部折损在对战宇智波的那一夜中。他们还有气不敢发，只要3代目一日是火影，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能够死死压制他们。现在3代目身染重症，肺疾愈发严重，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元飞日斩已经没有资格继续担任火影，木叶是时候迎来新的王了，而他们3族也会在这次变革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翌日，一道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以疯狂的速度极快蔓延到整个村子，木叶一瞬陷入了沸腾。你们听说了吗？3代目因为肺疾无法继续担任火影，新一任火影的选举已经快要开始了。这么快？说起来，3代目算是村子在位最久的火影了吧？自从4代目死后就一直是他在位。
纲手大人和自来也大人都在村子中，难不成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不知道谁能继任五代目火影呢？就在木叶大街小巷都陷入震惊的讨论中时，元飞一族族地正在疗养的元飞日展听到下属的汇报，整个人陡然石化，手中端着的药碗摔在地上，啪嗒，陶瓷碗摔得四分五裂，褐色辛苦的药汁溅了一地。怎么回事？元飞日展愤怒盯着半跪汇报的忍者，嗨嗨嗨嗨，情绪的强烈波动让他不受控制的剧烈咳嗽，仿佛要将肺整个咳出来。他还没死呢，他还没死呢，为什么会开始选举新一任火影？他这个三代目火影居然是最后知道的。元飞日展气的几乎在发抖，眼珠子蹦出大量猩红血丝。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这是要逼宫吗？就在这时，房间的门被人猛地推开。日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召开五代目火影选举了？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气喘呼呼，扶着门对着元飞日展大声问道。元飞日展缄默，地面那滩摔碎的褐色药水极为刺眼。你们也不知道？元飞日展声音沙哑。他原本以为能在他重病休养之时放出火影选举消息的人只有自己的那几位老友，可现在看来，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他们都是聪明之人，看到元飞日展的表现，立刻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这下麻烦了，日展。转寝小春阴沉，那群家伙是想要逼宫吗？三代目可还没有宣布退位，在这个时间点放出选举的消息，几乎等同于政变。房间中的空气陡然冰冷下来。那位传讯过来的忍者单膝跪地，在这样的气氛中瑟瑟发抖。临近傍晚，又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将整个事情的发展彻底推上高潮。宇智波未来决定竞选火影。混账！砰！纲手一拳愤怒砸下，伴随一声沉闷的轰响，坚固的厚木桌直接崩裂成大量木屑四溅。胸口的汹涌之物也在刚才的剧烈运动中呈现出惊人的弹性，一起一伏快速抖动。纲手大人，旁边的静音显然是被眼前这一幕惊到了，呆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他还从未见过纲手发过这么大的火。静音，外面的那些人真的是这么说的？纲手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愤怒。是的，三代目因为肺病已经无法胜任火影的职责，村子很快就要召开五代目火影选举仪式，宇智波未来也会竞选火影。静音支支吾吾说完，眼中露出担忧的神色。纲手下意识攥紧拳头，微微咬牙。怪不得不久前奈良鹿九派人劝说他继任新任火影，原来一切早有预谋。以他对老头子的了解，即便身染不知名的肺疾，他也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权力的人。何况他上次才去木叶医院看过元飞日展，还和他大吵了一架。如果元飞日展有退位的想法，那个时候就会提出来，而不是等到现在。但最让纲手震惊的还是宇智波未来竞选火影的事情。宇智波未来竟然盯上了火影的位置。三战中，灾厄宇智波和黄色闪光齐名。三战结束后，黄色闪光成为四代目火影，而灾厄宇智波却就此沉寂。没想到3年后，物是人非，宇智波未来居然开始竞选火影了。虽然不明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纲手眼神逐渐冷了下来。木叶村现在乱成一团，先是突然冒出来的火影选举，然后又是宇智波未来要竞选火影，一个个惊人的消息让村子陷入沸腾。这种局势下，他作为初代火影的孙女，有必要站出来了。一乐拉面面馆，正在吃面的自来也听到周围的食客兴奋的讨论声，陷入了浓烈的震惊。宇智波未来打算竞选火影。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是愕然的。虽然宇智波未来在村子中的名气很大，一个事迹比一个离谱，但几乎没有人会把他和火影联系到一起，因为他是宇智波。木叶剑村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宇智波的火影，甚至连宇智波一族的火影候选人都没有。就在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前，宇智波和村子摩擦愈发激烈，大有一言不合直接开战的局势。但谁都不会想到，宇智波未来出山的这短短时间，宇智波一族的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头号反宇智波头子团曾被处决，现在又是宇智波未来要竞选火影。宇智波这是要逆天了吗？自来也揉着太阳穴，只觉得自己头疼的要命。如果不出意外，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叔，你怎么了？小鸣人看到自来也这副头疼的模样，立刻停下吃面的动作，好奇地望了过去。自来也叹了口气，那鲁多，宇智波未来要竞选火影，你说我该怎么抉择呢？未来大哥要当火影，耶，太好了！鸣人激动的手舞足蹈。自来也，那个，你就不担心村子出现动乱吗？自来也嘴角微微抽搐。动乱？动什么乱？未来大哥是村子对我最好的人，他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火影。听到鸣人这份自信的声音，自来也叹了口气，甚至都开始怀疑宇智波未来是不是对鸣人种下别天神了。鸣人简直成了宇智波未来的死忠粉，一口一个未来大哥。不过他很清楚，鸣人之所以这么维护宇智波未来，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宇智波未来是黑暗中照亮他的一盏灯。自从回到村子后，自来也心中对鸣人一直有股浓烈的亏欠。鸣人这几年过得太苦了，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鸣人家时，看到满冰箱的过期牛奶的辛酸。鸣人就是靠这些食品充饥的吗？鼻尖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股酸涩的苦楚一瞬涌了上来。这份亏欠也让他现在一直陪伴在鸣人身边。这件事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自来也已经不想再管了。他现在只想陪在鸣人身边，陪他吃完这碗拉面。手打，再来一碗豚骨拉面。自来也笑着举起空荡的面碗，来嘞！奈良一族族弟宇智波未来果然竞选火影了。山中害一眼中露出一丝凝重，无妨，我们已经打点好了，他不会获得多少选票。奈良鹿九神色相当平静，这次火影之位的变更可不只是他们朱鹿蝶三族主导。猿飞日斩这段时间的表现太令人失望。之前团藏在毁灭宇智波的那一夜中，以火影的名义抽调走大量忍族的精英，结果几乎全部折损在那一夜中，就连团藏本人也被宇智波未来强势斩杀。不少忍族早已心生不满，如今三代目身患废疾，却依旧霸占着火影的位置。忍族的愤怒终于迎来宣泄的出口，火影之位变更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万无一失，我已经请来曲风前辈出山。奈良鹿九目光深邃，曲风前辈。秋道丁作微微一怔，秋道曲风那是和猿飞日斩团藏同一个时代的忍者，论声望比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他坐镇，不出意外，这次火影选举一定没有问题了。真希望时间能快一点，我已经等不及看到火影选举的那一天了。奈良鹿九眼中露出笑容，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只差选举时间到来。他们三族将会在这次变革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就在奈良鹿九三人胸有成竹之时，有女一族族弟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族长宅邸的大门被人猛地推开，传讯族人气喘吁吁喊道：“族长，宇智波未来来访。”宇智波未来？有女至微漆黑墨镜下瞳孔微缩，他来这里做什么？那民族人吞咽了一口唾沫，眼中还残留着一丝惊魂未定。他说要让有女一族抓住未来，让有女一族抓住未来。有女至微听到族人的话，眉头顿时皱起。宇智波未来想干什么？忽然，有女至微像是想起了什么，瞳孔微微一缩。宇智波未来之前才放出竞选火影的消息，现在就来到有女族地，难不成？身后听到动静的有女长老拄着拐杖走来。至微，发生什么了？宇智波未来过来拜访，村子马上就要想选举火影了，我担心。有女至微声音低沉。宇智波未来，那个杀死至黑的混蛋！不少有女长老咬牙切齿。至黑可是我族的天才，拥有极为罕见的内米毒虫，本应该有更辉煌的未来，结果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他的手里。至微，这个仇不能就这么算了。对，他居然还敢来有女族地，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听着周围长老愤怒的声音，有女至微一瞬觉得压力山大。至黑死了不假，但关键他的顶头上司团藏也死了，连渣都不剩。有女一族想留下灾厄的宇智波，不要命了？既然他主动过来拜访，倒不如先听听他的来意。我对他所说的让有女一族抓住未来也有些好奇。有女至微沉声说道。周围长老对视一眼，纷纷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门外，宇智波未来犹如老松伫立，平淡的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背后的宇智波鼬有些忐忑。未来哥，我们真的要？放心，我会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宇智波未来声音平淡，突然像是感知到什么，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来了！几乎就是他声音落下的瞬间，那一直紧闭的有女族长宅邸大门被缓缓推开。未来族长，这里请。负责接引的族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皮肤白皙，发色淡紫，面对宇智波未来明显有些紧张，不敢抬头对视。宇智波未来微微颔首。屋内这么短的时间，有女一族上忍级别的族人几乎都已经汇聚，一大群穿着厚重风衣、戴着墨镜和口罩的忍者严肃以待。宇智波未来瞥见这一幕，眼皮稍稍一抬，有女一族真是全员社恐，似乎露出一点皮肤就要枪毙似的。未来族长，欢迎你的到来，不知道你来有女一族所为何意？领头的有女至微透过面罩发出标志性的沉稳声音。面对宇智波未来，他们给足重视。有女一族的几乎全部的强者都聚集在这里，就如我所说的那样，让你们抓住未来。宇智波未来眼神平淡。未来，哼，可笑！有女至微尚未发话，一名长老就已经忍不住冷笑。恕我直言，未来族长，您不仅没有让我们再抓住未来，还使我们失去过一次未来。有女至黑，有女一族掌握内米毒虫的天才，本应该拥有更辉煌的未来，却折损在宇智波未来手中，这份仇恨不可谓不深。厅堂中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不少有女族人已经在暗中调动寄坏虫，望着宇智波未来眼神不善。有女一族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隐蔽谨慎，毫无存在感，但关键时候却从不退缩。够了！
有女至微沉声怒喝，厅堂中紧张的气氛在他的怒吼下陡然破碎。宇智波未来实力太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族人折损在这里。接着他顿了顿，望向宇智波未来，不知道您所言的未来在哪里？宇智波未来嘴角翘起一抹弧度，双手摊开，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大厅中。我即是未来。刹那，几乎所有有女族人脸色骤变，他们体内原本安稳的寄坏虫，此刻突然像是在迎接他们的君王一般，全部异变，狂热、激动、臣服。虫子的情绪几乎一瞬传递到他们的脑海中。该死！你做了什么？一名有女长老眼珠迸裂出大量血丝。这些寄坏虫是有女一族最宝贵的财富，如果宇智波未来拥有反制他们所有人寄坏虫的能力，那么有女一族距离灭亡也不远了。愤怒夹杂着浓烈的恐惧，瞬间吞没了他们的大脑。但寄坏虫的异常，甚至让他们连攻击都没办法做到。大厅中充斥着寄坏虫狂热的嗡嗡虫鸣，在这样惊骇、震撼和恐惧夹杂的气氛中，宇智波未来平静地摊开一根手指，一只通体漆黑的寄坏虫像是喝醉了酒，摇摇晃晃飞来，趴在宇智波未来的食指指尖上。下一秒，在有女族人惊骇的目光中，那只寄坏虫陡然异变，原本漆黑的外壳进化成宛如古树般的灰褐，口腔分裂出全新的奇特口气，翅膀纤薄，犹如透明刀刃。这是虫王？有女至微瞳孔骤缩，绝对没有错。这种从未见过的寄坏虫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虫类，那股躯体之下暗藏的狂暴力量，哪怕是数百个普通寄坏虫也远不能比拟。咕噜！大厅中传出大量吞咽口水的声音，无数双灼热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只全新版本的寄坏虫。他们都是玩虫的行家，几乎将一生都奉献给虫类，更是无比深刻地认知到这种从未诞生过寄坏虫的恐怖。这一只寄坏虫甚至已经超越了有女先辈数百年培育的所有虫类，这是真正的他们一直追寻的虫王。与之相比，有女至黑的那米毒虫简直就是狗屁不是。未来族长，这是？有女至微吞咽着口水，目光灼热盯着宇智波未来指尖的虫子。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这是我的能力，能够让生物进化。死！大厅中充斥着倒吸凉气的声音。进化之力，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顷刻，先前还愤愤不平的有女长老望着宇智波未来的火热目光，像是看到了未来。未来，这就是我族的未来啊！如果能够和他绑定，借助他的力量，让有女一族的寄坏虫全部进化，有女一族将会达到从未有过的强盛，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刻。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的微微勾起。所谓进化，正是行星哥斯拉的生态同化。这种从基因层级上的霸道同化，哪怕只是虫子这种渺小的生物，也会获得前所未所有的进化。一直以来，宇智波未来都有一个梦想，他要将忍界打造成哥斯拉行星。宇智波一族未来会签订和契约各种种类的哥斯拉，那么边缘的同化生物也需要一些忍族来继承。最好的选择就是有女和犬种一族。掌握哥斯拉同化生物的他们，将会是宇智波最好的附属，永远不会背叛。石尾是食粮，大筒木是催化剂，忍界将会一点一点地转化成哥斯拉星球，直到某刻，无数哥斯拉类哥斯拉怒吼，扑向大筒木母星。那么，告诉我你们的选择。宇智波未来平淡的声音回荡在大厅之中，周围是嗡嗡的狂热虫鸣。有女一族长老望着他的目光不再是之前的不善和冷漠，而是前所未有的狂热。未来族长，之前是我轻言怠慢了您，请您不要介意。无论任何时候，您都是有女一族最好的朋友。开什么玩笑！拥有进化寄坏虫能力的宇智波未来将会让有女抵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屋内屋外充斥着快活的空气，仿佛之前的敌视从未有过。一个有女至黑罢了，死了就死了，而宇智波未来将会给予他从未有过的未来。门外，宇智波鼬正在紧张的等待。宇智波未来已经进去一段时间了，可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宇智波鼬一点也不知情。下一秒，宇智波鼬眨了眨眼，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宅邸内部走出。未来哥，怎么样了？又立刻小跑迎上。走，去犬种一族。宇智波未来声音平淡。犬种族地，族长宅邸，犬种族长犬种爪盯着木桌对面品茶的宇智波未来，眼神有些不善。未来族长，你来我犬种一族所谓何事？犬种一族是小族，按理说以宇智波未来的身份，没有必要亲自到访犬种一族，可他偏偏来了。宇智波未来放下手中的茶盏，望着对面的犬种爪，我来这里是送犬种一族一场机缘。机缘？犬种爪眉头皱起。九九小说，他搞不懂宇智波未来在说什么。若是按照以往，以他狂躁的性格，早就起身送客了。可偏偏对面是宇智波未来，他惹不起的人。木叶现在正处于一场变革的关键节点，犬种一族的未来就看你今日的选择了。宇智波未来目光深邃，如果只是为了火影选举，他大可不必这么麻烦。但火影只是他计划最微小的一部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将这三族收揽，
在木叶建立起全新的哥斯拉体系。请你为我取来一只幼犬。幼犬？犬种长脸色顿时难看起来。犬种家的犬都是他们精心培育的人犬，只有犬种家的新生一代才会被分配一只幼年人犬作为战斗成长的伙伴。宇智波未来开口就是要走一只。一直趴在犬种长身旁的黑丸似乎察觉到主人不满的情绪，对着宇智波未来龇牙咧嘴，发出低沉的吼声。宇智波未来余光瞥过，黑丸瞬间像是被什么无比恐怖的生物盯住，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这一幕被犬种长看在眼里，心中泛起浓烈的惊骇。黑丸还是第一次如此恐惧，哪怕是面对强大自己上百倍的敌人，黑丸也没有这么恐惧过。宇智波未来到底有多么强大？一番权衡之后，犬种长终究还是叹了口气。请稍等片刻。约莫1分钟，一只白黑相间、神似哈士奇的幼犬被他抱来。宇智波未来接过，轻抚幼犬头顶，他手掌抚过的部位顷刻发生变化，体型骤增，原本白黑的毛发化为深邃的灰褐，犬爪和牙齿拔长，宛如利刃，甚至连原本憨憨的眼神也变得凶狠，像是某种残忍的野兽。犬种长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这是什么能力？居然能够让原本毫无战斗力的幼犬异变成这种恐怖的生物，甚至连他身边的黑丸望着宇智波未来怀中人犬的眼中都带上了一丝畏惧。只是幼年的犬种都给了他一股庞大的压迫。这就是您所言的未来吗？犬种长声音中带上了一丝颤抖。这种能力闻所未闻。如果犬种一族所有的人犬都能得到进化，犬种一族将会抵达多高的高度？犬种长惊惧的眼中名为野心的火焰开始升起。一直以来，犬种一族都处于木叶忍族边缘的位置，虽能饲养人犬，但奈何能力不算太出众，只有侦察能提上台面。如今一场巨大的机缘就摆在他面前，一场让犬种一族鸡犬升天的机缘。未来族长，不，大人。犬种长眼中带着了一丝恭敬。您要我怎么做？宇智波未来眼中露出笑意。他从不怕这些获得哥斯拉童话生物忍族的背叛。本质上，当童话完成的那一刻，这些获得至高进化的生物就已经成为他的绝对附属。日向一族族地，一处典雅的房间中，氤氲热气从2杯茶盏上缓缓升起。未来族长，这是否太过激进了？听完宇智波未来的叙述，日向日族的心脏扑通跳动，眼中露出一丝震惊之意。宇智波未来居然想当上火影，不仅如此，他还要将包含朱鹭蝶在内的火影派系全部驱逐，由他建立的全新体系上位，这将从根源上改变木叶的格局。日族族长，这也是机会不是吗？宇智波未来淡然品了一口茶，仿佛刚才所说的只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日向日族缄默。确实，就如宇智波未来所言，这同样也是一场巨大的机会。元飞日斩刚愎自用，即便新火影上位，日向的局势也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何况现在元飞日斩几乎沦为废人，火影权力旁落，木叶现在太乱了。但混乱过后，必然会建立新的秩序。日向一族若是能乘上这股风，将会飞得很高。日向日族抬头，眼底露出一抹深邃。未来族长，我日向一族就搭上你这趟车了。为了新的未来。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为了新的未来。日向日族露出笑容。门外，小雏田探出脑袋，好奇打量这里面的景象。他不懂父亲商讨的那些事情，但对于他来说，能够看到红眼哥哥就已经是最开心的事情。时间过得很快，转瞬之间3日已过。这3日的发酵，让火影选举的消息传遍整个木叶，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兴奋谈论此事的村民。尤其是宇智波未来的下场，更是让这次选举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那位灾厄的宇智波哥斯拉人助力铸造了太多的传奇。你们说这次谁能成为火影？难说，听说纲手大人也参选了，他可是初代大人的孙女。可宇智波未来也竞选了呀。论名气，他已经不弱于当年宇智波斑多少了吧？真是令人期待啊！牵手与宇智波，时隔几十年之后，居然还会以这种方式交锋，火影到底会花落谁家呢？相比外界火热的讨论，火影楼中的某处会议室气氛就显得凝重得多。元飞日斩面容像是一瞬苍老了10几岁，满脸皱纹犹如猖獗盛开的野菊花，只是坐在会议桌旁，就已经让他饱受肺疾摧残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咳嗽。嗨嗨嗨嗨！坐在他旁边的转寝小春投来担忧的目光。与之相比，会议桌对面的秋道曲风和奈良鹿九等人眼神就要漠然得多。我还没有退位呢，为什么就已经开始选举新任火影了？元飞日斩压下身体的不适，目光扫视四周，想要尽力显露他这只苍老雄狮的余威，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日斩，你的这副身体还能胜任火影的职责吗？秋道曲风扫了眼元飞日斩，叹息一声道：怎么，连你也咳？嗨嗨！元飞日斩想要反驳，但肺部的不适直接让他咳嗽起来。秋道曲风暗暗摇头，果然，元飞日斩的肺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照这个情况下去，不要说能否胜任火影，就连自己的生活起居恐怕都会成为问题。秋道曲风叹息了一声，日斩，即便抛开你身体的问题，
就是你最近的种种表现，也没办法继续安拢人心了。说罢，秋道曲风目光微微朝自己身侧扫过，那里正坐着木叶其他忍族的族长，包含朱露蝶在内的大小忍族。这份动作自然也被袁飞日斩看在眼里，让他直接陷入了缄默。团藏死了，连带那一夜从其他忍族抽调的精英一并折损在宇智波族地。许多忍族心有不满，他是知道了，但他本以为在宇智波和村子大是大非之间，这些忍族会做出正确的抉择。现在看来是他太理想了，不，或者说，当宇智波未来出山的那一刻，他在木叶10数年建立的威信就在一点一滴被摧毁。而现在，这是那份威信倒塌的反噬。即便如此，也应该等我主动退位。沉默许久，袁飞日斩沉声：“等你退位？”秋道曲风不知是嘲讽还是叹息：“日斩，以我对你的了解，恐怕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吧。如今宇智波势头正盛，火影一脉屡屡受挫，袁飞日斩怎么可能放弃最宝贵的火影位置？即便是因废疾躺在病床上昏迷，恐怕也会要等他苏醒才能挑选新的火影。秋道曲风等不了，木叶等不了，他身旁的这些忍族也等不了。新的火影必须即刻选举出来。袁飞日斩已经没有资格继续担任火影。一番博弈之后，袁飞日斩发现他无论如何切入，总会被对面轻易的还击。这份挫败让他此刻看起来愈发憔悴。说到底，他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势力支撑火影的位置，光靠一个袁飞一族，显然已经没办法压制如今混乱的木叶。三代目，你放心，如果不出意外，新任火影绝对是纲手无疑。到时候，你依旧可以拥有高层的权利。奈良鹿九直视着袁飞日斩的双眼，这是我对你的承诺，这是我们三族对你的承诺。听完奈良鹿九的这句话后，袁飞日斩原本苍白的脸恢复了一丝血色。奈良鹿九口中的三族自然就是朱露蝶了。这三族跟了他许久，如果宇智波未来没有出山，自己的身体没有出现异样，这三族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最重要的是，秋道曲风同样也是三族之一，奈良鹿九的这个承诺自然也包含他在内。以他对秋道曲风的了解，对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欺骗自己。更何况，袁飞日斩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现在的他哪里还有选择的权利？袁飞日斩叹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秋道曲风和奈良鹿九等人暗暗松了口气，他们还真的担心袁飞日斩死不松口，这样事情就会麻烦许多。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袁飞日斩忽然开口，什么要求？秋道曲风等人心又提了起来。宇智波未来绝对不能成为火影。袁飞日斩一字一顿，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这是他最后的底线。自然，秋道曲风咧嘴一笑，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只要不出意外，宇智波未来这一次将会输得很惨。那就好。袁飞日斩眼中露出笑意，似乎连之前的挫败也不复存在。一直以来，他从未在任何事情战胜过宇智波未来，这一次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便他不再是火影，也要让宇智波未来惨痛收场。翌日，万众期待的火影选举终于开始。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木叶的村民就已经迫不及待来到火影楼下方等待，眼中满是期盼。火影选举啊，木叶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上一次还是那位曾经名震忍界的黄色闪光成为新任4代目火影，而现在距离那次选举已经过去3年多了，不知现在又会是谁摘得火影的位置。火影楼顶早早便已经做好了布置，一座巨大的选票箱屹立在选举箱的后方，有一片空旷的空地给上忍排队投票所用。好在火影楼的顶部足够宽阔，不至于出现空间不够用的窘迫。没过多久，拥有票选权利的上忍开始陆续登场。最先出现的平民上忍，随后是各大忍族上忍，最后是宇智波日向等大族上忍，彼此之间站位严密，等次分明。上忍到齐之后，自然就是火影候选人了。3位火影候选人按照顺序依次坐在巨大的投票箱前，从左到右依次是纲手、秋道曲风和宇智波未来。纲手神色有些紧张，手掌紧紧攥着。他本无意牵扯到权力的斗争中，但现在的木叶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火影一脉急需推出一个新的领袖，作为曾经初代火影孙女的他是最佳的选择。木叶曾经听闻初代荣光的老一代上忍大多会因为这层身份将票投给他。秋道曲风感觉身下的椅子有些别扭，他的屁股太大，就像是夹心的黄油一样深深嵌入到座位之中，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难受，只能靠不停更换姿势缓解。相比竞选火影，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反正他只是拉过来凑数的。与之相比，宇智波未来倒是3人之中表现最平常的一个，那副平淡的神色好似他现在不是在竞选火影，而是在欣赏火影楼对面的风景似的。等到一切准备完成，身着火影御神袍的袁飞日站在暗部的搀扶下，走到火影楼顶栏杆前，深吸了一口气。我宣布，此次火影竞选开始。他声音落下的瞬间，整个火影楼下瞬间沸腾。开始了吗？终于要开始了。火影选举，5代目到底会是谁呢？袁飞日斩转过身，神色复杂的从纲手身上扫过。如今的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纲手身上了。至少纲手继任后，他这个曾经的老师还能保留一定的权利，
开始吧！上忍的队伍开始蠕动，纷纷将手中的选票投入选票箱中。选票结束之后，票选最多的忍者将会获得火影之位。宇智波未来朝日向日族的方向望去，后者微微颔首，扭头朝身边之人轻声说了些什么。旋即，数十名日向上忍同时开启白眼，一同紧盯选票箱。投票的忍者一瞬压力山大，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遭受这么多白眼。猿飞日斩眉头微微皱起，不过也没有说什么。选票箱没有问题，选票的流程也没有问题，不怕白眼监督。不过日向的态度倒是有些异常了。站在奈良一族守卫的奈良鹿九神色如常，对日向的异常熟视无睹。即便宇智波和日向联合，也不足以打破他的布置。平民票选结束后，就是各大忍族的投票时间。奈良鹿九嘴角不留痕迹地勾起一丝弧度。纲手千手公主的身份将会为他拉到一大批平民选票，而宇智波未来的身份注定不可能获得多少平民选票，所以平民上人选票纲手完胜。至于忍族上人选票，他早就做好了布置，这部分宇智波未来也不可能比得过纲手。火影的位置早就注定了。在朱露蝶由女等忍族上忍投票之后，就轮到宇智波日向等上人。宇智波族人早已按捺不住，眼中露出一丝狂热。憋死我了，黑子，一定要给我狠狠的投啊！宇智波只因兴奋的摩拳擦掌，如果不是他只有一张选票，说不定会给选票箱弄得溢出来了。明白，只因哥。宇智波黑子挺起胸口，满眼都是狂热和骄傲。周围的上忍直接无视了这对活宝。自古宇智波出奇葩，黑子和只因这两只奇葩，哪怕是在宇智波之外也有很大的名气。选票结束之后就是清点的环节，几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全部汇聚在清点过程上。日向一族更是全员开启白眼，生怕被动手脚。清点结束后，两名暗部面面相觑，眼中都有些震惊。怎么回事？直接报出结果就行了。猿飞日斩皱起眉头。宇智波未来选票最多。暗部结结巴巴开口，场面一下哗然。宇智波一族几乎激动得快要蹦起来。宇智波黑子一把抱住只因，将他像是抛鸡仔一样激动抛起来。肃静！猿飞日斩脸色难看的怒喝。他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我要求验票。如果宇智波未来真的成为了火影，一切就全完了。一个宇智波的火影，还是如此强大的宇智波火影，绝对会将他们所有的努力全部摧毁。他的目光阴冷瞥向奈良鹿九和秋道曲风的位置，这两人可是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宇智波未来绝对不会成为火影。99小说，两人的脸色异常的难看，尤其是奈良鹿九，像是生吞了一大杯和污水似的。验票很快就开始了，宇智波未来只是平静地注视这一幕。随着检验的选票越来越多，猿飞日斩和秋道曲风等人的脸色就愈发难看。他们发现很多承诺将选票投给纲手的忍族，全部将票投给了宇智波未来，尤其是有女犬种和日向三族，无一例外全部投给了宇智波未来。加上宇智波一族的上忍，直接使得宇智波未来选票激增。但如果只有这样，他还不至于胜出。最恐怖的是平民忍者，超过半数的平民上忍居然都将选票投给了宇智波未来。为什么会这样？奈良鹿九颤抖的后退，他算错了，全算错了。为什么宇智波未来在平民忍者中的支持度居然还超越了千手孙女的纲手？这合理吗？鹿九族长，你似乎忽略了一件事情。说话的是日向日族，正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曾经的传奇永远也比不过现在的传奇，而我们现在面前正站着一位传奇，不是吗？奈良鹿九如遭雷劈，整个人呆呆的正在原地。是啊，宇智波未来早已成为了一个传奇。沙团藏，福二尾孤身前往云隐村，以一己之力重创一个大忍村。在某些平民忍者眼中，他已然是能和曾经的千手柱间宇智波般并列的存在。猿飞日斩一瞬像是抽走了灵魂，整个人犹如一截干枯的树枝，呆滞的伫立。宇智波未来要当火影了，完了，全完了！就在这几乎窒息的绝望中，一道黑影如箭般从他身后窜出，稚嫩的掌心狰狞钻出木刺，锋锐的尖端猛地刺向宇智波未来后心，眼中满是仇恨。熄灭！猿飞日斩瞳孔骤缩，下意识吼出：天藏！几乎是一瞬间，四周注意到天藏掌心木刺的上忍呼吸一滞。木盾，这木刺绝对是木盾无疑。猿飞日斩的孙子居然拥有木盾。猿飞日斩收养天藏的事情他们都知晓，但天藏拥有木盾却是从未听闻。有上忍目光灼热，这可是忍者之神的能力啊！如果等他成长起来，将会有多么恐怖！天藏窜出的速度太快，快到宇智波未来甚至都没有做出反应。猿飞日斩眼底深处露出一丝希冀。木盾扦插之术，是命中就会吸收敌人查克拉，用木刺贯穿敌人身体的凶残之术。如果天藏能，这短短的一瞬好似无比漫长。下一秒，那锋锐的木刺停在半空，一丝也无法前进。只见一根手指正轻松抵在木刺尖端，甚至连皮肤都没有破损。天藏眼中的疯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骇与恐惧。那抵在他攻击前的手指好似一面大海，无垠、
深邃，望不到尽头。一直以来，他都听从元妃日斩的教导，将宇智波未来当成自己最大的仇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战胜那个男人。但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了自己和宇智波未来的差距，那是凡人与神明之间的沟壑。宇智波未来轻轻屈指一弹，木刺直接化为齑粉，天藏的身体像是一叶扁舟，重重弹飞出去。天藏！元妃日斩悲痛嘶吼，这一指直接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期望，也击碎了奈良鹿九等人心中刚刚升起的火焰。胸口一口气喘不过来，元妃日斩直接两眼一黑，双脚一蹬，晕死过去。三代目！三代目！奈良鹿九等人紧张围了过去。短暂的寂静后，宇智波一族震耳欲聋的欢呼如雷声响起。太好了，未来哥是火影了！未来哥万岁！未来哥万岁！宇智波未来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火影斗笠，稳稳地戴在自己头上。他一步两步，缓缓走向火影楼栏杆。下方，无数村民屏住呼吸，所有人的目光一同汇聚在火影楼顶。直到某刻，一道身影出现在火影楼顶，火影斗笠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显眼。等待的村民心中像是有某种火焰被点燃，目光灼热。震耳欲聋的欢呼骤然响起，回荡在木叶村的上空。五代目！五代目！五代目！火影大选结束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以疯狂的速度传播到整个人界。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了！那位灾厄的宇智波以强势姿态夺得火影之位，在火影大选现场，仅凭一根手指轻松击溃木盾忍者。消息传出，忍界震撼。灾厄宇智波之名，继上次哥斯拉人助力之后，以这种方式再度响彻人界。云影村，雷影室，四代目雷影爱眼珠蹦出大量血丝，一拳重重砸在雷影桌上。轰！那坚固的实木雷影桌在庞大的冲击下直接爆裂成无数木屑。抱着文件站在旁边的麻布衣身体一颤，这已经是第几次雷影桌被打爆了？3次、4次，麻布衣已经记不清了。但似乎自从那个宇智波未来出山之后，就经常能够看到雷影发火，每次第一个遭殃的都是最近的雷影桌。云影村甚至不得不专门挤出来一份预算，用于更换雷影的桌子。宇智波未来，雷影爱从牙缝中挤出，眼珠猩红。如果说忍界有谁是他最恨的人，绝对是宇智波未来无疑。二尾人助力自从被宇智波未来掳走之后，生死不明，现在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云影村因他遭到重创，弥漫在整个村子中的核辐射，他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清理完毕，将核污水倒进入大海。这个举动激怒了周围忍村，为了平息对方怒火，云影村割舍一大批利益。雷之国临海的鱼类许多发生变异，有些甚至长出了触手之类的东西，捕鱼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一切都要拜宇智波未来所赐。现在你告诉我他成了火影，这个仇我是不可能咽下的。雷影爱眼神阴冷，按理说以元妃日斩的性格和立场，是绝对不会让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这其中必然发生了某些事情。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宇智波未来成为了火影，以他的实力和宇智波的强盛，木叶很快就会成为宇智波的一言堂。以宇智波为主导的木叶将会得到空前的发展。没有忍村希望诞生了一个超级木叶，看样子有必要联系其他几个村子了。雷影爱眼睛微微眯起，他脾气虽然暴躁，但并不愚蠢。单凭云影村一家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抗衡木叶了。想要制衡木叶，只能联合其他几个忍村。岩影村，坐在土影室中的大野木望着手中的文件，只觉得头疼欲裂，下意识用手指按揉着太阳穴。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3战中，岩影村遭受核辐射影响最为严重。战后，村中畸形儿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不要说掌心长嘴，就连胯下长嘴都不罕见。而现在，宇智波未来成了火影，木叶在他的带领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会不会全员掌握那种恐怖的毒素血迹？岩影村要面对的将是一个怎样恐怖的木叶？大野木觉得自己大体真的老了，宇智波未来的压迫仿佛一块巨石，压得他根本无法喘息。木叶，火影室，这个还有这个，全部扔出去。宇智波未来扫视火影室的布局，对身后暗部下达命令。这些曾经元妃日斩手下的精英，现在只能轮到做打扫房间的工作，但他们不敢有任何怨言。面前的这位可是灾厄的宇智波啊！即便是掌握了木盾的天葬，甚至连他一根手指都无法匹敌。木盾对木叶的意义太大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宇智波未来在火影大选上以神明之姿强势击溃天藏，所带来的影响才如此巨大。这一指直接粉碎了木叶对木盾的幻想，这一指让宇智波的声望达到从未企及的巅峰。强如睥睨忍界的宇智波斑都一直活在千手柱间的阴影下，从未战胜过对方的木盾，而天藏的木盾甚至连宇智波未来的一指都接不下。同样是木盾，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这些木叶忍者想不明白，只能将原因归咎于宇智波未来的强大。如果元妃日斩知道被自己当成最后一根稻草的天藏，反而成了木叶希望破碎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气得直接吐血呢？等到那些暗部将火影室清理完成，
宇智波未来这才满意的扫视着四周，不错，现在终于有一点样子了。整个火影室相比之前空旷了太多，属于猿飞日斩的东西像是垃圾一般被堆在火影楼下。负责清理的暗部甚至在火影桌的抽屉中找到了几本封面暴露的杂志，一看猿飞日斩平时就没有少翻。就在宇智波未来欣赏焕然一新的火影室时，身后的宇智波富岳复杂开口：“未来，你才刚当上位就大刀阔斧展开改革，动静会不会有些太大了？”曾经隶属猿飞日斩的暗部几乎被全部解散，猿飞一族以及朱露蝶等忍族的权力进行了极大削弱，几乎直接从高层抹除。以有女权种日向三族为主新体系上位，几乎完全接替了原先朱露蝶的权力。这么短的时间内，木叶的格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以宇智波为主导、重拳眼三族为辅的全新权力结构。宇智波富岳对此感到顾虑和不安，宇智波未来的这番操作会不会太激进了？万一惹得那些旧势力反弹？富岳族长，有件事情你或许忽略了。面对宇智波富岳的担忧，宇智波未来只是微微一笑。什么？宇智波富岳愕然。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强者制定的，我强，他们弱，就是这么简单。宇智波未来平静地注视着他。宇智波富岳依旧是那副错愕的神色，旋即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露出一抹自嘲。是啊，以你的实力，根本不需要顾忌什么。宇智波未来太强了，即便那些人心生不满，又有几人真的敢反抗？要试试原子吐息的威力吗？宇智波富岳眼中的担忧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希冀和期望。他看着面前的宇智波未来，像是看到了宇智波辉煌的未来。宇智波一族因他站上了从未有过的巅峰。宇智波未来注意到富岳的异常，问道：“富岳族长，怎么了？”我只是有些感慨。感慨什么？感慨我那时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宇智波富岳眼中露出笑容，恍惚中，他仿佛回到了那一天，回到了他在族会上看到宇智波未来出山的时候。那时的他尚不知道，宇智波会因为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走向何等的辉煌。回忆与面前的身影重叠，组成了那张不符合年龄的成熟面容。宇智波富岳觉得他抓住了未来。猿飞族地某处宅邸的病床旁，转寝小春攥着昏迷中猿飞日斩的手掌，眼眶通红。自从在火影大选上昏迷之后，直到现在，猿飞日斩都没有苏醒。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可猿飞日斩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就像是一截干枯腐朽的木头在病床上逐渐腐烂。日斩，转寝小春发出沙哑的声音，他无法想象，如果日斩也走了，他们这一脉将会沦落到什么地步。突然，猿飞日斩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转寝小春眨了下眼，以为是错觉，但那手指又动了一下，这次的幅度更大。日斩，日斩，你醒了吗？转寝小春面露惊喜。猿飞日斩缓缓睁开眼皮，浑浊暗淡的眼球无力转动，扫视着四周。我这是在哪里？99小说，太好了，日斩，你终于醒了。转寝小春喜极而泣。这里是猿飞族地，已经3天了，我差点都以为你醒不过来了。3天了。猿飞日斩呼吸一滞，立刻抓住转寝小春的手臂，死死盯着他的双眼。天藏呢？天藏在哪里？转寝小春神色有些复杂。你放心，天藏没事，宇智波未来只是击飞了他，没有大碍，现在正在休养中。猿飞日斩脸色一松。那就好，那就好。天藏和初代一样拥有木盾，只要他没有事，说不定就能。声音戛然而止，猿飞日斩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说不定能战胜宇智波未来吗？呵，火影大选的那天，宇智波未来已经用实力强势证明，天藏的木盾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昏迷的这几天，宇智波未来用一根手指抵住天藏木盾的画面，像是梦魇一样在他脑中不断回放。他最后的希望，在宇智波未来面前也是这般不堪吗？猿飞日斩目如死灰，心中最后一丝火苗彻底熄灭。转寝小春看着猿飞日斩这般憔悴模样，眼神有些心疼。小春，猿飞日斩沙哑开口：“我在。放弃吧。”什么？转寝小春一怔。我说放弃吧。为什么？转寝小春不解问道。我只是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了。猿飞日斩叹息。他太强了，就像当年的筑坚大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当年的筑坚和班更加优秀。房间陷入长久的沉默。转寝小春低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扶我起来，我想出去走走。猿飞日斩忽然开口。志村一族族墓，一座荒芜的墓地，四周生长着凌乱的杂草，几乎没有能落脚的地方。墓碑上贴着一张熟悉黑白照片，面容威严，却又带着一丝笑容。那一夜团藏死后，志村一族族人费了好大功夫，才从沟壑中找到几根毛发，本着死者为大的想法，为团藏打造了这座墓碑。只是许久无人过来，坟头草已经快2米高了。猿飞日斩攥着一瓶清酒，坐在墓碑前，咕咚就是一口清酒下肚，满眼愁容。团藏啊，我这辈子大概是不能为你复仇了。你在下面应该还不知道，宇智波未来已经成为了火影了。墓碑上黑白的团藏衣就是那副挂着淡淡笑容的模样。我知道你很气，但你先别气，
我已经很努力去阻止他了，但你知道的，他太强了。他杀你就用了一招。咕嘟。许是谈到了伤心的事情，袁飞日斩直接仰起头几口烈酒下肚。照片上的团藏依旧是那副微笑的模样。天藏也败了，同样只是一招，他可是拥有木盾啊。袁飞日斩满脸不解，带着一丝愤慨。为什么千手柱间的木盾那么强？到了天藏就是一坨屎。团藏啊，天藏真的是你最后的馈赠吗？我在根部基地找到了他，一直将他当成最后的希望，结果……袁飞日斩像是想起什么。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根部我已经吞并了，你在下面应该不会介意吧？团藏，咕噜咕噜，嗨嗨。可将心中的忧愁一吐而出后，袁飞日斩仰头又是几口烈酒下肚，这次喝得很急，呛着剧烈咳嗽。袁飞日斩擦了下唇颜，茫然地望向墓地的远。那边的太阳已经快要落下了，夕阳将天边浸染的橘红。他望着降落的太阳，双眼在余晖的炙烤下像是琉璃。忽然他嗤笑了一声，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又能走得多远呢？阴暗潮湿的溶洞中，狰狞的外道魔像摊开手掌，指尖之上伫立着数道黑底红云袍虚影。天道佩恩涟漪般的轮回眼散发着淡淡威压，环顾四周。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了，他对我们的威胁又大了一分。大蛇丸一双金色树瞳带着淡淡的笑容，细长舌头舔舐唇颜。我倒是想试试这个新火影的能力。他已经垂涎宇智波未来的身体许久，宇智波的血轮眼加上那未知的哥斯拉巨兽，这份躯体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完美。喂，大蛇丸，不要插队啊！首领已经将那个家伙交给我来对付了。飞段大声嚷嚷，直接撸起袖子，大有一言不合直接开干的架势。大蛇丸笑而不语。外道魔像上的天道佩恩声音低沉，既然宇智波未来当上了火影，我们小组织自然也要送上贺礼。飞段，这次就交给你了，你的能力恰好克制宇智波未来，不要让我失望。天道佩恩一双轮回眼注视着飞段。放心吧，首领。飞段眼神狂热，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如果能将宇智波未来和他体内的哥斯拉献祭掉，邪神一定会非常满意。很好，这次就让小组织的压迫传遍人间。天道佩恩眼中带着淡淡笑意。距离那场火影大选结束已经过去数日，但整个木叶之中依旧洋溢着震撼和狂热。木叶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村民激动的谈论，尤其是宇智波未来以一根手指击溃木盾忍者，更是他们讨论的重点。木盾是那位曾经的忍者之神的能力，宇智波未来如此轻易击溃木盾，难不成宇智波未来已经超越了曾经的千手柱间？当然，并没有人真的这么想，只是这场战绩给宇智波未来又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相比外界的火热，宇智波一族就几乎是全族沸腾。火影，宇智波的火影，宇智波一族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在宇智波未来身上实现。99小说，整个宇智波陷入了狂欢。于是木叶的村民震惊地发现，一直板着个死鱼脸的宇智波笑了。每个宇智波族人走在木叶街道的时候，都会露出自豪骄傲的笑容，似乎是要展露火影直系的亲和力。宇智波族人在遇到每个村民时都会笑着点头，但那笑容实在难看，就像是在没有微笑功能的面瘫脸上强行用夹子夹成笑脸一样。这一幕让不少村民冷汗直流，还以为是自己无意中得罪了宇智波，要遭受如此酷刑。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木叶的村民震惊发现，原来那些宇智波真是只是单纯在笑，只是笑得和鬼一样。这个发现让许多村民松了一口气，至少宇智波在传达友善。笑容虽然难看，但总比鼻孔朝天趾高气扬要好。这样的宇智波其实也是蛮可爱的嘛。有村民忽然偷偷想到。就在外界陷入沸腾的时候，宇智波族地，宇智波未来正通过狭长的甬道来到一处素雅的房间中，望着紧闭的房门，宇智波未来眼中露出淡淡笑意。这里是关押游牧人的地方，这些天他忙着处理火影竞选的事情，一直没有过来这里。不知道游牧人现在怎么样了？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可以。咔嚓，宇智波未来直接推开了房门。嗖，视线中出现一柄木质苦屋，似乎已经准备许久，在房门推开的一瞬间，以刁钻的角度射出。宇智波未来只是微微歪头，就轻松躲了过去，目光下移，注视着床上保持着头质姿势的游牧人。还没有死心吗？游牧人背齿轻咬，我是云隐村的人助力，雷影大人是不会放弃我的，现在一定在和火影交涉，准备将我救出去。宇智波未来，你会后悔的。宇智波未来微微一怔，旋即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轻笑了一声。也对，你一直被关在这里，对外界的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现在整个忍界都知道他已经继任火影的事情，唯独游牧人没有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对此事并不知晓。你在说什么？游牧人皱起眉头。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现在的火影是我。游牧人呆住了，什么鬼？宇智波未来说火影是他？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你是火影，我当场将这个床吃掉。游牧人脸上带着冷笑，声音非常笃定。宇智波未来是宇智波一族，还是宇智波的族长？
元飞日斩怎么可能让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一旦宇智波未来成为火影，木叶那里还有他们的权利，难不成元飞日斩是吃干饭的？但很快，游牧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宇智波未来神色平淡，嘴角像是在冷笑，又像是在戏谑。他心中隐约有不好的预感。看来你真的被关了来太久，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声音落下的瞬间，宇智波未来眼底猩红蔓延，3颗漆黑的勾玉快速旋转。游牧人眼神一阵茫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陡然一变，自己出现在一座广场上，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激动欢呼，如雷鸣般的声音响彻云霄。五代目，五代目，五代目！游牧人呆滞地抬起头，他看到火影楼楼顶正伫立着一道身影，鲜红的火影斗笠随风摇曳。当看到那带着淡淡微笑的面容后，游牧人瞳孔骤缩。宇智波未来，画面如镜面衰落破碎。游牧人发现自己回到了原来的房间，大口大口喘息，眼中还残留着一丝惊骇和不可置信。你做了什么？他声音颤抖。只是让你看到了火影大选那天的景象罢了。宇智波未来神色平淡，像是在说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游牧人呆滞地吞咽了一口唾沫。火影，宇智波未来真的成为火影了？那幻术太真实了，不像是假的。如果宇智波未来真的成了火影，一切就全完了。作为木叶权力最高掌控者，宇智波未来根本没有必要在意雷影的施压。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被关在这里了？游牧人目如死灰，像是失去了未来。你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我的话，我是不会弄疼你的。宇智波未来微笑说道。游牧人颤抖得更厉害了，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游牧人眼中闪过一丝狠绝，竟想直接猛咬舌尖，了结自己性命。宇智波未来一掌拍出，以迅雷之势拍在他的胸口上。游牧人瞬间觉得自己身体疲软，查克拉阻塞无法流动，不受控制瘫软在床上。宇智波未来手掌划过他高耸的胸脯，向下方探索。不可以，哪里不可以？游牧人想要挣扎，但根本提不起力气，只能抿着嘴唇，眼角有泪水滑落。放心，我会很温柔的。宇智波未来的手掌停留在他小腹的位置。游牧人抿紧嘴唇，眼角有一滴泪水滑落。他此刻内心充满了屈辱，但在宇智波未来面前，甚至连自杀都做不到，就像是一个被人随意玩弄的玩偶，任由宇智波未来调教。宇智波未来宽大的手掌在游牧人小腹上游走，或许是常年运动的缘故，游牧人的小腹非常平坦，没有一丝赘肉。在宇智波未来的探索下，游牧人的身体逐渐滚烫，脸颊两侧也出现了一抹酡红，身体渐渐变得奇怪了。游牧人将头深深埋了下去，心中升起一丝屈辱和羞愧。找到了！伴随宇智波未来略带惊喜的声音，那停留在他小腹上的手掌陡然用力。游牧人一瞬咬紧嘴唇。几乎是同一时间，封印空间中的二尾忽然感到一股恐怖的压迫，像是家猫拱起身体，发出尖锐刺耳的嘶吼。但他的反抗显然是徒劳的。明明虚空中似乎有一尊恐怖的存在朝他投来目光。二尾站立，缩在角落中瑟瑟发抖。那股存在太强了，只是散逸的一缕压迫就让他几乎完全丧失反抗能力。该死，这到底是什么存在？居然比6道老头的压迫还恐怖得多。忍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恐怖的东西？二尾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这份威压已经远远超越上次和他战斗的哥斯拉。难不成那一次还不是完全踢？下一刻，封印空间上方的虚空突然裂开，巨大的狰狞嘴部从裂隙中探出，只是一张嘴就已经比二尾的身躯还要庞大。轰！庞大的吸力陡然爆发。二尾感到自己的查克拉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剥离，如鲸吞般倒灌进入那张庞大的口中，要被榨干了！二尾癫狂嘶吼。外界游牧人也发现了异样，宇智波未来的手掌一直停留在他的小腹上，没有继续向下探索。一股庞大的吸力从他掌心中间出现，像是正在吸取着什么。肉眼可见的，游牧人的小腹上出现了异常的隆起。你在做什么？游牧人抿住嘴唇，强忍着心中的羞辱问道。喂食。宇智波未来简短回应。喂食？游牧人呆住。什么喂食需要将手掌放在我那里？而且这股吸力是什么？把我小腹都吸得隆起来了。突然，游牧人像是想起了什么，瞳孔骤然一缩，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刚刚太过紧张羞愧，居然忽视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宇智波未来的目标根本不是他，而是他体内的二尾。上一次，二尾的查克拉像是被什么东西吞噬，查克拉量少了一大截。二尾萎靡不振了很久，这2天才渐渐恢复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宇智波未来来了。原来你之所以软禁我，目的是我的体内的。游牧人没有继续说下去，望着宇智波未来的眼神中写满了惊恐。99小说，以尾兽为食，哥斯拉到底是什么怪物？呵，发现了吗？宇智波未来轻笑，虽然可以一次性吞掉二尾，但那未免也太浪费了。尾兽可是非常珍贵的食粮啊，每次只吃掉一部分查克拉，留下充足的时间让二尾恢复，然后再慢慢吃掉，这样才是最理智的做法呀。
宇智波未来眼中噙着淡淡的冷笑，配合他刚才的言语，让他此刻看起来有种凶残反派的模样。九尾地位特殊，不能随意动用，一头能让自己随意玩弄的尾兽，价值可就太大了。当然，他还有一点没有说，尾兽关乎到十尾的苏醒，如果真的让哥斯拉吞掉整个二尾，十尾还能不能复苏就不一定了。在他的计划中，十尾复苏是必须的，只是和原版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同。游牧人望着眼前的男人，从心底深处散发出浓浓的寒意。强如尾兽，天灾一般的存在，在他眼中只是圈养的食物吗？小腹的吸力还在继续，但封印空间中二尾的惨叫已经不那么剧烈了，或者说被榨干了这么多查克拉，二尾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反抗。眼球上翻疲软，趴在地上，舌头耷拉在嘴角，粘稠的咸水正在缓缓滴落，一副被玩坏的样子。那虚空裂隙中的庞大嘴巴这才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唇沿，缓缓撤了回去。直到那股萦绕在封印空间中的庞大压力消散，二尾这才松了口气，直接昏死过去。几乎是同一时间，高天原中那行星哥斯拉沉睡的黑暗森林中，一头庞大的巨兽忽然吧唧了一下嘴。游牧人已经彻底呆住了，二尾和他的联系被切断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封印空间中一定出现了极为恐怖的事情。宇智波未来意犹未尽地缓缓收回手掌，视线还在游牧人身上上下打量。不得不说，游牧人的身材真的很好，胸口的巨物甚至不输于纲手多少。啧，宇智波未来正在欣赏，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眸微动，不留痕迹地瞥向一处方向，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有趣。木叶村外大概1公里左右的森林中，两道身着黑底红云袍的身影正站在树枝上眺望着对面的村子。那里就是木叶了。背着巨大猩红镰刀的飞段跃跃欲试地摩擦着手掌，眼中满是狂热。宇智波未来就在那个村子中，如果能将宇智波未来和他体内的哥斯拉一同献祭给邪神，邪神他老人家一定会非常满意。飞段，不要忘记这次的行动流程。脚都白了飞段一眼，他还真怕飞段脑子一热，直接冲到木叶找宇智波未来单挑。就算他是不死之身，也不可能在一个大忍村中对战宇智波未来。知道了。飞段撇了下嘴，有些不爽，但首领已经下达了命令，他也只能服从。不要担心，这次的行动可不只有我们两人，为什么万无一失？首领可是派了不少成员辅助。角都眼中露出一丝冷笑，只要那边能成功拿到宇智波未来的鲜血，即便他再强又有什么作用？有时候角都不得不嫉妒，为什么死死贫血这么霸道的能力居然在飞段这个脑残身上？飞段这个先天性大脑发育不良的蠢货，根本没办法发挥这个能力真正的威力。要是被自己掌握，哪怕是当年的千手柱间都要饮恨。不过好在，因为宇智波未来的存在，首领成功重视上这个能力。现在只要等到那边弄到宇智波未来的鲜血，角都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宇智波族地某处隐蔽的宅邸屋顶，空间突然陷入诡异的扭曲。漆黑狰狞的漩涡中，一道身着黑底红云袍的身影陡然出现，脸上戴着漩涡面具，只露出一颗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即便那家伙成为了火影，宇智波族地的结界依旧是这么容易突破。宇智波带吐漩涡面具外的血轮眼扫视着四周，眼中露出一丝冷笑。他的时空间能力简直天克结界，任何结界在他的面前都形同虚设。后方地面突然蠕动，猪笼草白蕨从带土身后晃晃悠悠钻了出来。带土，我们要完成首领的任务吗？自然。带土冷笑，他的虚化能力和白蕨的能力都非常擅长潜伏，能够神不知鬼不觉获得宇智波未来的鲜血。即便被他发觉，拥有虚化的他也能很轻松逃脱。只要将宇智波未来的血液弄到手，就能。带土漩涡面具下露出一丝冷笑，飞段的能力简直太不科学。只要弄到对方的血液作为媒介，就能通过名为邪神的存在，将自身受到的伤害全部转嫁给对方。也就是说，如果飞段割掉自己腰子，宇智波未来也要等同遭受割腰子的伤害。带土不禁感到好奇，邪神到底是什么存在，居然拥有这种霸道的能力？飞段一直嚷嚷着要将宇智波未来和他体内的哥斯拉一同献祭给邪神。邪神的能力这么霸道，位格不可能低，吞掉宇智波未来和哥斯拉应该绰绰有余。带土暗暗思忖，如果能弄到足够的血液，再通过某种途径控制住飞段，岂不是直接无敌了？小组织的幕后首领是掌门，对他的命令一直阳奉阴违。如果能弄到他的血液，带土眼睛微微闪烁，将来面对宇智波斑时，似乎也能使用这种方法。想到这儿，带土眼中浮现一丝火热，这都要多亏宇智波未来，才让他发现到飞段能力的 bug。但现在不是考虑那些事情的时候。宇智波带土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灼热。当务之急是弄到宇智波未来的血液。准备行动。是。就在这时，带土眼眸忽然微动，不远处一群宇智波族人簇拥着前面的2人，激动走来。带土和绝身形一闪，躲在隐蔽的位置。指英哥，黑子哥，听说你们成为暗部的队长了？簇拥的年轻宇智波族人兴奋问道。那当然，我们可是未来哥的左膀右臂，未来哥当上火影了，自然不会亏待我们。
宇智波只因骄傲地昂着头，周围的年轻宇智波族人满是羡慕神色。你们好好干，未来也有机会走到我们的位置，跟着未来哥吃香的喝辣的。宇智波黑子声音激动，以前一直是宇智波只因小跟班的他，终于也能被称之为哥了。一群宇智波年轻族人有说有笑走过，戴土从后方的屋顶上探出头颅，望着黑子和只因离去的背影，微微咬紧牙齿。这两个混账！只因和黑子上次他来木叶取回卡卡西的血轮眼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手持黑棍，一人双持菜刀，两人疯狗似不要命打法，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最近卡卡西的那只血轮眼也没有夺回来，落到了宇智波未来手中。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将落到宇智波未来手中的那只血轮眼夺回来。戴土记得宇智波斑曾经说过，血轮眼只有成对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自己的那只血轮眼一定要夺回来。戴土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旋即，两人开始搜寻宇智波未来的身影。戴土凭借虚化的能力随意穿梭宇智波族地，而白绝则是放出数名分身，通过浮游之术感知宇智波未来的方位。时间过得很快，两人渐渐搜寻了宇智波族地大半的范围，却没有发现宇智波未来丝毫踪迹。戴土和绝在隐蔽的屋顶上碰头，眼中都带着一丝疑惑。不应该啊！戴土皱眉。宇智波未来的查克拉非常独特，那股灾厄般的庞大查克拉，即便是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楚地感知到。戴土百思不得其解，宇智波未来到底跑到哪里去了？难道他此刻不在宇智波族地？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道轻笑声音，像是驻步已久。你们是在找我吗？戴土脊背一阵发凉，浑身鸡皮疙瘩竖起，一股寒意顺着脊柱直冲后脑。宇智波未来，这份惊骇只持续了一瞬，下一刻，戴土便凭借着惊人的反应速度向前拉开距离。身体扭转的同时，戴土看到了身后那道熟悉的身影，正带着淡淡的微笑，上半身微微俯了下去。可恶，你怎么会在这里？戴土头皮一阵发麻，只觉得自己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盯着。他们寻找了宇智波未来这么久，结果宇智波未来就在他们身后。退！不要贸然交战！压下心中的惊骇，戴土朝白绝喝道。虽然不知道宇智波未来是怎么发现他们的，但在宇智波族地和宇智波未来交战，显然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戴土凭借虚化的优势，快速掠过墙壁树木，以极快的速度远离宇智波族地。他虚化持续的时间有限，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只能以最快的速度远离宇智波族地。一旦虚化持续时间结束，就会受到宇智波未来那种诡异速度影响。那种滋味戴土可不想再经受一次了。上一次还是在上一次，他的半边身体遭到核辐射侵蚀，细胞不受控制突变，最终还是他心一狠，直接斩断了一整只手臂，才堪堪摆脱了影响。身后宇智波未来紧追不舍，尽管处于虚化状态，戴土都能感受到那股近乎窒息的压迫。余光从身侧扫过，早已没有白绝的身影，显然是在宇智波未来出现的瞬间就吓得直接自己逃跑。这个废物！戴土气得牙痒痒，这么关键的时候居然只顾着自己逃跑。不过很快，戴土脸上的惊慌和愤怒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嘴角一抹冷笑。他已经离开了宇智波族地范围，身后的宇智波未来依旧紧追不舍。不过因为自己处于虚化状态的缘故，所以并不能对他造成伤害。戴土嘴角的冷笑越来越深。前方那片森林就是和飞段角都约定会合的地方。虽然自己并没有弄到宇智波未来的鲜血，但只要和角都飞段联手，难不成连伤到宇智波未来都做不到？一旦血液到手，就可以将他献祭。真是无聊啊！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没有过来。背着宽大猩红镰刀的飞段打了个哈欠，一脸无趣的模样。约定的时间早就到了，按照计划，班那个家伙早就应该将宇智波未来的血液带到这里，只是等了这么长时间，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是戴土和白绝人间蒸发了一样。喂，角都，你说会不会那个自称班的家伙在宇智波族的迷路了？飞段歪着头，用小拇指狠狠挖着耳朵。因为是不死之身的缘故，他的耳朵已经被挖得鲜血直流，也没有丝毫要停止的迹象。迷路？角都嘴角微微抽搐，他有时候真的怀疑飞段的脑回路是怎么长的。那个面具男在组织中自称宇智波斑，怎么可能在宇智波族地中迷路？退一步来说，就算他真的迷路了，不是还有白绝吗？以白绝的侦查能力，很轻松就能找到出路。飞段，集中精神，不要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了。角都按捺住心中想要吐槽的欲望，沉声说道。如果不是这次行动少不了飞段的能力，他真的想一脚踢开飞段，自己单独完成任务。跟一个先天大脑功能发育不全的人合作，简直太难了。知道了。飞段不满撇嘴，继续用手指掏着耳朵，丝毫不管耳朵早已血肉模糊。就在这时，角都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睛陡然张大，死死盯着前方。那里有一道惊人的气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快！飞段，他来了！飞段瞬间愣住。什么叫他来了？是那边得手了吗？一滴血液而已，至于这么震惊吗？飞段脑回路反应不过来，下一秒，他忽然感受到一股窒息般的恐怖压迫正在快速接近。
飞段愕然抬头，只见不远处身着黑底红云袍的面具男身后，一道身影紧追不舍。宇智波未来！飞段眼皮子直跳。带土看到等候在对面的飞段和角都，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在冲到距离两人数米之时，猛地钻向地面中。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血你们就自己取吧。入土的前一刻，带土声音响起，注意到宇智波未来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角都一瞬脊背发麻。混蛋，有你这么坑人的吗？明明是取血，怎么把人给我带来了？地底的带土不屑，你就说有没有血就完事了。冷静下来后，角都眼神阴冷盯着对面的宇智波未来。这里是木叶之外，支援的忍者一时半会赶不过来，他和飞段联手弄到宇智波未来的血液应该并不困难。想明白这件事后，角都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脊背隆起，钻出两头狰狞的黑丝怪。身后飞段已经扛着镰刀冲了过去，眼神狂热，为邪神大人献出心脏吧。这个脑残还没有制定战术呢。角都咬牙，气得牙痒痒。果然和飞段这种大脑先天发育不良的脑残配合太难了。啪嗒，猩红的骨架手臂横扫，直接将扑来的飞段扫飞出去。宇智波未来身体围绕须佐能乎的猩红骨架，居高临下俯瞰两人。可恶，只能自己上了。见飞段已经被拍飞，角都咬咬牙，直接冲了上去。周围两头黑丝怪同时张开口，汹涌查克拉汇聚。水遁、水幕杖、火遁、头克苦，猛烈水流和炽热火焰同时爆发，从面具口中喷涌而出，射向对面的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没有移动，须佐能乎构成的骨质手掌合拢，将自己包在其中。轰！水遁和火遁撞击，爆发出强烈的高温蒸汽。角都双眼紧张盯着，蒸汽散去，宇智波未来毫发无损，那须佐能乎的骨架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吗？角都眼神凝重，对手是灾厄的宇智波，他已经拿出了十足的重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对方。熄灭！就在这时，先前被宇智波未来拍飞的飞段又嘶吼冲来，猩红镰刀势大力沉砍向宇智波未来后背，横亘在宇智波未来身前的猩红手臂扭转，稳稳接住飞段的镰刀。但这一瞬的僵持，也让宇智波未来出现些微的空档。好机会！角都眼前一亮，脊背再度钻出一个黑丝面具怪，三头黑丝怪同时张开口，汹涌的查克拉翻涌。火遁、头克苦、水遁、水幕杖、雷遁、伟岸，三种不同属性的攻击互相缠绕，骤然轰向宇智波未来。几乎是同时，宇智波未来脚下突然钻出一只手臂，趁着宇智波未来被攻击牵制之时，紧攥苦无刺向他的小腿。地底的带土冷笑，真以为我溜走了吗？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面对三人夹击，宇智波未来嘴角露出一丝轻蔑，区区杀力也想起舞？下一秒，他直接抬起脚掌，悍然落下。河遁、震动波、嗡！淡蓝色弧形波纹从他脚掌踩落爆发，以极快速度吞没周围一切，从森林中蔓延出去。大量树木被摧毁，化为齑粉消散。宇智波未来脚下的带土脸色骤变，处于攻击正下方的他承受最多攻击的压力。三种属性组成的遁术攻击，在那道蓝色光膜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直接崩溃消散。角都和飞段像是海浪上的一叶扁舟，被冲击重重掀飞，倒飞出去。待到一切归于平静，那片森林中出现一面巨大的深坑，寥寥烟雾缭绕，周围的树木早已蒸发。宇智波未来淡然屹立深坑中央，目光微微下移，睥睨瘫倒的角都飞段。后者正挣扎的想要站起来，黑底红云袍在刚才的攻击中残破不堪，只剩几个碎片挂在身上。邪神大人不会放过你的！飞段用镰刀杵着地，眼珠血红，死死盯着宇智波未来。想要我的血液吗？送给你了。宇智波未来轻笑一声，随手一甩，一颗猩红的血珠射向飞段。飞段眼神一瞬无比狂热。宇智波足地某处隐蔽的位置，草丛中突然钻出几条白鳞小蛇，小蛇数量越来越多，朝着一个方向快速汇聚，形成一个蠕动的蛇堆。蛇堆逐渐化为人形。大蛇丸扫视着四周，舔了舔嘴唇，看样子终于混进来了。就在这时，地面陡然震动，远处的森林淡蓝色光膜赫然爆发，朝着四周扩散。那爆发的恐怖余波，即使是在这个位置也能清晰感受到。大蛇丸扭头望去，金色树瞳带着一丝震撼，沙哑呢喃：“已经开始了吗？”这种级别战斗的波动，必然是那位灾厄宇智波引起。这说明宇智波未来和飞段角都等人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宇智波一族一定会派出忍者去支援，到时候他就可以趁着族地空虚的时候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一丝狂热。他已经垂涎宇智波一族的身体许久，最佳的选择是宇智波未来，但宇智波未来实力太强，他没有把握成功，而且首领已经盯上了宇智波未来，他想要弄到对方的躯体几乎不可能。不过宇智波一族还有其他优秀的身体。宇智波鼬早在叛逃之前，大蛇丸就已经注意到宇智波鼬惊人的天赋，
那时的他就已经将佑的身体加入自己的候选名单，如今正是一个齐家的机会，趁宇智波族的空虚夺走宇智波鼬的身体。几乎是同一时间，族长宅邸中，宇智波馥月正仰着头，震惊望着远处森林爆发的蓝色圆弧。那是，绝对错不了，是未来的攻击。未来正在和什么人交战吗？宇智波馥月的心立刻揪了起来。宇智波未来刚刚出山之时，他和宇智波未来曾经短暂交手，当时宇智波未来正是用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攻击，所以宇智波馥月对这一招的记忆非常深刻。能够让宇智波未来使用这种招式对敌，敌人的实力绝对不弱，至少也是不次于自己的存在。宇智波馥月深吸了一口气，沉声喝道：“立刻召集族人，我们去支援未来。无论如何，不能让宇智波未来孤身战斗。”是。听到命令的族人嗖的一声消失，立刻开始召集族人会合。宇智波未来在宇智波一族声望太高，只要听到他有事，一声呼起，整个宇智波都会奋起。几乎只是短短几分钟，宇智波馥月就已经汇集了一批不弱的战力。后方的佑看到馥月这副模样，紧张的走了过来。父亲。馥月威严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手掌温和搭在佑的肩膀上。他似乎一直都没有注意，佑已经长到他胸口的位置，已然一副大人的模样。佑，佐助就交给你了。佑认真点头。嗖，面前的族人同时消失，冲向战斗爆发的位置，只剩下佑独自望着他们背影。佑转身走向宅邸的入口，还未进门，就看到一道稚嫩的身影攥着2串3色丸子朝他兴奋跑来。哦，泥酱，丸子，丸子，你最喜欢的丸子。佑立刻露出慈爱的笑容，伸出2根手指点在佐助的额头。痛痛痛！佐助咧嘴，用手指揉着额头。佑微笑地看着这一幕，无论任何时候，弟弟都是他心中最柔软的位置。飞段眼神狂喜，死死盯着宇智波未来扔来的那颗血珠。血液，有了血液就能将宇智波未来献祭给邪神大人。手中镰刀轻巧一挑，那血珠像是红色精灵般从镰刀上抹开，留下一道血痕。飞段几乎无法遏制自己颤抖的双手，眼珠激动盯着镰刀上的那抹猩红，挣扎的从地上爬起来的角兜望着这一幕瞬间愣住。使用虚化显知又嫌躲掉宇智波未来震动波的带土望着这一幕也怔住了。他们苦苦搜寻，费尽心机想要获得的血液就这么轻易到手了？还是宇智波未来拱手送上？会不会有诈？带土狐疑？但飞段的智商显然想不了那么复杂，舌尖从镰刀猩红处舔舐，闭上双目，露出颇为享受的模样，细细品尝。这就是灾厄宇智波的鲜血吗？咦，怎么有点辣嘴？飞段诧异睁眼盯着镰刀上的猩红，不愧是灾厄的宇智波，就连鲜血的味道都有些与众不同。将口腔中的血液咽下，飞段只觉得一股异常的燥热顺着他的喉管流淌，他的眼睛狂热无比。噗嗤，漆黑的尖锐铁棒深深刺入手掌，鲜血一瞬汩汩冒出。飞段脚尖踩着鲜血，在脚下勾勒出一个猩红诡异图案。猩红的圆形中是一个类似倒三角的图案。几乎是图案完成的同时，飞段的身体出现诡异的变化，黑白相间线条勾勒出骷髅形态，诡异狰狞瘆人。哈哈，飞段仰头狂笑，眼中癫狂几乎控制不住。仪式终于完成了，邪神大人一定会满意你这个祭品。飞段的笑声仿佛尖锐的指甲划过黑板，配合他现在的这副模样，让他看起来极为瘆人。一直以来的目标终于在这一刻实现了，居然主动将血液送过来，真是愚蠢的表现。邪神大人一定会满意你这个祭品的。宇智波未来只是平静望着这一幕，只是眼眸之中隐约带着一抹玩味和期待之色。冥冥之中，他隐约感受到，当飞段仪式完成的一刻，遥远的虚空中似乎有某位奇特的存在向他投来目光，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出现在他们之间。这就是所谓的邪神吗？围观的角都和带土呼吸急促，眼中带上了一丝火热。这就是飞段口中所谓的仪式吗？拥有转嫁伤害的能力，现在只需要飞段自杀，就能彻底杀死宇智波未来。飞段自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手中尖锐的黑刺朝自己心脏猛然刺下，眼神癫狂。熄灭！下一秒，那尖锐黑刺将停在距离皮肤几厘米的位置。飞段眼神惊恐，像是发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哇！他直接一口吐了出来，吐出一大口腥臭的紫黑血液。惊骇盯着宇智波未来，你居然在血里下毒！飞段整个脸扭曲成一团，捂着腹部，脸色惊骇，死死盯着宇智波未来。周围的带土和角都听到他的话，也是同时陷入呆滞。宇智波未来在血中下毒？难不成宇智波未来早就看出了飞段能力的弱点，所以在自己血液下毒对付他？带土角都倒吸一口凉气，望着宇智波未来，眼中带着浓浓的震撼之色。他们本以为已经足够重视宇智波未来，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这是何等的狠人，居然在自己血中下毒！邪神大人不会放过啊！飞段话还没有说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吐出一大口紫黑血液，捂着肚子在地上哀嚎打滚。他感觉肚子里好似有一团火正在从内而外灼烧他的身体，好像要将他吞噬殆尽。配合着他诡异的黑白骷髅身体，让他现在的模样看起来极为狰狞扭曲，几乎不成人形。地上用鲜血画成的诡异阵图也在他的滚动中变得猩红模糊，看不清原本的形状。这一幕让带土角都两人浑身汗毛站立，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宇智波未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容，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一幕。他扔给飞段的那滴血液蕴含着远超至死量的核辐射，如今这份核辐射正在他的操控下由内向外不断侵蚀着飞段的细胞。如果飞段不是不死之身，他的下场说不定还会痛快一些。正常人像他一样生猛吞下宇智波未来的鲜血，早就原地突变升天，成为一滩死的不能再死的烂肉。宇智波未来血液中蕴含的核辐射是某岛国投放核污水提纯数百倍，但飞段根本死不了。99小说，核辐射灾厄的死亡之力与邪神赋予他的不死之力，此刻正达成一股诡异的平衡。宇智波未来像是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啧啧看着飞段。他本就成为了与核共生的生物，即便核辐射的伤害转嫁到他身上，对他也没有丝毫影响。更何况飞段脚下的阵型早就在挣扎中摧毁，失去了原本的效果。邪神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飞段痛苦翻滚，发出狰狞的哀嚎。宇智波未来，邪神大人已经注意到你了，你会成为祭品的。成为邪神大人的祭品。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是吗？我可是很期待啊。旋即他缓缓抬起头，远远地眺望一个方向，那里有一道隐晦的视线正散发着诡异的波动。在飞段的仪式完成的那一刻，宇智波未来就已经注意到了异样，某位隐秘存在正朝他投来视线，眼神中似乎带着一丝渴望。那个方向正是期待啊。宇智波未来微笑开口。与此同时，汤之国某处隐蔽的山洞中，邪神教教主双手合十，正对着屹立在温泉中的雕塑虔诚祈祷。伟大的邪神啊，请您显灵，赋予我不死之身吧。下一秒，那氤氲温泉中的雕塑陡然颤抖起来，一具恐怖的虚影从温泉上方蔓延而出，通体血红长袍，背后一把宽大的漆黑镰刀，一张苍白的脸毫无生气，其形态有些类似尸鬼封禁时的死神，但更加残忍狰狞。邪神教教主瞳孔一颤，神色无比狂热，声音激动的站立。邪神显灵了，邪神显灵了！但他显然没有发现，此刻这位诡异的神明似乎正仰头注视着什么，眼神陷入呆滞。他的信徒给他献祭了什么？那是一尊如同山峦般的庞大存在，古朴的皮肤如同苍老的古树，一双巨大的眸子裂开缝隙，从虚空中缓缓投下视线。邪神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唾沫。如果他是人类的话，此刻估计早就冷汗直流，浑身汗毛站立。这是什么怪物？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生物？只是被对方投来的一缕目光注视，邪神都能感到自己灵魂上的战栗。我想，我们可能有些误会。邪神想要解释，但被打断沉眠的哥斯拉脾气显然不是很好，完全没有耐心听完邪神的话，直接一口吞下。哇咔哇咔，咀嚼的声音传出，随后是一个干脆利落的吞咽。邪神的气息消失，像是直接被抹除，从未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一样。温泉中的邪神雕塑骤然爆炸，无数碎石四溅。刚刚还陷入狂热的教主陡然呆滞。邪神炸了！哈哈，你会死的，你会死的！我已经将你献祭给邪神大人，邪神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准备迎接邪神大人的怒火吧！哈哈哈，成为邪神大人的祭品吧！飞段脸上身上全是紫黑的血渍，疼得在地上挣扎翻滚，但他却在癫狂的大笑，似乎已经看到了宇智波未来的末日。就在刚刚，他感受到了邪神大人的气息，绝对不会错，和赋予自己不死能力时那抹强大气息一样。那位伟大的邪神大人已经现身回应了他的请求。宇智波未来死定了，邪神已经降临。飞段癫狂大笑，但他却没有发现宇智波未来俯瞰他的眼眸中带上了一丝怜悯。下一刻，飞段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笑声戛然而止，整个人陷入呆滞。邪神的气息消失了，怎么回事？这么快就解决掉宇智波未来和哥斯拉了吗？不对啊，宇智波未来不是还站在他面前吗？我怎么感知不到邪神大人了？你做了什么？飞段像是一瞬坠入冰窖，眼珠猩红，咬着牙齿，死死盯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想了想，邪神的味道还不错。飞段呆住，什么意思？周围的角都和带土也呆住了。什么叫邪神的味道还不错？难不成宇智波未来把邪神吃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一尊神明啊！高天原中，黑暗森林中沉睡的行星哥斯拉忽然满意的吧唧了一下嘴，似乎是对刚才吃到的食物感到非常满意似的。察觉到的体内哥斯拉传达的满意情绪，宇智波未来嘴角不留痕迹的勾起一丝弧度。邪神，这样的食物对于行星哥斯拉来说也算是相当开胃的一碟小菜了吧？
他之所以那么干脆将血珠扔给飞段，是因为他早已和哥斯拉深度绑定。飞段想要献祭他，同时也是在献祭他体内的哥斯拉。对于神秘诡异的邪神，宇智波未来并没有太多了解。原著中关于邪神的描述也是少之又少。但宇智波未来笃信，拥有爆星实力的行星 G 一定不会虚邪神。红莲原子吐息，爆杀一切。邪神这种忍界本土的土著神明，称死和尸鬼封禁的死神一个档次，敢碰瓷行星 G。但看到后续的发展时，宇智波未来心中还是陡然一惊。哥斯拉居然一口吞了邪神，一尊被称为神奇的存在，就这么成为了哥斯拉的口粮，太残暴了。这要是让那些邪神教的人看到了，岂不是要立刻原地暴毙？99小说来这个邪神真的倒霉。飞段好巧不巧，直接把哥斯拉献祭过去了。哥斯拉的逆吸收能够吸收任何形式的能量，邪神这种诡异的查克拉愿力生物，如果是遭遇其他敌人，凭借其诡异的特性，想死都难。但可惜遇到了哥斯拉，直接一口吞了。飞段仿佛失去了灵魂，瘫倒在地上，惶恐不知所措。邪神大人，邪神大人为什么不回应我了？邪神大人，是飞段做错什么了吗？您要用不回应来惩罚我吗？宇智波未来平静俯瞰着他。邪神已死。闭嘴！飞段怒斥，眼珠血红。邪神是不死的，邪神怎么可能会死？邪神大人怎么可能会死？周围的带土角都也是一瞬间默，气氛诡异而压抑。到底发生什么了？宇智波未来明明就站在这里，难不成还能对那位邪神造成伤害？这合理吗？就在这时，飞段忽然痛苦嘶吼，手指拼命抓着自己的脸，扯下一大块腐烂的肉条。他的皮肤表面狰狞的肉芽快速隆起又快速回落，像是有什么东西即将破体而出似的。邪神大人，您抛弃我了吗？我是您最忠实的信徒啊！飞段凄惨的声音回荡，相当瘆人。宇智波未来眉头微挑，仔细打量着飞段。看来是邪神被哥斯拉吞了之后，飞段体内不死能力受到了影响，使得原本的平衡被打破。核辐射正在疯狂侵蚀着他的细胞，照这个进度下去，搞不好没多久就会原地突变成从未见过的怪物。飞段的体质非常特殊，每一颗细胞似乎都被赋予了活着的特性，彼此甚至能够单独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将它分尸无数块，飞段依旧不会死亡的原因。本质上，它已经脱离原本的生命系统，只需要碎片重新聚合，就会恢复成原本的模样。看似很强，但却有两个弱点：一是飞段无法主动聚合，它需要有人将它肢体碎片缝合起来；二是飞段必须要有营养供给，即便是不死之躯，饿上几个月也得发臭。不过，如果能稍微改造一下……宇智波未来的眼睛微微亮起，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升起。正在疯狂挣扎的飞段突然感到一只冰冷的手掌直直搭在他的胸口上。你想要做什么？飞段声音颤抖。加入光荣的进化吧。宇智波未来微微一笑。下一秒，飞段只觉得他的手掌仿佛变成了太阳那样的东西，剧烈的灼痛让他破声嘶吼，他感觉自己灵魂快要被撕碎。晕厥前，飞段仿佛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中，隐约瞥到一丝光亮从高空降落，那是邪神曾经赋予他不死之身时的画面。而现在邪神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庞大的哥斯拉。宇智波族弟，族长宅邸。宇智波鼬站在门口的走廊，双手撑着栏杆，默默望着远处的森林。那里是未来哥战斗的方向，父亲已经带领族人去支援了，他的任务就是看守好这里。未来哥一定会赢的。宇智波鼬在心中默默呢喃，只是紧攥的掌心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到底是什么人会在未来哥刚刚继任火影的时候袭击？敌人必然是有备而来。宇智波鼬转身正想走回房间，突然鼻尖微抽动，眼神一缩，他陡然望向一个位置，手中苦无横亘胸口，冷冽怒喝：什么人？出来！那阴影中黑影忽然停顿了一瞬，似乎是有些诧异，然后是如同火蚀过的沙哑笑声响起。不愧是鼬，这么轻易就发现了我。鼬瞳孔一颤。你是？阴影中的那道身影缓缓走出，皮肤惨白，像是长久浸泡在液体中，毫无血色，漆黑长发披散肩上，一双如同蛇眸般的金色树瞳正带着玩味的笑容上下打量着他。大蛇丸，鼬缄默。如果他没记错，这位曾经的三忍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叛逃了，当时在村中引发了很大的轰动，还是当时时任三代目的猿飞日斩出面，才堪堪平息了风波。这里是宇智波族地，你来这里干什么？鼬警惕问道，另一只手悄然摸向腰间的忍具包。大蛇丸全然不在乎鼬的小动作，沙哑笑道：当然是为了诱君你了。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躯体，但是一番调教倒也能发挥不错的作用。不时转生最完美躯体是宇智波未来，他强大、神秘，似乎拥有无限的力量。但正是因为他太强了，强大到大蛇丸望尘莫及。即便是动用了飞段的能力，大蛇丸也不觉得宇智波未来会输，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目标锁定在鼬身上。趁着宇智波未来被拖住，宇智波族的空虚，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果然，目标是我吗？鼬心中一凛，甩手扔出数枚苦无，
同时猛然后退拉开距离。大蛇丸只是沙哑一笑，袖口钻出一大群蛇丝咬而去。没用的，幼君，我会好好珍惜你的身体。啊！飞段痛苦的哀嚎宛若丧钟敲响，回荡在整片战场上。周围的角斗和带土听到这份哀嚎，无不心生寒意，脊背发凉。号称不死的飞段，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凄惨的模样。望着宇智波未来那年轻的面容，两人心底都深深骇然。不管他要做什么，阻止他！角斗怒喝，手掌黑丝翻涌，直接一发火盾射出。带土同样甩出数枚苦无。宇智波未来没有移动，那一直萦绕在周身的须佐能乎猩红骨架扭转，巨大的骨质手掌猛然一扫，将两人的攻击全部扫飞。角斗来不及躲闪，被骨质手掌一同扫飞。带土虽然有虚化防御，但同样眼神凝重，喘着粗气。身后猪笼草绝晃晃悠悠地钻了出来。混蛋，怎么这个时候才过来？带土怒斥，眼中带着不满。白绝支支吾吾，马达拉，你知道的，我的能力对他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会被他克制。闭嘴！带土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行动失败了，飞段的能力对他根本无效。失败了！白绝愕然。飞段的诅咒不是号称必杀之术吗？难道你们三人联手都没有获得他的血液？获得了，只是没想到他会在血中下毒。带土不甘咬牙。一开始他也以为飞段的能力非常强大，利用得当说不定会成为一把利器，但没想到实操起来这么不堪。主要也是遇到宇智波未来这个狠人，哪有正常人在自己血液里下毒的呀？带土越想越觉得憋屈，直接钻入地面消失不见。马达拉，马达拉！白绝心中一紧，连忙呼喊，但已经没有任何回应。这下麻烦了，行动失败了，该怎么和首领交代？猪笼草白绝望着不远处宛如发疯一般的须佐能乎，顿时头皮发麻，一股寒意从心中冒起。行动开始之前，他们可是信誓旦旦和首领担保过的，居然弄成了这样，该怎么收场？不管了，先汇报再说吧。阴暗潮湿的溶洞中，天道佩恩闭目盘坐在外道魔像头顶，身旁一只白绝忽然钻了出来。首领，白绝弱弱开口，怎么样了？解决掉宇智波未来了吗？天道佩恩没有睁眼，甚至连语气都相当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在他眼中，这次行动足足派出了4位小组织成员，而且还有飞段咒杀这种不讲科学的能力。区区一个宇智波未来，不是手到擒来。失败了，失败了！天道佩恩蓦然睁眼，一双涟漪般的轮回眼散发出恐怖波动。白绝头皮发麻，颤颤巍巍道：“我们低估了他，他在自己的血中下的毒，飞段一不留神中招了。在自己血中下毒。”天道佩恩一怔，这是何等的狠人，居然想出在血中下毒破解飞段能力的方法。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宇智波未来。天道佩恩眼中浮现出浓浓的兴趣。首领，我们要终止行动吗？白绝弱弱问道。现在行动已经失败，要不了多久，木叶的忍者就会支援过去。现在不退，后面再想撤退就麻烦了。终止行动？为什么要终止行动？天道佩恩冷冷地盯着他。白绝瞬间觉得周围的空气像是凝固一样，庞大的压迫让他根本无法呼吸。我说过要用宇智波未来的死奠定小组织的威名，现在行动失败，就这么灰溜溜的逃走，岂不是让小彻底成为了笑话？那首领的意思是，我将亲自出手，彻底终结于他。天道佩恩眼睛微眯，一股庞大的压迫从他身上散发而出，轰击在溶洞的墙壁上。白绝吞咽了一口唾沫。首领要出手了吗？拥有仙人之眼的首领即将对上那位灾厄的宇智波，真是令人期待的战斗啊！只是首领从这里到木叶至少也有100多公里，即便您现在赶过去，恐怕战斗也早已结束了。无妨，我会将所有的查克拉聚集在这副躯体内，再利用斥力不断加速，就能在极短时间抵达战场。天道佩恩神色漠然。3分钟，不，1分钟。告诉角度，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时间，1分钟之后交给我即可。是。白绝重新钻回地面。数息之后，伴随数道破空声，5具拥有轮回眼的躯体同时出现在天道佩恩四周，恐怖的查克拉如鲸吞般注入到天道佩恩体内。直到某刻，轰！一记惊人的爆鸣轰然响起，只见一道残影从溶洞中爆发而出，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一个方向，面前的空气全部被挤压成弧形破开，所到之处皆是被这恐怖阴瘴化为齑粉。与此同时，另一边，角都面对宇智波未来的攻击苦苦支撑，那巨大的猩红骨架像是拍苍蝇一般将他轻易拍飞。角都心中憋屈得很，明明是3个人一起行动，结果飞段在诅咒失败后直接躺平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那个自称宇智波般的家伙拥有时空间的能力，见情况不对直接就溜了，导致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硬扛宇智波未来。这群混蛋居然全部跑完了，等回到组织后一定要向首领狠狠告发他们。角都怒气冲冲，眼珠蹦出血丝。就在这时，一只白绝突然从他背后钻了出来。角都，首领让你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角都陡然石化。
什么鬼？你在开什么玩笑？那可是灾厄的宇智波啊！角斗眼珠猩红，破口大骂：“让我拖住他1分钟！首领这是要杀了我吗？”角斗一瞬只觉得天旋地转，大脑嗡嗡作响。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条件吗？宇智波未来是谁？一个大忍村也必须服软的狠人，没看到飞段什么下场吗？那个自称班的家伙都逃走了，首领居然让我拖住他1分钟。情况比较复杂，但首领正在全力赶过来，所以需要有人拖住宇智波未来一段时间。白绝希冀看他，角多，我们只能靠你了，你只需要坚持1分钟，1分钟之后剩下的就交给首领吧。闻言，角多脸上的难看终于消退了一丝。首领正在全力赶来吗？这样的话，1分钟也不是不可能。老夫当年可是和千手柱间交手的忍者啊！角都破声怒吼，背后3头黑丝怪狰狞暴起，3颗面具顺着大臂围绕，口中炽烈的查克拉光芒绽放。地狱怨鱼，最终射击！轰！恐怖的查克拉光球骤然爆发，裹挟着恐怖的威势，宛若炮弹一般射向宇智波未来。这是角斗最强的一击！轰隆隆，大地骤然震动，炽烈的光芒宛如海啸般爆发，顷刻便吞没了宇智波未来的身体以及他背后大量森林。等到震动平息下来，角都喘着粗气，望着尘土逐渐散开的战场。即便是你，硬扛这一招也不太好受吧？角都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现在已经过去了10秒，这样看来，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似乎也不是太难嘛。突然，他表情骤然凝固，只见尘土散开的战场上，宇智波未来没有丝毫损伤，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沾染一丝灰尘，斩洁如新。身体之外，那环绕的须佐能乎已经不是最开始的肋骨，而是生长出根根分明的猩红肌肉，狰狞强大。须佐能乎。第2阶段，角都呆呆地吞咽一口唾沫。宇智波未来心念一动，那悬浮的须佐能乎手臂悍然拍下，一只黑丝怪躲避不及，直接被拍成了肉酱。第一个，宇智波未来蓦然开口，声音不带任何情绪。几乎是同时，另一只须佐手臂同样猛然抓下，像是抓小鸡仔一样抓住另一个黑丝怪，然后轻轻一捏，直接爆浆。第2个，角都打了个哆嗦，发疯了一样向后逃窜，心中已经被浓浓的恐惧覆盖。拦不住，根本拦不住，1分钟太长了，太长了。首领还有多久过来？白绝跟在他的背后，一脸紧张。现在才20秒呢，首领正在赶来的路上，角都我们只能靠你了。闭嘴！角都扭头死死瞪着他，才20秒就摧毁了他2颗心脏，1分钟不是能杀他好几次了？他一共才5颗心脏，全毁了就死定了。火之国森林，鸣叫的飞鸟，采果的松鼠，一切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祥和宁静。突然，空中像是有什么恐怖的压迫爆发，以极快的速度冲刺，就像是一把剪刀，直接从中间将空气剪成2半涟漪。下方的动物完全来不及反应，在冲击中被挤压成肉酱。整个森林之中，居然肉眼可见的出现了一道狭长的沟壑，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冲去。因为移动的速度太快，直到那冲击已经离去很久，声音才堪堪来迟。天道佩恩神色漠然，他可完全不会在意那些生物的死活。这还是第一次，他用斥力将自己加速到这种程度。好在这副身体并非活体，而是用好友迷焰的尸体历经数道工序制作成的6道傀儡，肉体的坚韧程度提升了不止一筹，不然估计无法承受这种级别的加速。宇智波未来吗？就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神明的力量吧。弧形的空气冲击波下，天道佩恩眼神冰冷。第3个，宇智波未来声音毫无情绪。须佐能乎巨大的猩红手掌中被攥住的黑丝怪，甚至连反抗都无法做到，被干脆利落的捏碎。角都头皮发麻，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把大手紧攥，浓烈的压迫感让他根本无法呼吸，只能狼狈逃窜。饶是如此，宇智波未来每次也能轻易捕捉到他的动向，摧毁他的心脏。多久了？已经多久了？角都狰狞嘶吼。30秒，已经30秒了，只要再坚持一会儿，首领就会到达了。可恶啊，我已经只剩下2条命了。角都眼珠血红。30秒，宇智波未来30秒就杀了他3次，剩下的30秒怎么熬？他只剩2条命了，死了就真死了。不管了，角都咬牙，直接施展土遁，一溜烟钻进了地下。这一幕把白绝看傻了，察觉到背后如针般的冷芒，白绝一个哆嗦看也钻入了地面。整个战场一片狼藉，除了倒在宇智波未来不远处已经不省人事的飞段，居然看不到一个人影。逃到地下了吗？有意思。宇智波未来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99小说，他身体周围的须佐能乎陡然暴增，猩红的丝状肌肉狰狞附着在原本的体型上，右手猩红火焰骤然暴起，一柄猩红巨剑浴火而出。地底脚都像是泥坑中的泥鳅似的，拼了命的往下面钻。哼，首领只是让我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可没有说怎么拖。
我钻到地底，让他找个1分钟，这很合理对吧？角斗美滋滋，不愧是我，居然能想到这么聪明的主意。我当年可是和千手柱间战斗过的忍者啊。对了，我当年是怎么打千手柱间来着？记不清，那不重要。就在这时，角斗忽然感到脊背之上似乎有某种恐怖的波动正在爆发，即便是隔了几十米深的土壤，这份波动也直接传达到他的身上。角斗扭头，瞳孔顿时骤缩。怎么可能？只见一柄硕大的猩红巨剑，剑身燃烧着恐怖的猩红火焰，自上而下裹挟着恐怖的威势斩落。那厚厚的土层在猩红巨剑面前宛如纸糊，根本起不了丝毫的防御，轻易的便被破开。不！角斗绝望嘶吼。轰隆隆，大地陡然震动。等到平息之时，这处战场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向下贯穿而去。约莫数秒之后，远处天边气流爆开，一道身影裹挟着恐怖的冲力坠落在这片战场上。天道佩恩扫了眼残破的战场，目光停在对面的宇智波未来身上。角斗呢？我让他拖住你1分钟。宇智波未来想了想，扫了眼刚才角都钻入地底的位置，你可能要去下面找他。远处的森林，带土伫立在树枝高处，远远眺望着狼藉战场，眼中露出一丝惊异之色。掌门那家伙居然出手了。对于掌门的性格，他再了解不过，极其自负，一直自诩神明。没想到这次居然会亲自出手，看来宇智波未来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很快，带土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眉梢微微皱起。6道佩恩只来了一个，掌门对自己就这么自信？灾厄的宇智波可不是普通的忍者，将6道的查克拉全部汇聚到天道体内。也对，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最快的抵达这里。带土松开眉梢，露出释然的神色。身后，白绝从树枝上晃晃悠悠地钻了出来。没想到首领居然亲自出手了，这下有好戏看了。白绝咧嘴，露出期待的笑容。确实，我也很期待。灾厄宇智波遇上了神明，到底谁会赢呢？带土露出冷笑。大片大片的森林被摧毁，只剩下残破的废墟，一道深深的沟壑一直贯穿进地底深处，看不到尽头。狼藉的战场上，天道佩恩身着黑底红云袍，橘红色发丝迎风摇曳，露出了一丝不解的表情。去地底找他？你在说什么？天道佩恩皱眉质问。只是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脚都去哪里了？为什么要去地底找他？算了，我不想和你探讨这些无聊的问题，感受痛苦吧，灾厄宇智波。天道佩恩蓦然抬起右手，神罗天征。轰！一股庞大的斥力陡然爆发，面前的地面寸寸爆裂，空气扭曲形成弧形透明薄膜，轰然冲向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没有移动，那包裹在身旁的庞大须佐能乎抬起掌心的猩红巨剑，赫然斩下。轰隆隆，长度超过10米的猩红巨剑只是微微停滞，便直接斩断透明的斥力，伴随大地的震动，一条深深的沟壑蔓延出去。天道佩恩眼中露出一丝惊讶，虽然只是试探的攻击，但这么轻易就破解了。要知道，现在的这副躯体可是容纳了所有6道的查克拉。看来我低估了你，不过也好，这样才不会那么无趣。那抬起的右掌陡然一颤，万象天引，恐怖的吸引力陡然爆发。相比之前的斥力，这次的吸引力要强大得多。须佐能乎内部的宇智波未来身体微微踉跄，体表之外宛若巨人的须佐能乎，在庞大的吸引力下，居然开始缓缓向前滑动。背后断木、碎石，甚至是地面不断崩裂，被吸引到天道佩恩的方向。宇智波未来心念一动，须佐能乎手中心红巨剑猛然插进地面，牢牢固定身体，滑动的速度骤然减缓，巨剑在地面划出深深的沟壑，没过多久便停息下来。一直都是你在出手，现在该轮到我了吧？宇智波未来嘴角微微勾起。话音落下的瞬间，宛如猩红巨人的须佐能乎以极快的速度挥斩手中巨剑，一道道弧形的红色剑气被疯狂斩出，上面覆盖一层粘稠如血的猩红火焰。天道佩恩灵巧跳跃躲避，身体像是轻盈的蜻蜓，做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躲闪动作，擦着红色剑气惊险躲过。那弧形的剑气甚至比他的身体都大得多，在接触地面的瞬间爆开，粘稠如血的火焰溅射四周，吞没了大量地面，形成了一个燃烧的坑洞。天道佩恩表情微变，这攻击有古怪，身体渐渐变得奇怪了。好在他这副身体并非活体，所以行动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是活体的话，恐怕立刻就会产生异变，发出痛苦的哀嚎。这就是所谓的灾厄诅咒和辐射之力吗？据说3战中有许多忍者受到影响，变异成为怪物。天道佩恩目光瞥向战场对边的飞段，此刻正像是尸体一样躺在狼藉的地面上，浑身紫黑血迹，生死不明。他对飞段的邪神诅咒寄予厚望，以为能借此终结宇智波未来，但显然他想多了。飞段已经用结果证明，邪神诅咒根本比不上灾厄诅咒。与此同时，木叶的大量忍者也已经发现了这边的战斗。该死，这种动静到底是什么样的忍者？那猩红的巨人是火影吗？五代目火影？
五代目火影在与敌人交战吗？猩红须佐能乎已经成为了宇智波未来的标志，尤其是那燃烧着如血火焰的猩红巨剑。灭族之夜中，宇智波未来正是用这把巨剑粉碎了团藏和猿飞日斩的阴谋，让无数忍者为之震撼。这个发现让木叶的忍者陷入激动。宇智波未来，五代目火影，那是一个无敌的象征。本来紧张担忧的忍者居然一瞬放松下来。既然宇智波未来已经出手了，那么无论是多么强大的敌人都不足以畏惧。快，速度再快点！未来哥正在和敌人交战，不能让他孤身一人。木叶村外森林，宇智波富岳带领的宇智波族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战斗爆发的位置。从他们现在的位置眺望，能够看到那边惊心动魄的战斗。硕大的猩红剑气不断爆发，森林发出轰隆隆的震动，大量树木被摧毁。战斗的余波越是强烈，这些宇智波族人心中的狂热就越深。与其他木叶忍者不同，宇智波族人虽然同样对宇智波未来的实力无比信任，坚信他能战胜任何强敌，但同时要与宇智波未来并肩作战的信念也根植在他们内心中，哪怕是死也要击杀阻挡在宇智波未来面前的任何敌人。这样的信念已经成为了宇智波族人的共识，成为他们心中燃烧的火焰。也正是如此，得知宇智波未来正在与敌人交战时，这些宇智波族人才会义无反顾直接冲去。快，再快点！宇智波富岳低喝。身后一群族人早已双眼猩红，呼吸急促。袅袅烟雾从狼藉的战场上升起，宇智波未来已经停止了攻击，伫立在猩红的须佐能乎之中，注视着对面的天道佩恩。天道佩恩的模样有些狼狈，原本崭新的黑底红云袍已经残破不堪，裸露出的皮肤中能看到大量黑棒嵌合的痕迹。宇智波未来的攻击非常密集，几乎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如果他是活人的话，此刻应该在剧烈的喘息，但这副身体只是傀儡，并不需要呼吸这种无用的步骤。你比我想象的要强一些。天道佩恩声音略带凝重，身后原本茂密的森林已经消失不见，地面横亘着大量深深的沟壑，猩红如血的粘稠火焰正在灼烈燃烧，那是被宇智波未来巨剑斩出的痕迹。如血的粘稠火焰正在散发出浓郁的核辐射，这些核辐射散布在整片战场上，将天道佩恩完全包裹在其中。99小说，天道佩恩已经发现到身体的变化，某些擦到如血火焰的部位出现的不是灼烧的痕迹，而是类似尸变的灰褐色斑点，好似他的身体要变成丧尸那样的东西。这个发现让他心惊，好在佩恩只是尸体，如果是本人到来的话，恐怕就麻烦了。不过我已经大概弄清楚你的能力了。天道佩恩涟漪般的轮回眼中是浓浓冷意。这场战斗是时候结束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的脚掌开始悬空，身体无风而起，缓缓向上空漂浮，身后残破黑袍呼呼作响。这一招原本打算用来审判木叶，用在宇智波未来身上也不算辱没。他是木叶的火影，也是小的大敌，诡谲的能力，恐怖的天赋，这种敌人绝对不能够允许存在。这世间只能存在一个神，那就是佩恩。感受痛苦吧，理解痛苦吧，接纳痛苦吧。天道佩恩抬起双手，涟漪般的轮回眼散发出恐怕的压迫，低沉声音犹如钟鸣，回荡在这片战场上。操！辛辣天水！轰！空气像是遭受什么恐怖的压迫，以弧形的向四周骤然爆发，大地剧烈的震动，即便是在数公里之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股震动。宇智波未来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体表之外，那猩红的须佐能乎陡然拔高，肌肉外生长出全新的甲胄，猩红头盔从后背翻起，以倒扣的方式稳稳地包裹住头部。须佐能乎，第3阶段，无天狗模式。那燃烧着如血火焰的猩红巨剑蓦然迎上降落的冲击，轰隆隆，大地崩裂，森林粉碎，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股对抗中毁灭，只剩下震耳欲聋的轰鸣回荡在天地之间。远处正在赶向战场的宇智波富岳等人望着这震撼一幕，下意识停了下来，呆滞地张大了嘴。那是仿佛天地间只剩下那屹立的猩红巨人，手举燃烧着火焰的巨剑斩向天穹。这一幕太有冲击力了。眺望的宇智波族人呼吸急促，体温骤然升高，好似心中有某种火焰被点燃，整个身体都因为遏制不住的兴奋而站立。未来哥，是未来哥，太强了！这就是未来哥的实力吗？木叶村民同样震撼，眺望着这一幕，心中陷入了难以言语的激动和兴奋。火影，是5代目火影，这就是5代目火影的实力吗？传言永远没有亲眼目睹震撼，那猩红须佐能乎剑劈苍穹的一幕，甚至超越了上次哥斯拉与二尾的战斗。整个木叶都陷入了一种极端的狂热中。有这样的强大火影，木叶何愁不会崛起？同时也有不少忍者心中生出浓浓的好奇，敌人是谁？这种级别的攻击如果是在村子中爆发，恐怕大半的村子都会毁于一旦。5代目火影到底是在与什么敌人交战呢？猿飞族地被天藏搀扶的猿飞日斩呆滞地望着那一幕，他的瞳孔在不断颤抖。天藏的手掌陡然攥紧，嘴角露出一抹苦涩。宇智波未来，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追上你吗？大地的颤抖渐渐平息，两人交战的战场上地形已经发生变化，只剩下一道巨大的深坑。宇智波未来体表的须佐能乎手握巨剑，背后是深坑中唯一完整的地面。忽然，那巨剑上燃烧的猩红火焰陡然熄灭，宛若巨人般的须佐能乎渐渐消散，只剩下宇智波未来一人伫立在荒漠般的战场上。看来你已经到极限了。对面，天道佩恩露出冷笑，已经无法维持这种形态了吗？虽然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艰难一些，但终究还是结束了。与神明相比，灾厄的宇智波也不过如此。我想你大概弄错了。宇智波未来声音平淡，当我在战斗中不再使用写轮眼的能力，就代表我开始认真了。下一秒，他的肉体骤然膨胀，皮肤如同苍老的古木，巨大的阴影蔓延。哥斯拉降临，枪！面对着突袭而来的蛇群，宇智波鼬眼神凝重，快速挥动手中的苦物，扑咬而来的蛇群被斩断，蛇头一颗颗掉落在地，在地板上扭曲蠕动。宇智波又将警惕提高到极致，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斩落所有的毒蛇。他知道这些蛇带着剧毒，只要沾染到一点，身体就会迅速失去战斗力。面对三忍之一的大蛇丸，又不敢丝毫拖打。大蛇丸，作为叛人，你居然还敢回到木叶？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火影是谁吗？苦无横在胸前，又盯着大蛇丸，发出冰冷的质问。他并不会妄想通过言语喝退大蛇丸，但只要让他产生一丝顾虑，自己的胜算都会提高很多。果然，听到鼬的话后，大蛇丸眼中出现了一丝迟疑。现在的火影，宇智波未来，那位灾厄的宇智波，有传言他已经成为了和当年宇智波般牵手柱间并列的忍者，而他和鼬关系匪浅，如果自己夺走了鼬的身体。不过很快，大蛇丸眼中的顾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嘲讽和冷笑。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就想让我放弃？你未免也太天真了。何况，大蛇丸舔了舔嘴唇，金色的蛇眸中露出一丝玩味之色。你真的以为你的那位火影现在的处境很好吗？鼬心中咯噔一声，你是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是小组织为木叶送上贺礼的日子，用五代目火影的死奠定小的威名，未来哥不可能输的，他的实力无人能敌。宇智波鼬声音坚定，他对宇智波未来有绝对的信心。幼稚！大蛇丸笑着摇头，看来你对小的恐怖一无所知。小的首领是拥有仙人之眼的存在，那是和传说中六道仙人同样的眼睛。宇智波未来再强，还能强过仙人之眼吗？大蛇丸扭头望向震动传来的方向，目光炯炯。从不久前开始，那边就一直传来强烈的震动，即使远在这里，也能感受到那边爆发的恐怖力量。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大蛇丸笃信飞段的任务一定失败了。他的诅咒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动静，唯一的可能就是首领亲自出手与灾厄宇智波交战。真是令人惊讶，那位拥有仙人之眼、自诩神明的首领，居然会亲自下场。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浓浓的期待之色。又沉默不语，他也注意到远处的波动，那绝非普通忍者能够引起。大蛇丸所说极有可能是真的。仙人之眼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在担心宇智波未来的安危吗？哼，面对仙人之眼，即便是他也不可能获胜。大蛇丸望着还在沉默的鼬，露出了胜券在握的笑容，袖口骤然涌出大量灰褐蛇群，朝着鼬撕咬而去。你的身体我就收下了。大蛇丸眼神火热，仿佛看到了自己占据鼬身体的画面。下一秒，鼬突然抬起头，眼底猩红如血，三颗漆黑的勾玉骤然一颤。大蛇丸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眼神陷入了迷茫。枪！鼬猛然甩动手中苦无，对准大蛇丸喉咙，整个动作无比丝滑，没有一丝凝色，仿佛早已在心中演练了无数倍。千钧一发之际，大蛇丸猛然惊醒，凭借惊人的肌肉反应扭过上身。即便如此，那冰冷的苦无还是划破了他的脖颈，鲜血一瞬射出。你！大蛇丸捂着喉咙伤口，面目狰狞，双眼蹦出大量血丝，死死盯着宇智波鼬。三勾玉！鼬居然开启了三勾玉！大蛇丸对宇智波的身体垂涎已久，自然对写轮眼也有一定的研究。在宇智波一族中，能够开启三勾玉的就已经是天才，能够在20岁之前开启三勾玉就是顶级天才。而现在的鼬才不到11岁，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就是那位灾厄的宇智波，在战场上开启三勾玉之时，也已经超过了11岁。难不成鼬的天赋还在宇智波未来之上？这个发现让大蛇丸又惊又喜，喜的是鼬的天赋越高，他夺取鼬的身体后，好处自然也越多。惊的是因为情报的缺乏，他陷入了鼬精心准备的幻术，受到不低的创伤。大蛇丸，我想你大概弄错了。鼬眼神淡漠，三颗漆黑勾玉的血轮眼冷冷盯着大蛇丸。我并不是在担心未来哥的安危，无论敌人是仙人之眼也好，小的首领也罢，未来哥都不可能输，因为他是木叶的火影，宇智波的族长，我们宇智波族人的支柱。大蛇丸又气又怒，捂着脖颈的手掌渗出猩红的鲜血。可恶，你就对那个宇智波未来这么有信心吗？恍惚间，面前蓦然盯着他的鼬，
仿佛与记忆中那道年轻的身影重叠。那是3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他遏制不住对宇智波未来身体的渴望，露出了蛇的獠牙。那时的宇智波未来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他，一模一样的眼神，一模一样的语气。那道身影成为了他未来数年挥之不去的噩梦。这也是为什么大蛇丸明明更垂涎宇智波未来的身体，也要退而求次，选择宇智波鼬的原因。他战胜不了宇智波未来，或者说他连面对记忆中宇智波未来的勇气都没有。鼬，你会后悔的，你们都会后悔的。埋藏在回忆中的恐惧涌上心头，让大蛇丸精神陷入疯狂，眼球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宇智波鼬。就在这时，一道稚嫩的声音忽然传出：尼桑，你们在做什么？4岁的佐助攥着3色丸子，好奇在地站在门口，又瞬间像是坠入冰窖，脊背寒意猛地炸开，浑身鸡皮疙瘩站立。不，快回去！大蛇丸兴奋舔舐嘴唇，像是发现全新的猎物，死死盯着佐助。看来幸运女神终究还是站在我这边啊！嗖！他的身体骤然拔长，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佐助。混账！又目眦尽裂，同时冲了过去，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软体化的大蛇丸速度快了不止1成。尼桑，救我！被大蛇丸抓住的佐助手中的3色丸子掉落，惊恐地发出惨叫，又呼吸急促，眼珠猩红，死死盯着大蛇丸。放开他，用你的身体来换！大蛇丸将头凑到颤抖的佐助旁边，布满粘液的舌头舔舐着佐助的脸颊。不然我不能保证你弟弟的完整哦。我说，放开他！又眼眶鲜血流淌，狰狞的双目似乎已经到达极限。他想起了父亲离开前的叮嘱：哟，佐助就交给你了。作为哥哥，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弟弟啊！最后一刻，他的眼前只剩下一片猩红。啊！大蛇丸发出凄厉的惨叫，漆黑的火焰宛如地狱之火，不断吞噬着他的手臂。灼热的剧痛让他下意识松开佐助，在地板上痛苦翻滚。啊！这是什么火焰？那是什么？太大了！是哥斯拉！一击摧毁了半个云影村的传奇巨兽。5代目火影是哥斯拉人助力，所以是火影大人尾兽化了吗？上啊！哥斯拉！木叶望着远处森林中拔地而起的庞大的巨兽，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一瞬陷入了震撼和激动之中。与上次哥斯拉降临的惊恐和陌生不同，这次木叶的村民已经知晓了宇智波未来哥斯拉人助力的身份。哥斯拉的出现几乎将整个村子的情绪点燃，尤其是新上任的有女犬种两族，他们两族在不久前的火影选举中将全族之力压在宇智波未来身上，作为回报也获得了全新的伙伴，那是忍界几乎从未诞生过的忍兽，强大、神秘。当哥斯拉出现时，瞬间陷入狂热和膜拜之中，这份情绪也传递到有女和犬种两族中。相比上次，这次的哥斯拉体型要大不少，上一次只是70米个体，而这一次已经接近100米。体型的骤增也代表着宇智波未来对哥斯拉力量的掌控愈发熟练。死亡森林，宇智波富岳仰头望着突然出现的庞大哥斯拉，眼神震撼。太大了，100米的身高已经超越了普通尾兽，在这个距离更能感受到那股庞大的压迫。富岳大人，我们还要去支援未来哥吗？一名族人声音发颤问道，那颤抖不是畏惧，而是激动。哥斯拉在宇智波一族几乎是图腾一般的存在。宇智波富岳眼神闪烁，思索一番，沉声开口：哥斯拉实力太强，我们贸然过去只能让未来束手束脚，还有被误伤的风险。如果他没记错，哥斯拉几乎全身都覆盖着那股恐怖的毒素，他们这些族人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毒素，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贸然支援不是最好的选择。原地等待，等到战局发生变化再去支援。宇智波富岳思索过后下达了命令。现在这种情况，这是最稳妥的解决方式。他抬头望着对面如山峦般屹立的哥斯拉，掌心微微攥了起来。99小说虽然外表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内心早已紧张不已。能够与宇智波未来鏖战这么长时间，战斗的余波摧毁了大半森林，这种实力绝对不是普通的忍者。宇智波富岳甚至都无法想象，忍界中什么时候诞生了这种恐怖的强者。如果没有宇智波未来，他们要怎么抗衡？宇智波未来刚刚成为火影，忍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宇智波富岳隐约联想到什么，掌心攥得更紧了，喃喃开口：未来一定要赢啊！狼藉的战场上，天道佩恩仰头望着突然降临的庞大哥斯拉，涟漪般的轮回眼第一次出现了一抹震撼之色。这从未见过的庞大巨兽，体型超越普通尾兽，就连散发的威压也绝对不是普通尾兽能够比拟。小组织的目标是尾兽，掌门暗中收集了大量尾兽情报，只是一眼，他便立刻分辨出眼前这头巨兽的恐怖。不弱于尾兽的巨兽，如果能将它吸收进外道魔像中，震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期待之色。忍界强大的巨兽几乎都和尾兽相关，虽然还没有尝试过，不过掌门此刻心中却出现了跃跃欲试的想法。外道魔像能容纳尾兽，是不是也能容纳等同于尾兽的哥斯拉？如果成功，会有什么变化？
就在他陷入狂想之时，哥斯拉动了，庞大的右脚如同陨石坠落剁下。神罗天征，天道佩恩抬手抵挡，强烈斥力爆发，似乎要将哥斯拉掀翻。但那降落的脚掌只是微微停滞，短暂僵持过后便猛地踩落。天道佩恩眼神微变，后跳躲避，脚掌剁下，地面轰鸣，尘土卷起。是自己使用超神罗天征查克拉消耗太大，还是哥斯拉的实力太强？天道佩恩心中不解，他的斥力对哥斯拉几乎不起作用。万象天引，不死心的天道佩恩再度抬起手掌，恐怖的引力爆发，疯狂吸引着哥斯拉的身体。回应他的是一记巨大的甩尾，那粗大不像话的尾巴像鞭子般横扫过去，甚至在吸引力的加持下，甩尾的速度更加迅猛。天道佩恩立刻停止引力，释放斥力，减缓甩尾速度，猛然后撤地拉开距离。轰隆！哥斯拉粗大的尾巴甩落，将地面砸出巨大的坑洞。我的能力居然不起作用！天道佩恩声音震惊，也只有你会将斥力当成主要攻击手段了。那硕大宛如山峦的哥斯拉居然翻了一个轻蔑的白眼。斥力和引力几乎是轮回眼最基本的能力，对实力强大的敌人作用微乎其微，尤其是像哥斯拉这种超大体型的对手。大筒木除了赶路和清理杂物，几乎从不用来对敌。只有长门这种偶然获得轮回眼的暴发户，不知道发挥轮回眼的真正力量，把平 A 当大招使用。可恶！天道佩恩微微咬牙，眼神愤怒。一直自诩神明的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屈辱。你会后悔的！他手掌猛然拍在地上，通灵术，移动马桶，砰！白雾散开，外道魔像宛如枯木，手掌撕开大地，双手撑地，庞大的身躯从裂隙中钻出，仰天狰狞嘶吼。天道佩恩伫立在外道魔像头顶之上，冷冷地盯着对面的哥斯拉。既然是巨兽之间的战斗，那么也用巨兽进行对决吧。外道魔像 vs 哥斯拉，爆发！两尊庞然大物横亘在残破的战场上。这就是外道魔像。宇智波未来目光炯炯，打量对面的巨物。外道魔像作为十尾躯壳，外形像是巨大枯树，狰狞扭曲。70多米的高度，相比100米级别的哥斯拉，在气势上相差并不太大。行星哥斯拉本体也是植物，这两者的战斗，某种意义上算是十尾和哥斯拉的首次交锋。这次就将你彻底撕碎！外道魔像头顶佩恩冷声，操纵魔像冲去。大地震动，外道魔像伸出干枯的右拳，狠狠打向哥斯拉头部。回应他的是一记凶猛的甩尾，布满背鳍的哥斯拉尾巴扫去，击打外道魔像腹部，庞大的冲击力让他踉跄后退。哥斯拉乘胜追击，加速冲去，锋锐的利爪猛地撕下，撕拉，直接撕下一大块碎片，粘稠的乳白色液体流淌而出。外道魔像痛苦嘶吼，抱住哥斯拉上身，狰狞咬向哥斯拉肩膀。两者的战斗摧毁大量森林，大地在冲击中迸裂，蜘蛛网般的裂纹肆虐散开。太强了，这到底是怎样的力量？宇智波富岳已经开启万花筒，双眼盯着战场，眼中写满震撼。举手投足都拥有远超普通忍术的威力，光是肉体搏斗都摧毁大片森林，大地迸裂。这种能力简直闻所未闻。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宇智波未来变成哥斯拉，外道魔像通灵而出，他一定认为这是两头尾兽之间的战斗。不，即便是普通的尾兽，肉体搏斗也没有这么大的冲击。血轮眼的瞳术已经发动，猩红如血的眼睛想要看清两头巨兽未来的轨迹，但只能得到模糊的痕迹。宇智波富岳内心震撼更深了。他的瞳术名为不刀御命，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祭祀占卜的始祖，掌握时间的能力。他的瞳术同样也拥有时间之力，左眼能够粗略看到未来数年间的变革，右眼则是在战斗中窥探敌人5秒内的行动。但此刻他的瞳术似乎失去了作用，无论他怎么发动右眼的瞳术，得到的画面模糊不堪，根本没有参考的价值。富岳大人，您快看，那个怪物头顶上敌人眼睛！就在富岳心神震荡之时，身旁族人震惊的呼喊将他惊醒。顺着族人指着的方向，宇智波富岳望了过去，瞳孔骤然一颤。虽然相隔较远，但拥有血轮眼的他们本就视力远超常人，加上天道佩恩位于外道魔像头顶，中间根本没有遮挡，所以宇智波富岳很容易便看到那一双如同涟漪般散开的眼睛。这是什么眼睛？富岳骇然，身后的宇智波也是呼吸急促，双眼一瞬猩红。虽然是第一次目睹，但不知怎么，他们总有种同源般熟悉的感觉，好似那轮回一般的涟漪和他们有藕断丝连的联系。宇智波富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惊骇。或许这次战斗结束后，有很多事情需要询问未来。你只有这种程度吗？外道魔像上的佩恩露出阴冷的笑容。两只巨兽已经分开，外道魔像胸口被撕开巨大的窗口，粘稠的乳白色液体不断流淌滴落。哥斯拉右侧肩膀被咬出一块缺口，伤口满是撕咬的痕迹。下一秒，天道佩恩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哥斯拉肩膀上的正在快速复原，很快便已经完好如初。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这场战斗已经可以结束了。哥斯拉眼神淡漠，拍了拍肩膀，不要太得意了。天道佩恩咬牙，驾驭外道魔像冲去。
两头巨兽再度撞击到一起，碰撞的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冲击波，肉眼可见向四周肆掠。拳脚交接之间，大量碎片飞溅，从外道魔像身上剥离出去。哥斯拉猛然一咬，撕下大块碎片，太残暴了！这一幕看到远处木叶忍者眼皮直跳，简直是一边倒的战斗。名为哥斯拉的巨兽近乎用肢解的方式撕碎外道魔像，外道魔像的长度正在疯狂缩减，乳白色液体飞溅。熄灭！天道佩恩狰狞嘶吼，身下外道魔像猛然张口，数条粗大的锁链爆射，瞬间死死捆住哥斯拉的手臂。几乎就是哥斯拉被困住的一瞬间，9头紫色巨龙从外道魔像口中钻出，嘶吼冲向外道魔像头部。噗嗤！那紫龙瞬间包裹住哥斯拉头部，类似胶状的躯体似乎正在吸取什么。幻龙九风镜，这是吞噬尾兽力量的秘术，即便是你也不可能抵挡。见哥斯拉被困住，外道魔像上的天道佩恩发出得意的笑声。虽然不清楚哥斯拉到底是什么，但宇智波未来是人助力无疑，而幻龙九风镜就是剥离人助力尾兽的最强秘术。用这个能力，说不定就能将哥斯拉封进外道魔像体内，吸收它的力量。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吮吸之感从哥斯拉的身体上传来，宇智波未来忍不住露出了无语之色。我说，你对自己的能力未免也太自信了。幻龙九风竟能剥离尾兽不假，但关键行星 G 可不是尾兽啊！他现在操纵的哥斯拉躯体本质是高天元行星 G 一部分能力的具象化显现。外道魔像想吸收哥斯拉，就必须连同高天元中沉睡的行星 G 一同吸收。很快，天道佩恩似乎也发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吸不动，根本吸不动。哥斯拉稳如泰山，背后仿佛连接着无尽的深渊，无论他怎么吸，就是一点也吸不出来。可恶，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天道佩恩神色骤变，他仿佛通过幻龙九风镜的链接，窥探到那无尽的恐怖。是时候该结束了。宇智波未来淡然开口。哥斯拉脊背的鳍片爆出蓝光，狂暴的力量爆发，捆住身体的锁链被一根根挣断。那粗壮的手臂一把钳住外道魔像头部，暴力撕开上下颚。口腔内炽烈的蓝芒快速汇集，背鳍自下而上一个个闪烁蓝光，炽烈的粗大光柱直接射入外道魔像口中。原子吐息，爆发！不！天道佩恩目眦尽裂，狂暴的冲击将他掀飞。面对这神罚一般的伟力，他甚至连反抗的能力都无法升起。湛蓝光柱撕开外道魔像身体，在大地划出巨大沟壑，射向遥远的天际。啊！这是什么火焰？漆黑火焰宛如地狱之火，灼热蚀骨的高温让大蛇丸发出狰狞惨叫。他的模样极为凄惨，整个身体已经被灼烧大半，只剩下半截身体在地板上扭曲翻滚。宇智波鼬双目猩红，眼眶流淌的血渍让他那张略显稚嫩的面容此刻看起来有些狰狞。他的双眼之中已不再是之前的3颗黑色勾玉，而是类似手里剑的复杂花纹。没过多久，大蛇丸的呜咽终于停息，只剩下一滩分辨不出形状的焦黑烂肉，在黑色火焰的灼烧下化为灰烬。佐助危机解除的瞬间，又直接冲向地板上的佐助，将他一把抱起。小佐助已经吓傻了，脸色惨白，嘴唇颤抖地望着面前的鼬。尼桑，你的眼睛？什么？又一怔，这才注意到自己双眼的变化。右手指尖从眼前轻轻划过，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这双眼睛中寄宿的恐怖瞳力，那是远超3勾玉的力量，磅礴、阴冷、强大。又曾经在一个人身上见过，尽管他还远远不能与其比拟，但却是同源的力量。宇智波未来的万花筒，自己居然觉醒了这种传说中的力量，右心中掀起一丝震撼。与原时空不同，这个时期因为宇智波未来强势崛起，宇智波一族3尊万花筒响彻忍界，被称为神之力的万花筒，宇智波一族已经有清晰的认知。又想起未来曾经告诉过他，万花筒的觉醒需要强烈的精神刺激。难道是自己对弟弟保护欲激发自己开启了万花筒？越是思忖，又越觉得如此。方才大蛇丸用佐助威胁他时，他只觉得自己喘不过气，眼睛像是要裂开般剧痛。弟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弟弟，这样的信念像是火焰一般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然后大蛇丸就烧起来了。这么看来，倒是大蛇丸无意中刺激他开启了万花筒。想明白这件事后，又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温柔的笑容，揉着佐助头发。佐助，已经安全了，父亲他们很快就会回。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背后的地板突然爆裂开来，面前的佐助像是看到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眼神惊恐惨叫。尼桑！鼬的正后方，大蛇丸头颅从地板钻出，脖子拔长数10倍，双眼狂热，朝着鼬的脖颈疯狂扑咬而去。你的身体是我的了！11岁的万花筒，大蛇丸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自己的狂喜。即使是在宇智波一族的历史上，这种天才也绝无仅有。布满咸液的牙齿已经近在咫尺，大蛇丸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占据鼬身体的画面。下一秒，鼬扭过头，双目阴冷，宛如手里剑的漆黑图案映入大蛇丸的眼帘。他的眼神一瞬陷入茫然，周围的世界骤然幻化，
大蛇丸发现他出现在一处猩红的世界中，自己的身体被牢牢绑在十字架上，一个又一个宇智波鼬从周围出现，将手中的长刀刺入他的身体。精神上剧烈刺痛，让大蛇丸面容扭曲，发出凄惨的哀嚎。幻术破碎，大蛇丸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惊恐盯着对面眼神冰冷的鼬。这是什么能力？我居然……那种精神上的刺痛无比真实。一瞬的时间，大蛇丸仿佛已经在幻术空间经历了数小时的折磨。阅读我这双眼睛寄宿的瞳术，又注视着面前的大蛇丸。只可惜我是第一次使用，还不够熟练，不然你不可能这么轻松的逃脱。他平淡的声音让大蛇丸打个了冷战。从未听闻的黑色火焰，还有这种几乎无法防御的精神幻术，这就是万花筒瞳术的恐怖吗？前者还好，凭借大蛇流涕申术，他可以付出一定代价摆脱，但后者的精神幻术，大蛇丸吞咽了一口唾沫。他的幻术能力虽然不弱，但在这种神乎其技的瞳术面前，几乎没有抗衡的可能。换言之，现在的已经有威胁到他的能力。大蛇丸陷入了挣扎，内心无比纠葛。想要短时间拿下开启万花筒的已经不现实。这里是宇智波族地，随时都可能有宇智波族人过来支援。要是继续拖下去，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小鬼，我记住你了。大蛇丸依依不舍地将目光从鼬身上移开，嗖的一声急速向屋外冲去，眨眼间便消失在鼬面前。但又并没有放下戒备，依旧死死注视着大蛇丸离去的位置。时间一点一滴流逝，空气中那股令人窒息般的压力并未褪去。佐助额头渗出汗水，紧张地望着身旁的鼬。直到某刻，又终于确认周围已经安全，那一直绷紧的心神松下，两眼一黑，栽倒过去。长时间的激烈交战，加上数次动用万花筒瞳术，早已让他的精神和肉体濒临极限。方才那股自信的模样，只是为了镇住大蛇丸。如果大蛇丸没有选择离去，而是拼死与他鏖战，最终输的一定是他。好在他赌赢了。尼桑，尼桑！佐助趴在晕倒的鼬身旁，疯狂摇晃着他的身体。可恶，没想到居然会变成这样。离开宇智波族地后，在森林中快速穿梭的大蛇丸依旧愤愤不平，满是不甘。就差一点，就差一点了。宇智波鼬的万花筒瞳术恰好是克制他的那种类型。11岁的鼬拥有威胁到他的能力，如果放在以前，他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但是现在，现实用残酷的一面狠狠撕开他的遮羞布。经验老辣的他，何尝没有看出来宇智波鼬已经是强弩之末？但他不敢赌，以他现在的状态，只要再中一次阅读，就会彻底迷失在幻术世界中，无法自拔。这里是宇智波族地，即便宇智波父约带走了一部分中坚力量，但宇智波一族在宇智波未来的调教下，实力早已远超先前，上忍不下50名。如果被赶来的宇智波上忍包围，以他现在的这副状态，想要逃脱根本不现实。他的脑中浮现出那如同梦魇一般的身影。宇智波未来从高处投下视线，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宇智波未来，那个男人，他与其他人不同，他是有能力真正能杀死他的存在。他的咒印，他的布置，在那个男人面前形同虚设。大蛇丸咬紧了牙齿，说到底，他还是没能战胜自己内心中对宇智波未来的恐惧，再一次选择了逃避。忽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露出一抹嗤笑。现在的你应该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吧？掌握轮回眼的首领亲自出手，即便是宇智波未来，也不可能拥有获胜的可能。那可是和6道仙人一样的眼睛，属于神明的力量。大蛇丸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虽然自己这边的行动失败了，但只要宇智波未来被首领杀死，一切都是值得的。自己献出足够的贡献，未必没有机会获得宇智波未来的身体。即便只是尸体，如果用细胞培育的话，说不定也会是极为强大的肉体。大蛇丸舔舐着嘴唇，目光炯炯，仿佛之前的挫败已经一扫而空。突然，远处传来巨大的动静，让他从幻想中惊醒，抬起头远远眺望过去。只是一眼，他瞳孔骤然一颤，身体仿若坠入深渊般冰寒。庞大宛若山峦的哥斯拉一把撕开外道的魔像的下颚，粗大的湛蓝光柱贯穿而过，在大地划出深深的沟壑，一直延伸到天际之上。大蛇丸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发出不出声音，只剩下呜咽般的细小声音。这是怎样的力量？什么？破碎的森林延伸到天边的沟壑，将整个世界分成两半。这幅画面疯狂冲击着他的大脑，仿佛要将他的灵魂撕成碎末。这种力量真的是人类能够拥有吗？大蛇丸的瞳孔在颤抖，哥斯拉宛如山峦般的庞大身体伫立在黄昏的余晖下，只露出伟岸的背影。大蛇丸的内心充满了震撼和疑惑，哥斯拉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是第一次他亲眼目睹哥斯拉的强大。经此一战，首领必然遭受重创，组织的凝聚力大幅下降，这种组织已经没有留下的必要了。大蛇丸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离开。还没有离开多远，他的视线被一块躺在森林中灰褐碎片吸引。那碎片手臂大小，通体为灰褐色，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恐怖波动。大蛇丸从未见过这种碎片。不，
或者说忍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碎片。真相只有一个，这是哥斯拉的皮肤碎片。大蛇丸目光一瞬火热，地形被破坏成这样，这种恐怖的战斗，哥斯拉不可能一点损伤都没有。这块碎片应该就是在和佩恩的战斗中飞溅到这里。如果能够带回去研究。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眼眶中仿佛有火焰升起。看来这次行动也并非没有收获，虽然没有获得鼬的身体，但弄到哥斯拉的碎片已经足够弥补所有的损失。下一秒，他脖颈猛然拔长，布满咸液的口腔直接将那块碎片吞了下去。大蛇丸速度一瞬拔快，消失在森林深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倒飞出去的天道佩恩目眦尽裂，惊骇望着眼前的一幕。外道魔像在原子吐息的攻击下脆弱不堪，整个身体像是纸片一样被轻易从中间破开，乳白色粘稠液体朝四周大量喷溅。没过多久，那乳白液体的喷溅停止了，只有少量从狰狞的破口缓缓流淌。伴随着白雾散开，残破的外道魔像终于不堪凌辱，消失在原地。我还没有输呢！天道佩恩嘶吼地冲了过去，他的骄傲绝不允许他出现这样的挫败。忽然，一道纤细的身影从背后紧紧固住他。小南看清身旁挥动白色纸翼的熟悉身影，天道佩恩陡然愣住。我担心你，于是就飞了过来。小南一脸担忧。你来的正好，你我联手的话，一定能够。掌门脸色一喜，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小南忧虑开口：逃吧，掌门。什么？我说逃吧，掌门。单凭你我根本可能战胜现在的他，更何况……小南眼中露出一丝不忍之色，目光微颤地望向天道佩恩的身体。你难道要连迷燕的身体毁掉吗？掌门内心一颤，整个人僵硬在原地。他视线颤抖，望向自己的躯体。原本崭新的迷燕身体，在不间断强大辐射的侵蚀下，已经发生变异。裸露在外的皮肤干瘪灰褐，像是脱干了水分的僵尸，手指干枯，如同枯槁的树根。我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天道佩恩声音嘶哑，涟漪般的轮回眼瞬间暗淡下去。小南趁机拖着他失神的身体，扇动翅膀飞向远处。赢了！站在远处眺望的宇智波族人不可置信地瞪大着眼，喉结上下颤动。黄昏已至，金色余晖散落，哥斯拉山峦般的背影下，一道巨大的沟壑延伸到世界尽头，好似这一刻世界只剩下这头哥斯拉，他是这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主宰。这一战太过震撼，太过难忘。观战的宇智波族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呼吸急促，狂热的目光全部汇聚在哥斯拉身上。是未来赢了呀！领头的宇智波富岳首先缓过神来，一直紧攥的掌心终于松下，眼中露出骄傲自豪的笑容。拥有那种神秘强大眼睛的敌人，也不是宇智波未来的对手。这就是宇智波的族长木叶的火影啊！未来哥赢了，万岁！未来哥赢了，赢了！哥斯拉万岁！未来哥万岁！听到宇智波富岳的声音，周围的宇智波族人终于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就是他们宇智波的族长啊，宛如神明一般强大。哥斯拉太帅了，要是能和这样的忍兽签订通灵契约，死也值得了。宇智波黑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哥斯拉，眼中冒出星星，口水流了一地。当！宇智波只因一拳狠狠打向他的头顶，一脸不爽。黑子，哥斯拉是未来哥的，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可是真的很帅啊！黑子揉着头顶隆起的大包，一脸委屈。哈哈哈哈哈！周围响起了族人的笑声，空气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少族人仰头羡慕地望向哥斯拉。黑子所说的也是他们许多人心中的幻想。宇智波木强，越是强大的存在，宇智波就越崇拜，而哥斯拉就是完美的对象，强大、霸道、无敌，这简直就是他们臆想中的完美搭档。与之相比，忍鸭忍猫什么简直弱爆了。可这份幻想也只能埋在心底，毕竟哥斯拉只属于宇智波未来。该死，掌门这个废物居然输了！躲在远处树枝上观战的带土一拳愤愤不平地打在树干上。掌握和六道仙人同样的眼睛，甚至还通灵出10尾的躯壳，居然还输得如此彻底。最重要的是，10尾的躯壳在这一战中损毁严重。他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吸收9头尾兽。班当初就不应该选择这个家伙。带土越想越是不甘，自己谋划这么久的计划，居然被掌门这个废物毁得这么彻底。心中的怒火涌了上来，让他的眼珠一瞬猩红。带土，我们还是赶紧撤退吧。首领已经输了，这周围都是宇智波族人，万一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他身后的白绝颤颤巍巍地提醒。知道了。带土咬牙冷哼，周围的空间骤然扭曲，漆黑的漩涡吞没了他身体。另一边，一直躲在地底深处的角都发现外面的动静已经停止，终于鼓起勇气打算钻出地面。既然首领都出手了，宇智波未来应该已经死了吧？角都心中恶狠狠地想到。为了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的时间，他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不是他将早有准备，提前将最后一颗心脏用土遁埋在地底深处，恐怕现在
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不，说不定连尸体都不是。一想到宇智波未来那恐怖诡异的能力，角斗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可不想身上长出触手之类的玩意，即使他的地怨鱼和触手有点类似。头颅破开土壤的束缚，角斗小心翼翼地扫视着四周，只是一眼，顿时目瞪口呆。说好了首领赢了呢？首领人呢？只见一尊巨大的哥斯拉屹立在天穹下，周围是残破狼藉的战场。天道佩恩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少量外道魔像的残躯，仿佛在印证着刚才那场战斗的惨烈。该死，首领该不会输了吧？角斗咬紧牙齿，心中愤愤不平。他可是拼尽性命才拖住宇智波未来1分钟，结果就这。不管了，当务之急还是先逃跑吧。角斗压下心中的震荡，脚底抹油，准备开溜。无论结果怎么样，逃跑一定不会错。还没走几步，就看到旁边一道熟悉的身影，生死不知躺在地上。飞段，这家伙还没死，运气这么逆天的吗？角斗很是震惊，舔舐了宇智波未来下毒的血液，甚至连邪神都似乎遭到某种不可描述的打击。飞段这家伙不仅没死，居然还能在毁天灭地的余波中残存下来，这是什么逆天的气运？看看周围残破的战场，森林都打没了，就知道飞段运气有多离谱了。角斗眼珠子一下子红了，他要是有这么好的运气，怎么可能过得这么凄惨？好歹自己当年也是和千手柱间交过手的人物啊，怎么混的1年不如1年了？角斗小臂钻出大量黑丝，像是触手般将飞段捆得结结实实。既然飞段没死，作为搭档，他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且回去之后，如果首领发难，他也可以用自己救下飞段来挡枪。角斗心中美滋滋，这么看来自己运气也不是太烂啊。只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那庞大的哥斯拉上一道略带玩味的眼神正期待望着他带着飞段离去的画面。哥斯拉的身体在快速缩小，原本宛如山峦般的庞大身躯，短短几个呼吸间就消失不见。远处等待的宇智波族人看到一道身影箭一般冲来，在极短的时间便已经抵达这里。未来哥，是未来哥！有宇智波族人认出宇智波未来，发出惊喜的欢呼。未来哥来了，太好了！宇智波富岳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宇智波未来，惊喜之余，眼中又露出了一抹震撼。宇智波未来的衣服太新了，几乎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沾染，好似他刚才只是出去转了一圈一样。未来没有受伤吧？富岳紧张问道。没事，敌人不算很强。宇智波未来轻轻摇头，像是在说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宇智波富岳嘴角微微抽搐。什么叫敌人不是很强？有那么一瞬间，宇智波富岳差点以为要世界末日了。森林都打没了，这方圆数公里的地形变化，没有几十年是不可能恢复过来。这种恐怖的战斗，就是当年的千手柱间和宇智波斑也不过如此吧。4国1，不愧是未来哥。旁边的黑子和只因眼冒金光，满脸崇拜和狂热之色。周围的宇智波族人同样无比崇拜，盯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一族慕强，而且极其喜欢装逼。宇智波未来这不留痕迹的装逼大法，不仅没有让他们感到厌恶，反而激起他们内心的崇拜欲。宇智波富裕犹豫了片刻，像是在斟酌什么，开口问道：未来，那双眼睛是？之前宇智波未来和天道佩恩战斗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对方双眼的不同寻常，那神秘宛如涟漪一般的双眼，甚至让他的万花筒血轮眼都感受了一丝威压。周围原本打趣的族人闻言也立刻认真起来，好奇地望着宇智波未来。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注意到天道佩恩眼睛的不同寻常。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正好趁着这次的机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吧。宇智波未来思索片刻，沉吟了一声开口。现在的他已经是木叶的火影，宇智波也是时候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了。血轮眼的秘密也是时候让族人知晓了。那双眼睛名为轮回眼，是超越血轮眼的至高瞳术，同样也是6道仙人的眼睛。轮回眼，6道仙人。听到宇智波未来略显平淡的声音，周围的宇智波族人瞬间瞪大了眼，露出震撼不可置信的神色。6道仙人，那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吗？还有超越血轮眼的至高瞳术，这种天方夜谭般的东西真的存在吗？如果不是对宇智波未来有近乎狂热一般的信仰，恐怕现在立刻就有一大堆宇智波跳出来反驳了。但宇智波未来不可能说谎，这副认真的神色显然也不是在开玩笑。真相只有一个，宇智波未来说的是真的，6道仙人真的存在，忍界也拥有超越血轮眼的眼睛。轮回2字恐怕也印证着这双眼睛的能力。想到刚才天道佩恩宛如神明般的强大压迫，这些宇智波族人内心都不免挫败起来。原来血轮眼不是世间最强的瞳术吗？在这之上还有名为轮回眼的眼睛。99小说，如果没有宇智波未来，他们要怎么才能抵挡这样的敌人？这种想法同样出现在宇智波富岳心中，掌心攥起，一抹苦涩从嘴角泛起。就在这时，宇智波未来吸了口气，像是随口一提似的开口：对了，轮回眼正是从血轮眼进化来了。宇智波一族是6道仙人的直系后裔，
所以拥有进化成轮回眼的能力。这种事情就算知道又能咦？什么鬼？轮回眼是血轮眼进化而成，宇智波是六道仙人的直系后裔。原本一脸挫败黯淡的宇智波族人，一个个瞪直了眼，不可置信地盯着宇智波未来。就连宇智波赴月也被这句话给惊呆了。未来，你确定没有弄错吗？前一秒他们刚刚得知血轮眼不是世界最强瞳术，在这之上还有名为轮回眼的至强存在，神话传说也都是真的，六道仙人真实存在了。那种得知隐秘的挫败和狼狈之感还没有消退，宇智波未来就直接放出了大招。好家伙，原来六道仙人竟是我祖宗，轮回眼竟是由血轮眼进化，搞了半天我宇智波还是最强。哈哈，原来六道仙人姓宇智波呀，我宇智波一族果然是人界最强。就是，吓我一跳。既然轮回眼是从血轮眼进化而成，是不是以后我们宇智波一族人人都能拥有轮回眼了？黑子一脸希冀地望着宇智波未来，嘴角似乎已经流下了向往的口水。哪有那么容易？小黑子，你理智一点。宇智波只因一拳砸向黑子头顶。哎呦，你干嘛？黑子抱着头顶隆起的大包，眼泛出泪花的委屈，望着宇智波之音。哈哈哈！或许是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宇智波族人们开怀的大笑起来，空气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种事情就不要幻想了，血轮眼想要晋升成轮回眼，需要巨大的天赋和努力，从古至今也没有几个人成功。宇智波未来朝黑子微微一笑。理论来说，历代成功晋升成为轮回眼，似乎都是阿修罗的转世。普通宇智波族人能不能成功开眼，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为了不打击这些族人的积极性，宇智波未来并没有将这种隐秘说出来。一旁的宇智波父月面露难色，似乎是在纠结什么。宇智波未来注意到他的异样，问道：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宇智波父月抬头看他，既然轮回眼是血轮眼进化而来，那刚才和未来你战斗的敌人也是我们一族遗落在外的同胞了。此话一出，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宇智波未来身上。轮回眼是由血轮眼进化而来，既然那个与未来哥战斗的敌人拥有轮回眼，是不是最初同样拥有血轮眼？是宇智波一族的族人？宇智波父月的一番话在周围族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感情刚才打得翻天覆地，差点连大道都磨灭了。只是宇智波一族内战。宇智波父月深叹了口气，眼眸中露出一丝无比复杂的神色。未来，如果我没有猜错，他应该是当年宇智波斑的后人吧？这并非是宇智波父月随口一提，而是他经过深刻思考推测出合理的结论。在宇智波一族漫长的历史上，有不少族人遗落在外，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当年宇智波斑那次。他作为曾经的宇智波族长，也有过想过找回那部分族人，但忍界太大了，盲目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99小说，如果天道佩恩是斑的后人，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了。作为宇智波斑的直系后裔，天赋恐怖开启轮回眼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看刚才佩恩和宇智波未来战斗的模样，他似乎对宇智波一族有深深的怨恨。这也难免，毕竟当年他的祖父宇智波斑想要带领族人离开木叶，没有一个族人愿意跟随他。遭受这种背叛之痛，他的后人会痛恨家族也是难免的事情。唯一的异常是，天道佩恩那橘黄的发色怎么看也不像是宇智波，到底是漩涡出了鬼，还是宇智波劈了腿？难不成是斑还有一发撇？后代不玩飘柔玩染发？宇智波父月心中升起深深的愧疚之意，现在他只想立刻瞬移到天道佩恩面前，然后轻柔抚摸对方的头发，用柔和的语气安慰道：娃呀，这些年你在外面吃苦了。宇智波未来嘴角在微微抽搐，额头已经泛起了一根根黑线。什么鬼？你也太能脑补了吧！掌门跟宇智波斑有个屁的关系啊！充其量只能算斑眼睛的临时插件，还是插完就拔的那种。而且天道佩恩甚至都不能算人，只是一具由轮回眼控制的傀儡。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正陷入自我感动的傅月和狂热的宇智波族人全都愣住了，一脸诧异地盯着宇智波未来。没有关系？未来，难道是我的分析不够合理吗？傅月不解问道。合理？太他妈合理了！不能说合情合理，只能说是毫不相关。佩恩的情况很特殊，他只是轮回眼控制的一具傀儡，至于那双轮回眼的来历很复杂，现在的使用者和宇智波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宇智波未来无奈解释。这样吗？傅月稍皱了一下眉梢，他还是有些迷惑。不过既然未来已经这么说了，可能真的是他多想了吧。我们回去吧。宇智波未来目光深邃地眺望着宇智波族地的方向，敌人的准备很充分，现在宇智波族的防守薄弱，还是尽早回去为好。闻言，宇智波傅月心中咯噔一声，他的2个儿子还在族地，不过临行前他交代又一定要照顾好佐助，应该不会出现意外吧。木叶目睹了这一战的村民情绪到达了高潮，整个木叶一瞬陷入了沸腾，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激动讨论的村民，那绘声绘色狂热描绘的模样，像是自己亲自参与到这一战一样。5代目火影太帅了，
哥斯拉帅爆了！我长大也要当火影，保护村子，就凭你们也想当火影？鸣人指着那几个讨论的孩童，差点没把肚子笑破。五代目火影可是我大哥，你们想要追上我大哥还早1万年呢。其余孩童眼中满是羡慕嫉妒之色。不远处的自来也扶住额头，鸣人在宇智波未来的影响下，性格似乎都变化了不少。他也不知道是好是坏，至少现在宇智波未来成为了火影，不可能危害村子。想到这儿，自来也只能微微叹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宇智波未来风头太大，连带着哥斯拉也一并风靡人间。某些精明的玩具商贩已经开始设计哥斯拉手办。这一战后，哥斯拉的名气一定会更大，恐怕那几个忍村的影一定会更头疼了吧。猿飞一族族地，猿飞日斩在族人的搀扶下，望着远处残破的战场，陷入呆滞。这到底是怎样恐怖的力量？他在幼年时曾经亲眼目睹过忍者之神和宇智波般的力量，但那股力量似乎也并没有超越宇智波未来多少。难不成宇智波未来已经抵达到当年忍者之神那个层次了吗？猿飞日斩嘴角泛出一抹苦涩，没想到他才刚刚成为火影，宇智波未来就用如此震撼的一幕宣示火影的主权。目光颤颤巍巍地从周围划过，猿飞日斩看到自己的族人同样震撼崇拜地望着那处战场。猿飞一族尚且如此，其他村民呢？宇智波未来就像是一堵不可战胜的阴影，永久地矗立在他的心中。就在外界陷入火热讨论的时候，宇智波族地却是罕见的一片寂静。族长宅邸，宇智波未来望着床上陷入昏迷的宇智波鼬，眉头微微皱起。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尼桑也不会。站在一旁的佐助没忍住，眼泪一下子挤了出来。傅月满脸心疼，蹲下身子揉掉佐助眼眶的泪珠。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人承担责任，那也应该是我，是我留下又独自守在这里。宇智波未来沉声开口。傅月大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又现在情况应该是瞳力消耗过度，加上肉体上的伤势晕厥过去。可他只是3勾玉，怎么会出现瞳力消耗过度的情况？傅月不解，普通的写轮眼几乎只有幻术和复制能力，到底是怎样的战斗会让鼬虚弱成这副模样？你忘了吗？我们的双眼中都各自寄宿着特殊的瞳术。宇智波未来直直地看着他，傅玉呼吸一滞，眼中流露出一丝震撼和不可置信之色。你是说鼬他开启万花筒了？鼬才多少岁？傅月记得他上个月9号才过掉11岁的生日，满打满算也才11岁多点。这个年纪，不要说万花筒，就是开启普通的写轮眼都算是家族的天才。整个宇智波的历史上似乎都还没有这么年轻的万花筒。未来，你不会弄错了吧？鼬年纪太小了，他真的能开启万花筒吗？宇智波傅月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虽然这个结论我也有些意外，但毫无疑问，又真的开启了万花筒。宇智波未来沉吟了一声，宅邸外走廊上的火遁痕迹，应该就是鼬万花筒的瞳术之一。傅月陷入沉默，走廊上战斗的痕迹他也探查过，显然不是普通的火遁能够造成，那残留的灼热高温，即使是他都有些心悸。但他却从未往万花筒瞳术方向上去想，只当是某种特殊的火遁，这太令人震撼了。鼬，一个11岁的万花筒，如果加上他，宇智波一族现在不是已经拥有整整4名万花筒了吗？望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昏迷的鼬，傅月的眼底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之色。一方面，他庆幸家族实力的增加，一个新的万花筒，还是如此年轻的万花筒，将会为家族的发展增添新的火焰。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心疼。万花筒是诅咒之眼，获得力量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背负上诅咒。即便是他在觉醒万花筒之后，也极少动用，一旦瞳力耗尽，就会彻底失去光明。鼬才11岁，就要背负上这本不属于他的重担。宇智波未来望着躺在床上的鼬，眼眸中也露出一丝意外之色。原著中鼬开启万花筒的年纪大概是13岁，没想到在他的调教下，这个时间直接被缩短了2年半。不过仔细想想，原本鼬就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认清了猿飞日斩虚伪的面目，亲身历经家族和村子的巨大变革，加上宇智波未来不留余力的核辐射激发瞳力增长，天赋本就极高的鼬，距离万花筒只差一个剧烈的情绪刺激。倒霉的大蛇丸正好充当了这个刺激。你说，你看上鼬的身体就算了，闲着蛋疼对佐助动手干什么？动鼬的欧豆豆又不要你命。要知道鼬可是忍界最大护地狂魔，原著中鼬正是为了保护弟弟，才亲手屠掉了一整个家族。虽然这个世界的时间线在宇智波未来的干涉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鼬护地的属性可没有改。宇智波未来在心中默默为大蛇丸默哀3秒钟。对了，不久前他忽然感知到哥斯拉一小块碎屑消失了，似乎是被什么人带走。算算时间，正好和大蛇丸逃走的时间对上了，该不会是被大蛇丸吞了吧？宇智波未来眼神玩味，要知道哥斯拉碎屑可是满满的辐射源，常人碰之即死。不知道现在那货怎么样了？未来我还是有些疑虑，单纯的万花筒瞳力消耗过度，应该不会昏迷这么长时间吧？可又现在却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宇智波傅月没有说下去，
声音带着浓浓的担忧。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宇智波未来微微叹息，佑的情况很复杂，他患上了严重的血迹病。血迹病？傅月瞪大眼睛，震惊望向宇智波未来。旁边的小佐助也是张着嘴巴望向他，似乎是在思考这个词的含义。宇智波未来深邃扫视床上昏迷的佑。忍界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它外挂横行，血脉至上，却又遵循着某种特殊的规则。血脉越浓、天赋越高的族人，往往就越是容易被血迹病折磨，英年早逝。军马吕氏佑也是，这二人都是才情绝艳，天赋卓绝，只要不死，未来必会成为顶级强者。但很可惜，超绝的血脉天赋也让他们饱受疾病折磨，原著中都是在极为年轻的时候死去。而现在的佑身体状况相比原著更加糟糕，一方面是开眼年纪提前了2年半，身体没有得到充足发育，根基服软；另一方面，核辐射刺激虽然能加快佑的瞳力增长，但并非是没有代价的。佑的身体也在辐射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孱弱。宇智波未来曾经研究过所谓的血迹病，忍界的血迹限界全部来自最初的源头大筒木灰叶。一种血脉的浓度上升，必然会使得对应的天赋大幅提升，同时也会导致体内出现某种失衡现象。血轮眼的不断晋升，明显是一种返祖现象。血脉提纯的同时，精神也会受到负面刺激。如果移植柱间细胞，就会缓解这种失衡。这显然就是一种针对血迹病的疗愈方法，补全那部分失衡的基因。换言之，为佑移植柱间细胞，就可以极大缓解他的血迹病。如果只是这样，还达不到宇智波未来的要求。为了让佑觉醒，他可是付出很大的功夫。很早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构思解决佑血迹病的方法。如今终于到了实践的时候。宇智波未来眼眸微微闪烁，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能让佑从基因层次上进化，成为贴近哥斯拉的存在。这样的佑才能在未来真正对他提供帮助。傅岳大人，你放心，佑的血迹病我有办法解决。若是顺利的话，佑的实力还会获得极大的提升。宇智波未来思索了一番，沉吟一声开口。闻言，傅岳脸上的担忧焦虑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喜。真的吗？不过过程中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宇智波未来直视着他的眼睛，傅岳脸色微微一僵，像是在犹豫和挣扎什么。最终他叹了口气，又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弟子，我想他如果醒来也会同意你的决定。这样就好。宇智波未来点了点头，望向床上昏迷的宇智波鼬，他要将哥斯拉的 G 细胞移植给宇智波鼬。漆黑阴暗溶洞充斥着潮湿腐败的味道，光线昏暗到连手指都难以看清。在这处洞穴的中央，一个巨大的狰狞魔像零散的摆放着。之所以说是零散，是因为魔像的身体已经残缺不全，爪印、断口、缺损，光是看伤口的类型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残酷气息。最严重的是，身体正中央被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以一种狰狞的姿态向上划开，直接将外道魔像自腰部往上切成2半。粘稠的乳白色液体正从断口处缓缓流淌，覆盖在周围的地面上。戴土站在前方望着这一幕，猩红的眼珠微颤，整个人呼吸急促，几乎无法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外道魔像，月之眼计划最关键的外道魔像，居然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他猛然扭过头，目眦欲裂。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知道外道魔像意味着什么吗？你把一切都毁了。他身后的天道佩恩没有开口，只是默默的伫立。这副缄默的模样和他平时孤傲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似此刻的他已经丢掉了灵魂。巴安掌门也是为了解决组织的大敌才选择通灵外道魔像，只是错估了敌人的实力。站在天道佩恩旁边的小南冷冷地注视着戴土。倒是你，如果我没记错，你当时也在场吧？为什么任由掌门独自战斗，没有出手？戴土语塞，满腔的怒火一瞬堵在喉咙。他当时确实在场，但关键是宇智波未来太他妈离谱了啊！那么大的一头哥斯拉，要他拿头打？深深地吸了口气，戴土压下心中的怒火，扭头冷冷盯着佩恩。我只是没有想到，拥有轮回眼的你居然会这么不堪。佩恩像是被这句话击中心灵，身体微微发颤。戴土的话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直直插入他的内心。一直自诩神明的他，在这一战中遭受了太大的挫败。小南不忍，美眸怒视戴土。班，你别忘了，谁才是首领？上一次你可是亲自和他交手的吧？如果我没记错，你的下场似乎更惨，连一只手臂都丢掉了。自称宇智波斑的你，连一个家族的小辈都对付不了吗？戴土脸色一僵，旋即眼中怒火宛如实质冒出。小南的这番话无疑是直接撕破了脸，让他心中的愤怒几乎遏制不住。小南，你想死吗？我也想试试你的时空间能力和我的神之视指孰强孰弱。小南针锋相对，毫不退步。溶洞中的空气紧张起来，一股庞大的压迫从两人中间散发，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几分。99小说，旁边的绝冷汗直流。戴土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的时候。
但面对这次的巨大失利，两人显然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心中满腔的愤怒和淤塞都急于想要发泄出去。够了！就在这时，一道低沉的喝声传来，让两人同时一怔。天道佩恩叹息了一声道：“小南，我理解你的好意，但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小南眼中的不忍更深了，几乎无法正视天道佩恩。昏暗的光线下，天道佩恩的皮肤宛如干枯腐朽的树皮，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水分，充斥着腐朽糜烂的气息。这是宇智波未来辐射能力的影响。在与宇智波未来的一战中，天道佩恩遭受了恐怖的辐射量，但因为他是一具轮回眼控制的尸体，并没有痛觉神经，直到累积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才被掌门发现。挚友的尸体遭此重创，这也是掌门一改常态，保持沉默的原因。他无法原谅，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弥彦最后的身体变成这副模样。他的身体应该受到无数人的信仰，就像神明一样。班，我承认这次是我的失利。天道佩恩扭头认真望向戴土，表情肃穆。下一次，我会用实力证明谁才是真正的神明。戴土轻蔑一笑，你通灵出外道魔像，依旧不是他的对手，怎么保证下一次就能战胜他呢？哼，这次只是一个意外。掌门冷哼，我只动用了轮回眼制作的傀儡，而且只有天道一个，根本不是最强的状态。如果是我本体亲自降临，他必然无法抗衡。他的声音非常自信。本体降临和傀儡是两个概念，六道傀儡只能发挥轮回眼一部分力量，即便是将查克拉全部灌注到天道之上，也依旧如此。如果我没记错，你的本体双腿受伤，根本无法站起来吧？戴土深深地看了天道佩恩一眼。掌门的本体一直藏在幕后，为了防范自己，连他也找不到具体的位置。如果能趁着这个机会获得掌门本体的情报，自己对小组织的掌控就会更深一层。果然，在戴土说出这句话后，佩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溶洞中的空气陡然沉寂下来。良久，他忽然开口：“给我移植筑间细胞吧。”掌门，旁边的小南心中一紧。如果班在移植过程中动手脚，他们很难发现，而且掌门本体的位置也会暴露。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掌门朝他微微摇头。掌门，小南抿住嘴唇，眼中浮现不忍之色。他知道这一战对掌门影响太大，为了维护首领的权威，他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你早该同意的。戴土面具下的嘴角不留痕迹微微上扬。漩涡体质和筑间细胞搭配，能够更好发挥轮回眼的力量。很早之前他就提出为掌门移植筑间细胞的想法，但一直被掌门以这个世界没有能威胁神明的存在拒绝。现在终于得到机会了。虽说掌门移植筑间细胞后实力一定会变得更强，但他对掌门的掌控能力同样也会大幅提升。要知道，他手中的筑间细胞基本都培育成了白绝，而白绝是听命于他的。我很期待你移植筑间细胞后会变得多么强大。戴土漩涡面具下的嘴角上扬的幅度更深了。你放心，下一次遇到宇智波未来，我一定会让他认识到神明的真正实力。天道佩恩的声音淡漠，没有丝毫情绪，仿佛是在叙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轮回眼的瞳术中，有一个专门封印尾兽的瞳术，之前的他并不能熟练的掌握，但移植了筑间细胞之后，他对轮回眼的掌控必然大幅提升，施展那样的术自然不在话下。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定下了，那么外道魔像该怎么修复？戴土望向溶洞中央残破的外道魔像，即便他已经平复了刚才愤怒的情绪，但只要是看到外道魔像这副凄惨的模样，他心中的怒火还是忍不住升起。外道魔像关系太大，它是所有尾兽的容器，是月之眼计划无法绕过的鸿沟。想要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绝对少不了外道魔像。天道佩恩吸了口气，沉思片刻开口：用白绝进行修复如何？白绝是从外道魔像培育出的，和魔像本源相同，稍加尝试，说不定能找到修补魔像的方法。这并不是他随口一说。外道魔像破损后流淌的乳白色液体和白绝的成分极为接近，如果能找到用白绝修复外道魔像的方法，问题就能很好解决了。这样吗？戴土眉头微微皱起。他在宇智波斑的地下洞穴中亲眼见过外道魔像树枝上挂满了白绝，像是果实一样密密麻麻。用白绝修复外道魔像应该不是什么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戴土刚想同意，话还没有开口，就听到身旁响起一道尖锐惊恐的声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猪笼草中的白绝发出惊恐的叫声。你是要拒绝吗？戴土眉头皱起，冷冷盯着他。白绝在他眼中只是工具，在修复魔像这种重大的事情面前一文不值。如果白绝真的拒绝，他必然会采用武力手段了。那上面有那家伙的力量，残留了很多，我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白绝眼神惊慌，望着残破的外道魔像，是恶魔，不断颤抖后退。那家伙的力量，戴土眉头紧皱，是那种毒素，会让我的身体变得奇怪的。啊！要受不了了！白绝尖叫，想要直接逃跑，身体快速沉入地面。毒素？辐射吗？戴土眼睛微眯，看来是外道魔像在与哥斯拉的战斗中，身体残留了大量的核辐射。嗖！下一秒，
他直接消失，出现在想要逃跑白绝的身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放心，只会用你的分身修复，不会威胁你的本体。你分身的数量应该还剩不少，足够使用了。带土语气虽然没有多少起伏，但白绝却清楚听到其中蕴含的一丝冷意。那抓住他的手腕力道陡然大了起来，好似抓住他的不是人类，而是一头阴冷的野兽。99小说，可外道魔像已经被污染了，我也不知道修复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白绝颤颤巍巍回应。污染？天道佩恩眉头一皱，那上面不只有那种毒素，还有哥斯拉残留的细胞，虽然数量很少，但绝对有不会弄错。白绝颤抖解释，他是从外道魔像培育出的第一只白绝，是其他白绝的本体，和外道魔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如此，他才隐晦地感知到外道魔像上的诡异变化。听到这个消息，戴土和佩恩眉头都是立刻紧皱起来。哥斯拉的细胞？那是什么东西？哼，一头怪物的细胞能有什么可怕？天道佩恩冷哼一声，有些不屑。他虽然输给了宇智波未来，可自身孤傲的性格让他不可能接受失败的事实。在他的认知中，拥有6道仙人同款眼睛的他，生来就是改变这不公世界的神明。要是对区哥斯拉的细胞畏惧，那他还当什么首领？立刻开始修复外道魔像，不容许任何拖延。天道佩恩强势下达命令。白绝不知所措，看向戴土，立刻开始修复吧。只是细胞影响应该不大。戴土的看法和掌门一样，哥斯拉的细胞能有多大力量？难不成还能影响外道魔像不成？是。白绝硬着头皮回答。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尝试了。他的分身还有很多，不断尝试的话，说不定能找到修复的方法。可修复之后，真的能变成原来的外道魔像吗？核辐射、哥斯拉细胞加上白绝细胞，3种不同的力量汇聚在外道魔像体内，即便是修复完成了，恐怕也会变成一头不可名状的怪物吧。但现在白绝已经完全没有心思考虑那种事情了。高天原中，宇智波未来感知到残留在外道魔像中G细胞开始活跃，眸中露出一丝期待的笑容。早在和外道魔像的战斗中，他就已经将哥斯拉 G 细胞有预谋地注入外道魔像体内。这些细胞将会像寄生虫一样寄存在外道魔像体内，潜移默化改变外道魔像。他很期待，如果用这样的魔像吸收尾兽，合成十尾，十尾会变成什么形状？又虚弱地睁开眼睛，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是被人用筷子插入，然后狠狠地搅拌，整个头像是浆糊一样刺痛。映入眼帘的天花板让床上的右眼神中出现了一丝茫然。我在哪儿？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和大蛇丸交战的最后一刻，死死护住身边的佐助，精神绷紧到极致，防备大蛇丸的偷袭。佐助又像是想起什么，猛地从床上坐起，丝毫不顾自己还未痊愈的身体，紧张环顾四周。佐助呢？放心，他现在很安全。门外传来的熟悉声音让他紧绷的精神一下子放松下来，佑的眼中露出喜色。这个声音是未来哥。佑立马从床上扭头望去，果然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后，他心中的一切紧张、慌乱、迷茫都不复存在。宇智波未来，那是宇智波一族的传奇，也是宇智波佑的精神信仰。只要有未来哥在，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这是佑的人生信条。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羞愧地低下了头。未来哥，我对不起，我让大蛇丸逃走了。佑的脸长得通红。未来哥和父亲在前方与敌人艰苦交战，留下他在后方保护弟弟河族人，即便自己拼尽全力，还是让大蛇丸逃走。他觉得他没有保护好族人，给宇智波未来蒙羞。别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宇智波未来的嘴角微微抽搐，这算是凡尔赛吗？大蛇丸是绝对的影级实力，而且现在的他还没有进行太多的灵魂分割，相比原著两人遭遇之时，幻术抗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便如此，也被诱逼得狼狈逃跑。这份战绩已经相当恐怖。要知道，现在的只有11岁啊，相比原著中觉醒万花筒的他，早了整整2年半。听到了宇智波未来的安慰，佑这才缓缓松了口气。注视着床上的佑，宇智波未来平静开口：“佑，你开启万花筒了吧？”佑点了点头，没有选择隐瞒。我的2只眼睛分别寄宿着不同的瞳术，左眼的瞳术名为阅读，右眼的瞳术名为天照。佑潺潺叙述着，将自己2只眼睛的瞳术毫无保留地叙述出来。宇智波未来的眼中露出一丝宽慰。佑的2只眼睛瞳术他早就知晓，不过佑能够毫无保留地将瞳术告诉他，也证明了佑对他的忠心。毕竟万花筒的瞳术对宇智波来说关乎重大，不是极为信任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告知。他的万花筒瞳术时至今还没有一个宇智波族人完整知晓。天照和阅读吗？很强的瞳术，难怪能逼退大蛇丸。不过宇智波未来停顿了下来，双眼略带忧虑地打量着佑的身体。怎么了，未来哥？又有些紧张，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担忧地抬头望着宇智波未来。宇智波未来叹了口气：“
你的身体并不能很好的适应这份力量，万花筒强大的力量同样也是诅咒。我想你应该已经感受到这双眼睛带来的压迫了吧。说完，宇智波未来注视着鼬的双眼，又陷入缄默。的确，他此刻的双眼正在散发一股阴冷的力量，这股力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身体。这份变化自然逃不过宇智波未来的眼睛。血轮眼代表的阴遁力量过强，普通的阳遁肉体根本无法承受，使用过多就会失明，就是肉体阳遁失衡的表现。原著中鼬13岁开启万花筒，其后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苦苦撑到21岁，才在亲眼看到佐助成长起来后欣慰而亡。而现在的鼬不过11岁，少了2年半的积蓄，肉体阳遁相比原著更弱，这也意味着他的寿命必然比原著更短。我该怎么做？鼬声音沙哑。如果是未来哥的话，说不定有改变现状的办法。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宇智波鼬心中。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宇智波未来沉声道，既然你的肉体不足以承担这份力量，那就加强你的肉体，让它能够承受即可。说到这里，宇智波未来眼神陡然认真起来，注视着宇智波鼬。至于加强肉体的方法，我有2种，选择哪一个就看你自己了。话毕，宇智波未来抬起手掌，掌心中出现2团婴儿拳头大小的奇异物质。99小说，2团物体的颜色完全不同。右手掌心整体呈现白色，像是某种奇特的肉团；左手掌心黑褐色，旗帜的更像是某种植物。一黑一白，充斥在宇智波鼬的眼眶中。这是……宇智波鼬深吸了一口气，眼眸中还留着一丝震撼之色。这2颗肉块显然都不是凡物，散发着浓郁的生命波动。在他过往的人生中，还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物体。尤其是那块灰褐色组织，除了浓郁的生命波动之外，还散发着一股极其霸道的力量。我手中的这2份肉块都能弥补你肉体的缺陷，不过却代表着2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宇智波未来沉声开口。不同的方向？右眼眸微动，耳边再度响起宇智波未来的声音。我右手掌心的细胞来自一个你应该并不陌生的忍者。宇智波未来认真地看着他。千手柱间。千手柱间？右的眼中瞬间浮现出震撼之色，脱口问道：是那位创立了木叶影村的初代火影，被称之为忍者之神的千手柱间吗？是的。宇智波未来点了点头。他的细胞非常独特，源头应该是神树，移植进宇智波体内将会激发森罗万象之力。神树？森罗万象之力？右的眼中露出一丝茫然，这些词汇对他而言有些陌生，还是第一次听闻。宇智波未来沉吟了一声，将相关的情报缓缓叙述。因为掌门的突然出手，宇智波富岳以及大量族人亲眼目睹了那如同神灵一般的轮回眼之力。现在的宇智波族中到处都是关于轮回眼狂热讨论，只是因为鼬这段时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所以才对此事不知情罢了。现在有机会，宇智波未来自然将相关的情报狠狠地恶补给鼬。听完宇智波未来的叙述，鼬的眼中残留着浓浓的震撼之色，久久回不过神来。原来万花筒依旧不是写轮眼的极限吗？原本开启万花筒的喜悦在这一瞬间被冲淡了不少，但同时心中又泛起了浓烈的激动和震撼之情。更高级别的写轮眼，甚至是与传说中6道仙人同样的眼睛，如果能达成那样的境界，该是怎样的感触？轮回眼的晋升牵扯的因素太多，若是想通过移植柱间细胞来晋升轮回眼，还是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为妙。宇智波未来毫不留情地泼起冷水。原著中宇智波斑开启轮回眼，除了他本身是因陀罗的转世之外，光是积蓄查克拉就花费了10数年，直到垂暮之时才开眼。这也证明着轮回眼的开启需要极为恐怖的能量积累。在他看来，宇智波一族中有希望开启轮回眼的只有2人，一个是佐助，作为因陀罗转世，原著中就开启了轮回眼；另一个就是他了，拥有哥斯拉的他，说不定能通过某种其他途径强行开启轮回眼。我明白。宇智波鼬认真的点了点头。心智早熟的他自然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上。接着他的目光转移到另一只手掌上，眼中露出一丝好奇之色。那这个是什么？另一个细胞的来头就已经这么大了，剩下的这个自然不可能是什么简单之物，而且在鼬眼中，似乎这个灰褐组织更加神秘强大。宇智波未来深深地望了他一眼，这是哥斯拉的组织细胞。哥斯拉细胞？宇智波鼬倒吸了一口凉气，瞳孔中浮现出浓烈的骇然之色。哪怕是先前之小轮回眼相关的事情，也没有这一刻带来的震撼大。确切的来说，是哥斯拉细胞吞噬柱间细胞培养的产物。宇智波未来潺潺叙述，单纯的哥斯拉细胞太过霸道，你不可能承受，只有这种吞噬了柱间细胞的产物才有移植成功的可能性。很久之前，他移植柱间细胞时候受到 G 细胞干扰，移植过后的柱间细胞也开始向 G 细胞转化，只是纯度比他现在拿出来的要高太多。望着摆在面前的2个肉块，宇智波鼬眼中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右手千手柱间神树，左手宇智波未来哥斯拉，2种细胞
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宇智波未来眼神淡然地看着，在他的调教下，又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形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希望又走上另一条道路。神术体系和哥斯拉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未来的忍界必然大变，哥斯拉将改造整个忍界，将其变成全新的哥斯拉生态。重拳眼的新木叶体系就是他新铺的道路，宇智波一族自然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改变就先从右开始吧，告诉我你的选择，宇智波鼬。宇智波未来平静地问道。鼬眼中的犹豫不在，认真地抬起头。我选择哥斯拉细胞。